闺女，你快醒醒，你可别吓唬娘啊！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娘也不活了。一道悲切的哭声传入耳中。闺女，都是娘不好，娘没本事，你要是别家娘去了，你让娘咋活呀？生了个赔钱货，你还知道哭？闭上你的臭嘴！娘啊，青丫头头上流了这么多血，都晕死过去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去给她请个郎中吧。请郎中？我没那个闲钱，死了拉倒。瞅你生的这个不争气的玩意儿，给她找个婆家还挑三拣四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彩礼钱我已经收了，她就是死也得给我死到李家去。娘，李屠户那是出了名的畜生，把青丫头许配给他，你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？胡说八道！李屠户虽说性格暴虐点儿，人长得粗鲁些，可他家顿顿有肉吃有钱花。青丫头能嫁给他，那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怎么就是祸坑啊？再者说了，你三兄弟马上就要府试，没有银钱打底，咋考取功名啊？不管咋说，这死丫头必须得给我嫁过去。陈青青皱了皱眉，她真的重生了，可是看着也不像是王侯将相之家啊。娘，别让青丫头嫁给李屠户，就算是逼她嫁人，也给她找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才行啊。呸，说的好听，哪有那么多门当户对的？就算是有，谁能拿出50两银子？再过几个月，老三马上就要院试了，要是没这笔钱，他咋去考试？咱家可都指望占财光宗耀祖呢。今天你就是说出天花来，青丫头也得给我嫁出去。陈青唰的一下就坐了起来。青丫头，头还疼不疼啊？你可吓死娘了。娘，我没事，你别着急。没事就好，娘看看你的伤口。哼，行了，别在这母女情深了，赶紧给个痛快话，到底嫁还是不嫁？娘，儿媳求你了，只要不把青丫头嫁给那李屠户，你让我干啥都行，我当牛做马伺候你。你少废话，将来你三弟考取功名，咱家有的是女婢家奴，你就等着享福吧。娘，我就青丫头这一个闺女，我不能眼看着你把她给卖了。你若执意卖了她，你先打死我吧。你别死呀活呀的威胁我啊！要是再敢说半个不字，我就让他休了你，滚回你的娘家去。娘，你这是想要了儿媳妇的命啊！请问我娘做错了什么？你凭啥让我爹休妻？你爹休不休妻我说了算，休他还需要理由吗？那可由不得你。你若是敢没事挑事，我自会找说理的地方替我娘评评理。劈头盖脸朝着陈青青打过去。还敢威胁我？你个没大没小的死丫头，你看我今天我不揭了你的皮！他可不是原主，挨骂只会哭，挨打只有咬牙忍着。身为21世纪的医学天才，怎么可能在古代被人欺负？他一把抓住陈老太手里的棍子，揭了我的皮，你想得倒是美，你再打我一下试试。死丫头反了天了，这个家我说了算，你吃我的喝我的，还敢和我叫板？你给我撒手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想要给你喽。他冷不丁的一松手，摔了个4脚朝天。这要是摔坏了可咋办？娘，你没事吧？一个完蛋玩意儿，竟由着你闺女欺负我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娘，青丫头不是故意的。娘，你别管她，我看她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了不得了，要出人命了！这死丫头要害死我这个老婆子啊！陈占才2口子正在屋里打情骂俏，猛地听到叫喊声，连忙从屋子跑得近前。娘，这儿咋了？快起来！
哎呦，我的好儿，这个遭天杀的死丫头要谋害你老娘啊！你这个该死的丫头，你还敢还手？老三，你替我好好教训教训她。娘，你先消消气。青丫头，你这孩子到底咋回事？竟敢对你奶大不敬，这要是摔坏了，你就是咱家的罪人，把你点天灯都不为过。他自己摔倒的，跟我何干？还敢狡辩？你要是听点话，答应嫁给李屠户，替咱家减轻点负担，你奶奶能生这么大的气？你真是越大越不懂事了。三叔，你说这话也不嫌臊得慌。要不是为了你，我哪能把我卖给李屠户？胡说八道，咋能说是卖？这是你奶奶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托媒人给你选的好人家。去了李家，你就能吃得饱穿得暖，那是掉进了福窝窝里，你咋不知道好赖呢？哎，亲丫头，你三叔说的在理，毕竟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你奶好不容易为你寻一门好亲事，你可不能错过呀。既然你们觉得这是好事，三叔为何不把若兰嫁过去啊？这若兰可是他的亲闺女，长得跟花骨朵一般，怎么可能嫁给一个屠夫？青丫头，要不是若兰年纪小，这好事能轮到你？你这孩子咋还不知足呢？三叔，你莫不是读书把脑子给读坏了？我和若兰同岁，她只比我小了2个月。既然你觉得嫁给李屠户是掉进了福窝窝，这好事儿我不和若兰争。小2个月是小，哪有姐姐不嫁妹妹先嫁的道理？你就乖乖听话先嫁了，你若兰妹妹的事儿还不急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三婶当初和你成亲的时候，她娘家姐姐也没嫁人，她就先出嫁了。这个事儿咱们南山村哪个不知哪个不晓。青丫头这话不假，我记得当初你们还没定亲就滚到一起，有了孩子这才草草的完婚，过门不到半年呢就生了若兰。你们这是要反天了！你这丫头好不要脸，让你嫁给谁就嫁给谁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？真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死丫头！若兰以后可是秀才家的大小姐，你和你爹就是个泥腿子，你们能比得了吗？还想让若兰嫁给李屠户，你可真敢说呀！娘，若兰是你孙女，青丫头也是，你咋能这样说她呢？你养的好闺女都快翻了天了，我好不容易让赵媒婆给她寻了门好亲事，可她却把赵媒婆给撵走了，还口口声声说不嫁，你说气不气人？爹，那要把我嫁给清水镇的李屠户，女儿害怕。别怕，爹不会让你嫁给李屠户的。娘，青丫头不愿意，这婚事就算了吧。算了，你说的轻巧，她不嫁人，咱们这一大家子吃啥喝啥？陈老汉随后走进来，见陈老太一脸的阴沉，连忙问道：老婆子，到底咋回事啊？大白天的，你们喊啥喊呢？老头子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刚才赵媒婆来了，给亲戚选摸了一户好人家，可这个不争气的玩意儿，我是好话说了千万，嘴皮子都磨破了。他倒好，死脑瓜筋一个，愣是不愿意嫁。你说这彩礼我都收了，该咋办呢？又没成亲又没拜堂的，把彩礼钱给人家退回去不就得了？退回去？说得轻巧，如今正逢荒年，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，你三弟又要科考，把彩礼退回去，往后的日子咋过呀？占山呐，你娘说的不错，你三弟要用钱，家里也等着米下锅呢，你咋也不能看着咱家的日子过不下去吧？啊！要是大哥不同意，这岂不是坏事儿？自己还怎么参加院试？种不上秀才，这以后总不能当个泥腿子吧？他恬不知耻地开口道：大哥，好不容易给青丫头选摸的人家，咋能说退就退了？再说青丫头也老大不小了，俗话说女大不中留，留来留去留成仇，
早嫁晚嫁，她早晚都得嫁人。我看这亲事就不错，青丫头嫁过去就是去享福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咱娘怕青丫头吃苦遭罪，特意求赵媒婆给她选了个好人家，事情都定好了，咋能反悔？老三，既然你们夫妻都说这门亲事好，青丫头也不愿意嫁，就把若兰嫁过去吧。老三，我觉得你大哥的话在理儿，娘收彩礼本来就是为了供养你读书，就算嫁女儿也轮不到我们家青丫头。若兰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她理所应当为你的前程出力。陈占才一时语塞，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。爹娘，谢谢你们。青丫头，别怕，爹不同意，没人敢把你嫁人。你这个不孝的东西呀，想要气死老娘是不是？这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呀！娘，你消消气，都是儿子的不是，儿子给你赔罪。占山呐，你娘也是没办法。青丫头要是不嫁，那咱家吃啥喝啥呀？还咋去参加院试啊？爹，李屠户不是好人，把青丫头嫁过去，那不是要了她的命吗？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跳进火坑呀！等你三弟中了秀才，光耀门楣，那时啊，咱家就是名门望族。虽说李屠户性情残暴，但是他不傻，巴结咱们家还来不及呢，他咋会难为青丫头呢？爹，今年年头不好，不如让我三弟歇上1年再考，这样既不用把青丫头嫁给李屠户，咱家的日子也能好过些。你们胡说啥？哪有年景不好就不参加科考的？爹，我今年可是做足了准备，就连金光寺的主持都给孩儿披过卦，说今年儿子定能考上秀才，儿子有希冀一举得中。好，我的好儿啊，爹相信你。爹，我大哥说的没错呀，反正我三弟考了10多年也没考上，不差这一回。咱们就算是打柴卖苦力，也能把眼前的苦日子熬过去啊，没有必要非让青丫头去送死啊。你给我好好干活得了，家里的事儿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爹，既然你不同意我三弟歇1年再考，那就想别的办法弄钱，让他继续读书。反正我不同意把青丫头卖了。你这不孝的玩意儿啊，我算是白养你了。娘，求求你了，占才的束修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，就把青丫头这门亲事退了吧。占山呐，不嫁青丫头也行，那就把陈寒送进宫去当太监，一样可以解决家里眼前的困境。娘，小寒才8岁，送进宫不是要了他的命吗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们让我咋办？你这个不孝子窝囊废！既然舍不得你闺女儿子受罪，不如你去吧。好，我去，我进宫。黑他爹，你可别吓唬我，你撇下我们娘几个，叫我咋活呀？占山啊，要不是实在穷苦的过不下去，有谁愿意进宫当太监呢？咱丢不起这个人呢。爹，儿子宁可丢人，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女儿去送死。咱家青丫头是个有福气的，没准儿嫁过去，李屠户就转了性子，会善待她呢。俗话说，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要是青丫头真被打死，我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。青丫头，你要是还有点孝心，乖乖的嫁给李屠户，也让你爹娘省点心呐，行不？你有没有搞错？是你们非要把我嫁给李屠户，要把我推进火坑。为难我爹的是你们，而不是我。你们要是不想让我爹进宫当太监，要是真的把他当亲儿子对待，就赶紧去把彩礼退了，让我三叔歇上1年再考试。只要咱们一家人齐心协力，今年的苦日子一定能够熬过去的。不让你三叔参加院试，那咋行啊？万一错过了今年的时运，
明年还咋考举人？将来还指望着他光宗耀祖呢。青丫头，你也别老叫驴挺脖子死犟了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这事儿啊，就这么定了。我就是不嫁，你们要是逼我，我就死给你们看。甄芊芊做事要往墙上撞，程老汉一把拉住他，脸色一沉。占良，去拿根绳子过来，把他给我捆上。明天送李屠户家去，就算死也得死在李家。爹，你不能这么对青丫头，这可是一条人命啊！陈占良跺着脚没动。爹，你放开青丫头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进宫当差。你给我滚一边去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这有啥丢人的？我觉得老大这主意就不错。老婆子，你说啥呢？老头子，既然老大舍不得青丫头，想要自己扛下一切，反正啊总有人牺牲，我看这事儿也不是不行。进宫当差也算是个不错的好差事，不但吃得好穿得暖，还月月有俸禄拿，比在家里吃苦大力强。老大如今也算是后继有人，他进了宫正好有银子给他儿子陈峰一亲，也省得去镇里饭馆当学徒。孩子爹，就算去乞讨，我们一家人也要在一起。皇宫就算再繁华，你就是能赚再多的银子，我和孩子们也不稀罕。你万不可抛下我们走那条路呀！爹，女儿也赞同我娘的话，就算是乞讨，只要我们一家五口在一起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秀梅，我去宫里当差，家里的日子就能好些，青丫头也就不用嫁给李屠户了。爹，我爷爷奶奶若是真的在乎你，就会同意让三叔歇1年再考，而不是选择卖了我，或者是让你进宫当差。你是爷奶的亲生儿子，他们都舍得让你进宫去当太监。你若是不在家，我和我娘并不会过上好日子。你若是真的在意我们，为我们好，你就不能进宫。占山，你若是不在，谁还会在乎我们呀？我不进宫了，我会永远保护你们。占山，你总算想明白了。爹，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，这再难的日子也能过去。你个贱胚子，你胡说八道啥？不让你爹进宫，你就给我乖乖嫁人，别再瞎出幺蛾子。我爹不进宫，我也不嫁人。至于你三儿子读书没银子，那是你们的事情。平时我爹干活赚钱供养三房，已经是仁至义尽，和我们大房没有一丁点的关系。真是要反天了！你三叔以后高中状元，那你不也能跟着享福了？爹，这么多年我为了供养三弟读书，啥苦活累活都干过。我供养他这么多年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如今他已经34岁，想要继续读书，就应该自己想办法凑银子，不应该把主意打到我女儿头上。啥叫仁至义尽呢？老三忙着攻读学业，你让他上哪儿弄钱去？将来老三光耀门楣，少不了你们的荣华富贵。是呗，大哥，我觉得你有点过分啊，干点活能累死你咋的？这要是换做你要是考秀才，我当兄弟的绝对说不出这样伤和气的话。只要大哥你想考，我死都行。你们都瞅瞅老三这觉悟多高啊！当大哥得有大哥的样儿。你们让我和老三学啥？学他自私自利，只让他放弃今年1年的科考，歇上1年继续考都不行。学他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我恨呀，早没看清老三这副面孔，让他作威作福这么多年，如今想让我卖了女儿，你们想也别想。我爹说的对，我三叔就会吹牛皮画大饼，他要是真的为家里着想，这1年不参加科考能怎么的？和人命相比，不考他能死啊！青丫头说的对，1年不参加科考能咋的呀？依我看，就让我三弟也上山打柴，下地除草，也让他知道我们一家人供他读书多不易。二叔的话我赞同，要是我三叔同意明年再参加科考，就算明年年头还是不好，不管是张屠户还是李屠户，我都自愿嫁人，收彩礼供他读书。我赞同青丫头的话，要是三弟歇1年再科考，哪怕明年让我进宫当太监，我都愿意。爹娘，儿子没日没夜的苦读，
为的就是给咱们老陈家光宗耀祖，不让儿子读书科考，儿子宁愿饿死。娘，占才读书一点也不比大哥，二哥干的力气活轻松，不让他参加科考，那不是要了他的命吗？老三苦读了这么多年，当然不能荒废学业呀，科考必须得参加。娘，你放心，儿子今年一定考上秀才，替咱家争光。好儿子，娘相信你。老大，既然你不愿意再供养你三弟读书，我的提议把青丫头嫁人你也不接受，那你就从这个家里滚出去，我就当没生养过你这个儿子。以后老三有出息了，你也休想回来沾光。自此以后，我不是你娘，我也没你这样的儿子。你这是想要逼死儿子呀！陈占山心中一片荒凉，家里都快吃不上饭了，爹娘居然还一味的偏袒纵容老三。爹，既然奶奶要分家，那就分了吧。要是咱们再赖着不走，给我奶奶气出一个好歹来，那你可就真的背上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的骂名了。青丫头，你可想好了，分了家，你们就不再是我陈家的子孙。以后你三叔考上秀才，种田减免赋税，官府免征徭役，可就跟你们没有一点关系了。既然分家，就得有证人，这口说无凭，只有立字据才能有效。好，依你。爹娘，我去找李正，让他过来帮忙看着立文书。去吧。李正叔，你在家吗？青丫头，有事儿吗？我奶要和我们大房分家，想请您过去给做个见证。分家？到底咋回事啊？好好的，为啥要分家呀？这年月，你们这一家被分出去，会被饿死的。我们大房也是被逼无奈的，为了供养我三叔读书，我奶奶把我许给了清水镇的李屠户做天房，我不嫁。那走吧。李正啊，都在呢。到底咋回事啊？为啥要分家呀？李正啊，也不怕你笑话，这家是我要分的。老婶子，这年月分家，老大的日子恐怕不好过呀。要不你再好好想一想。李正，分吧。要是不分家，青丫头就得嫁给李屠户，那不是白白去送死吗？就算饿死，我也不能让女儿被打死。李正叔，你就写分家文书吧。什么秀才不秀才，我们大房不稀罕。别说是秀才，就算是三房考上状元，跟我们大房有什么关系？我爷奶那么偏心，得不到啥好处，不过是一些虚名罢了。明年开春，我就把我弟弟送到镇里去读书。我们大房家的孩子不比别人的差。你个死丫头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我倒要看看你们离开我能蹦跶几天。分，现在就分。老婶子，你打算分给大房哪些田地啊？还有这家里的粮食怎么分配啊？粮食？这年月谁家还有粮食啊？我们家就剩1袋子米糠，我仁慈给老大家一半。老三媳妇儿，去东屋墙角把那半袋子米糠拿出来。陈青青看着地上半袋子米糠，不由皱眉。老婶子，那银钱呢？我们家1文钱也没有。既然没钱，我们也不要。你收了李屠户50两银子，既然我不嫁，你理应把钱退给人家，这也门亲事作罢。若是你不退彩礼钱，以后李屠户来找麻烦，和我们大房没有一点关系。那是当然，这个不用你担心。李正叔，这件事情也给您做个见证。好，青丫头这个证人，我当了。日后若是有人拿这件事要挟于你，我自会替你澄清。多谢李正叔。老婶子，你打算分给占山哪块田地呀？西边山坡上的2亩地归老大家。西山那边都是沙地，就2亩地，恐怕占山一家5口连吃的都不够吧。念在母子的情分上，我能给他们2亩地已经是我心善了。爹，我奶给咱们哪块地，咱们就要哪块，甭担心，您和娘都是有福气的人，就算是在沙地里，这也能长出丰硕的粮食。
娘，西山的二亩地，今年连1颗庄稼也没出，你这是诚心要饿死儿子吗？你宝贝闺女不是说了吗？分家后你们就能发大财，有这话你还怕饿死？你就等着跟你宝贝闺女享清福吧。李正啊，我们家房子不多，隔壁那2间牛棚就分给他们，暂时让他们栖身。我生养老大一回，1年必须给我1两银子的赡养钱。他要是同意，你就写文书吧。展山，这赡养费1年1两银子，你们同意吗？娘，赡养钱我愿意承担。以后每年春节的时候，我爹会给你送过去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分家就必须分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窝里那4只大母鸡，一直都是我和小韩给他们捉虫吃，也要分我家2只。哼，死丫头，真是给脸不要脸！有个安身之地就不错了，还想瓜分我的家产，你想得美！告诉你啊，4只鸡那是留给我小儿子补身子的，你休想打他的主意。陈寒舔着嘴唇，眼泪汪汪的道：奶，你偏心眼儿。那4只鸡是我和我姐养的，凭啥要把鸡蛋给我三叔吃？你个小兔崽子，还想吃鸡蛋？吃屎你都不配吃！手起刀落，2只鸡便伸手一触，连扑腾都没扑腾，就直接见了阎王爷。拿着，今天晚上姐给你炖肉吃。姐，你真威武！你个死丫头，你想找死啊？那可是下蛋的鸡！下蛋的鸡咋了？我没都杀了，算是给你面子。你要是觉得我杀少了，我不介意把那2只也宰了炖肉吃。你敢？好了，李正叔，您可以写文书了。好吧。自今日起，老大陈展山自立门户，立字为据。李正，你先等等，这玩意儿不能这么写。大婶子，难道你还有补充的？我没啥补充的，觉得分家太便宜了他们。既然老大不忠不孝，我就当没生养过这个儿子，再给写个断亲书。娘，你要断亲，儿子如你所愿。断亲，马上断亲！我没有这样的儿子孙女。断亲就断亲，还指不定以后谁会后悔呢。老婶子，要不你再好好的想想，免得将来后悔喽。我后啥悔？后悔的应该是他们。等我家老三中了秀才，就是秀才老爷，可是拿朝廷俸禄的。断，必须得断亲！我不缺这样的儿子和不听话的孙女。李正，既然大方不愿意跟着我享福，你就快点写断亲书吧。李正叔，既然是断亲，那1两银子的孝敬钱也就不用我们再给了。你说的没错，写了断亲书以后就形同陌路，各奔前程，就没有这个孝敬钱了。陌路就陌路，我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。我倒要看看这死丫头有啥本事，离开陈家他们都得饿死。吴保安提笔写好了断亲书，双方按上手印儿，各自保留1份，村里留1份，好做证据。陈占山朝着陈老汉2口子磕了3个响头。爹娘，以后儿子就不能再跟前尽孝，你们珍重，愿爹娘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心。滚！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我倒要看看你们离开了我能有啥好日子过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们再也不会碍你的眼，倒是你，毕竟没有人会像我爹一样任劳任怨，也没有人会像我娘一样，不仅要清洗全家人的臭衣服，还得1日3餐的伺候着你们。往后这些事情你就亲力亲为吧。死丫头，有你哭的那天，可就不是把你嫁进李屠户那么简单了。我要把你卖到青楼妓馆，让你尝尽人间的苦头。老太婆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娘，你放心，我就算领着妻儿浪迹天涯，也绝不会把她卖了。陈叔，老婶子，我说句不该说的话，你们也别不爱听。你们供养老三读书，占山夫妻这么多年，一直任劳任怨，无从怨言。你们着实不应该打亲丫头的主意啊！这为人父母的，
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往火坑里推啊？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一个赔钱货有啥用？我们家春妮不也是为了占才读书嫁出去的？行了，该见证的你也见证了，这里没你的事儿，回吧。吴保安气得脸色一白，可还是耐着性子道：青丫头，有啥难处记得去我家找我，能帮的忙我一定不会推辞。陈青青拿过一只大母鸡递到他手里：李正叔，今天的事情谢谢你，这只鸡你拿着。哎，这可使不得，我哪能收你们的鸡呀？哎呀，李正叔，您就别推脱了，若不是你今天主持公道，恐怕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这点心意你一定收下。那好吧，这鸡呢我就收下了，但以后可不许这么客气了。又叮嘱了几句，这才拎着老母鸡转身离开。就这还想把日子过好，真是个败家的玩意儿。这是我家的鸡，我愿意送谁就送谁，你管得着吗你？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家里都半年没吃过肉了，你竟把那么肥的大母鸡送人，你脑子有病吧？收拾收拾，咱们搬去牛棚。收拾东西，咱们走。青丫头找啥呢？二婶帮你。二婶，我拿上一些碗筷，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煮饭。那就拿上5个碗，5副筷子，这里还有1口旧锅，虽然破点啊，好歹还能对付着用，都给你拿走。老二家的，你干啥呢？娘，我给青丫头拿些锅碗。你给我放下！已经分了家断了亲，只要是分家书上没写的，不能让他们拿走一根草刺。可是没有锅碗，我大哥一家咋煮饭呢？谁是你大哥？那是他们的事儿，用得着你操这份心？青丫头啊，婶子帮不了你了。没事，我再想办法。青丫头，你奶奶没给你锅碗吗？没有。青丫头没事儿，今天啊，咱们先对付一晚，赶明儿娘再想办法。没有锅还咋炖鸡啊？这么热的天，明天这鸡就该臭了。不过别担心，一会儿我去借。我就不信了，活儿能被尿憋死。娘，你和我爹先收拾屋子，我去找李正。青丫头，你看看能借来最好，要是借不来呀，也别为难人家。咱们对付一晚，我明天去你外祖家看看，能不能借点钱，咱们再买新的。好，亲丫头来啦，来进屋坐。青丫头啊，家里可都归置利索了？我爹娘正在归置，已经差不多了。那就好，你有啥事就直说啊，甭跟叔客气。李正叔，我们还没有锅碗，这晚上没办法煮饭吃。没事儿，这好办，我家正好有一口新买的锅，你拿回去先用着，不着急还回来。谢谢李正叔。孩儿的娘啊，赶紧给青丫头再拿上几副碗筷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青丫头，你看看还缺啥？婶子呀，给你拿。婶子，再给我拿一些调料吧。哎，行，你等着。李氏又转身从屋里拿出了半袋子小米，还有各种调料。令他惊喜的是，还有1小碗猪油。丫头啊，这点素米呢，你先拿回去吃，不然呢，光吃米糠，身体哪吃得消啊？谢谢婶子，等我们家以后日子好了，这米我会还的。婶子既然给你，就没打算往回要。真是太谢谢婶子了。你这孩子，跟我客气啥？婶子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你们先忙着。好，有空啊，常来婶子家玩。好，婶子留步。娘，你把那只大母鸡收拾一下，今天晚上咱们就吃鸡，庆祝咱们一家的新的开始。好，娘这就识得。青丫头啊，这么大的一只鸡，娘也不会做呀。娘，你和爹歇着，今天的晚饭我来做。小韩，来给姐烧火。好嘞。二嫂，你说娘是不是存心刁难人，竟让我跟她学做饭？我哪干过这种活啊？看见锅碗瓢盆我就头疼。凤娇啊，你也甭抱怨，要不是为了你家男人读书啊，婆婆能卖青丫头？要是不卖青丫头啊，也不至于分家又断亲的。这一切啊，都是因你们3房而起，你呀，就熬着吧。
你少说风凉话，好像你不吃饭似的。哼，不管怎样，我可没想着卖人家的姑娘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们两口子似的，自家闺女当宝贝疙瘩似的宠着惯着，打别人家孩子的坏主意？哼，要我看分家就对了，免得赚了钱也喂不熟你们三房这样的白眼狼。你欺负人，我告诉婆婆去。娘，现在咱们和大房写了断亲书，李屠户那边咋办？彩礼都收了，不能真退回去吧？退啥退？谁说要退了？这不离商量好的日子还有10来天吗？不急，过几天再说。哎呦，我的亲娘哎，这都火烧眉毛了还不急？哎呀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你吓唬他们一下也就行了，分家就分家呗，咋又断亲了？以后咱们可就是鸡狗做邻居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咱们还咋卖亲丫头？这不是自断财路吗？瞅把你急的，娘脑瓜子没被驴踢过，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绝不轻易先发制人。你想想，他们能有啥本事？好几口人就一小半袋子米糠，能扛上几天？我这么做就是让他们长长记性，到时候跪着来求我，我就是让他们去死，他们也得乖乖的听话。娘，万一他们良心不正，私自给亲丫头许配给人家度过荒年，那咱们可就抓瞎了。放心，谅他们也不敢。要是真那样，谁的甭想好过。咱们就给亲丫头造谣泼脏水，说她不正经，看谁家愿意娶一个破烂货。娘，你这招够狠够辣，哼，他们呀是逃不出你的手掌心喽。说话间，陈若兰睡眼惺忪的从屋里走出来，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个懒腰。哎，你们一大早的吵吵闹闹干什么呢？麻烦死人了。柳凤娇见宝贝女儿睡醒了，故作生气的瞪了她一眼。哎呀，我的小姑奶奶，这天都黑了，还当是大清早呢。你要是再睡会儿，可就连轴转了。咱家都快乱套了，你还能睡得着？乱套？乱啥套呀？你大伯和咱家断亲了。啥？断亲？这哪个缺心眼提出来的？脑瓜子进水了？这不是明摆着要咱们命吗？我找他们算账去。你这丫头胡说啥呢？谁脑瓜子进水啊？缺心眼？是你奶奶提出和你大伯他们断亲的。对不起啊，奶奶，我还以为是哪个250气你，原来是你先提出来的呀。若兰，快醒醒脑子，别张嘴就胡说八道。奶奶，我饿了，我要吃好吃的。陈若兰话音刚落，一股浓郁的肉香味扑鼻而来，真香啊！奶，你是不是炖肉啦？炖啥肉？是隔壁那家白眼狼在炖小鸡子吃。啥？他们家还吃鸡肉？奶，你这是越老越糊涂啦！咋能把老母鸡给他们呢？现在好了，让他们给炖着吃了，我以后还咋吃鸡呀？若兰别急，用不了几天，你大伯就得跪着回来求奶奶，把那个小白眼狼一嫁人，奶就给你买10个小鸡子，到时候有吃不完的鸡蛋。不行，我今天也要吃鸡肉，我都好长时间没有吃过肉了，你赶紧去给我要回来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咱们现在和他们已经断亲了，奶咋好赖着脸皮去要啊？我不管，以前有好吃的都先记着我，今天我就要吃鸡肉嘛。哎呀，若兰，别耍性子，你这不是难为人吗？不行，我今天就要吃好吃的。好好好，我的宝贝孙女儿，奶奶柜子里还有几个鸡蛋，奶奶一会儿给你炒着吃，让你解解馋，这总可以了吧？我还要吃鸡蛋羹。行行行，奶奶答应你，我这就给你拿鸡蛋去。哇，这就是肉的味道啊，真好闻呐！一家人围坐在简怡的饭桌前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。姐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可不是做梦。爹娘，你们尝尝女儿的手艺。
小米粥一大盆鸡肉，被他们一家人吃得一点不剩，就连鸡汤都被喝了个精光。姐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饱的饭，明天还能吃饱吗？当然能，从今往后咱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只要努力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秦丫头，你说的对，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往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明天我就去清水镇看看，爹一定能够赚到钱。当家的辛苦你了。爹娘，你们别担心，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奶，我也要吃炖鸡，这炒蛋我不爱吃。就是，凭啥他们能吃鸡，我们就不能吃？陈继业也拾起了性子，你是不是不疼孙儿了？所以才把大母鸡杀了，给陈寒那个小王八蛋吃。我也要吃鸡，我不要吃炒蛋。陈大宝埋头吃饭，连看也不看那盘鸡蛋，反正爷奶也不会给他吃。娘，他们不爱吃鸡蛋，我想吃。大宝、小宝，你若兰姐和继业弟弟啊，吃腻了鸡蛋，你们俩趁热赶紧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你也快吃啊！老二家的，你抽啥风啊？我都没吃一口，你就把鸡蛋给分了，还有没有点规矩？你眼里还有我吗？娘，不就是一盘鸡蛋吗？至于大吼小叫的？那若兰和继业天天吃，都吃腻了。我给大宝、二宝解解馋咋了？不行啊？解馋？你那是解馋吗？你那是连窝端。连窝端咋了？你也不带这么偏心的吧？以前的鸡蛋都让三房吃了，凭啥我们大房、二房就得让着他们呢？我为了这个家掏心掏肺，任劳任怨，吃个破鸡蛋就呜哇喊叫，这个家我还有没有点地位？还算不算是个人啊？这日子过得太憋屈了。分家，大房都不怕挨饿，我们二房也不怕。娘，若兰和继业是你亲孙子，大宝、二宝就不是了吗？你为何要厚此薄彼啊？那老三读个书，他还没考中秀才呢，你就这么偏心眼子？若是考中了，你就会更看不起我们了。我媳妇儿说的也对，既然你横竖看不上我们二房，不如把我们也分出去单过吧。都是你的儿子孙子，你不能一碗水端平，兄弟间咋能和睦啊？家宅肯定不宁啊！反了，一个个的又反了天了。二婶，这炒鸡蛋就算我不爱吃，你也不能都给大宝、二宝吧？我爷奶还没吃上一口呢，你凭啥分啦？奶，别生气，您老身子骨要紧。还是我们若兰孝顺，知道疼人儿。不孝的东西，你们就是一群白眼狼，一个个都翅膀硬了，还想要分家？去，把李正请来，你们都给我滚出去单过。老二啊，你可想好了，老大家分了半袋子米糠，能不能挺过去还不知道。你若是执意要分家，我和你娘也不拦着，给你半袋米糠，2亩沙地，咱们以后就成了2家人了。日后老三中了状元，你的2儿子可别想沾一点光。嘿嘿，娘，你看你这是干啥呀？儿子跟你闹着玩呢，你也当真啊？我孝顺您还来不及呢，咋舍得离开您呢？算你还有点良心，我也不是争这口吃的，就是被大房那些白眼狼气的。二哥、二嫂，娘看我读书辛苦，才一天给我煮2个鸡蛋，你若是因为这个分家，那这个鸡蛋我以后就不吃了。二嫂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战才说的对啊，这鸡蛋我们明天不吃了。三弟，这都是话赶话的，二哥不是这个意思。鸡蛋你该吃还得吃，毕竟全家都指望着你光宗耀祖呢。秦丫头，你咋起这么早？是不是爹吵醒你了？现在地里也没啥农活，你赶紧再去睡会儿。爹娘，躺着也睡不着，就不睡了。那你就梳洗一下，咱们吃饭。好。娘，为啥我的是小米粥，你们的是米糠？
青丫头啊，这粥是娘专门给你煮的，你头受了伤，理应吃好一点，这样啊，身体才能快点恢复。姐，你头上流了那么多血，吃小米粥才能好得快，你就快吃吧。青丫头，快吃，一会儿凉了。当家的，一会儿去大河村看看能不能借点粮，要是大哥二哥能借给咱们一点钱，那就更好了。秀梅，还是先别去了，这么多年岳长一家没少帮咱们，可你把借来的钱都给了战财，两个大舅哥对我颇有微词，你如今说分家单过，他们也未必会相信。娘，我爹说的话有道理，你是嫁出来的女儿，就算我外公一家人疼你，可是你若是空着手回娘家，这也不好看，更何况这是去借钱借粮。林氏沉默了。秀梅，青丫头的话不错，岳长家你先别去了。可是借粮的事以后再说，咱家还没到过不下去的那一步。我一会儿去清水镇看看风儿，顺便到码头上看看能不能做点苦工。爹，我也想大哥了，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镇里？青丫头，你头上的伤还没好，爹怕你走不动。青丫头，让你爹给你大哥捎个话，让他有空回来一趟。清水镇挺远的，你就别去了。等你头上的伤好利索了，下次爹再带你去看你大哥。爹，你就带我去吧，我是真的想我大哥了。好好好，爹带你去。走了半个多钟头，终于到了清水镇。青丫头，你去酒楼找你大哥，我去码头看看有没有活干。下午爹去那里找你，千万不要乱跑，免得遇到坏人啊。爹，你放心去，太累的活不要干。好。没走多远，就看到了一家妙手回春堂的医馆。您这是看病还是抓药啊？可带了药方了？小二哥，我不看病也不抓药，我想见见你们东家，方便引荐吗？那位坐诊的苗大夫就是我们东家，等他开完方子，您直接过去就行了。谢谢小二哥。夫人不必忧虑，你这胸闷啊，是气滞所致。我给你开上几副汤药，按时吃上3天即可见效。苗大夫果然是妙手回春。实不相瞒呐，我前2日确实是和我家相公拌了几句嘴，从那天起就胸口发闷。请到那边，小二会给你拿药。姑娘可是要看病，是哪里不舒服？苗大夫，我不是来看病的，实不相瞒，我对医术也有研究，想问问您这里招不招坐堂大夫？小姑娘，老夫自幼习医，苦学20余载，才敢坐堂问诊。而你年纪轻轻，这口气倒是不小啊。苗大夫刚才开的药方有槟榔、陈皮、三苓、鹅树、厚朴、牙皂、木香，2丑研磨成粉，每日1线，每日2次，温开水送服。这副药乃是一服开胸顺气方，消积化瘀，气郁不舒，微脘疼痛、膨门胀痛之功效，不知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这小姑娘倒是有点意思，很是抱歉，我店里并不缺人。既然店铺里不缺人，那可收购草药？寻常药材倒是不需要，不过姑娘要是能采到人参的话，我们店里有多少要多少。谢谢苗大夫，要是我能采到，一定会卖给你。临近中午，陈青青来到了陈峰做活的清水酒楼门前，就看到陈峰蹲在地上，清洗着堆积如山的锅碗瓢盆。肥头大耳的吴世仁站在一旁，指挥着灶火前颠锅炒菜的几位厨师。这个3汤面快点煮，外面的客人已经催好几次了。还有你，做个红烧排骨咋这么磨叽，就不能手脚麻利点？赶紧的，客人都等着急了。这个切菜的师傅手一滑，这胡萝卜就掉到了地上。真是个废物，切个菜能掉地上，你还能干点啥？掌柜的，这把菜刀柄都坏了，早就让你修，你也不修，坏了能好用吗？修，我养你们这些人不花钱呢，能省就省，不知道啊？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干点活真他娘能磨蹭，
快点干，那还有一大堆菜等着你洗呢。好的，掌柜的，我这就来。哎，陈峰，你这个没眼力的东西，灶上的火快灭了，还不赶紧添柴拉风箱？陈峰赶紧放下手中的碗筷，拿起柴火放进炉灶，使劲地拉起风箱。刚直起腰，还没等他喘一口气，你还傻愣着干啥？是不是不想干了？赶紧把这些菜摘了，一会儿还等着用呢。看着大哥像个陀螺一样被人指挥着转来转去。小妹，你咋来了？我过来看看你。啊，我挺好的。家里咋样？爹娘还好吧？小韩乖不乖？家里一切都好，就是娘挺想你的，这几天一直念叨你。你要不要和我回家？酒楼生意太忙，掌柜又顾不到人，我暂时还不能回去。等顾到人了，我一定回去看娘。小妹，你自己来的吗？我跟爹一起来的。爹去码头找活了，看看能不能赚点钱。家里粮食不多了。哥现在还是个小学徒，勉强混口吃喝，没有银钱帮助家里。嘿，该死的，活还没干完，你他娘的扯啥闲蛋去了？快点把这些菜洗出来。来了，小妹，你在这等着我，一会儿我干完活就来找你。大哥，你这个穷命鬼脑袋，还他娘的想学厨子？就你这偷奸耍滑的，狗辈子都别想出徒。一会儿到后院把猪给喂了。这掌柜的息怒啊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闭上你的臭嘴！我大哥是来当学徒的，不是来给你当牛做马的，任你羞辱。这么多的活你让他一个人干，你这个自私自利、丧心病狂的小气鬼！你是哪儿来的黄毛丫头？胆子倒是不小，敢骂我？真不知道马王爷长了几只眼。像你这样毫无人性的店掌柜，这生意早晚都得荒唐。陈峰，你他娘的还傻愣着干啥？赶紧把这个死丫头给我关仓库去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她。掌柜的消消气儿，这是我妹妹，她年纪小不懂事儿，您别跟她一般计较。青丫头，快出去等哥，哥一会儿过来找你。大哥，咱们回家，不伺候她了。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？你赶紧出去待着，别给大哥添乱了。我当是谁呢？感情是青丫头，没想到几年长成大姑娘了。你别张嘴闭嘴诋毁我，告诉你，以前我也是南山村人，论起辈分，你还得喊我一声大伯呢。你算哪门子的大伯？就你也配？我是吴保安的堂哥，你奶奶还是我老吴家的姑奶奶，你倒是说说看，我咋就不配让你喊一声大伯？既然知道咱们两家沾亲带故，你为啥还要为难我大哥？不就是干点活吗？谁家的学徒不都这么过来的？咋就你那么多事儿？我大哥一个人快忙死了，这放下耙子就是扫帚，就这样你还不满意？这张嘴就骂。我供他吃供他住，让他在我这学手艺，你还敢说我没人性？既然这样，你们就赶紧给我滚蛋！你分明是把我大哥当成杂工，还敢说让他跟你学手艺？不想花钱雇人就直说，别把自己说的跟个大善人似的。胡说八道！陈峰，既然你妹妹替你打抱不平，你就随她回家吧。我可不想被别人说成苛待学徒。爹，你还有完没完？又在欺负陈峰。嘿呦，翠花，你来后厨干啥呀？快到前面招呼客人去。爹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让你再雇几个打杂的，你偏不听。陈峰一个人干了3个人的活儿，哪能忙得过来啊？哎呦，我的姑奶奶呀，你说的这叫啥话？咱这是小本买卖，哪能雇得那么多闲人？这得花多少钱呢？吴翠花瞥了一眼忙得浑身是汗的陈峰，眼里露出一抹心疼。爹，天下的钱啊是赚不过来的，你不能为了省下几个钱，把陈峰当奴隶使唤吧？嗨，你这丫头说啥混账话呢？爹咋会把他当奴隶？这不是最近不好雇人吗？既然你有心雇人，那就交给我好了，我一定给你找个手脚麻利的，以后也好让陈峰一心一意的跟着师傅们学厨艺。吴世仁面色一僵，这丫头话里话外都向着陈峰，自己可不会让他如意。翠花，你负责管好账面就行，雇人的事儿你就别管了，爹自有打算。爹，好了，现在客人多，
你赶紧回前面照看去。小姐，谢谢你的好意。掌柜说的对，后厨活计不多，我能忙得过来，你就听掌柜的吧。那好吧，你就是青丫头吧？长得可真好看。走，跟姐去前厅等着，一会儿啊，你跟忙完了，你们俩再说话。谢谢姐姐夸奖。陈峰，你忙完手中的活计啊，赶紧过来，青丫头在前厅等你呢。哎，好，我一会儿就去。青丫头啊，你先解解渴，等会儿我让他们给你弄点吃的。翠花姐，不用麻烦了，我还不饿。咋会不饿呢？走了那么远的路，再说啊，这会儿都到饭点了，不吃饭咋行啊？小二，去后厨拿点吃的过来。小姐，想吃啥？你去后厨看看，现在有啥现成的端上来就行。刚出锅的肉包子行不？行，赶紧给端2份上来。好嘞，镇店名吃，肉包子2份。青丫头啊，这是我家特色的包子，特别好吃，赶紧趁热尝尝。好，太香了，真好吃。好吃就多吃些，千万别客气。青丫头啊，你别见怪，我爹就是那臭脾气，张嘴就骂人，和他说过多少遍了，可他就是不改，总说啊，他以前学厨艺的时候比这还苦，也是这么熬过来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陈峰不会受太多的委屈。翠花姐，我相信你，我还是想劝劝我哥，让他跟我回家，毕竟你爹太不把他当人看了，若是留下来不是打就是骂，我们家人是会心疼的。青丫头，我懂你此时的心情，可你们家的情况我也听我爹说起过，若是陈峰回去啊，他能干些什么呢？咱也不能做苦力供养你三叔吧。在这儿虽然累，可陈峰好歹还能学点手艺，就算我爹脾气不好，可从来没有让他挨过饿。在你们家，你爷奶偏心，全村的人都知道。二房孙氏厉害，你奶不敢招惹，三房又是你奶最看重的儿子，有啥好吃的都先给他们，唯独你们大房，可是连饭都吃不饱，你真愿意让你哥回去吃苦挨饿受罪吗？翠花姐，谢谢你替我哥着想，我还是不想让我哥困在你家后厨，若是你真的喜欢他，应该放他离开，日后若是我哥出人头地，不再被你爹爹看不起，这对你们来说才是最好的结果。青丫头，你说的对，不管你哥是走是留，我都尊重他的决定。两个人聊了一会儿，陈峰便急匆匆地走进来。陈峰，你忙完了，赶紧坐下歇会儿。谢谢你翠花，让你破费了。嗨，你和我客气啥？我和青丫头投脾气，我很喜欢她，以后啊，你要让她常来。你能喜欢我小妹，那是她的福气。好，那你们聊，我先去忙了。小妹，你这伤是咋回事？谁欺负你了？自己明明用头发把伤口遮了起来，陈峰还是能够发现。大哥，没有人欺负我。别骗我，是不是陈若兰又欺负你了？不是陈若兰，是奶打的。他偏心三叔一家还不够，为啥要打你啊？大哥，这些日子你没回家，家里发生了很多的变故，奶奶没钱给三叔交束修，他们就想把我卖了，给镇上的李屠户当田房。偏心也就罢了，还打你的鬼主意。那李屠户是个啥人？他们咋敢把你许配给他的？小妹，你别怕，有大哥在，绝不会让他们把你往火坑里推。走，哥带你回家。今天奶要是不把这门亲事退了，我就把陈占才的腿给敲折了。看他个瘸子还咋多说。大哥，你先坐下，先听我把话说完。小妹，你啥都别说了，今天大哥要是不给你出了这口恶气，我就不是你大哥。大哥，不用你给我出气，因为这个事情，爹娘已经看清了爷奶的真面目，咱们已经和他们分家了。真的？哥，我的话你还不相信？哥信你，但爷奶就是个没底线的人，只要三叔一委屈，他们啥下作事都干得出来。分家了，你更不能回去了，免得他们使坏。大哥一会儿就去找吴掌柜，朝他借上几两银子，在镇上给你租间房子住，过几天把爹娘和小弟都接过来，不和他们掺和。
咱们离他们远远的，眼不见为净，省得受那窝囊气。大哥，你放心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咱们家了。咱们大房不仅和他们分了家，还写了断亲书。断亲好啊，就那样的亲情，没有也罢。大哥，跟我回家吧。吴世仁根本不想教你厨艺，你干那些脏活累活就是学到老，也没有出头之日的。你要是真的想学厨艺，等以后有机会再换一家。小妹，你太小瞧大哥了。别看他不教我，但是我可不傻，趁着大厨们不注意，我偷学。实话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已经学会好多炒菜方法了，但就是没有机会实践。等学得差不多了，我就找个小饭馆当厨子去。到时候我能赚钱了，等攒点钱，我也开个饭馆。到时候你就帮哥数钱啊，咱们家到时候啊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哥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能够做到的。两个人正说着话，陈峰，你爹到后厨找你呢，这会儿在侧门等着你呢。哎，好，我这就去。青丫头，这些你拿回去啊，给家人尝尝。这不好吧？没啥不好的，让你拿你就拿着。大哥，你看这。青丫头，你翠花姐是个热心肠，既然给你了，你就拿着吧。谢谢翠花姐。爹，咋样啊？码头有活干吗？唉，现在找活干的人太多，蹲了大半天也没找到事做。你学的咋样？累不累？爹，你放心，学徒一点也不累。好，不累就好。凤儿，家里现在挺好的，你不用惦记，好好干。我们这就回去了，你赶紧回去忙吧。大哥保重，多注意身体，过些日子我再来看你。好，你们慢走啊。娘，咱们啥时候回镇里啊？天天都吃糙米，把我嗓子都给刺破了。那玩意儿我一顿都不想吃了。你着啥急呀？忍着吧，等你爹书院开课，咱们就搬回镇里。忍到啥时候是个头啊？书院要是永远不开课，咱们就得永远在这里住下去不成？以前在镇上咱们顿顿都有肉吃，可现在呢？吃了10多天糙米了，吃得我胃里直反酸水呢。这样的苦日子，我真是过够了。唉，你这孩子，这些日子吃的是差了点，可也没亏了你呀。你奶哪天不都给你开小灶，家里的鸡蛋都给你吃了，你咋还不知足？娘，你还当那破鸡蛋是啥好东西？吃的我打嗝都一股鸡屎味儿。现在看见鸡蛋我都反胃，真是恶心死了。我要吃精米、白面馒头，还有饭馆的炒菜炖肉。甄战才皱着眉头，你给我闭嘴！真是越说越不像话，连鸡蛋你都嫌弃，现在啥年月？整个南山村也就咱家能吃上鸡蛋，别人家都舍不得吃，留着卖钱。你竟说鸡蛋不好吃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以前爹爹放天假，咱们不也在这里生活吗？为啥今年非得回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待着？待在这破村子里啥都没有，我就想回镇里住。好了，若兰别哭了，都是爹不对，爹不该说这么重的话。可你也知道，今年年头不济，家里没有余粮可卖，你爷奶拿不出来那么多银子。若是不在这儿待着，难不成你愿意跟着爹在街头流浪当乞丐不成？女儿不愿。爹，我奶不是有50两银子吗？早晚都得给你，你就要来，咱们有了钱不就能去镇里了吗？你们再忍忍，等过几天你们大伯一家在外面过不下去了，自然会回来求你奶奶收留。娘手里现在有50两银子，那可是卖亲丫头得来的。可你娘那个老糊涂蛋，又分家又断亲，和大房一家划清了界限。要我看，这门亲事啊，早晚得黄。你得尽早把钱给弄出来才行。娘，书院马上就要开课了，儿子打算明日一早就动身。老三，田假不是还有半个月才结束吗？你这么早着啥急？去镇里还得多花钱，过几天再走吧。哎呀，娘，这咋能说不急呢？战才今年可是做足了准备，他回来前就和书院里的夫子打好了招呼，夫子特别交代要提前给他补课，要是不去，不是服了夫子的一片好意吗？
书院里的夫子要给战神开小灶，那你们得赶紧去，顺便把家里的半袋粟米给人家送去，以表感谢。娘，昨天分家，你不是说咱家已经没粮食了，咋还有半袋子粟米？这粟米啊，娘偷着给你攒的，你大哥二哥都不知道。本以为等你啥时候走，啥时候给你，没想到夫子会对你特殊照顾，那咱们不得感谢人家呀？陈老太拿出了25两银子。儿啊，家里也不富裕，这些钱应该够你们一家人的开销了。娘，这些银子读书的费用是足够了，可儿子认识一位先生，科考押题特别准，儿子想打点一番，明年科考把握也会更大一些。这样啊。娘，在家千般易，出为万事难，不管干啥事处处都花钱，再穷也不能穷书生，再苦不能苦占财。你想啊，占财整天动脑，不比庄稼人轻快，那能吃得好睡得好才行。真要是紧紧巴巴的，吃不上，喝不上，弄得面黄肌瘦，跟个病秧子似的，哪有力气读书啊？你这孩子胡咧咧傻，真是晦气。我也不是不给你们钱，这25两银子先花着，到时花没了回来拿不也行吗？非得都带上干啥？娘，你看你这就不懂了吧？去镇上读书不是游山玩水，哪有时间总往家跑啊？这一来一回多耽误事啊！你说的也对，不过没事儿，娘可以给你们送去，还能顺便看看你们呢。娘，你的好意我和占才心领了，你这老胳膊老腿的，这么远的路我们可不放心。你要是去了，占才哪还有心思读书啊？他不得好好陪陪你说说话呀？为了占才能光宗耀祖，必须断绝一切不必要的往来，还和以前一样，你们就别去我们那儿了。这些年他们不仅不让家里人探望，就连他们住在哪儿，这也从未和自己提起过。那好吧，银子都给你们拿上，不过你们可省着点花，咱家可真没存性了。您呐就把心放肚子里，我和占才绝对把1文钱掰成2半花。娘，说句儿媳不该说的话，这钱啊现在可不能动，有些事儿还两说着。你这会儿把钱给了老三，等李屠户来退亲，你拿啥退给人家？二嫂，你说的这是啥话？亲丫头早晚都得嫁过去，还能退啥钱？三弟啊，你是不是读书读得傻掉了？大房一家被娘撵了出去，又写了断亲书，还想着把亲丫头卖给李屠户，你做梦呢！好好干活得了，这是你应该操心的嘛。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啥叫我不该操心呢？哼，翠琴，娘跟三弟的意思你还没看出来啊？他们故意给大哥一家小半袋子米糠，为的不就是等他们没吃的了，好要挟大哥把亲丫头乖乖的送去李家。娘，今儿个呢，我就把话撂着，你要是把银子都给老三一家拿上，以后要是李屠户来了，你没钱退给他，就得把陈若兰嫁给他抵债，别再想从家里拔毛。占良，看看你娶的好媳妇儿，还没轮到她当家呢，就教训起婆婆来了，真是要反了她了。娘，我认为翠琴说的在理，你是当家人，就理应一碗水端平。这么多年你偏疼老三我也认了，可你不能为了让他读书把亲丫头给卖了呀，更不应该把事情还没解决就把钱给老三拿走，万一你摆不平李屠户，我看你咋办？老嫂子，等等，看我把谁给你领来了。皱媒婆，哪股凉风把你吹来了？是一阵香风把我送到你家来的。大妹子，昨天才刚收了彩礼钱，今儿个他来干啥？哎呦，老嫂子，是这么回事儿。你孙女婿呀，到我们村儿去买生猪，非得央求我带他来你们家认认门儿，这不我就领着他来了嘛。奶奶，孙女婿来看你老人家啦。哎呀，好好好，我的好孙女婿真是有心了。赶紧进屋歇歇，咱们进屋里说话。多谢奶奶好意，我就不进屋了，看看您就走。既然如此，看也看了，
孙女婿，我就不留你了，该忙啥你就忙啥去吧，咱娘俩有机会再唠嗑。哎，不急不急，不着急。老嫂子，你未来的孙女婿孝顺，想着过来看看您，顺便问问啥时候把你们家亲丫头给他送过去。大妹子，这事儿不着急，离说好的日子还10来天呢，等到了日子，我自然会把亲丫头送过去。哎呦，老嫂子，我这个老太婆倒是不急，可你孙女婿啊，心里可长了草了，恨不得马上就能把你孙女领回去暖被窝呢。李屠户没看到院子里有漂亮小姑娘，在一旁急得直搓手。好奶奶，我听赵媒婆说，亲丫头长得跟个仙女似的，这些年我始终都没睡好，满脑子想的都是我未来的媳妇长啥样。您就让孙女去瞧上一眼，瞧一眼我马上就走。陈老太瞬间慌了神儿，这额头上被吓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。你这个人真是不懂礼数啊，哪有没成亲就想看新媳妇的，这不瞎胡闹吗？啥叫瞎胡闹？我李屠户以前娶了3房媳妇，都是提前就开了眼，咋就你家那么多穷讲究？老嫂子，你就答应了你孙女婿吧，早看晚看，早晚不都是他的人呐，看一眼也不缺啥少啥，你说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孙女婿，你就先回去忍上几天，到时候啊，我一定把亲丫头完好无损的给你送过去，你就回去踏实的等着当新郎官吧。咋个意思？推三阻四的不让我见我新媳妇儿，你不是收了我的银子想赖账吧？看你说的，我们家哪能赖账呢？陈老太太被吓得浑身一哆嗦，这可是畜生中的畜生，这话不投机，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。孙女婿啊，你先别急，亲丫头她……你老家伙磨蹭啥？既然没耍赖，就赶紧把亲丫头喊出来，看一眼咋了？能死人啊！哎，不是。陈老太心里突突直跳，你们这是啥意思啊？赶快点，把人给我领出来！死老头子，你赶紧说句话呀！我说啥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就见陈青青从牛棚里背着背篓走出来。老婆子，青丫头在牛棚前面站着呢，正好让这李屠户看上一眼，打发他走不就完了？孙女婿，你快看，那就是你将来的小娘子。李屠户闻言抬头看了过去，惊讶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，这长得也太俊了。孙女婿，人还满意吧？满意，真是太美了。满意就好，看也看了，你就赶紧回去等着当新郎官吧。哎，好。赵妹子，人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也不留你们，赶紧领着孙女婿忙去吧。不，还不能走，来都来了，我得再去看看我老丈人才行。哎呦，我的孙女婿，现在还没成亲，你这是要干啥？赶紧的，快去忙吧。孙女婿啊，你奶奶说的对，你就回镇里踏实的等上几天啊，到时候我们一定把人给你送过去。你们这俩老东西会不会说话？丑女婿见丈母娘，这是早晚的事儿，我去看看他们能咋的？这是穷讲究。老嫂子，这青丫头早晚都是李家的人，看看咋就不行？人家小两口提前见个面，了解一下，不也是好事儿吗？你们推三阻四的要干啥？这啥？赶紧走吧！陈老太夫妇急的是直跺脚，紧随其后跟了上去。这个时候，陈青青背着背篓，手里拿着一把镰刀，打算领着陈寒上山。嘿嘿，娘子，夫君来看你了。谁是你娘子？别乱叫！乱叫？我咋会乱叫？你就是我娘子，我就是未来的夫君呐！臭流氓，不许伤害我姐！你赶紧走！嘿，小兔崽子，谁是臭流氓？我是你姐夫，不想挨揍，赶一边待去！你胡说八道！我没姐夫，你给我出去！小王八羔子，跟谁说话呢？我看着你皮痒肘抽，信不信我揍你？你敢？
你看我敢不敢？李屠户怒不可遏，一把把陈寒拎了起来。陈青青上前一步，快速地抓住他的胳膊，按着他的肘间穴，冷声道：“放开我弟弟！”哟，娘子不怕我呀？我要是不放呢？陈青青的手指一用力，不放我就先废了你！李屠户立马感觉胳膊肘像是被拆了一样疼，那只手瞬间没了力气，便松开了陈寒。他强忍着疼痛，嬉皮笑脸地开口道：“哎呀，娘子，快松手！你这是摸到我的脉门了，酥酥麻麻，还挺舒服。嘿，你放心啊，等咱俩成亲时，我也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。到时候咱们俩好好切磋切磋，我保准让你爽歪歪。”闭上你的臭嘴！再敢胡说，我废了你！好，不说，快松手，疼死我了！哼，识相的就赶紧从我家滚出去，不然我告你私闯民宅！嗨，娘子，话不要说的那么严重好不好？还私闯民宅？告诉你，老子已经下了聘礼，就是县太爷来了也不好使，你就乖乖的等着跟我成亲。到时候我一定好好疼爱你一番，让你终身难忘。陈占山夫妇挑着柴从外面走进来，看到院子里的几个人，气得脸都白了。青丫头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我没事。娘，我姐刚才可厉害了，她一招就把那个坏人给制服了。好，没事就好。闭上你的臭嘴！再敢胡说八道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哦，原来是岳父岳母大人，请受小婿一拜。谁是你岳母？赶紧走，不然我们可真去报官了。我女儿清清白白，不曾许配给任何人，你别满嘴混气，污蔑我女儿的清白。哎呀，给你们脸了是不？好好跟你们说话，你们当我是放屁呀？跟我在这玩立根愣呢？告诉你们，别逼老子犯浑，急眼了，我管你是老丈人还是丈母娘，非打得你们满地找牙不可。你太猖狂了，给我滚出去！李屠户，你别在这里耍威风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家没有收过任何人的彩礼，你把银子给了谁，那就找谁要你的新媳妇儿。我明确的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我们家已经和陈忠厚一家断亲，现在不是一家人，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替我做主。你要是不想人财两空，就赶紧想法子把钱要回去，别再来打我的主意，不然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啥？断亲？这到底是咋回事？你这个老不死的，是不是玩我呢？哎呦，我的好孙女婿，奶哪能骗你呢？你给我滚一边去！你这个老东西，到底咋回事？是不是收了彩礼想放老子鸽子？告诉你，我李屠户是清水镇太平桥一霸，不怕天不怕地，就怕找不着人撒气。你们要是敢玩我，小心老子扒了你们的皮！哎呦，我的孙女婿，我咋敢放你鸽子？哎，这里面有误会，你跟我家去，我细细说给你听。说好的事儿绝对差不了。哎，我说老嫂子，你礼钱也收了，却和大房一家断亲。既然你不想和我大侄子结亲，那就赶紧把银子退给我们，我们也不再纠缠。赵妹妹，你咋也跟着添乱呢？咱俩认识这么多年，我3个儿媳妇都是你给保的媒，我的话你还信不过啊？你赶紧劝劝你大侄子，再容我几天时间。大侄子，你看这事儿也好，我就信他一回，不过可别让我失望。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好，我就回家等你的好消息，这事儿你可得抓紧办。哎，放心，一定让你满意。咱们走。我提醒你一句，现在我们家和你们老陈家已经断了亲，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家的烂人烂事，不要扯到我头上。再有下次，我就告到官府去，让你摊官司吃牢饭。你这个死丫头，少在这吓唬我！你个不孝的东西，瞅瞅你教出来的孩子，竟敢和长辈这样说话，真是大逆不道。我家的事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。我闺女说的对，咱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再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，不许你再踏入我家半步。陈占山，算你有骨气，今儿个我不跟你们计较，
我倒要看看你这张嘴能硬到啥时候。老太婆，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解决你们家的麻烦吧。我们家是死是活轮不到你操心。你收了李屠户50两银子，想必今儿个都被你三宝贝儿子拿走了。这如今退亲你又没钱，又没有孙女让你卖，这李屠户是什么样的人不用我多说，你还是好好的想想退路吧。你这死丫头胡说啥？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们家只会越来越好，永远不会挨饿。说大话吹牛腿是填不饱肚子的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你就等着吧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这天晌午，爹，你回来了，今儿咋回来这么早？青丫头，爹看你这几天一直捣鼓这些草药，干啥用的？我做点熏香，这屋子里蚊子太多了。青丫头，爹无能，让你们受苦了。今年咱家地里一粒粮食也收不到，要不咱们一家人逃荒去吧。爹，逃荒不是办法，你再给我3天时间，我一定想办法挣到钱。青丫头，爹知道你担心，可该赚的钱咱们赚，歪八扭七的事儿咱可不能干。爹，女儿又不傻，放心好了。好，爹信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街上传来了一阵锣响。耍猴的来了，我要去看耍猴的。小韩，你甭去，那不是耍猴的，是清水镇范财主家的管家在敲锣张贴告示。哎呀，还以为耍猴的来了，白高兴一场。二他爹，是不是范家在招杂工啊？不是，听说范老爷好像是得了啥怪病，到处张贴告示，重金求医问药呢。啥病呀？搞这么大阵仗？谁知道呢，估计病得挺厉害，要不到处张贴告示。爹，你是说有人在张贴求医告示？是啊，现在应该就在村里的大槐树下。太好了，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。爹娘，我出去瞧瞧热闹。姐，你等会儿我也去啊。村里的大槐树下大家先静一静啊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鄙人姓史，名太寿。哈哈哈！你这名字还挺接地气呀，还史太臭，那屎肯定是臭的呀，不臭狗还不吃呢。你耳朵才鸡毛了，胡说啥呢？啊！我说我姓史，名太寿，太阳的太，长寿的寿，不是臭，听清了吗？你要是再敢瞎起哄，我割了你的舌头喂狗。本人史太寿，清水镇范家的大管家，今天到此呢，特来重金求医问药的。我家老爷呀，得了一种怪病，肚子奇痒无比。谁要是能够提供偏方，或者是能给医治好，都可以前往范宅。哎，这人脑子有病吧？他家老爷得病就去找郎中啊，到咱们这穷乡僻壤的贴啥告示啊？这不是瞎扯淡吗？可不是，弄得这么热闹，还以为耍猴的来了，害得我活都没干完。这我们也没人会看病啊，敲猪上马的倒是有一个，可他最近也没在家呀。石管家，你家老爷能给多少钱？不会赖账吧？胡说啥呀？范老爷家财万贯，是差钱的人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范老爷可说了，不管谁能治好他的病，赏纹银20两。赶紧的，把告示张贴好。不愧是大财主啊，这一出手就是20两银子，这可够我们一家子吃上2年的了。行了，你们可别白日做梦了啊！清水镇的范财主可是出了名的铁公鸡啊，他能掏20两银子？我看不可能。你说的没错，范财主为人奸诈，心思歹毒。去年我给他干了半个月的苦力，说好的1天10文钱，可他最后这一结账，总共就给我15文钱。说啥？我耳朵听错了？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？哪有1天1文钱的道理啊？他这不就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现在得了怪病也是因果报应，活该受罪。你家老爷真的愿意掏20两银子？那是当然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，谁敢反悔啊？咋着？你个黄毛丫头还敢质疑我家老爷的人品不成啊？不敢，我就是确认一下。大家伙都互相转告一下啊！谁要是想赚这20两银子的，接下告示，前往范宅即可。走，咱们去下个村。等等，
咋着？你还有事儿啊？我能救你家老爷的命。啥？救你？你个黄毛丫头是不是穷疯了啊？竟口出狂言，敢说会看病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要是出了差错，你就得摊官司。看病治伤，治好给钱，治不好分文不取。姑娘如此笃定能给我家老爷治好，那在下自然高兴啊。不知姑娘怎么称呼啊？陈青青，要是想让我看病，咱们可以走了。哦，原来是陈姑娘啊！在下姓史，是范老爷家的管家，你叫我史管家就行。好，史管家，那咱们走吧。既然陈姑娘说会看病，那就去把告示给借了。有了这个，咱们彼此就算是有了凭证啊。要是出现意外，也好找地方说理儿去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就在陈青青接下告示的一刹那，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奇怪的提示音。恭喜宿主启动万能空间，万能空间在手，天下任你游走。你的任务是行医救人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，快去行医救人。哎，这青丫头咋回事啊？真敢接告示啊？哎呦，是呗，这孩子呀，胆儿也太大了。这是给人治病，可不是闹着玩儿。这位老爷，我们村可没有给人瞧病的郎中，有些人穷得连饭都快吃不上了，你可不要被人当傻子给糊弄了。是啊，你老人家可别吃亏上当。史太寿冷冷地瞥了他俩一眼，没有搭理二人。赶紧的，请陈姑娘上马车，回家给老爷看病。这位大人，刚才多有冒昧，我家小女年龄尚小，还不懂事。你家老爷那是方面大耳，富贵之相，肯定会转灾为福，就别让我家小女去了。少废话，告示都接了，你说不去就不去，我跟你们闹着玩呢啊！就算他不会治病，也得跟我走一趟。这位老爷，我求求你，别让我女儿去了，她现在还小呢，根本不会给人治病啊。嘿，不去也行，拿20两银子来，算是违约金。啥？还得20两银子？这不是讹人的吗？爹娘，我保证治好范老爷的病，平安回来，相信我。青丫头，你好糊涂呀！爹知道你想替家里赚钱，可咱们也得干些力所能及的。你去给范老爷治病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爹，你别着急，女儿真的有把握。展山呐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闺女，上赶着给她找个好人家，你们不知好赖，还挑3拣4，死丫头捅出这么大的篓子，我看她就是个惹祸的根苗，你就跟着倒霉吧。还不是吃饱了撑的，没事儿找事儿吗？我们家的事儿用不着你们操心，你还是管好你们自己家的事儿吧。你真是不知好歹，既然如此，你就等着给这死丫头收尸吧。收起你的烂好心，是死是活那是我们家的事情，轮不着外人指手画脚。你这死孩子抽啥风，连草药你都认不全，还想给范老爷治病，若是惹下事端连累了我们，看我咋收拾你。老太婆，我们家和你们家没有任何关系，那断亲书可是你要求强烈写的，所以说就算我惹了天大的麻烦，这也是我们家的事情，和你们没有一点关系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赶紧哪里凉快待哪儿去，别搁这跟个疯狗似的乱叫唤。你们还有完没完呐？赶紧都给我让开，我家老爷还等着看病呢。吴保安从人群外急匆匆挤进来。哎，史管家请留步。你是谁？拦我何事啊？啊，我是吴保安，南山村的李正。据我所知啊，这青丫头并不会看病，她接下告示，这里面可能有差误会啊，容在下问清楚，你们再上路也不迟啊。你不必多言，既然这位姑娘敢接告示，我就得把她带回范府，就不劳吴李正费心了。哎呀，史管家，此言差矣啊！清水镇谁不知道范财主千金之躯啊？你把人带去，万一他真不会看病，连累了史管家，那岂不罪过呀？
你在下所见，还是稳妥一点的好。行，你有话快问，别耽误了我们赶路。哎，是，青丫头啊，我知道你们家的日子不好过，可你也不能为了赏金去糊弄人呐。李正叔，我不是为了逞一时之快，范老爷的病我会治。青丫头，你家若是没有吃的，就再想想别的办法。给人看病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李正叔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既然敢接告示，就有把握能治好范老爷的病。您放心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对不会连累南山村的任何一个人。好啊，那你去吧，记住，有啥事儿一定及时来通知我，莫不要自己硬扛着。好的，李正叔，这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。石管家，我们走吧。陈姑娘，请上车。青丫头，你要小心呀。陈姑娘，里面请。你赶紧去后宅把夫人请出来，就说我请了一位给老爷看病的郎中。好嘞，我这就去通报。你请来的郎中在哪儿啊？赶紧去后堂，老爷呀，痒痒的快受不了了。夫人，这位姑娘就是我请来的郎中。你好，范夫人。你是郎中？你一个姑娘家的能看病？范夫人放心，小女自幼习医，对于各种疑难杂症略有小成，我有把握治好范老爷的病。就你，石管家，老爷让你四处张贴告示，请郎中给他看病，你找来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来干啥？你竟然敢拿着老爷的命闹着玩，我看你真是活腻歪了你。夫人息怒啊，我请来的就是郎中啊。胡说八道，方圆百里德高望重的郎中都让咱们请了个遍，他们都束手无策，治不好老爷的病。你个小丫头片子能有啥能耐？你脑瓜子让驴踢了吧你？还是被屎糊住了？办事儿咋一点都不过脑子呢？你这个老小子良心不正，他是不是你在外边给老爷寻摸的小老婆，想趁机的讨老爷欢心？哼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，老爷都快养死了，你还糟践他，你是不是找打？哎呀，夫人，你听我说呀，这位陈姑娘可是接了告示的，她亲口说她会看病，我哪敢欺骗你呀？这位姑娘，你真会看病？我既然敢接告示，那自是懂得医术。范夫人若是不信，在下告辞。陈姑娘留步，既然你说你会看病，那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我家老爷可是清水镇赫赫有名的饭桶范大老爷，身子呀娇贵得很，你要是医不好，或者是出现了意外，后果你可要担着，懂吗？我不管他是饭桶还是饭贱，只要吃五谷杂粮，就没有本姑娘看不好的病。好大的胆子，敢提本少爷的名号！一个胖墩墩的年轻男子摇头晃脑地从门外走进来。咱俩好像没见过面，你咋知道本少爷叫范魂？是不是你早就对本少爷有所仰慕啊？这位公子，您这名字还真是别具一格，意味深远，可以说是霸气侧漏，真是久仰久仰。嘿嘿嘿，不敢当不敢当，这位姑娘一看就是聪慧之人，竟能把本少爷的名讳解释得如此清晰通透，真是遇到知己了。范夫人见状就知道儿子这是又犯了花痴。魂儿，你不在后堂陪着你爹，上前厅来干啥来了？赶紧出去！娘，这位姑娘是干啥的？长得真不赖，儿子挺喜欢。瞧你这点出息哦，真是跟你爹一个德行。少爷，这位陈姑娘就是我给老爷请回来的郎中。失礼失礼，这没看出来陈姑娘竟然是个会看病的郎中。本少爷最近呢总是腰酸背痛腿抽筋儿，你快帮我号号脉象，看看到底是咋回事。范公子面色暗淡，眼神发直，眼圈发黑，不用号脉就知道已经伤到了五脏内的胰脏，要是不早些引起注意，恐怕用不上3年5载就会有性命之忧。你开啥玩笑啊？我就是感觉腰疼，哪有腰疼丧命的？你这不是满嘴胡说吗？这是庸医，我家魂儿能吃能睡的，看着生龙活虎的，他连脉都不号一下，张嘴就说快要死了，这不是满嘴胡说八道吗？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来人，赶紧把这个骗人的庸医给我轰出去！夫人，你先消消气儿，我让他走还不行吗？
陈姑娘，今天就当我瞎了眼，你赶紧走。要是再敢口无遮拦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石管家，我刚才说的都是实情，不信你问问你家少爷，他最近是不是时有感到头昏耳鸣、四肢发冷、畏寒怕风？对，我现在还觉得有点冷。你这是典型的肾虚之症。肾虚之症，俗话说10个男人9个虚啊，我当然啥大不了毛病呢。我家人参、鹿茸、灵芝、燕窝有的是，我早上喝一碗，晚上喝一碗，用不了几日自然就补回来了，还3年5载一命呜呼，这是扯淡。我看你就是一个庸医。你以为喝点人参就能补回来？你这腰酸背痛、腿抽筋儿、眼花耳鸣、手发抖，只是肾病所致。表面你精神十足，实则你的腰子已经过度劳损，毒气正在悄悄地扩散。要是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到时候别说是我，就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你的命。你胡说！娘，我儿子怕，我不想死，你可要想想办法救救我呀！哎呦，我的傻儿子呀，他诓你的话你也信呢？不是娘，他说的没错，儿子这一天总感觉晕晕乎乎，手脚还冰凉，这我怕我真活不长啊！他30岁才生下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全靠着这个独苗母凭子贵。刚才呀，真的是多有得罪，还请陈姑娘呀别往心里去。照你的意思啊，我儿这病该咋治？请你给开剂良药，也算是救我儿一命啊。范夫人放心，令郎现在的病还不算严重，不用吃滋阴壮体的大补之品，也不用配制补身健身的中药，只要注意个人德行，禁欲禁色，平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，用不了半年自可自行痊愈。陈姑娘真是医术了得，我儿从小就不爱吃药，没想到只要是稍加注意我儿的病就能自愈呀，不像是那些没有德行的庸医，不管啥毛病先给开上个几十副的汤药。婚儿，你以后啊不能再到外边鬼混去了，静下心在家帮你爹打理产业。娘，你让我干啥都行，可让我借女色有点困难，能不能让我隔一天找一个？胡说八道！陈姑娘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啊？你要是再沾女色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呀。好吧，那我就尽量忍上半年。夫人，老爷还在后堂养养着，要不先让陈姑娘去看上一眼吧。瞧我这记性，只顾着担心儿子了，忘了后边的老爷还遭着罪呢。陈姑娘，请移步后堂，帮我家老爷呀诊治一番。请前面带路。来到后宅，哎呦，快痒死我了！来人，给我挠挠！哎呀，老爷，小的来了。该死的屎太臭，你跑哪去了？快过来给我挠挠！哎呀，老爷你忘了，你不是让我到乡下张贴告示聘请郎中去了吗？哎呦快，痒死我了！请到郎中没有？老爷放心，郎中我请来了，正在外屋恭候着呢。你个傻子250，郎中来了，你还给我闹啥？赶紧把郎中给我请进来！好，马上就来。陈姑娘，你也听到了，我家老爷快痒死了，你赶紧进去给看看，给我家老爷开点药，先止止痒。好的，待我看看，我再开方。他来到近前，仔细看了看。陈姑娘啊，我家老爷这病可有良药啊？你能说一下具体是哪个部位痒吗？具体我也说不清楚，就感觉整个肚皮都痒痒，就像有蚂蚁在肉里爬一样。哎呀，是这儿吗？对，就是肚脐眼周围最痒痒。哎呦，你轻点儿，别动我肚脐眼儿。我家老爷呀，最怕有人呐动他的肚脐眼儿。他不让动，我怎么给他医治啊？我正在为你检查，你要是不配合，就是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你的命。好，我配合。陈姑娘，你手里那玩意儿看着太吓人，我害怕呀，你轻点好不好？我娘从小就告诉我，肚脐眼连着肠子呢，不能乱动。范老爷，你的病就出在这儿，你不让我看，我怎么给你治病？他用镊子轻轻扒了一下，仔细的瞧，
原来肚脐眼的深处竟然有一窝虱子在里面。找到病因之后，他并没有直接说出来。陈姑娘，我家老爷得的这是啥病啊？范老爷今年高寿？48，还不算老，有点可惜啊。陈姑娘，你是说我得了不治之症吗？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家老爷，不能让他死啊！爹，我的亲爹呀，你不能撇下儿子去了。你要是死了，儿子咋办啊？我都想好了，把醉香楼的叶香姑娘介绍给你。你要是死了，可就享受不到这美妙之事了。你个混蛋儿子，说啥混账话？你爹都是要死的人了，你还满嘴的胡说，这不让你爹死不瞑目吗你？老爷，小的跟了你半辈子，没想到你竟要先走了。不过你放心的去，有我在，我会照顾好夫人少爷。哪怕你想多要几个儿子，小的都会在所不辞。史太寿声泪俱下，心里却是乐开了花。只要这老东西一死，给他那个傻儿子找几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哄着，这范府就是自己说了算了。我还没咽气呢，你们就嚎上了，都给我闭嘴！陈姑娘，我家老爷到底得的是啥病啊？还能治好吗？实话和你说，你家老爷这病确实是受风寒所致，不过这可不是一般的风，而是一股邪风。此症极为罕见，称之为烂奇之症。啥？烂奇之症？奇是五脏六腑之本，源之归脏之根，上通心神，下交肾经，乃是生命之门。你家老爷这病是先痒后疼，最后溃烂，烂到破腹流肠，就彻底的一命呜呼了。范同吓傻了，他家大业大，妻妾成群，还没享受够这人世间的繁华，就这么死了，岂不遗憾？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直直磕头。陈姑娘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呀！范老爷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不用磕头，快起来！老爷，你别害怕，陈姑娘既然能诊断出病因，那她一定有救治之法，定然不会见死不救的。陈姑娘，我这病还有治吗？哎呀，范老爷别担心，遇上我也算是你的造化，要是换做别人，这根本治不了你的病。你要是想活命，这必须得遭点罪。行，一切依陈姑娘，只要死不了，让我吃屎都行。吃屎倒是不至于，我得给你针灸。陈姑娘，用这个扎我肚脐眼儿？对，没错。不行，我从小就晕针，见到带尖带刺儿的我就害怕呀。这要是扑哧一下扎肚子上，不得疼死我呀！要是有别的办法给你抓虱子，我才不会动用银针呢。既然你晕针，那我也无能为力了。爹，你肠子肚子都快烂没了，这还这怕那怕的，不就是扎两下吗？你就当让相好的咬你两下不就得了？你个混小子，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陈姑娘，那你慢点扎，我真怕疼。想治病就赶紧躺好，在我施针的时候，你万不可乱动，万一扎偏了，这可是会当场殒命的。好，我保证不动。你们都往后站，防止我在施针的时候伤到你们。好，我们躲远点。陈青青这才用银针扎虱子，边扎边琢磨，这范财主可不是好人，要是轻而易举的就给他治好了痒痒病，万一他耍赖不给钱怎么办？他在心里打定主意，用银针扎出来了一大半，故意留下了几个比较肥胖的虱子。范老爷，起来吧，你感觉一下怎么样？这就完事儿了，不痒痒了，我的病好了。范老爷，您别高兴太早，你这属于顽疾，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治好的。你的意思是我这病还没好？是的，要想彻底痊愈，必须每3天施一针，一共需要3回。行，不就是3天扎一次吗？到时我吩咐人去请陈姑娘就是了。范老爷，你这可是顽疾，施针只可缓解，要想彻底根治，必须配以药方方可治愈。如此就辛苦陈姑娘了，你尽管开方。这个药方有一些特别，我怕你吃不下去。刚才我可说了，只要能活命，吃屎我都愿意。陈青青提笔写了一副药方，范老爷，
请按方抓药，一定要记住，缺一不可，少一味药都会前功尽弃的。这玩意儿能吃吗？哎呀，这些东西确实难以下咽的。瞧你们一惊一乍的，到底啥药啊？这么难吃？给我看看，猪苦胆5个，黄连2两，姜、葱、蒜、甘草、防风、金芥各2两，又是葱姜蒜又是甘草，这不就是清炖苦胆黄连汤吗？这东西喝着肯定带劲儿，够我爹喝上一壶的了。混账东西，又在这冒傻气！陈姑娘，这2样东西都太苦了，能不能换点别的？良药苦口利于病，要想活命，必须得用这2味药。猪苦胆能有啥功效？头回听说这玩意儿还能治病。苦胆虽苦，但具有仪通上下、利水消肿、清热解毒之功效。黄连亦是如此，不但清热燥湿，而且能泻火解毒。2味药能清能降，缺一不可。那葱姜蒜又作何解释？葱姜蒜性属辛，能散，具有解表行气、活血的功效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好，陈姑娘放心，我这就让人去配药，保证把猪苦胆都吃了。哎呀，先别着急，把药材准备的同时，还得准备药引子。要是没有药引子，你就是吃10斤苦胆都没用。还得需要药引子？那玩意儿好找吗？好找，这药引子就是马尿。啥？马尿？那玩意儿能治病？你没开玩笑吧？谁在和你开玩笑？马那是龙性神物，属阳，其尿能驱风除湿、利水消肿的功效。你本就是肚脐镜的邪风，要想根除，必须得用马尿才行。这怪病真够气人的，想要活命，又吃苦胆，又喝马尿，我这是造的啥孽呀？老爷，陈姑娘啊，医术了得，她开的药方啊，绝对的错不了。咱们呢，就按方吃药吧。你说的轻巧，那马尿熬出来又馊又臭，咋能咽得下去？爹，刚才你可说了，只要能让你活命，吃屎你都愿意。这现在陈姑娘还没让你吃屎呢，不就让你喝点马尿吗？你就忍忍，捏着鼻子往下灌吧。你个混账东西！爹刚才就是随便一说，哪知道还有用尿配出来的药。那玩意别说喝，就是闻一下，估计都能把肠子吐出来。医生佐以，早中晚各服1碗。一天喝3回尿，可真有点够呛呀。你忘记这痒痒的滋味了？想要完全治好你的烂奇病，这药必须得按时喝完，到时候再施上3次针，保你身上顽疾永不再犯。但你若是不听我的话，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。那哪能忘得了？痒起来就像蚂蚁爬骨头缝似的，真是百爪挠心，当时死的心都有。只要能去根儿，我天天喝尿都行。既然如此，快命人去准备吧。好，保证不差分毫。石管家，赶紧去准备赏钱，我要好好答谢陈姑娘。是老爷，我这就去准备。老爷，请您过目。好，陈姑娘，这100文钱不成敬意，请你收下。这么大的家业，这出手才100文钱，还真是视钱如命。范老爷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这赏钱就算了，要是有诚意，就把这20两的诊金给我结了吧。反正现在也不痒了，这药方他也开了，这还给啥钱？这个，陈姑娘不要客气，这100文钱呢，是我家老爷的一番心意，你必须得收下。至于那20两银子嘛，你尽管放心，只要我家老爷的病彻底好了，保证1文不差的如数奉上。好吧，那就谢谢范老爷的赏钱，记得按时按照我说的去熬制药剂，要是少喝或者不喝，后果自己承担。好，陈姑娘放心，按时喝药。那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陈姑娘，我派人送你回去。好，如此就谢谢范老爷了。不过我还想上街买点东西，你让车夫跟我去一趟粮铺吧。没问题，史代超，赶紧给陈姑娘备车。是老爷。儿子好喜欢这个陈姑娘，你咋就这么让她走了？这留下来给儿子当妾不好吗？赶紧打消你这个念头，漂亮的姑娘爹也喜欢，要是当妾也是给爹当，你还是靠边站吧。好嘞，爹，先记你来。来到粮铺，直接买了15斤的粟米，剩下的25文钱买了1斤猪肉。毕竟陈寒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陈占山夫妇已是如坐针毡，心神不宁。占山，青丫头咋还不回来呢？我心里有点不放心呢。咱们再等等，
刚才李正不是说了吗？咱们家青丫头不是没有分寸的人，让咱们在家等着，不让咱们着急。当家的，你说青丫头是不是急疯了？她哪会看病啊？这不是胡闹吗？你先放宽心，要是青丫头天黑前还不回来，我就去找李正，咱们再到范家去要人。你说的容易，范家财大气粗，就算李正去了又有啥用啊？咱们青丫头本来就不会看病，万一范家再反咬咱们一口啊，咱们找谁说理去？那能咋办？就这么干等着不成？不能在家干等着，我现在就去范家，就算豁出这条老命，我也要把青丫头带回来。要是他们敢胡来，我就连夜到县衙击鼓鸣冤。当家的，你不能去打官司告状啊！俗话说，衙门口朝南开，有理没钱摸进来。咱们现在穷的肚子都填不饱了，就是打官司也打不赢啊！他知道媳妇儿说的没错，就是去击鼓鸣冤，这也无济于事。正在两个人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就见陈寒一阵风的跑进来。爹娘，我姐回来了。小寒，她在哪儿？我看见的时候，马车刚进村里，这会儿应该快到了，咱们去门口等着吧。陈青青跳下马车，就见陈占山和林氏站在门口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青丫头，你可回来了？他们有没有为难你？是啊，青丫头，你没受委屈吧？爹娘，你们放心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爹，这是粟米，还有2斤猪肉。哇，太好了，今天能吃肉了。青丫头，你哪来的钱？没背着娘亲做坏事吧？爹娘，我给范老爷治病，已经止住了他的痒痒病。他赏了我100文钱，我买了15斤的粟米，还割了2斤猪肉。咱们今天刚好改善一下。好，我女儿有本事。青丫头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娘，这是我给范老爷治病，光明正大赚的辛苦钱买来的，您放心吃，女儿不会干坏事的。可你啥时候学会的医术？娘，前几天我奶不是给我一棍子，一下就把我打得昏死过去了吗？恍惚中我到了阴曹地府，阎王爷说我阳寿未尽，是个实施善人，而且每一世都是行医救人的郎中，今生不该过凄苦的日子，便往我的眉心注入一道光柱。醒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变得极为聪明，便无师自通学会了医术。你这丫头啊，净说些混话，逗娘开心。哎呀娘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要是以后有人问你们，你们就说我从小遇到了世外高人学的医术，要不然别人该说我是妖怪了。好好好，娘知道了，要是有人问起啊，娘就说我家青青的医术是高人所授。好了，青丫头，一定累了，咱们有话回家再说。对对对，快跟娘回屋。没事干就到院里劈柴去，做那摆个臭脸给谁看呢？我摆啥臭脸呢？我这是在替你着急呀。我都不着急，你着啥急？真是先操萝卜淡操心。现在都快火烧屁股了，你还跟个没事人似的。你还是赶紧想想，等明天李屠户来家里要人，你咋跟人家说吧。现在都这样了，你让我说啥？就是急死我也没辙呀。那咱们就等着李屠户来咱们家闹不成？早知道这样，你就不应该和老大一家断亲。你也不好好想想，那死丫头能有啥本事？她要是会看病，是个人都成郎中了。范财主那是清水镇一大恶霸，县太爷都跟他沾亲带故，万一治不好，或者说给他治死了，那死丫头就摊上了人命官司。别说他吃不了兜着走，就连老大一家都别想好过。幸亏我当时果断和他们断了亲，要不然咱家也得跟着受牵连。老婆子，你说的对，我咋就没往这上边想呢？从小我就看着青丫头不顺眼，没想到她竟捅出这么大的篓子。她现在就算跪着来求我，咱们都不能认这门亲戚。那杀猪的来了，可咋办呢？老头子，你别担心，李屠户再不是人，也比范财主好对付。大不了多说点好话，晚些日子再把青丫头给他送过去。你这话啥意思啊？我估摸着那死丫头就是头脑一热，
饿昏了头才谎称会治病，挨顿胖揍肯定少不了的。反正只要没打死他，咱们就还有机会。老大不可能眼睁睁看着那死丫头遭罪，定会跪着来求我给死丫头治伤。老大不同意把青丫头嫁给李屠户，你就不出钱给青丫头看伤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没错，大蛇打七寸，挖树先挖根。想跟我斗，他们还嫩着呢。我要让老大长长教训，让他知道忤逆我的下场。老二媳妇儿，那青丫头都带着啥玩意儿回来的？娘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青丫头可了不得啦，在镇上买的粟米足足有15升。最令人想不到的是啊，还有一大条子猪肉。坐着范府的大马车回来的，看着真叫一个风光。你说点正经的，听说啥传言没？哎呀，我的亲娘，你还在家里坐得住啊？我可听那个赶车的车夫说了，青丫头可厉害了，到了范家不费吹灰之力，3下5除2就把范老爷的病治好了一大半。现在村里啊可都传遍了，你赶紧出去听听吧。老二媳妇儿，你别骗娘，赶紧说实话，那青丫头是不是被范老爷糟蹋了？娘，你咋能说出这话？就算大房跟咱们断了亲，你也不能在背后埋汰青丫头啊！这话传出去啊，青丫头还咋做人呢？再者说了，你要是不相信，那范府的车夫刚走，你追上去问问呢，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这也不对呀！陈老太眼前一黑，差点瘫倒在地上。老太婆，你别装孬，赶紧想想以后的事咋办吧。不，我不信，打死我也不相信那死丫头能有行医治病的本事。这里面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她肯定是做了不要脸的事儿，总有被人玩够的一天。到时候她还得来求我。娘，不管怎样，青丫头也是个晚辈，你这样往人家身上泼脏水，会被人耻笑的。她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还怕人说不成？没证据的事儿可别瞎说，要是让青丫头知道，我怕你吃不了兜着走，她一定不会饶了你的。闭上你的臭嘴！老娘我不是被吓唬大的，这里没你的事儿了，赶紧做饭去吧。真是没口德，也不怕烂嘴。换气儿的都赶紧给我出来！姐，那坏人又来了。别怕，他不敢对我咋样。老婆子，那活牲口来了。赵妹子来了，快赶紧带着孙女婿屋里坐。老嫂子，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？说好的昨天把人给我送过去，可人在哪儿呢？我和我大侄子是摆好了酒席，请好了客人，却被你放了鸽子。告诉你，我可是10里8乡有名的媒婆，几十年来没有被人这么耍过。你这不是在砸我的招牌吗？赵妹妹，你说的这是哪里话？我哪敢放你鸽子呀？你放心，说好的事绝对不会错。哼，既然错不了，就别再让我们空跑腿，赶紧把新娘子喊出来吧。我的新娘子呢？赶紧叫出来，我今天非得亲自把她背回去。孙女婿，你先别着急，青丫头这2天有病啊，郎中说她还不能出屋，等过几天好利落，我一定把人给你送过去。对，孙女婿啊，你奶说的对，你就先回家等着吧。啊，啥玩意儿？青丫头有病了？你们糊弄傻子呢？当我是白痴吗？你们2个老东西，要是不想让我动粗，就赶紧把人给我喊出来。老子今晚必须得入洞房。哎呦，我的好孙女婿，你这不说笑吗？身体不适咋能跟你入洞房啊？万一病情加重或出现意外可咋整？哎呀，你就听奶的话，回去再等上几天，等青丫头身体好利索，奶亲自给你送去。你少给我废话，玩死了那是他短命，今天老子非得把人带走不可。哎呦，我的亲孙子，俗话说好饭不怕晚，良缘不怕迟，早晚都是你碗里的菜，你就再忍上几天，到时让你吃个够还不行吗？
你个老东西，推三阻四的挡着老子干啥？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，赶紧把新娘子给我叫出来，不然有你好看。老嫂子，你这么办事可真不地道啊！咱们可是说的好好的，把你家大孙女给我侄子当填房，你这彩礼你都收了，如今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止我们接人，难道你想悔婚不成？没有的事儿，怎么悔婚呢？既然如此，你就别磨叽了，快点把人喊出来，不然惹恼了我大侄子，他要是撒泼犯起浑来，后果你可要想好了。陈老太急的是冷汗直冒，继续好言好语的劝说：孙女婿，你听奶跟你说啊，你呀先回家去，用不了3、2天，我保证把人给你送去，还不行吗？老子等的都长犄角了，你还让我等？李屠户有一些不耐烦了，朝着身后的2个大光头一摆手：走，跟我到院子里接新娘子去。孙女婿，你可不能去呀！你听奶给你解释。你个老不死的，给我滚一边去！大哥，那姑娘是不是我们的新嫂子？没错，她就是你们的新嫂子。长得真不赖。大哥，你艳福是真不浅啊。那是当然，为了她，我可是花了50两银子呢。娘子，夫君来接你回家了。李屠户，我再和你说一次，我不是你的新娘子，这里也没有你要找的人。再敢乱叫，小心我到官府告你无人清白。哎呦，竟敢拿官府吓唬人！新嫂子，这嘴叉子还挺厉害呀。就是，银子都他娘收了，还想打赖？再敢说个不字，拆了你们的狗窝！陈展山听到声音，连忙从里屋走出来，把陈青青挡在身后，怒声道：你们这群畜生，休想欺负我女儿！光天化日之下私闯民宅，到底还有没有王法？不想让我报官，赶紧从我家滚出去！你个不长眼睛的玩意儿，骂谁是畜生？是不是肉皮子痒痒了？说着就要动手，李屠户连忙抬手阻止：老爸，别乱来，这是我老丈人。炫目的张嘴就骂人，这原来是大哥的老丈人啊！我女儿尚未一亲，你们别满嘴胡说，赶紧离开我家！哼，老丈人，别发这么大的火气，见了人我立马就走。我和陈忠厚一家已经断了亲，收你彩礼的是陈老太，要想找你的新娘子，找她去要，别在我家闹事。我说新娘子，你咋又来这套？就不能整点别的？还断亲？你当我好骗啊？陈青青不想多费口舌，断亲书递到李屠户的面前：你给我看好了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你们要是不想摊上私闯民宅的罪名，赶紧给我从我家里滚出去！这啥玩意儿？我也不认字啊。斜眼儿，你认识字，赶紧看看这上面写的啥。大哥，这姑娘一家和那个老婆子真的断了亲，咱们赶紧撤吧，别和这姑娘纠缠，要真把事儿闹大了，咱们非得摊上官司不可。那个死老婆子还真把我给糊弄了。你个老不死的，这到底咋回事？陈老婆子，你个老不正经的，真是把我坑惨了！你办的这叫啥事儿啊？大妹子，你别急眼呐，咱们回屋再商量商量。这都断亲了，还商量个屁啊！你这样骗人玩有意思吗？赶紧说，这事咋办？这都怪我！不过你们别担心啊，有事咱们好商量。陈老太急得脑瓜子嗡嗡作响，还商量个球！真是欺人太甚，气死我了！要是不扒了你家狗窝，难平我心头之气。真是太岁头上动土，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呸！走，给我拆了他们的狗窝！好汉息怒，好汉息怒啊！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，你们可不能拆我们家房子呀！你个老东西，不拆也行，你们马上给我找个媳妇儿，要不然我打得你满地找牙！对，赶紧给个痛快话，要不然打死你个老东西！别动手，别动手啊！咱们好好商量，好好商量一下。老婆子，你别傻瞪着了，你赶紧说说，别让他们拆房子呀！赵妹妹，老嫂子求求你了，赶紧和你大侄子说说，
先别发火，咱们有事坐下来好好谈。你还想让我说啥？我大侄子就是扒了你家房子，打得你们跪地求饶，闹到官府，你们也没理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是赶紧想想咋办吧。赶紧给我新娘子，不然的话有你好看。陈老太跪在陈占山的面前，占山呐，我的好儿啊，这事儿你可不能不管。你要是不把亲丫头嫁给李屠户，娘可就活不成了。娘，你咋还想着把亲丫头嫁给这样的人？你若是想平息此事，就听儿子的话，把这婚事退掉，把银子还给人家。儿啊，你不答应，娘就不起来。娘，你不能这么逼儿子呀。这是你也看到了，要是亲丫头不肯嫁过去，李屠户不会善罢甘休。孙娘求你了还不行吗？你要是不答应，娘就死在你面前。爹，你管谁喊娘呢？咱们一家已经被陈老太赶出来了，他说过和咱们家老死不相往来。如今他死不死活不活，和你没有一点关系。陈占良，快把你娘领回去，都已经断亲，还想打我女儿的主意，别逼我去官府告你们意图拐卖良家少女。赵大娘，既然这陈老太收了你们的银子，交不出新娘，她还不想退亲，那陈家又不是只有一个孙女儿。青丫头，多谢你好心提醒，要不我还真给忘了。我这也不是怕你人财两空嘛。赵婶子，那姑娘长得好看吗？要是丑八怪我可不要。大侄子，你放心，上次我见过一面，长得又白又嫩，比那富家大小姐还要精致几分。现在就住在镇上。真的？好好好，我就喜欢嫩乎的。李屠户直咽唾沫，瞪着陈老太。你别在这杵着了，赶紧带我去见你那个孙女啊！孙女婿，不，大兄弟，这可万万使不得呀！我家若兰还小，还不能嫁人。我小孙女儿还是个孩子呢，你可不能打她的主意啊！哼，我说老嫂子，你搁这糊弄谁呢？别当我不知道啊！你家若兰今年也有16岁了。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孩子都满街跑了，你们还说她年纪小，我看你们就是想赖婚。我们哪儿敢呢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说咋办？娘，都啥时候了，你还不把这门亲事给退了？真想让他们把咱家房子扒了不成？你才肯罢休啊？我就说不能让占才拿着钱走，你非不听劝。这回好了，我看你这事咋弄。老婆子，实在不行，咱就把彩礼退了吧。啊，赶紧把他们打发走啊，不然以后咱们还咋在村里待下去啊？陈老太无奈的点点头。赵妹妹，这事儿都赖我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同意退彩礼。哼，你说你办的这叫啥事儿？我牵线搭桥这么多年，可从没出过岔头，你这是往我身上抹黑呀！啊，传扬出去，以后谁还敢找我保媒？好妹子，算我求你了，只要你把这事儿摆平，准保备桌丰盛的酒席表示感谢。大侄子，你先消消气儿，既然他们没有姑娘嫁给你，那就让他们把50两银子退给你，这事儿也就算了，也省得生这窝囊气。啥？算了？老子跟个猴似的让他们耍了，哪能这么便宜了他们？退钱也行，先让老子过手瘾，把这骗人的死老婆子暴打一顿，不把她打出屎，难平我心头之恨。大孙子，不，李老爷，你消消气儿，我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打呀。大侄子啊，你可别乱来啊！咱们现在可是有理的事情，万一把这老家伙给吓死，别说50两银子要不回来，你还得摊上官司。听婶子一句话，退了彩礼啊，这事儿就算了，等以后有漂亮姑娘，我再给你介绍。好吧，看在婶子的面子上，我也不为难他们，赶紧给我银子。事儿我给你摆平了，赶紧把50两银子拿出来，我好打发他们走。
赵妹子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们家现在没钱，你能不能再和李屠户他说说，宽限几天，我想办法凑一凑。啥？没钱？那可是50两银子，天天啥都不干，顿顿大鱼大肉都能吃上2年。这才短短10几天，你竟然说没钱？你们给吃了？大妹子，你不知道，我家老三不是明年要考秀才吗？都给他拿上了，所以说家里大子儿没有一个。你放屁！考秀才1年有10两银子足够了，哪里用得了50两？现在你说没钱，我看你就是在摆迷魂阵，想赖掉这50两银子。你也不想想，李屠户是啥样的人？他要是知道你想赖账，非得扒了你的老皮不可。你们他娘的插过啥呢？赶紧给钱呢！快点啊！再磨磨唧唧，我们可不客气了。就是，当我们哥几个好说话呢，再敢瞎耽误功夫，让你们尝尝老子的拳头。大兄弟啊，我家现在真拿不出50两银子，你看能不能宽限个10天半个月呀？到时我保证1文钱不差的给您送过去。你说啥？没钱？大兄弟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打赖，银子我一定给你凑齐。你个老不死的，是不是找死呢？跟我玩的一根愣，信不信我一拳呼死你？大侄子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，千万别动手啊！哎，大兄弟，我家现在真是没钱呐，你就是打死我也拿不出来，求你宽限几天吧。没钱你就跟我回家。这是我媳妇儿，你可别乱来啊！你个老杂毛，想啥呢？老子可没嫩牛啃老草的爱好。那你要干啥？带着她去镇上找你那个又白又嫩的小孙女来给我当媳妇儿。好啊，好啊，这更不行啊！我家若兰还是个孩子，咋能嫁人呢？万万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！你就宽限几天，我们保证把彩礼退给你。大兄弟，你行行好，就宽限个10天半个月，我们保证不差钱儿。大侄子啊，我看呐，他们现在确实拿不出钱，要不你就大人有大量，宽限他们几天。到时候要是再拿不出银子，咱们就到县衙去告他们诈婚骗婚，让他们蹲大牢。蹲大牢岂不是便宜了他？我给你3天时间，到时候拿不出来银子，我就把你弄回家，尝尝你这老柴火根子啥滋味。大兄弟啊，你手下留情，给我留条活路吧。少废话，我就给你3天时间。你要是还不上钱，到你3儿子读书的学院去闹。我要让他的同窗和夫子们都知道，为了让他读书，他老娘昧着良心骗婚，让他在同窗和夫子面前丢脸。我看他还咋有脸继续待在书院。好，3天就3天。兄弟们，走，咱们回镇上喝酒去。就3天时间，不想摊官司，你赶紧弄钱去吧。赵妹妹放心，我一定把钱凑够，不会让你为难的。唉，可把这帮畜生送走了。人是送走了，可咱们去哪儿弄50两银子呀？当时我那么劝你们留点银子，可你们就是不听啊，一心把火的把那50两银子都给了老三。现在好了，我看你们拿啥退给人家钱？我哪知道那没良心的老大姨家这么心狠呐，真不把我这个当娘的放在眼里。要知道他们这么狼心狗肺，说啥我也不分家断亲。当时对那个死丫头就应该强硬点，不嫁也得嫁，也就没这些窝心事儿了。娘，你就别脸丑怪净歪了，强词夺理的。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要是你良心正点，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。你就别怨天尤人了，还是赶紧想想办法凑钱吧。娘，你要是不想让咱家摊上官司，现在赶紧去镇上找老三把银子拿回来，退给李屠户，不然咱家非得出大事不可。对呀，老三刚走没几天，50两银子应该还没动，能拿回来多少算多少吧。差一点咱们街坊邻居的借鉴，
先把眼前这事了结了呀，免得真被李屠户拆了房子告到县衙去。对，老二两口子说的对呀，眼下也只能去镇里找老三了。老二啊，你赶紧去镇里一趟，把家里的事说说，让老三把银子先拿回来。娘，我连他家在哪儿我都不知道，你让我去哪儿找他？你是不是傻？找不着你不会打听啊？那清水镇那么大，人又那么多，谁知道陈占才是谁啊？老三这么多年都不告诉咱们他住在哪里，我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在书院里读书啊？你说这酸溜溜的话是几个意思？占才不在书院读书，能在哪儿啊？对呀，书院。老二，你去镇上，只要找到老三就读的孔府书院，就能找到他。好，我这就去。陈占良也不敢耽搁，甩开膀子就往镇上赶。没费劲儿就打到了孔府书院的位置，发现大门紧闭，冷冷清清。他上前叫门：“有人吗？快开门呐！”“你是谁呀？有事吗？”“这位小兄弟，麻烦你帮忙找一下陈占才，就说他二哥找他。”“你是不是搞错了？现在书院还没有开课，陈占才怎么会在这里？”“啊，不对呀，我三弟前几天就说书院要开课了，他咋能没在这儿呢？”“你肯定记错了，书院根本不可能提前开学，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吧。”说话间，一个外出采买的男子赶了回来。“刚才我去闵行，远远就看见陈占才带着老婆孩子进了梦香楼，你去那儿找他吧。”“梦香楼？那是啥地方？”“你这人真没见过世面，那是咱镇上有名的饭馆。”“啥？他们还下馆子？”他按耐住心中的怒火，气呼呼地找过去。自从陈占才带着老婆孩子回到镇里，先雇了一个老妈子帮着打理家务，过上了一日三餐都是大鱼大肉、美酒下饭的神仙日子。趁着媳妇儿不留神，又到春风楼和如花逍遥快活了几回，把努力读书的承诺完全抛在了脑后。刘凤娇也没闲着，就到最好的绸缎庄订了一套新衣服，又去买了一些上好的胭脂水粉，打扮得跟富家大少奶奶一般。今儿个一大早，女儿便吵着想吃饭馆里的红烧肘子，她便打发老妈子在梦春楼订了一桌酒席。临近中午，一家人来到了梦香楼的雅间。“若兰，今天爹爹给你点了份清炖狮子头，保证你爱吃。”“我要吃红烧肘子，不想吃什么狮子头。”“傻丫头，爹给你点了。”“我就知道，爹最疼女儿了。”“爹爹，我要吃口水鸡，还要干煸鱼。”“好儿子，这些爹都给你点了，一会儿让你吃个够。”“哎呀，你就宠吧，俩孩子都让你给惯坏了。”“夫人说的哪里话？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想吃什么就让他们吃就是了。刚才我也给你点了份最爱吃的樱桃肉，咱们一家今天好好吃上一顿。”“谢谢相公，你真是太好了。”“那是，你相公我可是天下最疼爱媳妇的相公。等以后考中秀才，我就能考取功名，到时候你就是官太太，天下的美食任你随便吃。”“那我可就等着跟你享福了。”“客官请坐，请问吃点什么呀？”“我不吃饭，我找人。”“找人？这不是你要饭的地方，赶紧出去。”“你他娘的才是要饭的，我找我弟弟。”“夫人，好久没陪我一起喝酒了，来，咱们喝一杯。”“难得相公今日有此雅兴，那咱们今天就不醉不归。”“好，不醉不归。夫人，干杯！”“陈占才，好你个狼心狗肺的兔崽子！我们在家吃糠咽菜，你们一家子在外面胡吃海造的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败家子儿，读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家里都快闹出人命了。你们可倒好，拿着全家的血汗钱跑到镇上逍遥快活，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了？”“二哥，你咋来了？”“我咋来了？我若是不来，能看见你这么逍遥快活吗？”“哥，你消消气，这都是误会啊。”“误会？你们这两口子小酒都喝上了，你还说误会？拿这些话回去骗爹娘去吧。走，跟我回家，让爹娘看看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儿子是咋个祸害咱家的。”“二哥，你真误会占才了。”“误会？
我眼睛也不瞎，你说这是误会，糊弄傻子呢？二哥，你消消气，有话好好说。你个败家玩意儿，全家从牙缝里省钱给你，是让你好好读书的，不是让你带着老婆孩子出来享福的。二哥，让我说你啥好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上来臭皮就知道呜哇乱喊，幸亏我请的客人还没来，这要是让别人看见，你就是咱家的罪人。我咋还成罪人了？你呀，真是我的傻二哥。你知道我摆这一桌子的酒席费了多大的劲吗？3、5日粗茶淡饭才省下来这点银子，为的就是请书院里的夫子，想让他帮忙提前压下题目。这次要是压中，我就能一举得中。你说今天这顿饭重不重要？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我还以为你背着家里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呢。不对，我刚进来时，这你们2口子小酒都喝上了，看着不像是在等人呢。二哥，你不知道，那个夫子嘴比较刁，不喜欢劲头大的酒。刚才我和凤娇是在尝尝这酒好不好喝，要是不合口味，我们得提前换一下。是啊，二哥，我们就是先尝尝味儿。原来是尝尝味儿啊。二哥，你别在这儿添乱了，赶紧走吧，一会儿夫子来了见到不好。振才，娘给你的银子还剩下多少啊？赶紧都带上跟我回家，要不然这家里非得出人命不可。二哥，出啥人命？你让我带银子干啥？今儿个一大早，李都护就上咱家闹去了，要是不退还那50两银子，他就扒了咱家的房子，还要到县衙告咱家骗婚呢。娘不是说有办法把青丫头嫁过去吗？李屠户凭啥要退钱？难道青丫头没嫁过去啊？这你们家的闺女娇养着，整天想着祸害青丫头，青丫头反而还治好了范财主的痒痒病，光赏钱就得了100文呢。你们的如意算盘是彻底落空了。你说治好范财主痒痒病的是青丫头，那得来的赏钱他没给咱娘啊？你想得美，那是人家青丫头赚的，有什么赏银跟咱们家有啥关系啊？话可不能这样说，大哥咋说也是娘的儿子，他们的钱不就等于爹娘的钱？让娘去要，我就不信大哥不给。收起你那不安分的心吧。今天早上娘以死相逼，大哥都没动摇，断了亲了，你还想要人家的银子？你可真当青丫头是面团啊，好捏咕呢。你们还是赶紧跟我回趟家吧，不然咱娘真的是急得非要上吊不可了。二哥，我现在就是跟你回去呀，白搭呀。老三，你啥意思啊？哎呀，二哥，我们家现在除去占财书院的费用，再加上租房子，像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些杂七杂八的银两以外，手里还剩下几两银子，就这点钱拿回去也不顶用啊。那可是50两银子啊，还不到半个月就让你们败家光了。我说老三，别人读书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，你读书这是要了全家人的命啊。二哥，你胡说啥呢？不懂就别瞎叭叭，哪个读书的一年不得花个180两银子？我要是和他们比，我这还算是省钱了呢。不管有钱没钱，你都得必须跟我回家一趟，有啥话跟爹娘说去，他们是死是活可就看你了。二哥，我现在真不能跟你回去，我这还等着招待客人呢。那李屠户可说了，要是咱家3天还不上银子，他可就要到衙门去告状去，还要到你们书院去闹，让你没脸读书，把你的宝贝女儿抵债给他当天房。到底回不回去，你好好的掂量掂量吧。爹，女儿才不要嫁给杀猪的呢，你快跟我二叔回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啊。要不你就随二哥回去一趟，把家里的事解决了再回来。也好，那我就回去一趟。陈青青背起背篓打算进山。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再去采一些草药，过2天给范财主治病用得着。姐，我跟你一块去吧。你留下来陪着娘，姐一个人可以。小韩，你别给你姐捣乱啊，一会儿跟娘去挖野菜。青丫头啊，你别走太远，早点回来。好的娘，我知道。陈青青背起背篓朝着野狼谷走去。陈家老宅。哎呀，这可咋弄啊？看如何是好啊？死老头子，你还有完没完？占良不是去找老三了吗？你还咋弄咋弄？要是让你当这个家，非得急死你不可。你别扯这些没劲的，
要是让我当这个家，绝不会让人堵着门口来闹。村里人都在背后抽咱们脊梁骨，骂咱俩不是人呢。陈占良顶着炎炎烈日，满身大汗的进了屋。爹，娘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占良，你三弟呢？他一会儿就回来。陈占良抹了一把汗水。占良，银子，你把银子带回来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一会儿老三回来，你自己问吧。孙氏紧随其后走进来。占良，累坏了吧？饿不饿？我去给你拿块干粮，你先垫吧垫吧肚子。哎呀，咋不累呢？差点累吐血了，走的腿都齁疼。饿倒是不饿，占才刚才给了我俩肉包子。老三家的日子可以呀，还吃肉包子，在镇里就是比家里吃的好。老三得读书，吃几个包子补补脑子也是应该的。老二媳妇儿，你有点多事儿了啊！哼，我多事儿？家里都快乱套了。老三竟跟个没事人似的，稍微懂点事儿，也不至于让占良先回来吧？老三肯定有事儿绊住了脚，占良不也说了，他一会儿就回来。娘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在哪儿找到的老三？他能在哪儿？肯定书院呗。错，我是在镇上一家特别豪华的大酒楼里找到的他。咋回事？老三去哪儿当伙计了？娘啊，你可真行！不是我说你，平时对我们，你那歪心眼子多的是，咋一到了老三身上，你就犯迷糊呢？有话直说，老三到底干啥去了？那到酒楼还能干啥呀？吃饭呗。到那地方吃饭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那我哪知道？爹娘，你们不知道啊，那酒楼有多气派，手里要是没钱，根本就不敢到那种地方去。当时我一看到那满桌子的酒菜，那眼珠子都差点掉地上了。没想到这世上竟然还有那么多好吃的，我可真是大开眼界呀！占良啊，有那么多好吃的，你吃了吗？可人家老三两口子说，那是请老夫子押题准备的，不能失了分寸，给了我俩肉包子吃，就让我先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傻子，老三一个屁8个谎，他说的话你也信？要是我没猜错，老三一家是不是都在？啊，都在。你肯定被老三给糊弄了。老三两口子让我先走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啊！老三可真不是个东西，早知道我就等着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请夫子吃饭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不知道就别瞎说。老三没走的时候就说了，要请夫子帮忙押题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陈占才便脸不红心不跳地走了进来。儿啊，你可回来了，累坏了吧？快坐下歇会儿。老三，咱家的事儿你应该也知道，银子你带回来了吗？是啊，老三，赶紧把银子拿出来，娘看看还差多少，凑齐了明个给李屠户送过去。我，老三，现在火都烧屁股了，你就别我了，赶紧说实话吧。老三，到底咋回事啊？银子呢？你到底拿回来多少？你赶紧说话呀！娘，我没钱。啥？没钱？老三，你可别诓娘啊！那可是50两银子，这几天就没了。是啊，咱家现在需要钱救急呀！你可别吓唬我们呀！你们还有完没完？我骗你们干啥？就50两银子，在镇上不比家里，哪不都得花钱？除去书院房租费用，加上生活上杂七杂八的花销，不能说1文钱没有。凤娇那里倒是还有10多两银子，可那些钱是好几个月的生活费。我要是拿回来，我们在这里吃啥喝啥。家里人省吃俭用供你读书，可你倒好，一年比一年的花销大。没想到今年你更是离谱，不到10天花去了1大半。你这是想要了爹娘的老命啊！我们在家吃糠咽菜，你们倒好，拿着家里的钱下馆子胡吃海塞。你要是个人，稍微有点良心，也不至于干出这么混账的事儿来。占才，
你一个月收秀才2两银子，就算天天吃精米，这10来天有200文钱也足够了。加上1年的房租2两银子，5两银子绰绰有余。剩下的30多两银子你干啥花了？咋会就剩10多两了？展才，你给我实话实说，银子到底干啥用了？爹娘，实话跟你们说吧，那30两银子我请老夫子给我押提了，这次他有80%的把握能押中。我现在有十足的信心一举得中，你们要是硬逼着我要钱，那我现在就去找夫子把钱拿回来。但是我这半年多的准备可就彻底前功尽弃，你们也别指望我给陈家光宗耀祖了。赶紧让战才把银子拿回来，先过了李屠户那关再说吧。就是啊，先过眼前，若是老三不拿银子也行，就把他家若兰嫁给李屠户。你们说够了没有？照你们的意思，我拿着家里的钱不是去读书，而是去吃喝玩乐逍遥快活去了。告诉你们，我陈占才行得正走得直，在镇里我节衣缩食，恨不得把1文钱掰成2半花，可有些钱不得不花。那个押提的老夫子知道咱家条件不好，对我特殊照顾，只收了1半的钱，可那也花了30两啊。我知道那是爹娘用血汗挣来的辛苦钱，那是全家人对我的希望。当时我在心里就暗暗发誓，一定发奋读书，一举得中秀才，光宗耀祖。娘的好儿子，娘信你，这些年真是委屈你了。娘，儿子就是受再大的苦，遭再大的罪，也要光宗明媚。你和爹放心，儿子明年保证考中秀才。好，真是娘的好儿子。老三，这些话你都说了20来年了，哪一次说的都是信誓旦旦，可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败。这大饼你就别画了，也就娘信，我这耳朵都听腻了。就是啊，以前咱们在南山村啊，也算是富户了，年年有余粮，家里还有牛车，吃的也是顶好的。可这些年为了供你读书，咱家都被你霍霍成啥样了？你心里就没有一丝愧疚吗？都住嘴！老二家的，我知道这些年委屈你们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不过你们放心，老三也说了，明年一定能中。若是明年他考不中秀才，我决定以后就不再让他读书，让他回来跟着你们一起种田。爹，你咋对儿子这么不信任？我相信儿子明年一定能考中秀才。考不考得上明年再说，现在咱家是火燎屁股了。如今老三把银子都花没了，不凑够50两银子，李屠户那儿该咋办？用嘴上说管个屁用啊，刀都架在脖子上了，还是想想眼前的事儿咋解决吧。你们俩少说风凉话，好像战才不着急似的，你赶紧想想办法。当初我让你留点钱，你不听啊，都给老三拿上了，你让我和战良想啥办法？这家里的钱都是你拿着，现在让我们想办法，你咋说得出口啊？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就看娘你答不答应了。啥办法？让老三家的若兰嫁给李屠户，这样咱们既不会摊官司，还不用退银子。啥？让若兰嫁给一个杀猪的？你出的这是啥馊主意啊？我家若兰身子娇贵，咋能嫁给一个畜生？这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吗？哼，你真是没好心眼子，好人都让你当了，你咋狠得下心把青丫头嫁过去的？若兰就不行，都是一样的，你咋能区别对待呢？我看你眼里就有老三一家，他们就是你的心头肉、掌心宝，我们就是没人疼没人爱，讨人嫌的狗尾巴草。我们累死累活的干，不如人家好话2句半。今儿个我还把话撂这儿，老陈家要是真摊上官司，我可不替你们背黑锅。明天我就回娘家去，你们就是人脑子打出狗脑子，也跟我没半点关系。媳妇儿，你可不能走，你走了我咋办啊？二嫂，你咋跟娘说话？娘本来说的就没错，若兰现在还小，看着挺大的个子，其实还是孩子脾气，根本不懂事儿，咋能嫁人？你这不是糟践人吗？再者说，咱们可都是一家人，那就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，真要是摊上官司，
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官府也得把你捉拿归案。你放屁！我又没犯法，抓我干啥？哼，看把你们愁的，不就是50两银子吗？有这么费劲吗？老三，你想出办法了，赶紧说来听听。爹，你们别着急，事儿已经这样了。要我看，想要摆脱现在的困境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卖地。不行不行，咱们家就10多亩田地，这要是卖了，咱们一大家子人吃啥呀？这不是要命吗？爹，你看你说啥呢？我的意思也不是让你把地都卖了，就挑上几亩良田卖50两银子就行，剩下的田地不就够咱们吃的吗？胡说！这土地是老祖宗一辈一辈传下来的，哪儿能卖了换钱呢？这不成败家子儿了吗？我呸！你这个不孝子孙，出的这都是啥馊主意啊？竟然还想卖地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那照这样下去，咱家早晚有一天被你祸害死。你个不成人的玩意儿，也不怕老祖宗从地底下爬出来抽你的嘴巴子。老三，你可真臭不要脸，不要可救！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？土地就是庄稼人的命根子，咱们全靠土里刨食儿，靠种地来养家糊口。你脑子进水了还是让驴踢了？竟然想卖地，你咋不去吃屎呢？我看他是脑子没进水，也没让驴踢，而是让屎给糊住了。你们少在这教训我！你有能耐你们想个办法啊！眼前的事迫在眉睫，咱们家唯一值钱的也就是土地，不卖能咋办？难道咱们就等着人来家里闹，让人到县衙告咱们家骗婚？到了那时，咱们谁都跑不了，都得上公堂上去受刑，钱还得还给人家不说，轻则每人20大板，重则男的发配充军，女的世代为奴，孰轻孰重，你们自行斟酌。甄占良夫妻被这番话给唬住了，低着头不再言语。老三呐，你说的是不假，土地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财富，祖祖辈辈传下来的。这我要是卖了，以后无颜去见列祖列宗啊！爹，儿子也不舍得卖地呀，可现在不是没别的办法吗？俗话说，舍得1亩3分地儿，赢得万事好前程。咱们现在是救急，不是败家。只要现在把这个坎儿迈过去，明年我有12分的把握考中秀才，咱们的赋税啊不但可以免，而且我还有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。您老要是喜欢种地，儿子随便一出手就能给你弄上个180亩，到时雇上几个长工，您就往地头上一坐，喝着茶水，嗑着瓜子儿，再给你随身配上2个使唤丫头，那派头妥妥就是大财主啊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爹苦了大半辈子，可不敢使唤漂亮丫头，到时多雇上几个长工就行了。哼，爹，这都是些没影儿的事儿，你赶紧醒醒吧，就别做那黄粱美梦了。你闭嘴！啥叫没影儿的事儿啊？既然老三说了，明年有12分的把握考中秀才，那咱家离好日子就不远了，你就跟着享福吧。行了，听老三的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爹娘，既然已经商量好主意，那我就先回镇上了，下午还得温习功课呢。行，你路上慢点儿，回去让凤娇别着急，就说家里都挺好的，别让她惦记。哎，老三，这家里的事儿还没处理完呢，你着啥急呀？既然要卖地，你还是写张告示贴在村头，不然谁知道咱家要卖地呢？二哥，村里有几个人认识字儿，写那玩意儿有啥用？再者说，贴上告示，村里人可就都知道咱家要卖地了，那样多丢人。还是让娘找吴保安说一下，看村里谁家打算买地，只要有能力拿出50两银子，悄悄卖了就得了，何必大张旗鼓，弄得人尽皆知？老三的话不假，卖地也不是值得炫耀的好事儿，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镇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卖都卖了，还怕人笑话，真是自欺欺人。娘，那我就走了，卖哪块地你和爹做主。他心里暗暗着急，马车还在村头等他。老三，你给我等会儿，家里的事因你而起，不解决完，你别想着到镇里躲心境。哎呦，我的好二哥，啥叫躲心境？我是到镇里去读书的，家里的事儿有爹娘做主，
我留下也帮不上忙，下午我还有课呢。你快拉倒吧，书院都没开门呢，你读个屁的书啊！书院里的人都说了，不会提前开课。你给我说实话，这些日子你是不是在镇上逍遥快活了，根本就没读书？你胡说啥？赶紧松手！陈占才一时不知该找什么借口。娘，你看我二哥这是要干啥呀？老二，你松手！有你这么当哥哥的吗？都多大人了还动手动脚的，要是吓到老三，看我不扒了你的皮！娘，你别护着老三，他一个屁八个谎，没一句实话。那刚才我去书院，那儿的人对我说，这书院根本就没开课。那他不是混日子躲心境，到镇里去干啥去了？老三，咋回事？你不会真的骗娘吧？娘，你儿子什么秉性你不知道，我啥时候骗过你啊？娘自然信你，可你二哥也不是说谎话的人呐，到底咋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娘，是这么回事，老夫子专门给我开了小灶，在书院里怕引他人非议，所以让我一个人去他们家读书。原来这样啊，看来老夫子对你期望很高啊。是呗，老夫子见我刻苦攻读，时不时还留我在他家吃饭呢。哎呀，那他可是咱家的大恩人啊，你可别辜负老夫子的期望啊。娘，你放心，来年我保证得中秀才。娘，那我就走了。话音刚落，就听到大门外有人在喊：有人吗？刚才坐马车的客官是不是住在这儿？要是不走，赶紧把钱结了，我还得回去等活呢。陈占才只觉得脑瓜子轰的一声，糟了，这车夫还真的找上门来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谁呀这是？咋上咱家来找人了？老三，是不是找你的？别闹，二嫂，不是找我的。真是不像话，堵着别人家大门口瞎叫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咱家又出了啥事儿。不行，我得去把他撵走。娘，你在屋里歇着，我正好也要走，出去顺便跟他说一声得了，你们就别出来了。不用占菜，你在屋歇着，我去撵他走。对付这种人呐，我有经验。不用，二嫂，你在屋里待着，外边挺热的，还是我去吧。老二家的，你赶紧去，甭给他留情面，教训教训这个不长眼睛的东西。娘，你们谁都别去，我去就行。想到自己男人从这里赶回来，累的是满头大汗，连哼带喘，可陈占才却是脸不红心不跳。这外头的车夫一定是找他的，让你鬼话连篇装孙子，看我不当面拆穿你。占才，你就别跟二嫂争了，我出去赶他走就是了，免得他再扯着脖子瞎叫唤。二嫂，还是我……陈占良怕媳妇儿被人欺负，紧随其后跟了出去。里面有人吗？赶紧出来说句话！要是不坐马车回镇里，就快点把车费给我结了。说好的一炷香的功夫，这都等多长时间了？这位师傅，你找谁呀？为啥在我家门口大喊大叫的？这位大姐，我找刚才雇我马车那小子，他让我在村口等他，说一会儿还要回镇里，我问问他还走不走，要是不走，赶紧把车费给我。师傅，我们家穷得叮当响，雇不起马车，你是不是找错人家了？我不会弄错的，那小子下车进了村子，正好有人看见，说他是这个村子唯一的读书人，要不我还真就找不着你们家呢。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听不懂我的话呀？谁雇你的马车，你就找谁要钱去，别堵在我家门口瞎叫嚷啊！我们家真没人雇你的马车。我刚才就觉得那小子不像好人，连村子都不敢进，非得要在村口下车。没想到他是真要赖账，告诉你，今天要是不给我车钱，我就堵你家大门口，不走了。不走，你就在这待着，反正我们老陈家确实没雇你的马车。你个赶车的还有没有王法？我们也没得罪你，你堵我家大门干啥？赶紧走开，不然我去找李正让他扣你的马车。好啊，你赶紧去，最好把你们村里人都叫来，我要让他们知道你们家是咋赖账的。你这人真是霸道，我们家啥时候欠你钱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庄户人好欺负，上来就讹我？
我告诉你，狗鸡还跳墙呢！小心我让我儿子打你个跪地求饶！识相的赶紧滚！像你们这样赖账的人，我见多了，还怕你们威胁不成？不是想打人吗？来，往这儿打！真是气死我了！是不是觉得我老陈家是软柿子，谁都能捏过捏过？今天我就是活出这条老命，也要在南山村累累胃！抄起不远处的一把铁锹，就往车夫的跟前冲。爹，你先消消气儿，千万别动手啊！这才，咱不能让外人给欺负了。爹，你要冷静，让我和他说去。你小子可算出来了，我还以为你想当缩头乌龟呢。赶紧给钱，老子可没工夫跟你们胡搅蛮缠。要是你敢打赖，我非得告你们去。哎呀，这位大哥，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啥？有话不会好好说呀？师傅，你赶紧走，到村口等我。你别废话，赶紧给钱。师傅，我不会差那车钱，你先到村口等我，车费我双倍给你。孙氏的耳朵尖把陈占才的话听了个一清二楚。哟，没看出来啊，陈占才你还挺有钱，双倍给车费啊。老三，你到底咋想的？这家里现在都成这样了，你倒是出手大方啊。哼，你刚才不是说从镇上走着回来的吗？你为啥要欺骗大家呀？不是二嫂，我老三，你太令爹娘失望了，真是一个屁八个谎，满嘴喷粪，没一句实话。你是不是觉得家里人都是大傻子？你这样谎话连篇有意思吗？现在我严重怀疑你的所作所为。你给我闭嘴！我陈占才可以对天发誓，要是有一句欺骗爹娘的话，我一辈子考不成秀才。老三呐，你说的这是什么混账话？娘没说不信你。娘，儿子也不想起誓发愿，可我二哥把话说的都快没人样了，这要是传扬出去，那就是品德败坏，我哪还有脸自称为读书人？好个儿子，你别着急，娘替你出气。老二，有你这么当哥哥的吗？你要是再满嘴胡说八道诬陷老三，以后老三考上秀才光宗耀祖，我就不管你了。看你俩儿子将来咋娶媳妇儿。娘，你别动不动的就拿大宝二宝的婚事威胁我们。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老三的品行就有问题，他还没考上秀才中得举人，就开始过上了官老爷的日子，他根本就不顾咱们的死活，不然他咋会想出这败家的馊主意的？若有一天他真考上了，张狂的不得把屁股翘上天呢？别说我们沾光，就连你呀，他都不见得会管。你别满嘴混气啊！占才是最孝顺的孩子，你啥时候见他跟我顶过嘴？就算讨饭吃，他也会先给老娘吃第一口。孝顺不孝顺呢？不是嘴上功夫，需要行动，懂不？就是，老三孝顺不孝顺，咱以后再说。我就想知道，咱家为了供他读书，一文钱都没有了，可他不仅有钱坐马车，还骗咱们说是走着回来的。他这么做，就是把咱们当傻子吗？就算是他为了尽快的赶回来，雇辆马车也很正常。可他为啥就不让我也坐车回来呢？不知道我走着多累啊！老三，到底咋回事？你赶紧说清楚，为啥不让你二哥一起坐车回来，还让车夫在村口等着？是啊，占才，你明明是坐马车回来的，可为啥说是走着回来的？爹娘，我本来是打算走着回来的，可夫子知道咱家离这里路途不近，他担心我会中暑，便提议让我坐车回来。老夫子看出了我的窘态，便亲自给我雇了一辆马车，让我坐车快些回来，处理完家事好赶紧回去读书。我也想让二哥跟着我坐车回来，可这一路我也没看见他的人影啊。哼，我走小路回来的，你能看见我才怪。原来这样啊！哎，你这孩子真是的，既然是夫子帮你雇的马车，那就直接送到家门口多好啊！你看这事闹的，差点打起来不说，还引起这么大的误会。我就说嘛，老三不可能舍得花钱坐车。老三呐，今天这事儿啊，我得批评你，确实是你办的不对。既然夫子如此美意，你就光明正大的坐车回来，多好啊！村里人一看高头大马，
那多气派！不但你有面子，我们脸上也有光，你说对不对？哎，是，爹说的确实有道理，是儿子想的不够周全，担心会引起误会，才自作主张从村口下车的。老三明明就是在说谎，你们咋不动动脑子想一想呢？你们当老三脸多大呀？老夫子能给他雇马车？老二，你还有完没完？为啥总针对老三？既然你着急回去读书，那就赶紧走，别让车夫再等着了。哎，老三，你赶紧走吧，别耽误了读书了。爹娘，那我走了，赶紧走。走，咱们不管这破事儿，回屋待着去。这两个不孝的东西，啥也指望不上。咱们还是赶紧商量商量，卖哪块地合适吧。就把村心这4亩多沙地卖了不就得了？我也是这个意思。老头子，明天咱俩就找吴保安商量商量，看看谁家要买地，最好明天就把银子拿回来，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。拿了银子，明儿个咱就去找赵媒婆把银子退了，可不能让那活牲口再来家里闹了，不然我这条老命都得交代了。陈青青赶了1个多时辰的山路，终于到达了野狼谷。没走多远，就看到远处的草丛深处跟上来3只恶狼，竟低吼了一声。一只狼闪电般的从前面的山坡跳了下来，3只恶狼眼里闪着凶光，金剑的盯着陈青青，一边往后退，一边盯着恶狼的动向。突然感觉脚下一空，整个人朝着山崖下坠了下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陈青青醒过来，一个翻身从地上站了起来。原来他身底下真是一个人，这荒郊野岭的怎么会有死人啊？这位大哥，刚才多有得罪，既然你我在此有一面之缘，那我就把你入土为安，下辈子投胎托生一个富贵之家，可万不可受这挖身之苦。抬手在男子鼻翼下探了探鼻息，一股微弱的气流传了过来。他又摸了摸脉象，此人伤及5肺，看样子是危在旦夕，如果不尽快带他离开这里，定然是性命不保。身为大夫，他绝对不能见死不救，这行医救人就是他的职责。就算是有再大的危险，自己也要把这人带出去，否则良心难安。就在他打定主意的一刹那，宿主医德高尚，救死扶伤，医疗空间升级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少给我扣高帽子！这一切是不是你在暗中搞鬼？宿主稍安勿躁，我只是带有超能力的万能空间。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冥冥之中都有定数，有些事你是躲不掉的。你都能偷听我的心声，还有什么事你干不出来的？咱俩相依相生，自然能感受到你的想法。你少找借口，我刚才都快被狼吃了，你怎么没感受到？我跟你说话你怎么没反应？实话告诉你，有我在，你不会轻易死掉的。你这个破东西，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害怕了。宿主就别埋怨我啦，你不害怕怎么坠崖？如不坠崖，怎能遇他？拖着简易的木筏，缓缓地往山谷外面走。又走了很长的一段路，他实在是撑不下去了，一屁股瘫倒在地。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，所以才让我遭这个罪。等把你救过来，赶紧滚蛋！我可不想再看到你了。就在他发牢骚的功夫，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嗷嗷的嚎叫声，赶紧走！不知过了多久，天渐渐地暗了下来。陈青青终于走出山谷。唉，该你命大，遇上了我，不然你非得被野兽吃掉不可。拖着简易的木筏，闷头朝前走去。南山村的村口，陈占山夫妇已经心急如焚，女儿出去了1天，到这会儿还没有回来。当家的，你说青丫头不会遇到危险吧？秀梅，你先别着急，青丫头是个稳重的孩子，不会有事儿。我估计她一定是被啥事耽搁了。青丫头临走的时候说是去采药，按说早就该回来了呀。我这心里没着没落的呀，她不会出啥事儿吧？别瞎说，青丫头是去采药，又不是进深山老林，哪能有危险？爹，我姐弄不好真去野狼谷了。上次我和她进山，就听她嘴里嘀咕着哪里有人参，她一定是去挖人参了。小孩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姐真带你去野狼谷了？娘，是真的。
不过我很害怕，就让我姐回来了。今天我姐说啥也不带着我，一定是她自己去了。陈占山的脑子轰的一下，心跳加快。野狼谷的危险，他比谁都清楚。秀梅，你先别急，我这就去找李正，让他召集些村民。我们这就去野狼谷找青丫头。不管咋样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当家的，快去吧，记得多带上一些火把。好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。爹娘，你们快看，远处有个人影，会不会是我姐呀？当家的，我啥也看不见，你看是有人吗？你先别急，咱们过去看看，没准儿是青丫头回来了。好，咱们快走。3个人小跑着朝着人影的方向跑过去。青丫头，是你吗？娘，是我。说完，身子一软，瘫倒在地上。青丫头，你咋了？是不是哪里受伤了？快让娘看看。青丫头，到底发生了啥事儿？你咋这么晚才回来？爹娘，你们别担心，我没事，就是太累了。你这孩子到底去哪儿了呀？咋这时候才回来呀？快把娘急死了！姐，你可回来了！你要是再不回来，爹都要去野狼谷找你了。小韩，别着急，姐这不是平安回来了吗？爹，放心，我没事。好孩子，没事就好。来，爹背着你回家。爹，不用你背，我自己能走。爹，你帮我把这个拖回家吧。青丫头，你咋还拖着木头回来的？青丫头，你可真行，不是说进山采药吗？咋弄这么多木柴回来？以后这些活不用你干。爹娘，我弄的不是柴火，那上面有个人呢。爹，好像是个死人。哎呀，小韩别害怕，他还没死，还有气儿呢。这咋回事？这个人是谁？是啊，青丫头，他是谁呀？爹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这个人是我在山里发现的，见他还有一口气就给拖了回来。如果我不救他，恐怕就得被野兽吃掉。咱们赶紧把他带回家，若是不及时医治，他随时会死掉的。青丫头啊，要不把这人送去镇里的福田院吧，万一死在咱们家咋办呢？那可麻烦了。娘，你放心，女儿能把他治好。秀梅，你也不用担心，这年头上山打猎挖人参的不计其数，稍有不慎就会掉下悬崖。这人既然被青丫头遇上了，说明他命大，咱们哪能见死不救？有啥事儿先回家再说。那好吧，先回家。看来这人离咱们村子应该不远，肯定是进山采药或是挖野菜，不小心从山上滚落下来摔晕的。当家的，看这人的穿着不像是庄稼人，我倒觉得呀，像是做买卖的客商。你说的没错，看来他是个外乡人，迷失方向才遭此一劫。等他醒来，就让他赶紧赶路去吧。爹娘，这个人外表看着虽然没有什么外伤，但是从刚才的脉象来看，他受伤极其严重，不仅伤及肺腑，恐怕滚落山崖的时候还伤到脑子。我估摸着他短时间内醒不过来。没事，啥时候好了再让他走也不迟。是啊，救都救回来了，就让他好了再走吧。小韩，让这个人住在你屋，你一会儿啊到爹娘屋里睡。知道了，娘。好，那我去做晚饭。陈青青对男子进行了全身检查，很快就有了结果。肺部挫伤引起了胸腔积液，颅内淤血导致暂时昏迷。不过令他意外的是，男子中了西域剧毒。你呀，这运气也是逆天了，能碰到姑奶奶我，也算是福大命大造化大。他快速地配好解药，塞进男子口中。若是换了别人，你必死无疑。如今他有了医药空间，空间里面有人参、灵芝、鹿茸，应有尽有。那颗人参王还是等一阵子再去挖吧。陈青青给他吃了一些药，又施了一遍银针，这才走出屋子。姐姐，你说这人还活着，可他咋一动不动啊？会不会永远都醒不过来了？不会的，他只是短期昏迷，如果恢复得好，3、5日就能醒过来。反之时间会长一些，估计10天半个月，或者是1、2个月都有可能。青丫头，
既然这个人短时间不能离开，你得去跟李正打声招呼，毕竟关乎人命，万一出现啥差错，也好有人给咱们当个证明人。好的，爹，一会儿我就去和李正报备一下。李正在家呢。哎呀，叔婶儿，真是稀客呀，赶紧屋里坐。别和婶子客气，院子里凉快，坐这就挺好。行，那就快坐下歇会儿。哎呦，来的真不是时候，耽误你干活了。叔，你也太客气了，我这就是闲着没事儿，剁点柴火。老婶子，你们这是有什么事吗？李正啊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想卖上几亩地。什么？卖地？吴保安吃了一惊。老婶子，你刚才是说卖地？是啊，我想把村西那4亩多沙地买了，来找你商量商量，看看谁想买。老婶子，你这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李正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你应该也知道我家现在的情况。李屠户逼着命的给我3天时间，要是我不把钱退给他，他不仅要到县衙告我，还要去老三的书院闹。那样一来，老三还咋在这里读书啊？哎呀，不瞒你说，我家现在呀，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了。这不卖地能咋办呢？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咱南山村家家户户都靠着种地为生，视田地如性命。卖了地，你家这以后的日子恐怕不好过呀。我知道，李屠户给了你家50两银子，你这现如今还剩多少啊？要是差个3、5两银子，我就先借给你，好歹先把李屠户打发了，你看行不？哎呦，我的大侄儿，家里哪还有剩余啊？50两银子都给占才拿走了，就这些还不够呢。婶子，占才读书开销再大，这1年下来往多了说，20两银子足够用啊，也花不了50两银子啊。这更何况他们这才去镇里几天呀。李正，这就是你孤陋寡闻了。现在读书不比以前，不管干啥都得花钱。就拿我家老三来说吧，除去书院的费用、租房子的开销，再加上杂七杂八的钱，1年下来最少50两银子，不给他都拿上，我这心里不安生。所以这会儿我家是1文钱也没有了。吴保安无语，慈母多败儿，这陈占才根本不争气，书没读出个名堂，这花销却是越来越大。李正啊，你是为了我们家好，可我们不想摊上官司，你就帮着问问，看看谁想买地，最好明天就能拿到钱的，我们也好早点把银子给李屠户退回去啊。叔，婶子，我知道你们现在很为难，可土地那就是咱庄稼人的命根子呀，卖了也就没了呀。你们家人口多，将来吃啥，靠啥生存呢？这些事儿你们想过没有？李正啊，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，可现在刀架脖子，我能咋办？再者说了，我们家占财明年要是种了秀才，赋税就能减免，剩下的那些田地的收成足够我们一家人吃了。好吧，你们打算卖哪块地呀？村西那4亩多沙地，我也不多要啊，只要给我50两银子就行。按市面上的地价，50两银子确实合情合理，可村西那4亩多地沙地收成一般，算不上良田，估计短时间很难能够卖得出去啊。李正，你就费心帮着问问，最晚后天我必须得凑够50两银子才行。李正啊，你帮忙想想办法，必须得尽快把那块地卖出去啊。我知道你们着急用银子用，可时间仓促，要是2天我还有着些许的把握，可村西那几亩沙地，这村里人都知道咋回事，怕是没有人要啊。老头子，你说咋办？要不是你自作主张把老大一家分出去，能有今天这麻烦吗？你个死老头子，这会儿你来上我了，当时你干啥去了？咋不知道拦着点儿？我拦得住吗？你让我说话吗？我是把你嘴缝上了，还是给堵上了？我啥时候没让你说话？
你胡搅蛮缠。叔，婶子，木已成舟，你们就别为了分家的事后悔了，还是先想想卖哪块地合适吧，也好把眼前的难处给解决掉。你说卖哪块地？要不把咱家院子外那4亩地卖了吧？院外那4亩地是咱们村里最上等的田地了，咱家全靠那块地出粮食，这要是卖了，咱一家的口粮可不够吃啊。废话，我能不知道那是最好的地呀？咱家现在急用钱，其他地方的田地短时间根本卖不出去，只有好地方才会有人抢着买。唉，那就把村头那4亩地卖了吧。李正啊，既然村西的沙地没人要，就卖我家院子外那4亩地，你看能不能尽快卖出去啊？李正，那4亩地可是咱村里数1数2的好地方，按照市面上的价钱可不止50两银子吧？没错，正常来讲呢，能值60两银子，可你们着急卖，想要多卖，有点玄乎。那我家这不是亏大了？行了，别在乎那10两8两银子了，咱们这是等着银子急用，不吃点亏能行？好，那就卖吧。李正，那就劳您费心了。哎，婶子，别客气，作为一村里正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好好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陈老太又客气了一番，起身告辞。老头子，快看，那个没良心的死丫头过来了。老婆子，甭搭理他，咱们走。臭不要脸的，我现在真想上去掐死这个死丫头。要是她乖乖的嫁人，我也就不会让人堵着家门口追着命的要钱。等老三出息了，当上大官，咱们再修理他们这帮没良心的。臭不要脸的，别看你今天闹得欢，将来给你拉清单。死老婆子，你骂谁呢？你个死丫头，我骂猪骂狗，我愿意骂谁就骂谁，你管得着吗？老太婆，我告诉你，最好把嘴巴放干净一点，再敢满嘴喷粪，我不介意让你变成哑巴。你要干啥？老太婆，你最好别来招惹我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老婆子，别说了，赶紧跟我回家。李正叔，你这是要出门啊？我准备去村里办点事儿，你这找我有事儿吗？也没啥大事儿，要不你先去忙，我过一会儿再过来。你这丫头跟我客气啥？我能有啥急事儿啊？你奶和你们家分家又断亲，他们早晚有一天会后悔的。李正叔，这话怎么说？你恐怕还不知道吧？你爷奶一家做事儿丝毫不留后路啊！为了供养占才读书，这把家里败的都不成样子了。李正叔，是不是因为给李屠户退银子的事情？你咋知道的？陈占才一家匆匆的去了清水镇，就是怕李屠户来退亲。只要他们把钱带走，这吃进嘴里的肉是肯定不会吐出来的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陈老汉夫妇一定是来卖地的。没错，他们竟然想把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土地给卖了，你说这不是败家是啥呀？他们自己造的孽，以后有他们的苦头吃。谁说不是呢？你爹娘那么孝顺，他们都狠心撵出去，那陈占才只会嘴上功夫，你爷奶往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呀。李正叔，那块地他们打算卖多少钱？他们着急用钱，只要50两银子。那块地确实不错，我想买下那块地。青丫头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李正叔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那块地对我家至关重要，有了那块地，我们一家就能在那里盖房子，就不用和陈家走一个大门，这往后彼此干什么都方便很多。这块地虽说不贵，可50两银子也不是个小数目呀。你爷奶可说了，明天必须要拿到银子。李正叔，你能不能帮我把银子先垫上？用不了2天，我就能把银子还给你。李正叔，实话和你说吧，我昨天进山挖到了人参，卖个180两的银子应该不成问题，所以我才有把握买下那块地。你说你挖到人参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不过这件事情
我对我爹娘都没来得及说，所以您就放心吧。明天我就去清水镇，只要把人参卖了，立马就能把银子还给你。哎呀，青丫头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叔就答应你。但我手里没多少现银，得先用村里的公账把钱给付上，你可不能骗我呀。谢谢你，李正叔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为难的。行，那咱们走吧，去陈家谈谈，把银子给了他们，做好转让地契，那几亩良田就是你家的了。我来就是想向你报备一下，我昨天进山挖人参的时候救回来了一个人，现在这个人还昏迷不醒，我想等他醒了再让他离开。陈青青随即把救人经过大概说了一遍。你这孩子真是有一颗仁义之心呐，将来必有福报。过奖了，李正叔，我不过就是举手之劳而已。你家住的地方有限，要不把那人安顿到村里的城隍庙去吧，我再安排些人手，按时的给他送些吃喝，这样也能替你家减少些负担。谢谢李正叔的好意，不用麻烦大家了，这些我可以应付。啊，好，那以后有啥困难就尽管开口。谢谢李正叔，咱们走吧，去陈家买地。两个人朝着陈家走去。这地我不能卖给他，南山村任何人想买那块地我都卖，唯独他不行。陈老太太像是受到莫大的耻辱一般，怒目圆瞪地咆哮着。婶子，这青丫头买地给你银子，你不卖是啥意思啊？李正啊，不是我说你，我让你帮着卖地，可不是让你带个小丫头片子来捣乱的。她能买得起地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就是，这死丫头家里啥情况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她咋会拿出那么多银子买地呢？这不是拿我们当猴子耍吗？你们说的这是啥话？青丫头既然想买地，那肯定是带着诚意来的，银子绝对不会少你分文。行了，你啥也别说了。我看这死丫头就没安好良心，她一定是记恨我把他们一家分出去，所以怀恨在心，知道我们没有银子退给李屠户，故意来捣乱的，为的就是让李屠户来找我们家麻烦，他好解恨，看我们家的笑话。没错，我看呐，他就是良心不正。你别他娘的吹大牛腿了，看我们笑话，想买地把银子拿出来再说。就是，废话少说，有本事把银子拿出来。李正叔，把银子给他们吧。好，老婶子，这里呢是50两银子，赶紧把地契拿出来，我也好帮你们做买卖文书。这不可能，老头子，我就说这死丫头没干好事吧，你看，果然如此。哎呀，真不要脸，这银子我嫌脏，你赶紧拿走。怪不得你说啥也不嫁给李屠户呢，原来是攀上范财主这个高枝了。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幸亏把你们分出去了，不然丢人都丢到姥姥家了。老太婆，我今天是来买地的，至于你说看你们家的笑话，你可以这么理解，这地你今天不卖给我，我肯定不会错过明天的好戏。至于李屠户是扒了你家房子，还是去衙门告你，我倒是有一些小期待呢。你闭嘴！婶子，既然这块地你不卖了，那就留着吧。青丫头有银子，买谁家的地都是买。至于你早上拜托我的事儿，抱歉，我帮不了你。李正，你这是啥意思啊？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呐。婶子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你早上跟我说急用钱，今天必须把地给卖掉，可我把人都领来了，你又给我整这一出，你这不是拿我当猴耍吗？你家的事我管不了，你爱卖给谁卖给谁。青丫头，咱们走。别介呀！哎呀，你躲开，拦我干啥？李正，别走，咱有话好商量。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你就说卖还是不卖？行，这地我卖给他还不行吗？哼，那既然卖，就赶紧去拿地契，我现在就写转卖文书。好，我这就去拿。陈老太把地契送到吴保安的近前。李正，都在这儿，你过目。
吴保安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土地转让文书。行了，只要在文书上按上手印，这土地呢，可就跟你家再没有关系了。好，我知道。陈青青拿着地契回到家里，陈寒正在给救回的男子喂水。姐，你回来了，他还没醒。好，我看看。陈青青给男子把了脉，又做了一个简单的检查，发现胸腔的积液已经吸收，身上的毒也清除干净了。没醒的原因应该是头部受伤导致的。小韩，他受伤很严重，不会这么快醒过来。知道了，姐姐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青丫头，和李正打过招呼了吗？爹，放心吧，都说好了。把地契递给了林氏。娘，我把咱们家后面那几亩地买下来了，这是地契，你可要收好了。青丫头啊，你哪来的银子买地？是啊，青丫头，这块地是你爷奶一家收粮食最多的田地，能值5-60两银子，他们咋舍得卖掉？今天一早我去李正家，正好听说陈家在卖地，好像是为了给李屠户退钱。我想咱们也不能一直住在牛棚里，所以就把地买下来了。陈青青知道，想要解释清楚，必须得编织一个善意的谎言。爹娘，实话跟你们说，昨天怕你们担心，我没敢告诉你们。这个人其实是我在野狼谷下面救的，而且我还挖到了一颗人参。说完，从包里拿出了提前准备的人参，递到了陈展山夫妻面前。青丫头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咋能一个人去野狼谷呢？你是想吓死娘吗？哎呀，娘你别担心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爹娘，这颗人参怎么也能卖个180两的银子。等明天我去镇上卖了，咱们上秋就在那几亩地上盖一个漂亮的大房子。青丫头，这颗人参是你挖的，卖了银子你自己收好，万不可都留给家里用了。对，这地契啊你也收好了，娘咋能替你收着？哎呀娘，你跟我客气啥？这地契你拿着，银子呢我就自己收着，等以后我肯定会给爹娘谋一份稳定的差事。秀梅，你就听青丫头的安排吧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和你们商量一下。啥事儿？跟爹娘还这么客气？小韩也8岁了，正是读书的年纪，我想让小韩去孔府书院读书，所以我想明天带他去镇里。去镇里读书，1个月要2两银子的暑修，还是让小韩在家吧。爹，暑修的事情交给我，你不用担心。爹，我想去读书。小韩，你若是进了书院，必须刻苦攻读，不可辜负你姐对你的一番心意啊。爹，我会的。陈青青带着陈寒走出了村子，村口停着一辆老牛车，赶车的是村里的刘老憨。刘爷爷，我们去清水镇多少钱一个人？3文钱。很快便到了清水镇。刘爷爷，我们一会儿还回去，你能在这里等一会儿吗？都是一个村的，不急。姐，我真的能读书吗？当然了，不过你可一定要用功读书，就算考不上功名，这能读书识字也是一件好事。姐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像三叔那样，若是到了20岁我还是一无是处，那就证明我不是读书的料，我会乖乖回家种田的。好，姐相信你。陈青青想到今天是约定给范财主治病的日子，打定主意之后，便带着陈寒朝着范宅走去。小哥你好，我是给你们范老爷看病的大夫，今天来给他复诊，麻烦你往里通报一声。你谁啊？我们老爷的痒痒病早就好了，哪儿请什么大夫？走，赶紧走开，别没事找事儿啊！这位小哥，你们老爷的病还没有痊愈，虽然现在不痒了，要是不继续医治，那是会复发的。闭嘴！谁让你阻止我们家老爷的？啥叫复发？我们老爷已经好了，你没听见咋的？赶紧走！好吧，既然你们老爷的病已经痊愈，劳烦你通知石管家一声，让他出来把我的诊金结一下。这果然是来要银子的。小厮冷哼一声，哼，啥诊金？不都给过你了吗？咋还来要？打来，好得很。小哥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前天的100文是你们老爷给的赏钱，这诊金确实没付过。你胡说啥？我们老爷家大业大，会差你那几个小钱吗？
我看你真是活腻歪了，敢上我们范府来讹钱。哥几个，有个不长眼睛的来找麻烦，你们说咋办呢？能咋办？揍他个骨断筋折，看他长不长脑子。哎呦，揍他姐妹撇了他，要我看就给他送官，告他讹诈，让官老爷好好惩罚惩罚他，看他还敢不敢来范宅找事儿。姐，咱走吧。小韩，别怕，我再说一遍，范老爷的病看似已经好了，可是病根未除。今日你们若是不相信我，他日旧疾复发起来，这痒痒会比前几日更厉害。耽误病情，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。胡说八道！我们老爷昨日还在醉香楼快活了一夜呢，没痊愈，咋会有那份雅兴？那咱们走着瞧，有你们后悔的一天。滚滚滚，别吓唬人了，我们老爷好着呢。就是，再敢胡言乱语，小心我们对你不客气。陈青青一脸的淡然，带着陈寒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姐，咱们去哪儿？咱们先去药铺，然后姐带你去孔府书院报名。陈青青径直走向了妙手回春堂。姑娘，你咋又来了？苗大夫，我在山上挖到一颗人参，你看值多少银子？哦，快拿来我看看。这颗人参又大又粗，一看年份就不短，能长这么大也算是极品了。给你100两银子，你看可以吗？可以。他连忙拿出了100两银子递给陈青青。姑娘，以后再有这等品质的人参，可别忘了小店呐。这是自然。姐，咱们先去书院报名吧。小韩，咱们晚会儿去报名，姐带你去做2身衣服。姐，不用了，我这身衣服还能穿。听姐的。两人来到镇上最大的布庄。姐，给我买最便宜的粗布就行。小韩，你不用管，姐知道买什么料子。姑娘，这些都是小店新来的粗布，做衣服结实又耐穿，你看需要几尺？我想买棉布料子。小二吃了一惊，这2个人穿得这么寒酸，哪里像得起能买得起棉布的人？姑娘，粗布的衣服相比棉布更加结实耐穿，性价比更高啊。我知道粗布结实耐穿，可是棉布做的衣服更柔软更舒适，不是吗？对，姑娘所言极是。一匹布能够做几套衣服？一匹布大概能做4套衣服。那给我来一匹深蓝色的，一匹杏色的。小二哥，你再给我拿一匹灰色的粗布。好嘞，客官稍等，我这就给你拿布去。说话间，就听有人喊道：小二，最近来什么漂亮料子了？姑娘稍等啊，我先去招呼一下客人。就看到柳凤娇带着陈若兰从门口走进来。好的，不过我也很忙，你尽快把我的布料准备好。姑娘放心，我招呼一下客人，马上就过来。陈夫人，快里面请。昨天正好从江北新来了一批上好的绸缎料，质地上乘，保证您能相中。好，快带我去看看。柳凤娇一抬头就看到了陈青青，顿时一愣，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，他不由得眉头紧皱。哟，小二，你们咋让穷要饭的进来？赶紧撵走。陈夫人，这位姑娘是来买棉布的，你先挑着，我给她备齐货，就让她离开。小二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个人我认识，他们家里穷的连饭都吃不上，咋有余钱买棉布呢？我看你是被他唬住了吧？你胡说，我们不是要饭的，我们家有钱。姑娘，要不你先把钱结一下，我这就去给你拿布。陈青青强压着怒火，无视柳凤娇母女的挑衅。小二，2匹棉布，1匹粗布，一共多少银子？1匹棉布1两6钱银子，2匹3两2钱，再加上粗布8钱，一共是4两银子。小二，先等等。姑娘，怎么了？我说的怎么样？露馅儿了吧？没钱还装大尾巴狼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就是，连饭都吃不上的臭要饭花子，张嘴就要买棉布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姐，我不买新衣服了，咱们走吧。小韩别怕，
姐有钱给你买衣服。哼，陈青青，你也太不自量力了。别人不知道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你们家怕早就断粮了吧？还有钱一匹布一匹布的买，你买得起吗？我若是买得起布料，又当如何？你若买得起这3匹布料，我陈若兰就从这儿爬出去。可若你买不起，你不光要爬出去，你还要学狗吠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希望你不要反悔。陈青青，本小姐的好心情都被你给破坏了。你若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，就说你打扰到我逛街了，我就原谅你。没准我心情一好，会施舍给你几十粗布呢。青丫头，我们若兰心善，你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，赶紧给我们家若兰磕头道歉。我相信若兰一定会原谅你的。用不着，各位叔叔伯伯、婶子大娘，这位姑娘的话你们也听到了，劳烦你们给我做个见证。若是我买得起这几匹布料，这位姑娘就从这里爬出去。行，我们给你作证，她若是不爬，我们就不让她走。多谢各位叔叔婶子大伯大娘。说完，从布包里拿出一锭银子，啪的一声放在柜台上。小二，再加1匹棉布，一共是5两6钱，对不？对，姑娘算得太对了。陈若兰看着这白花花的银子，完全傻眼了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，她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银子？这位姑娘，愿赌服输，赶紧快爬出去吧。就是，人家穿的虽然不好，但不差钱啊。你看走了眼，不是谁呀都能任你欺负的。我还没见过娇滴滴的小姐学狗爬，这今儿可是大开眼界啊！陈若兰，你可看清楚了，我买不买得起1匹棉布？这银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，这银子就是千块冒充的。小二，你可要仔细看看，若收到假银，就算赔上你的脑袋也赔不起吧。青丫头，没银子你就别在这装大瓣蒜，花假银子被人告到官府，可是要坐牢的。看在你曾经喊我3婶的面子上，你赶紧给若兰磕头认错，这事儿呢也就过去了。我也算是不装的老熟人，会替你说句好话的。识相的赶紧跪下磕头，别把事情闹大，到时可就不好收场了。陈夫人，你认识这位姑娘？岂止认识啊，她是被我婆婆撵出家门的不孝孙女儿。我婆婆呀，本来给她选了一门好亲事，可这丫头闹死闹活的不嫁，任我们好话说尽就是不听，还风言风语的撺掇她爹娘分家，口口声声说离开我们会过上好日子。哼，我看她呀，就是想发财想议政了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还敢忤逆长辈，真是大逆不道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丫头一看就是一身反骨。和长辈闹分家，真是不孝啊！他胡说，他们给我姐找的是清水镇打死好几个媳妇的里屠户，根本不是好人家。姑娘，能否让在下验验银子？若是验过这银子是真的，就由着他们诬陷我吗？姑娘放心，本店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你这银子若是真的，那以后小店绝不会再让这2个人踏入我布庄一步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验吧。让开让开，我听说有人花假银子，人在哪儿？赶紧跟我去见官。王期长，你咋来了？被称作王期长的男子是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的基层差役。我刚路过此地，听说有人在此花假银子，特来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。这不知道大宁朝花假银是要被杀头的吗？王期长，没人花假钱，误会，纯属误会，这银子是真的。这个死丫头，她在哪里弄的银子？这怎么可能是真的？娘，咋办呢？偷的，这银子一定是她偷的。王期长，这丫头家里一穷二白，她不可能拿出来50两银子，这银子一定是她偷的，你快把她带去见官。对，我可以作证，他们家穷的连粥都喝不上，不可能有银子啊。陈若兰、柳凤娇，你们一会儿说我这银子是假的，一会儿说我是偷的，你们有证据吗？要是没有证据，最好不要乱说，不然
我告你们诬陷！你说这银子是你的，别人信我可不信。你们家啥样我能不知道？你就别狡辩了。我劝你实话实说，不然王旗长追究下来，定会把你抓去送官。我看你以后还咋有脸在南山村待下去？陈夫人，你说的可属实？旗长大人，这丫头和我都是南山村的，他们家穷的都掉渣渣，别说50两银子，就是5文钱他们都拿不出来。我娘说的是事实，我们拿人格担保，他的钱来路不正，齐长大人明察。你们胡说，这银子是我姐赚的，是我姐在野人谷挖人参卖的钱。陈寒，你咋学会撒谎了？还挖人参赚的？你以为人参那么好挖呀？专在山上等着你姐呢。还野狼谷？你知不知道野狼谷几十个男人结队都不敢去？真是满嘴胡说八道。我说的是真的，就是我姐挖到人参赚的银子，你们为啥要冤枉我姐？小孩，方圆百里的人谁不知道野狼谷啊？那里狼虫猛兽甚多，3、4个成年男子呢都不敢轻易的上山。你姐咋会挖到人参呢？就是啊，小孩，你实话实说，你们的银子到底咋来的？不说实话，可是要被割舌头的。真是我姐挖的人参卖的银子，我没说谎。王旗长，我想问一下，我拿着自己银子买布，先被别人诬陷说是假的，店掌柜检验之后，他们又说是我偷的，来路不正。请问若这银子真是我的，我被人如此诬陷，他们可是犯了诬告反作罪。如确是诬陷时，应杖30，服苦役半年。这若姑娘不能证明银子的来历，就要以偷窃罪论处，将会处以严厉的惩罚。好，既然王旗长这么说，那就请您派人到妙手挥春堂去一趟，把那里的苗掌柜请来，一问便知。来人啊，赶紧去把苗掌柜请来。是，王旗长。王旗长，我家里还有点事，你慢慢调查，我就先走了。快走！你给我站住！诬陷完了就想走，没这么容易吧？陈夫人，人家姑娘在我店好好的买东西，你上来就跟疯狗似的咬着这位姑娘不放，你居心何在？小儿，我们这不是也为你好吗？毕竟他们家以前是真穷。亏你爹还是个读书人，俗话说人无久富长贫，这个道理你们都不懂？合着在你们心里这位姑娘就不能有钱呗？就是啊，贫富轮流转，你凭啥说人家的银子是假的，现在又说是偷的？虽然说你们分家了，可终归也是亲戚啊，你们咋能这么埋汰人呢？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去请苗大夫的人折返了回来。苗大夫紧随其后，来到了王旗长的近前。王旗长，请老夫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苗大夫多有打扰，事关这位姑娘的清白。有人说这位姑娘的银子是偷盗所得，可这位姑娘却说是卖人参所得，所以特请你来询问有没有此事。这位姑娘确实在本店卖了1颗人参，价值100两纹银，绝不是盗窃所得。我所说之言可以用人格担保。好，谢谢苗大夫。哎，客气了，旗长办事我理应配合。苗大夫说完抱拳告辞。王旗长，既然事情已经明白了，那是不是该还我一个公道？来人啊，将2人拿下，杖责30，服苦役半年。青丫头，我可是你三婶，你可不能让旗长把我和你妹妹带走啊！亲姐姐，我错了，你快和旗长说说，这就是一个误会。误会？刚才你们母女2人咄咄逼人诬陷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这是一个误会？陈若兰，愿赌服输，你还是先从这里爬出去吧。我不爬。不爬？大宁朝提倡的是言出必行，一诺千金，说到就要做到。你若是不讲信用，这传扬出去，陈占才的女儿是个言而无信之人，我看你爹还怎么在孔府书院立足。柳凤娇的脸立刻黑了下来。他男人要考秀才，这将来还要考举人，身上不能有任何污点。哎呀，
齐长大哥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王齐长本就对柳凤娇有意。陈夫人，何事？齐长大哥，这都是误会。我们家战才你也认识，我经常和你家夫人一起打马吊。哎呀，你就饶了我这次吧，算我求你了。这个好像有点难办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诚意了。齐长大哥放心，只要不杖刑，让我干啥都行。王齐长心中会意，这位姑娘，既然他们诬陷你，肯定会受到责罚。此事也不算严重，按大宁朝律例，犯人若不想服刑，交5两银子即可免除杖刑和苦役。这位夫人愿意花钱买平安，此事也就算过去，你不可再追究。既然可以用银子解决，不过我和陈若兰的赌约他必须履行，从这个屋子给我爬出去，不然的话我不介意去孔府书院替他宣扬一番。那是自然，咱们大宁朝提倡的是言出必践，一诺千金。刘夫人，既然你女儿赌输了，就让她赶紧履行吧。好，我爬。陈若兰在陈青青面前跪了下去，每爬一步都觉得无比的屈辱。你给我等着，今日所受的屈辱，他日定得让你100倍1000倍偿还。围观的众人露出戏谑的微笑，就像是看猴子一样，看着陈若兰爬行的背影，陈青青心中毫无半分怜悯。若兰，咱们走，可你要回家。今日之事，多谢王齐长公正裁决。姑娘客气，维护清水镇治安是我职责所在，事情既已解决，都散了吧。姑娘住哪儿？我可以帮你把布料送家去。多谢小二哥，我家住在南山村，太远了，你可以帮我把布送到我回村的牛车上吗？可以。来到了清水镇城门口，把布放在牛车上。青丫头，你咋买这么多棉布啊？我爹娘的衣服都太破了，一人做2套也不是很多。刘爷爷，我还要带着陈寒去孔府书院一趟，顺便给家里添置一些东西，可能会比较占地方。车费多给您10文，一共是22文钱，您看可以吗？啊，可以，青丫头你去吧，我就在这儿等你，不着急回去啊。一路打听，来到了孔府书院。小寒，姐每天都教你背诵心算，你还记得吗？姐，记得的。不管夫子考你什么，你就回想一下姐教你的知识对答，姐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我知道了。学生陈寒见过夫子。你今年几岁？回夫子，学生年方8岁。可曾识字？学生的姐姐教我识得数百字，且能简单书写。算术可通？加减乘除略会1、2。若遇他人有难，你当如何处置？当以善念助之，解其困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此子聪慧善良，可入吾学府。多谢夫子，学生定能刻苦读书，不辜负夫子希望。好，5日后学院开课，带好行李，笔墨纸砚前来，还有束修2两银子1个月。你若是在学院吃住，1学期的住宿费加上伙食费是5两银子，记得带来。学生谨记。姐，我通过了。我就知道小寒最棒了，以后你要努力读书，姐还指望着你长大以后给我撑腰呢。3房一家一直以读书人的身份自傲，陈战才都30多岁了，连个秀才都没考上。若是你能考上，也算是给爹娘争了光，知道吗？姐，我懂了。姐，每个月要交2两银子的束修，1年书院要开课10个月，再加上吃住5两银子，算下来就要25两银子。咱家的负担是不是太重了？爹娘会不会太辛苦啊？小寒，这些事情你别操心，只管用心读书就成。银子的事情姐会想办法。我再和你说一遍，你要做的就是勤奋苦读，争取将来有大出息，成为对朝廷有用之人，不要被困在这山野之间。姐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一定努力读书，争取早日考取功名，让姐姐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姐姐，让爹娘过上好日子。买好学习用的一切，陈青青又来到了糕点铺，她打算买1盒糕点给陈占良夫妻送去。2房一家确实在他们家最难过的时候悄悄地伸出过援手。陈青青又去了粮铺，一口气买了100斤的精米，花了2两银子，
又买了50斤的白面，又去肉铺买了2斤猪肉，花去了50文。猪板油贵一些，40文1斤，买了5斤。赤红糖就更是贵得吓人，要100文1斤。为了吃上一顿红烧肉，陈青青毫不犹豫地买了2斤，又买了食盐等调料，杂七杂八的都算上，今天一共花了12两银子。买好一切之后，陈青青带着陈寒往城门口走去。姐，我有好长时间没看到大哥了，要不咱们去看看吧？小寒，咱们出来已经够久了，不能让爹娘在家担心。再过几天你就要去镇里读书了，以后想见大哥有的是机会，咱们下次再去吧。好的姐，我听你的。牛车缓缓地朝着南山村驶去。姐，你快看，那不是爷奶吗？这2个老家伙一定是去给李屠户送银子去了。小寒，别人家的事情咱们不管，别看了。陈寒点点头。2个人被李屠户连损带吓唬，一直快到中午，这才把银子收下，放2人离开。老头子，别走了，拦住刘老汉，让他少再来几步。陈老汉早就被李屠户吓得丢了3魂，双腿像是棉花一样软绵绵的。听了陈老太的建议，点头同意。刘老弟，我和你大哥去走亲戚，天热的实在走不动了，能不能行好，让我们坐车回去啊？哎，行嘞，忠厚大哥老嫂子，赶紧上车吧。刘老汉，你咋啥人都跟拉？老嫂子，亲丫头坐车给钱，我为啥不能拉她呀？倒是你愿意坐就坐，不想坐就给我下车。老汉呐，你嫂子口无遮拦，也就是随便一说啊，随便一说，你别跟她计较啊。咱们快走吧啊！陈老太被噎得半晌说不出话来，看着车上成匹的棉布，还有盛口袋的米面，尴尬地笑着转移话题。刘老弟，你这是发财了，咋买这么多好吃的？我一个赶车的，哪买得起这些呀？都是亲丫头买的。亲丫头啊是个孝顺的孩子，卖了人参就想着让爹娘吃上好的。占山2口子有福气呀。他狠狠地白了一眼陈青青，朝同样咬牙切齿的陈老汉指桑骂槐地骂了一句：你个老不死的，瞅我瞪啥眼睛？今天我就让你张阔张阔，过几天我再收拾你。老婆子，你干啥？我咋了？砸你娘的腿儿！老实坐着得了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？我招你惹你了？你骂我干啥呀？骂你咋了？骂你也得给我听着。老嫂子，你们2口子要是吵嘴架，就下车吵去，别坐车上瞎叫嚷。要是把牛给弄毛了，咱们都得栽沟里去。好，赶紧走吧，我不说话了。刘爷爷，一会儿你能不能帮我把东西送回家？行。哎呀，你这孩子客气啥呀？以后再去镇里呀，提前说一声就行了。刘爷爷，过几天陈寒要去镇里读书，到时候免不了要麻烦你。韩小子要去读书了？哎呀，这是好事啊！哪天去报道啊？爷爷拉你们去，绝不收钱。好的，谢谢刘爷爷。亲丫头啊，回来了，去镇里可把人参卖了？婶子，镇里的药铺正缺人参，回春堂的苗大夫就收了，买了100两的银子。陈青青笑着从牛车上拿下了一口新锅，5口碗筷，又拿了一盒点心。婶子，我从你家借的锅和碗筷都用旧了，也不好再还给你。今天去镇里就正好顺路给你买了一套新的，本来应该亲自给您送家去，这不碰上了，就正好给您。也不知道婶子爱吃啥，就在镇里的点心铺给您买了一盒如意糕，您别嫌弃。嗨，乡里乡亲的，这事儿啊，搁谁都会帮忙的。你这孩子呀，跟我还客气啥？点心拿回去啊，给你娘吃，我可不能收。婶子，要不是你把锅碗寄给我，我们家连饭都没法煮，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，您可一定要收下。真是个知道感恩的好孩子呀！你爷爷奶奶把你们一家撵出来，我看呢，他们早晚要后悔的。陈青青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你说谁后悔？要说后悔也是他们，买个破人参，那点银子能花一辈子是咋的？等我家老三一朝得中，
他们一家别想跟着沾光。别说你三儿子还没考上，就算是考上了，我们也不稀罕。好，我看你个死丫头嘴硬到啥时候，咱们等着瞧。爹娘，我们回来了。陈青青紧随其后。青丫头，你咋又买肉了？娘，我姐不止买了肉，还买了好多布，好多米。你快去卸车，刘爷爷还在门口等着呢。好嘞，我们来了。青丫头，买这么多东西得花多少银子呀？咱们也不能顿顿喝粥吧，这点粮食也不多，先吃着，等女儿赚了大钱，咱们以后会吃得更好。你这丫头，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，攒着点留着以后当嫁妆。娘，女儿才16岁，这嫁人还早呢。再说了，你和爹辛苦了半辈子，这是女儿孝敬你们的。行了，秀梅，快点卸车吧。东西很快就被卸到了屋里。爹娘，我姐已经在书院给我报了名，再过几天儿子就要去书院读书了，儿子一定努力替你们争光。小韩，既然你姐让你读书，你莫不可辜负你姐的心意。爹，我懂。爹，等过几天我治好了范财主的痒痒病，拿了诊金，咱们就动手建房子，争取今年冬天下雪之前住进新房。青丫头，赚钱不易，爹娘不能拖累你。爹，咱们一家被撵出来的时候我就发过誓，一定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我知道爹心疼女儿，自小家里穷，有好吃的你和娘都会留给我。现在女儿长大了，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了，就让女儿来孝敬你们吧。好，爹听你的。饭后，陈青青拿起提前准备好的点心，悄悄地来到了陈占良夫妻的家门口。二叔、二婶儿在屋里吗？青丫头，这么晚了你咋来了？二婶儿，我二叔他们呢？别提了，你爷奶啊，不知道撞了哪门子邪，看见你挖了人参，眼红得发疯，非得让你二叔和俩弟弟跟着进山。你说这大晚上的能看见啥？二婶儿，他们上哪座山了？别担心，你爷惜命着呢，出去也就是糊弄一下你奶，不会走太远的。二婶儿，这是侄女给您买的点心，您和二叔尝尝。你这丫头，咱们又不是外人，这么破费干啥？二婶儿，前一阵我们家遇到了困难，幸亏你送去的干粮，我们才能渡过难关。您这份恩情，侄女是不会忘的。这点心就当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您就收下吧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一辆马车停在大门外，一个家仆打扮的男子神色慌张地跑进院子，朝着陈青青躬身施礼。陈姑娘，我家老爷又犯病了，特吩咐小的来接您过去。我治不好你们家老爷的病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。陈姑娘这说的哪儿话呀？你可是咱方圆百里的神医呀，只有您能救我家老爷的命啊！你要是不去的话，小的回去没法交差呀。见陈青青不理他，男子有一些着急。陈姑娘，你行行好，我家老爷现在痒痒的嗷嗷直叫啊，眼看着就要不行了，就劳您大驾赶紧过去给他扎上几针吧。昨日我去给你们范老爷复诊，可这看门的小厮说啥也不让我进去，口口声声说你们老爷已经痊愈，既然好了，他来请我做什么？这本来已经好了，这谁知道昨晚上又开始痒痒了。你家老爷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，这我去了也是白搭。陈姑娘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跟小的去一趟吧，不然我们家老爷呀，非得扒了我的皮不可呀。唉，你家老爷已经病入膏肓，就算是我去了，这也无能为力，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。哎呦，陈姑娘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还是跟我去一趟吧，要不然小的回去真没法交差呀。你还是请回吧，趁着你家老爷还能吃能喝，让他好好享受这剩下的日子吧。男子知道说再多也是无济于事，摇头叹气，转身驾上马车走了。快去看看陈姑娘来了没有，赶紧让她给我扎几针，快痒痒死我了，哎呀！范夫人急得满头是汗，不住的安抚。哎呦，老爷啊，您先忍忍，已经派人去请陈姑娘了啊，估计一会儿就到了。哎呦，不行了，快，痒痒死我了！范统歪着脖子朝站在一旁的史太寿喊道：“你赶紧过来，快，给我挠挠！”史太寿暗自鄙夷，连郎中的话都不听，活该你受罪。
咋不养死你呢？他心里虽然把饭桶骂了个狗血淋头，哎呦喂，我的老爷，咋让你受这份罪呢？哎呦，小的心疼死了，真想替你受罪呀！老爷，感觉咋样？有没有觉得舒服点？使点劲儿，好像越挠越痒痒了。哦，老爷，这力度行吧？石太臭，别挠了，赶紧滚去看看陈姑娘来了没有。要是没来，再派人去催。哎，好，老爷，我这就去啊。哎，爹，你就忍忍吧，别哇哇乱叫了啊！这吵得我脑瓜仁都疼。臭小子，你说的简单，我能忍得住吗？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这能赖谁？还不是你自己造成的。混账东西！你说啥？啥叫我自己造成的？我想得痒痒病吗？你别不爱听啊！要是你昨天把人家陈姑娘请进来，也就不至于再遭这份罪了。闭嘴！你他娘的还埋怨上我了？你当我想遭这份罪呀？我不也是为了省下那20两银子吗？要知道这病如此顽固，昨天说啥？也不应该把陈姑娘拒之门外。行了，爹啊，你别一说话就瞪眼睛。陈姑娘那是多好的女孩子，你咋能昧着良心不想给人家枕巾呢？当时我就跟你说，我看上了陈姑娘，可你却说也想纳她为小妾，这口口声声让我打消这个念头。既然爹喜欢呢，这做我儿子的肯定不能和你争啊，这可你要行动起来啊，放着好事不干，竟想赖着那20两银子。要知道你这么不靠谱，这我咋着也得跟陈姑娘好好沟通沟通，这说不定她这会儿已经成你儿媳妇了，有她在咱家，你还至于遭这份罪？你说你办的这叫啥事儿啊？你这个不孝的混账东西，满嘴胡咧咧啥？看我不打死你！娘，你看我爹，这说过的话不承认，还想打人。坤儿，你爹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就别再揭他的短，让他难堪了。行，我不说话了还不行吗？话音刚落，就见史太寿急匆匆地走进来。老爷，夫人，去接陈姑娘的王二回来了。哎，太好了，快把陈姑娘请进来。夫人，陈姑娘没来，到底是咋回事？陈姑娘为啥没来？夫人，还是让王二跟你说吧。王二，你赶紧进来，和夫人说说到底咋回事？陈姑娘为啥不来呀？王二低着头走到了近前。启禀夫人，陈姑娘说老爷病入膏肓，已经错过了治病的最好时机，她就算来了也无能为力。什么？这意思就是说老爷快不行了？范夫人听闻噩耗如雷炸顶，脚下一软，险些栽倒在地。老爷啊，你的命也太苦了吧，年纪轻轻的就要驾鹤西去啊，你不能就这样撇下我们母子撒手不管啊！你别吓唬我，陈姑娘到底咋说的？你一字不落的再说一遍。老爷，小的不敢撒谎。陈姑娘说了，她就算来了也无能为力，让我告诉你，趁着还能吃能喝，就赶紧享受剩下的日子吧。王二担心受罚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饭头他后悔的要死，早知道陈青青没骗人，他说啥也不能为了省20两银子就拿自己的命闹着玩。夫人，现在咋办？难道我就在家等死了吗？爹，你还这么年轻就要走了，儿子舍不得你啊。爹也舍不得你呀，爹不想死呀。老爷，既然你的病现在已经是药石无灵，你还有啥想吃的想玩的，你就说出来，我觉得都满足你。爹，现在说啥都晚了，你能有今天，这纯粹就是你自己把自己作死的。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，你还是赶紧交代一下后事吧。咱后院那3房小妾都挺好看，这以后你也用不上了，就都留给我得了。这我争取努力努力，让他们给咱们老范家开枝散叶，多生几个儿子。这往后给你烧纸添坟，你在阴间也好有钱花。你个混账东西，爹都是快死的人了，你一点不难过不说，竟还惦记上我的女人了。
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个混账东西！反悔一跺脚，继续冒傻气。爹，你咋这么小气呢？不是我说你啊，你都死了还霸占着那些女人干啥？那后院没人陪，他们多寂寞呀！儿子这也不是为他们排忧解难吗？你咋不知道好赖呢？你还敢说风凉话！来人呀，把他拉出去，打死这个不孝的混账东西！老爷啊，您别生气，欢儿还是个孩子，话说的有点难听啊，可你也不能打死他呀，他可是咱范家唯一的男丁啊，若他有点意外，咱范家可就成绝户了呀。唉，魂儿呀，爹已是快死的人了，你就别气我了。难道你想让你爹死不瞑目吗？魂儿，你赶紧过来，跟你爹说说知心话。娘，我觉得我爹死不了。死不了？魂儿，你快说说，你这话是啥意思？儿啊，你咋觉得爹死不了？你快说给爹听听。爹，这当时你以为病好了，用不着陈姑娘了，就昧着良心想省下那20两银子。虽说这种缺德事儿咱家以前没少干，这可陈姑娘一看就是个与众不同的主，这我估计她一定是看出了你的意图，这个亏她肯定不能吃，所以故意不来给你治病，就是想拿捏一下咱家。她一个小姑娘不可能有这样的城府。再者说，当天给我扎完针，她就说我这病没去根，还得配合她再用银针医治2个疗程，都怪我高估了自己的身体。爹，说你傻你也不爱听，咱们家在清水镇都是出了名的吝啬，老鼠洞里有半文钱你都恨不得抠出来。那陈姑娘一定事先了解咱们家的为人处事，这所以才故意留了一手。你闭嘴，你个胳膊肘往外拐不孝的东西，没事净往老子头上扣屎盆子。啥叫出了名的吝啬？我要是不这么干，你能过上富家少爷的快活日子？真他娘的不知足！要是没老子处处算计，你就得要饭吃去。小气鬼就是小气鬼，还不爱听。行，算我没说，你就等死吧。石太寿猛地一拍脑门：哎呀，老爷，少爷的话在理呀。陈姑娘是南山村人，那天我去贴告示，他们村的人以前给咱们干过活，本来说好一天10文钱的，可人家干了半个月，咱们才一人给了50文钱。这事儿啊，陈姑娘肯定听说了，所以她才留了一手。就是嘛，你们不想给陈姑娘诊金，她肯定心知肚明，受了这等委屈，她岂能善罢甘休？你现在旧病复发想起来了，想接人家来给看病，可能吗？陈姑娘绝对是生气，不想伺候你了，所以才不来的。老爷，你看看咱儿子这脑袋多灵透啊，应该啊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是啊，儿子随我，真是足智多谋。刚才你还骂儿子傻呢。我就是随口说说，谁不知道我最疼儿子了。史太超，你这个不干好事的玩意儿，要是你能说句人话，我也不会再遭这罪。你看看现在，快痒痒死我了！哎呦，老爷，这跟我有啥关系呀？不是你说的痒痒病已经好了，不让陈姑娘进范宅吧？这现在咋还赖上我了呢？我不让她进范宅，你就听我的，你就不能劝劝我？要你这管家啥用？哎呦，我的大老爷呀，我就算劝你，你也不听我的呀！别狡辩，你亲自去南山村，不管你用啥办法，一定把陈姑娘给我请过来。老爷，万一啊，我说万一啊，这万一他要是还不来呢？少废话，不管这次你用什么办法，都得把他给我请来。要是你做不到，你就别回来见我。老爷放心，小的就是磕头作揖，也要把陈姑娘给请来。好，快点去吧。哎呦，啊！南山村，青丫头啊，范财主到底得了啥病？咋耽误了一天就没法治了？娘，范财主的病我能治好，我就是看不惯他仗势欺人、以强欺弱的品行，所以想吓唬吓唬他。谁都知道范财主欺男霸女、无恶不作，他可不是咱们这种小门小户能得罪得起的。姨娘看呐，你还是别去了，
万一他要是发现你在骗他，娘怕你吃亏呀。哎呀，娘您放心，这范财主的病只有我能治，在我没治好之前，他不敢对我怎么样。青丫头，我觉得你娘说的对，你妹人参也赚了不少钱，还买了4亩良田，只要节俭一些，咱家以后不至于饿肚子。范家你就别去了。爹娘，你们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青丫头，屋里的病人我已经给他喂过食，也翻过身了，你就放心吧。我今天要去镇里码头看看有没有活计，可能会晚点回来。你要去范家，一定注意安全，要是遇到啥危险，记得去酒楼找你大哥啊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爹，你回来的时候去镇里的铁匠铺买一把锁头，咱们家现在这么多粮食，还是锁起来安全，不然娘要是有事出去，家里没人看门，这粮食被人扛走都不知道是谁干的。青丫头，买锁头有200文钱足够了，你给的太多了。爹，这钱你拿着，要是回来晚了，中午在镇里买一些吃食。好，爹听你的。石太寿带着车夫一路疾驰，直奔南山村而来。陈姑娘在吗？我来接你去给我家老爷看病了呀。石管家，你还有事吗？陈姑娘安好，在下奉我家老爷之命前来接你。石管家，恐怕让你白跑一趟了。小厮回去没和你说吗？你家老爷的病情已经被耽误，我治不了，您请回吧。石太寿已经料到他会拒绝，心里暗骂饭桶不讲信誉，这昧着良心不给诊金，活该人家有脾气不给你治。哎呀，陈姑娘，昨个没让你进门的家仆啊，我家老爷已经重重罚过了，还请陈姑娘大人有大量，别和下人们计较，您就受累随我走一趟吧。石管家的意思是说我心眼小，没有格局了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陈姑娘千万不要误会。石太寿的额头冒出了冷汗，暗暗咬牙。陈姑娘，昨个我家里有事儿，不在范宅，我们老爷也出门访友，忘记了你给范老爷复诊的日子，所以陈姑娘去的时候啊，我们都不知情啊。到了晚上才听下人说起，我家老爷当时就怒了呀，已经把看门的家仆啊发卖给了人牙子，并让我昨天晚上连夜来接姑娘啊。可我见天色已晚，觉得我们老爷的精神状态还不错，又怕夜黑姑娘路上有所闪失，所以就耽搁了。这都是我的错，陈姑娘就可怜可怜我，随我走一趟，不然在下真没法交代呀。石管家，不是我见死不救，而是你家老爷已经错过最佳的治病时期，就算我去了，也不一定能够治好他的烂气之病。哎呀，陈姑娘，你医术高明，不管能不能治好我家老爷，您就跟我走一趟吧，我求你了。好吧，我就跟你走一趟，毕竟这也不能让你为难不是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我只能尽力而为。若是你家老爷的烂气之症已经累及肾脏，那我也无力回天。哎呀，陈姑娘真是不拘小节，大人有大量啊。那咱们赶紧上路吧。那好，走吧。范宅，陈姑娘救命呀！快帮我扎上几针，我快要痒死了。陈姑娘啊，求求你快救救他吧。范夫人莫急，待我给范老爷检查一番再下定论。哎，好，来，陈姑娘，请。陈青青来到饭桶床前，装模作样的开始检查，先是诊脉，又看了看舌苔。检查之后，她的脸色变得凝重了起来，不住的摇头叹气。陈姑娘，我的病怎么样？病情不容乐观，你这烂气症变得更严重了。啥？严重了？陈姑娘，求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家老爷。哎呀，又开始痒了，痒死我了！陈姑娘，你先帮我止住痒，我要受不了了啊！你先躺好，不要乱动，我先帮你扎上几针，先止痒。好，我不动。陈青青先在他肚皮上的穴位扎了几针，然后才把肚脐眼里的虱子扎死大半，又留下2只肥胖的大虱子，为的就是好好惩治他一番。好了，范老爷感觉怎么样？
神医，不愧是神医呀！陈姑娘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手到病除，一点都不痒了。老爷，你真的不痒了？真不痒了，你看，病全好了，跟没事人一样。嘿嘿嘿嘿嘿。爹，你现在还没好利索，这还不是高兴的时候，赶紧让陈姑娘再给你开上几副药，我找地方给你淘到马尿去啊。陈姑娘，我家老爷可是按照你的药方一直在吃药啊。既然这烂奇病还有救，就麻烦陈姑娘费心，一定要治好我家老爷的病啊。刚才你说我的病情加重，是不是药量也得增大？你现在的病变得比较复杂，就是喝再多的药也无济于事。你这话啥意思啊？你以后啊就该吃吃该喝喝，凡事别往心里搁，想开点就完事儿了。你个混小子，啥叫想开点？给老子滚一边去！咋说着说着就要给我整没了？混儿，别乱搭话，还是听陈姑娘怎么说吧。真是不知好赖，就请陈姑娘再开几剂良方，救救我家老爷吧。范老爷，不是我不想救你，而是你这个病有一些棘手，这不好办啊。虽说经过我的救治，你表面跟个好人似的，但是3天之后这病还是会复发。上次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，你得的是烂奇之症，这奇是五脏六腑之本，元气归脏之根，上通心神，下交肾经，乃生命之门。现在你的心肠已经开始溃烂，要想彻底根治此病，怕是难如登天。陈姑娘，救救我，我不想养死，求求你想想办法，只要能治好我的病，花再多的银子我都愿意。是啊，陈姑娘，我们家有钱，只要你能治好我家老爷的病，定当重谢呀。陈姑娘，请你帮忙，再给我开上1剂良药，这次你就是让我吃屎我都愿意。不是想赖诊金吗？今儿个他就让你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你的病确实有一些棘手，简单的药材根本无济于事，要想治好你的烂奇病，这确实有一些困难。棘手？意思就是我还有救。陈姑娘，需要啥你就直说，只要是银子能买到的，就难不到我范家。我范家可是清水镇的大财主，只要能治好我爹的病，不惜千金。就是，陈姑娘啊，就快点开药吧。要想根治范老爷的病，我有2种方案。第一种可以彻底治愈，还能延年益寿，长命100岁，但是需要的药材也是相对难寻。第2种药材倒是常见，但是可能会随时复发，这怎么治你们商量一下吧。这有啥可商量的？第1种方案，我家不差钱，能治好我爹的痒病，还能让他变成老不死的，这当然是最好的方案。不管花多少的银子，只要能把我家老爷的病去根儿就行了。第1种方法所需要的第1味药材乃是天山雪莲，且要100年以上的方能有效。陈姑娘，这些材料也太稀罕了，就算有钱也买不到啊。这第2味药是深海珍珠，要鸡蛋大小，光泽圆润，且不能有一丝瑕疵。深海珍珠要鸡蛋大小，这不好找吧？还有这第3味药乃是千年灵芝，必须是完整无缺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陈姑娘，这几味药在下只听说过，却不曾见过，哪里能寻得到？见他们被自己唬住，陈青青心中暗自得意。这几味药材乃是治好你烂奇病的最好良剂，不仅能够去根，还能延年益寿，也是治疗烂奇病最上乘的药材。必须要辅以大雪那天的雪水1升，谷雨那天雨水1升，白露那天露水6钱，霜降当天寒霜6钱，配以梅花、荷花、杏花、菊花各32朵，制成割卵大小药丸，连续服用7天，方可治愈此病。别说是那3种珍贵的药材，就是这4种节气的水，1年之内也未必能攒够，这简直难如登天呀！要是凑不齐这3种药材，难不成我家老爷就得等死？陈姑娘，你还是说说第2种方法吧。这第2种方法的药材倒是极为常见，但是风险极大。到底是啥药材呀？有啥风险呢？这烂奇病乃是邪风所致，想要控制此毒，必须以毒攻毒。所以这第2种法子要寻得世间最毒的毒物，分别是银环蛇、毒蝎子、毒蜘蛛、毒蜂，还有鹤顶红。
然后将这5种毒药配以人参、鹿茸各种药物，按顺序放入特定的药炉中淬炼3天3夜，待熬制成功，连服3天，再经过我的针灸，以后会不会复发，就看范老爷的造化了。好，就用第2种方法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我就不信我范统会死于烂茄病，不就是以毒攻毒吗？我不怕。既然范老爷选第2种方法，那就快去准备原料吧。目前你的痒已经止住，3天之内必须把药材找齐，我好炼药。人参、鹿茸，我家里倒是有，可那几种毒物，怕是不好寻的。要不我多给你一些银子，你代为寻找如何？鹤顶红药铺就能购买。另外4种毒物，据说在野狼谷便能寻到，还是范老爷亲自派人去寻。我怕被毒虫咬到，这玩意儿咬上一口可是会丧命的。老爷，陈姑娘既然是大夫，又知道野狼谷有这几种毒物，那小的建议就让陈姑娘去找寻。万一小的们不认识或者找不到，那岂不是耽误了老爷的病情吗？对，陈姑娘，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你若是能找来这几种毒物，我定以100两白银答谢。好，既然范老爷信任我，那我就尽力而为。不过这野狼谷狼虫甚多，我一个人肯定不能独自前往。既然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给陈老爷采药，你是不是该把承诺的诊金付了？能不能治好了再给你诊金？既然范老爷不相信我，那就另请他人吧。别，史太臭，快去取100两白银。是老爷。陈姑娘，这是100两银票，你收好。我家老爷的顽疾呀，就拜托你了。史管家放心，这既然收了范家的银子，我定当殚精竭虑治好范老爷。若是不能解其痛楚，这银子我怎么拿，就怎么给你们送回来。既然如此，陈姑娘快去寻药吧。陈老爷，我去找毒物之前，必须把其他的辅药先配齐，不然毒物抓回来不能及时炼药，恐怕会影响药效的。陈青青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史太超，马上去准备些上好的人参虫草，给陈姑娘带回去配制药丸。我这就去取，每样准备多少合适啊？陈姑娘，这些药得备上多少？人参10颗，虫草5斤，鹿茸10斤。啥？10克人参，10克灵芝，10斤鹿茸？陈姑娘，这人参、虫草、鹿茸可都是大补之药，我爹要是吃了这些东西，这不得鼻孔窜血啊！正因为是大补之物，所以才让你们准备的。你爹现在心肠已经开始溃烂，这普通的草药根本无济于事，要想彻底根治，必须得毒药配以滋补药才行。你想想看，光是用毒药，别说是5种，就是其中1种也能要你爹的命。要想去除毒风，必须配以滋补药物，免得你爹的身体受不住一命呜呼。得嘞，爹，你听见了吗？你还天天骂我败家。现在这事闹的，这明明几泡尿就能治好的病，现在人参灵芝都使上了，那可是银子。虫草鹿茸不算，单说人参，1颗就得100多两银子，10颗可就是1000多两。这些银子够我找多少姑娘了？这够逛多少次醉香楼的了？想想我就着急啊！你这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吗？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说什么混账话？是你爹命重要，还是你逛窑子重要？赶紧滚一边待着去！陈姑娘，这几味药能不能少点儿？那些可都是我积攒多年的宝贝呀！你有没有搞错？这是在给你看病，不是买菜，还可以讨价还价。我可不是危言耸听，你的病要是不及时救治，这3日之后定会反复。6日之后，若是不能及时服药，到时候你就是拿出1车的人参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到时候你就等着烂到腹破肠流吧。这番话还真的是把饭桶给唬住了，他可不敢拿他的老命开玩笑。史管家，去把陈姑娘要的那参虫草和鹿茸如数拿来。好嘞，老爷，我这就去准备。请陈姑娘过目，上等的4品人参10颗，冬虫夏草5斤，鹿茸10斤，都在这儿了。陈青青嘴角上扬，心里很是得意，原本还在为着升级发愁。好的，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上，我即刻启程去野狼谷，抓到毒物就开始炼药，尽量3天之后来给范老爷复诊。陈姑娘，你先去野狼谷找毒物，找到毒物再来范府制药，我也好让下人们给你帮帮忙，打打下手。范老爷这是不相信我，我是配制药丸，
不是烧泔水喂猪，你的下人能帮上什么忙？不，陈姑娘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让下人帮着你干些粗活，你也能轻巧些，主要就是怕把你累着。依我看，你不是怕我累，是怕你的人参少了吧？陈姑娘真会开玩笑，把我想的也太小心眼了，我哪能怀疑你私吞我的人参呢？爹，你可真会睁眼说瞎话哈！看看你脸红的跟个猴屁股似的，这肯定是让陈姑娘戳中你的肺管子了。你一个不过脑子的二百五，给我闭嘴！我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本来就是嘛，防人跟防贼似的，你要有本事就别让陈姑娘给你治病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我都懂的道理，你咋就不知道呢？范老爷，我提前把话说清楚，给你配制药丸的过程是相当繁琐，稍有差池就可能会前功尽弃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我可以告诉你们制作方法，你们自行去寻找毒物，然后找大夫制药。可这万一出现差池，轻则不管用，重则服用后会当场中毒而亡，孰轻孰重，你们自行裁断。既然你不相信我的话，那就另请高明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行一步了。别，我对你是100个放心，我就是怕你太累，所以才想让你留在范府炼药。既然你不理解我的一片好心，我就不勉强了。陈姑娘啊，去野狼谷找五毒，实在是放心不下呀，就让石管家带着2个小厮跟着你结伴前往，彼此也有个照应，不是？夫人所言甚是，所言甚是。多谢范老爷范夫人美意，如此我们即刻启程。若是再耽搁下去，今天可就没法去野狼谷了。好，石管家赶紧带上2个家仆，随陈姑娘去野狼谷采药，不把药炼制好，你们就别回来见我。石太寿额头上下起了一层冷汗。野狼谷狼虫出没，据说进去的人有来无回。是老爷，小的明白。陈姑娘，这药什么时候能配置好？这配药可是一个精细活，范老爷大可放心。经过我刚刚施针，你的烂奇病已经被控制住，毒气不会这么快被蔓延。我尽力在3日之内把药丸做好给你送过来。好，如此有劳陈姑娘了。陈姑娘，为了答谢你给我止住了瘙痒，并帮我炼制药丸，我亲自送你出门。范老爷留步，这烂奇病最忌见风，为了不让风毒扩散太快，我建议范老爷没事不要出门瞎溜达，还是在屋内调养的好。见风还不行？爹，见风容易丧命，在屋好好养着，我替你去送陈姑娘。好。陈姑娘真是妙手神医啊，扎上几针就能起死回生，厉害，实在是太厉害了，这佩服得我五体投地。今天晚上我就摆上一桌好的酒席，好好和你畅聊一番。姑娘意下如何？陈青青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，不必了，我和你没什么好聊的。石太寿见范魂泛起了花痴，立刻出言提醒：哎呀，少爷，老爷还等着陈姑娘的药救命呢。滚一边等着去！我和陈姑娘说话，有你搭茬的份儿吗？石太寿愤愤不平，还真是老子英雄而好汉，老子混账而混蛋。陈姑娘，你在此稍等，我去喊车夫过来，咱们就出发啊。陈青青点了点头。陈姑娘，这我从见到你那天起就把你当成了红颜知己。这些年我吃不香睡不着，满脑子全是陈姑娘音容笑貌，这一直想找机会和姑娘谈谈心，唠唠嗑，说说知心话呢。范少爷，你爹还等着我去一郎谷采药呢，你要是再耽搁下去，恐怕他性命不保。不急，我爹肥头大耳，面色红润，哪像个将死之人啊？你的话也就能吓唬吓唬我爹，我可不信。范少爷，可莫要轻视你爹的病，他虽然面色不错，但其实是回光返照，若是不及时医治，恐怕活不了10天半个月。陈姑娘可别吓唬我了，你还说我得了大病，说我腰子已经过度劳损，毒气正在悄悄扩散，让我禁欲禁色，这当时差点没把我给吓死，这害得我整整忍了2天没进女色，可把我憋坏了。这昨晚上我再也耐不住寂寞，就去醉香楼找了仨姑娘。你猜怎么着？我还和以前一样，腰不酸腿不疼，醉生梦死鱼水情，真是赛过活神仙。你就别胡说八咧的吓唬我了，可我这不好使。闭上你的臭嘴，真是一个没脸没皮的混蛋。陈姑娘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我让你闭上臭嘴，
你这个混蛋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本姑娘可没时间陪你磨牙。上次直接报出我的名讳，这次又喊出鄙人的乳名，这看来咱俩冥冥之中是真有缘啊！就是这双迷人的小手，竟会给人扎针。你不是说我腰子不好吗？你看能不能给我那个地方也扎上几针，让我也舒服舒服，咋样？一边说着，一边忍不住地朝着陈青青的小手抓了过去。范少爷自重，想必你从未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就你现在的气色而言，已经是强弩之末，用不了3天，你不仅全身毛发尽退，还会从此一蹶不振。陈姑娘，你当我是傻子，还毛发尽退，一蹶不振？要不今天晚上你就留下来，看看我是一蹶不振，还是久更不歇？如此的放浪形骸，言语轻佻，不满足你的愿望，天理难容。从空间里取出一剂毒药，抬手朝着犯魂脸上撒了过去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你既然不相信我的话，那就好自为之吧。这啥味儿啊？咋这好闻呢？喜欢闻，你就在这闻吧。陈姑娘别着急走啊，我还有一肚子话没说完呢。我当这啥味儿这么香？这感情这味儿是从陈姑娘身上发出来的，这闻着太让人舒坦了。请你自重，要是再胡言乱语，小心我用银针把你扎成哑巴。我是诚心实意的想邀请你吃顿饭，到时候咱们俩痛痛快快畅饮，好好沟通一番。你给我让开，耽误上山寻药，倒是你爹旧疾复发。要是让他知道你耽误我的宝贵时间，不知道他会怎么对你呢？你威胁我？我可是范家的独苗，我爹最疼的就是我了。就算我拦下你，他也不会对我咋样。现在你就乖乖的去我房间陪我快活快活，然后你再给我扎上几针，让我先舒服舒服。好啊，既然范少爷有如此雅兴，不满足你都对不起我手上的银针。范魂嗷的一嗓子，疼得他满地打滚，是不是很舒服？舒服。既然舒服，那就再给你扎上一针如何？不用了。陈姑娘，马上准备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好。不把你弄到手，我就不叫犯浑。若兰，你咋闷闷不乐的？是不是生病了？娘，女儿在清水镇待不下去了，所有人都笑话我。刘凤娇闻言皱了皱眉，想起昨天夜里去给王启长送银两，又怎会被王启长欺辱？哎呀，若兰，你别多心，清水镇这么大，认识咱们的人没几个，这事儿啊，过不了几天就会被人淡忘。是啊，若兰，你娘说的对，过几天就没事了，你别总放在心上。爹娘，我那几个闺中姐妹，包括王启长的女儿，她们都知道我爬出不装的事情，这要是一传十十传百，别人能不知道吗？你说你们娘俩逛个街惹他干啥？好处没捞着，反而惹了一身骚。你倒埋怨起我们了，我不也是憋着一口气吗？本来好好的日子，就因为那死丫头不听话，她要乖乖的嫁给李屠户，能有今天这破事儿？哎，凤娇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怨你，我就是心疼若兰。哼，我没生你的气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那死丫头咋就那么好的运气，竟然挖到了人参。有了卖人参的钱，以后咱娘再想打她的主意可就不容易了。都怪我奶，非得分家要断亲，这下好了，鸡飞蛋打，毛都没捞着。若兰说的对，想起这事我就来气。你奶真是个老糊涂，都不知道他咋想的。趁财，如今大房一家的日子是越来越好。不管咋说，陈占山也是咱娘的儿子，你得想法子让娘把银子抠搜出来。爹，我爷奶最听你的话，你赶紧回南山村去闹，把大房手里的银子全要回来。没了银子，看那死丫头还怎么在我面前张狂。若兰，你说的对，这事由你奶而起，就得让她出头解决。哎，对了，若兰，你不是觉得别人都在背后笑话你吗？不如你就回村里住上一阵子，等爹来年考上秀才，你再回来。到那时，你就是秀才家的大小姐，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敢取笑你了。爹，我不想回村里去。你要还考不上秀才，难不成我就得一辈子在乡下吗？这孩子胡说啥？你就踏踏实实的回去待着，到时爹非得风风光光的把你接回来。是啊，若兰，你奶最疼你，她不会亏待你的。
再说了，你回去也好帮你奶出出主意，想想办法，把大房的银子给弄出来。那好吧。你还能干点啥不？一大早就出去了，到现在空着2只手回来了。你说你咋就这么笨呢？老婆子，那么大的山，我上哪儿去找人参呢？这挖不到，我能有啥法子？你还有脸说？人家能挖到，你咋就挖不着？人参那不是随随便便进山就能找到的，得看运气呀，也得看咱们有没有这命。那命里没那点福气，就是累死也白搭呀。胡说八道，那死丫头就是个穷命鬼，她能有啥福气？不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走狗屎运了？既然她能碰上这等好事儿，为啥你就不能？别找借口，你和战良歇歇，赶紧进山。只要能挖到人参，咱家也能吃上精米。你这不是难为人吗？要亲女婿，我不去。娘，我爹说的没错，人参不是谁都能挖到的。要我看，咱们还是别费这劲了，有这功夫，不如在家歇会儿呢。不行，那死丫头都能挖到，你们咋就不能呢？肯定是你们没找对地方。有本事你自己上山去挖，别在家指使傻小子，我挖不来。你个死老头子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再说一遍，你去不去？不去，你就是说出大天来，我也不去。娘，这大热的天儿，一动就是一身汗。我和我爹该找的地方都找了，山上真没有人参。哎呀，我知道你着急，可也不能拿我当牛使唤呀。昨天就爬了半夜的山，今儿个一大早又让我进山，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娘啊？再这么下去，非得累死我不可。娘，我爹的话在理，人参要是那么好挖，咱南山村啊就没穷人了。不上山就不上山。战良啊，明个你也去镇里的码头找点活干，赚几个铜板买点粮食回来，不然咱家就快揭不开锅了。娘，咱家粮食应该还有很多呀，咋会不够吃呢？就是啊，去年交完赋税，剩下的粮食足够吃到秋收。现在离秋收还有2个月的时日，咋会没粮呢？老头子，你说吧。你说你干的这叫啥事儿啊？啊！我早就跟你说别打粮食的主意，可你偏不听。那现在没粮食了，你急眼了，那早你干啥去了？你捅的娄子，你自己说，我不管。娘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咱家的粮食呢？老二，你听我说，就是去年冬，你三弟没钱买笔墨纸砚，娘就把粮食给老三换钱了。我本来以为今年把亲丫头嫁出去，多要点彩礼和粮食，却没想到把老大一家分出去，走错了棋，才导致现在这个局面。说来说去，这都怪那个没良心的死丫头。娘，粮食可是一家人的命，你咋这么不靠谱啊？没了粮食现在咋办呢？就是啊，你也太偏心眼了吧，啥都记着你这小儿子，我好像就是捡来的。你们先别急嘛，娘有办法，不会让你们挨饿的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战才回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儿子，你们咋回来了？快坐下歇会儿。今天咋有时间回来？娘，是若兰想你了，让我把她送回来啊，和你待上几天。还是我的若兰孝顺，才走几天呢就想奶奶了，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，不像隔壁那个死丫头，就是个狼心狗肺的兔崽子。闭嘴！你说谁是狗？你才是狗！老三家的，若兰这是咋了？咋还敢骂人呢？是啊，这孩子看着有点不对劲啊，是不是撞邪了？老三媳妇儿，若兰这是跟谁发脾气呢？哎呀，娘，刚才你说了刺耳的话，所以若兰才有如此过激的反应。刺耳的话，我也没说别的呀，我就说隔壁那死丫头是个狼心狗肺的兔崽子，没说别的呀。你还有完没完？你才是狗！你给我闭嘴！
这孩子受啥刺激了？我也没说啥呀。老三，这孩子到底咋了？你赶紧跟咱娘说说吧。刘凤娇便把昨天和陈青青打赌学狗爬的事情说了一遍。若兰回到家里后就不敢出门，生怕别人背后笑话她。现在呀，只要一提到狗这个字，若兰就受不了，觉得就是在羞辱她，骂她是狗。那个缺心眼儿的死丫头，竟敢如此羞辱我家若兰，我看她活得不耐烦了。哎，不行，我得找她算账去。行了，老婆子，你就消停点吧。愿赌服输，你找人家算啥账啊？气没撒出来，又弄一身骚，这是何必呢？娘，我爹说的有道理，你就忍了吧。是啊，娘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这事到哪儿说咱们都不占理，还是别找人家麻烦了。你们说的轻巧，我要不给这死丫头点颜色瞧瞧，她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娘，你刚才也听到了，咱们就事论事。青丫头碍着若兰啥事儿了？你非要没事找事儿的和青丫头打赌。既然赌输了，那肯定得履行赌约。你凭啥去找青丫头麻烦呢？你这么做就是无事生非、无理取闹。翠琴说的没错，这是双方自愿的事情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玩得起就要输得起，打赌的时候就该想清楚，别输了就又哭又闹又发疯的，这要是传出去，都让人看不起。你们俩给我闭嘴！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不知道安慰我们世兰也就算了，还胳膊肘往外拐，向着一个没良心的外人说话，还真是没心没肺。咱家到底是谁没心没肺啊？我大哥大嫂在没被你撵出去之前，我大哥是一年四季都不着闲，不是进山打柴，就是去镇里做工。我大嫂除了家里的洗洗涮涮，地里的农活是一样也不落下。他们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，一年到头连一件新衣服都穿不上，连一顿肉都吃不起，却被你无情的撵了出去，还说他们没良心。要我看，在这个家谁受益最多，谁才是最没良心的那个人。就是，别整天颠倒黑白，恶人先告状。你们两个不孝的东西，快要气死我了！这里没你们的事儿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哼，不爱听实话，就爱整那些虚无缥缈的，把本来富足的日子过成了现在这穷样，真好意思天天出去吹牛腿。就是，好心当成驴肝肺，不知道好赖。走，媳妇儿，咱们回屋，不管他们这破烂事儿。老婆子，老二他们说的话也在理儿，你就忍下这口气吧。你就算去闹，你也讨不到好。忍，你就知道忍。我看你这辈子也就这点出息，背上王八壳子你也能忍得住。你胡说八道啥呢？你个三脚踹不出个屁的窝囊废，若兰都被人欺负得满街爬了，你还能忍得住？你要是个爷们儿，还有点硬骨气，就拿掏火锅跟我去找那死丫头算账。他要是敢和我顶嘴，你就给我往死里打他。我不去，小孩子闹矛盾，我跟着瞎掺和啥？瞅你这点出息，平时跟我顶嘴的能耐哪儿去了？这点小事就怕了，真是个怂包。不是怕，真要把事情闹大了，咱们就得谈官司。毕竟咱们和他们现在是两家人。你个没用的怂玩意儿，你就在屋里缩着当王八头吧，我去让他们算账。娘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你就别跟着再添乱了。娘要去给若兰出气，你拦着我干啥？你现在去骂秦丫头一顿，只能让问题越来越严重，对咱们没有一点好处。老三，你这话啥意思？娘咋听不懂啊？这有啥听不懂的？我的意思就是，现在不能和大房闹得太僵。若兰，赶紧劝劝你奶。奶，这事就算了吧。不行，你受了这么大委屈，奶得替你出气去。你就是骂他一顿有啥用？他不少骨头不少肉的，肉皮都不会痒痒一下，你还生一肚子气，气坏了若兰会心疼的。还是我家若兰孝顺，咱们就咽下这口恶气了。奶，
我认为骂他一顿根本不解气。那陈青青凭啥有那么多银子？要是没你，他能有今天吗？咱们想一个好法子，把他手里那些银子都给弄过来。没了钱，看他还拿什么张狂。别说要银子了，那死丫头现在都不拿正眼瞧我，我看着就想骂她。您不能总想着骂人家啊！不骂她，我忍不下心中这口恶气。出气不能当饭吃，也不能当银子用。你听孙女的，想法子把钱给弄到手。只要他们一家没了银子，那死丫头还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？心都断了，我咋去要钱呢？虽说咱们已经和大伯一家断了亲，可大伯怎么说也是您亲生儿子，他能眼睁睁看着您受苦吗？若兰，你不知道啊，你大伯一家心肠都坏透了，我现在就是死了，他都不会流一滴眼泪的。娘，既然硬的不行，你不会来软的呀？凤娇，你的意思是让我上赶着贴乎他们去？不行，这死丫头见到我就跟见到仇人似的，我怕一时搂不住性子再跟她骂起来。娘，你看你想哪儿去了？我不是让你去和那死丫头套近乎，而是去找我大哥。再咋说了，你也是他娘，只要你跟他要钱，我就不信他不给你。就是啊，按大宁朝的律法，就算断了亲，儿子也有孝顺父母的义务和责任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大宁朝律法规定了，不是断了亲，大伯就可以不管你和我爷。若兰，话虽这么说，可你奶也不能真的去县衙告你大伯吧？可万一他们要是不给我银子咋办？奶，明天你趁亲丫头不在家，你和我爷就去大伯家，一进门你就哭天喊地说身体不好，说要是没有银子治病，你这身子骨怕是撑不住了。我就不信大伯能狠下心不管你。这能成吗？他们要是不给，你就坐在地上撒泼打滚，闹得他们不得安宁。要是他们还不给你银子，你就说去县衙告他，就算告到当今圣上那儿，该给你的赡养费他们必须得给。啊，对，你看我真是越老越糊涂，咋还把这招忘了？正好抽出我心中这口恶气。娘，家里的事儿你看着办，我们就先回镇里了。若兰，你在家多帮你奶干点活，别跟个千金小姐似的，老让别人伺候你。爹，我知道。我孙女哪能干活？我伺候她我乐意。你回镇里好好读书，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。那就多谢娘了，让若兰在家静养些日子，等她心情好些，我再回来接她。好，你们放心走，我会照顾好若兰的。振山呐，你回来了，走这一路累坏了吧？不累。振山，娘最近感觉身体不太好，想找个郎中瞧瞧，抓几副汤药调理调理。可眼下娘手里没有多余的存项，我想问问你，能不能先给娘拿点银子呀？怪不得老三会突然回来，这肯定是没别啥好屁，又指使这老两口作妖来了。我没钱，家里的日子刚有点起色，哪有多余的银子？再说了，战才刚刚不是回来过，既然你身体不好，就应该让他带你去瞧郎中。你找我干啥？你个没良心的，张嘴就胡说！咱们村谁不知道青丫头挖了颗人参啊？你说你没银子，骗鬼呢？人参是青丫头挖的，银子理应归她管理，我没有权利支配。你们休想打那些银子的主意，我是不会给你们的。好啊，我含辛茹苦把你拉扯成人，如今你发财了，就想不管娘的死活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哼，你想让我咋管你？当初你把我们一家撵出来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是你的儿子？你对我可有过一丝一毫的怜悯之意？甭说那些没用的，你是我10月怀胎拼着命生下来的，到哪儿去说你也是我儿子？别以为有张破纸就想和我断绝关系。告诉你，咱大宁朝有规定，就算分家断亲，你也有义务给我养老付赡养费。就是，你娘说的对，你要是不给钱，我们啊就去县衙告你，让你吃牢饭。银子是青丫头赚的，我没钱给你们，你们愿意告就去告吧。
想起那一牛车的好东西，陈老太眼珠子一转：“展山，娘也不为难你，既然你没银子，那就算了。你把家里的精米给我一袋子，就算抵消你的赡养费，咋样？”你真是倚老卖老，为老不尊，竟没脸没皮到如此地步。那些米面都是青丫头买的，我凭啥给你？你想去官府告我，就去吧。陈占山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进了院子。陈老太傻眼了：“你个不孝的东西，良心让狗吃了，早晚有一天我让你后悔。到时候你跪在地上给我磕头，我都不带搭理你的。”行了，老婆子，都走没影了，你就别骂了。老婆子，你这脾气也太火爆了，咱这是要钱啊，不是找人打架呀。话都没说两句，上来就满嘴冒火星子，你就不会好好跟老大说话呀？你快拉倒吧，我看着他就来气，没动手抽他嘴巴子就不错了，还想让我跟他好好说话，简直做梦。老婆子，那现在咋办呢？还能咋办？先回家，以后再想别的办法。陈若兰把外面的对话听得是清清楚楚，这陈老太连个银子都要不出来，真是一个没用的废物点心。至于银子的事情，还是让爹娘想想办法吧。陈青青带着一行人直奔野狼谷而来，石太寿和2个小厮畏手畏脚地跟在他的身后，惊恐不安地打量着四周。忽然草丛一动，迅速出手抓了一条黑白相间的银环蛇。陈青青面不改色，拿出一把刀抛开了蛇腹，把蛇的苦胆掏了出来，随即把它往边上一扔。几个人被陈青青的这番操作完全吓傻了，连连后退不敢上前。你们别害怕，这野狼谷虽然蛇多，可要是不踩到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，但是要是不小心被它咬上一口，那是必死无疑。石太寿吓得脸色惨白。陈姑娘，治好老爷的病得抓几条蛇呀？大概10条左右。哎呀，你们也别闲着，赶紧跟着一起找。还有，注意看树上的那种大红蜘蛛，也要10只。剧毒的毒蜂还有毒蝎子，在野狼谷我见过，各需要10只。咱们速度快一点，争取下山之前把这些东西找齐，不然天一黑，这成群的恶狼出没，咱们就要葬身狼腹了。石太寿吓得浑身发抖，根本就迈不动脚步，转过头朝2个小厮嘀咕了一阵。陈姑娘，你给我家老爷治病，我们自然是信得过的。可这山林太大了，我们几个也不认识毒虫，跟着你也是累赘呀。要不我们先回去，你自己进去抓吧。啊，范老爷可交代了，让你们跟着我制药。要是你们就这样回去，这怎么和范老爷交代？再说了，这野狼谷危机四伏，我要是出一些意外，连个知道的人都没有。陈姑娘有勇有谋，我们相信你不会有危险的。我们留下来只会给你添乱。是啊，范老爷，那你放心，我们回去一定不露面。等明天一早饭，我们再回去禀报，说毒物已经全部找到，亲眼看着你按方制药，绝不差一丝一毫。那好吧，既然你们如此害怕，那就先回去吧。好，多谢陈姑娘，那咱们明天早上见。嘿嘿嘿。石太寿如临大赦般的领着2个小厮，逃也似的顺着原路下了山。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陈青青忍不住的笑出声来。他把背包里的人参、虫草等等统统收进空间里。有了这么多好东西，这走起路来都轻松了很多。青丫头，你回来了。娘，我回来了。范府没派车送你，让你走着回来的。陈青青怕他知道自己去野狼谷担心，笑着撒谎道：送了，送到村口我就让他们回去了。这样啊，快坐下歇歇。好。一日一早，范宅已经乱作一团。爹娘，儿子快要不行了，我不想死啊，你们快救救我。混儿，你这是得了什么怪病呀？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呀？是呀，这到底咋回事？我的病刚刚见好，儿子又身染重疾，我们老范家这是造了啥孽呀？
爹娘，你们快去请陈姑娘，要是再耽搁会儿，我可就没命了。混儿别急，娘啊已经派人去请郎中了，你呢再坚持一会儿，郎中啊马上就能来。儿子，你昨天到底干啥去了？咋变成现在这个德行了？爹，我不都说了吗？这白天在家招猫逗狗，遛鸟养鱼，晚上没啥事干，就到醉香楼喝花酒找姑娘，别的啥也没干啊。瞧瞧你这点出息，正事不干，整天就知道寻花问柳。我告诉你多少次了，别总去招妓，那不是啥好地方。爹，既然你说妓馆不是好地方，可你为啥总往那儿跑啊？胡说！你能跟爹比吗？爹去那种地方是为了谈生意，迫不得已而为之。可你……行了，老爷，你就别解释了，这都怨你。要不是你从小就带着混儿去那种烟花之地，他也不至于如此的流连忘返呢。娘，你说的对，这是我爹教的。他要是不带我去那种地方，我才不会上瘾呢。你呀，真是好的不学，坏的一学就会。现在好了，把自己祸祸没毛了，这回死心了吧？娘，你看我爹，他笑话我，真是丢死人了。我这个样子以后没脸出门了。已经派人去请郎中了，儿子都成这样了，你还嘲笑他，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哎呦，我的夫人，我哪是笑话咱儿子，我这不也是着急吗？说话间，小厮领着郎中匆匆走进来，李郎中也不多话，坐在床边就开始诊脉。李郎中，我儿到底得了什么病呀？为啥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？樊老爷啊，恕老夫医术不清，实在是诊断不出令郎这病症的根源所在，不知该如何下药啊。李郎中，您可是清水镇有名的大夫，求你救救我儿子吧。老夫行医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怪病，实在是无能为力，请范老爷还是另请高明吧。爹娘，快去请陈姑娘，她应该有办法治好我的怪病。对对对，她连我的顽疾都能治好，魂儿的怪病也一定能行。石管家，快去南山村请陈姑娘。老爷，石管家昨天和陈姑娘在野狼谷给你找药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哎呦，我真是急糊涂了，快去套车，我亲自去请。石太寿交代2个小厮去南山村盯着陈青青，自己则是回到范宅给老爷报喜。刚进门就看到范童火急火燎的迎面走过来。哎呀，老爷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石太寿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问你，陈姑娘可曾找到那几株毒物了？啊，回老爷的话，我们和陈姑娘在野狼谷足足找了1夜呀，才凑齐了需要的那几种毒物。这小的回来呀，就是让您放宽心，陈姑娘已经开始炼药了。找到就好，给我炼药的事先不急，你快去，再把陈姑娘请来。老爷，你的病不会又加重了吧？闭上你的臭嘴，咒我是不？哎，老爷，小的不是那个意思，小的就是关心您的身体。行了行了，不是我，是少爷得了怪病，你快去把陈姑娘请来，炼药的事先放一放。哎，是老爷，小的这就去。石太寿不敢耽搁，坐上马车朝着南山村驶去。陈青青早早的起来，他知道范家人一定会派人过来监视，为了糊弄过去，他从空间拿出了一个炼药炉，又拿了一些活血化瘀的药材放在药炉里熬制。果不其然，刚做好一切，就看到2个小厮走进院子，见他有模有样的熬药，这才把心放下。哎呀，陈姑娘不好了，你快跟我走一趟，出大事儿了。怎么了，石管家？出什么事情了？难道是你家老爷已经驾鹤西去了？啊，不是我家老爷，是我家少爷快不行了。啊，你家少爷？这昨天看着不还好好的吗？这咋说病就病了？哎呀，是啊，具体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，反正看着病得好像挺严重的。哎呀，陈姑娘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好吧，那我就随你去看看。陈姑娘啊，你可算是来了，快救救我家混儿，他可不能有意外呀。是啊，陈姑娘，混儿可是我范家的独苗，
你赶紧给他开个方子，控制一下病情。范夫人放心，作为一名郎中，我自是不会见死不救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哎，好。陈姑娘，快来救我！只见他的脑袋上一根头发也没有，就像是去了毛的大冬瓜。范少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陈姑娘，都怪我没听你的劝告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我呀！范少爷，前几日我观你面相，就知你平时纵欲过度，提醒你注意德行，可是你却不思悔改。现在好了，这病倒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我知道错了，你快给我看看吧，我真不想死啊！不用诊脉，单看你这尊容也知道你病得不轻。是啊，陈姑娘，你看看我现在这副怂样，这头发眉毛都没了，你说我这得的是啥怪病啊？你赶紧想想办法，这毛发赶紧长回来吧！活该，让你良心不正，这次就让你长长教训。要想治好你的病，就得先找出病根儿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掉头发的？从昨天晚上开始说起，我闲着没事干，想找个地方乐呵乐呵，就到了醉香楼找了仨姑娘。这谁知喝完酒就觉得有点力不从心，这气得我就回家了。可是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谁知一薅一大把，就这样左一把右一把，3下2下就薅没毛了。你个混账东西，真是玩出花样了，竟还找仨！你这不是作死吗？你闭嘴！儿子都成这样了，你现在说这些话还有用吗你？不是夫人，我这不也是心疼儿子吗？你说他没事薅啥头发呀？要是不薅，没准还能有几根头发呢。陈姑娘，你看我脑瓜子都成卤蛋了，我啥时候能长出头发啊？这样我都没法出去见人了。精气不足是可能会导致脱发，但是也不至于像你这样。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陈姑娘，你知道啥就快说呀，别藏着掖着了。这到底咋回事啊？你这脱发不是因病而起，是染上邪祟。是啥？邪祟？那就是撞鬼了。陈姑娘，你可别吓唬我，我胆小。那玩意儿能吓死个人，你可别乱说话呀！不信的话，你们找个师婆过来问问不就知道了。石太寿听得也是心惊肉跳，忙道：夫人，老爷，刚开始小的就怀疑咱家少爷有点不对劲儿，陈姑娘说的确实不假，少爷还真就是撞邪了。咋回事啊？你赶紧说说。我远房有门亲戚，他也是这样，睡一宿觉，头发就掉了个精光，醒来差点当场吓死啊！药吃了不少，可就是不见好。后来听老人讲，说这叫鬼剃头。鬼剃头？那他后来咋好的呀？哎，别提了，我那亲戚胆子太小，一听说撞鬼了，没出3天，就见他祖宗去了。你说的真的假的？胆敢满嘴胡说！小心我打断你的狗腿！老爷，小的说的句句属实。您要是不信，我可以把我远房亲戚的媳妇儿找来，你一问便知。再者说，陈姑娘也说了，这还能有假？这可如何是好？陈姑娘，这可有破解方法？是啊，这既然你知道这是撞邪，那肯定有破解之法。你赶快救救我，我害怕呀！像你们家这种情况，应该是你们做了什么亏心事儿，这神鬼看不下眼了，所以在午夜时分悄悄来到你的床前，就把你头发给剃了个精光。陈姑娘，你别说了，太吓人了。赶紧说说咋破解吧。这必须得问清楚你们到底干过什么缺德事儿，这才受到这样的惩罚。我们家做事儿一向是坦坦荡荡的。我夫人说的不错，我们不偷不抢，赚的钱都是清清白白，从未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。我范家都是良善之人，我范某更是半辈子都在为他人着想。我给长工们饭吃，借给穷人钱财，把田地租给佃农，这等善事我做的太多太多，真要是追根究底，3天3夜都说不完呀。老爷，你别说了，还是先听听陈姑娘咋说。既然这范府向来行善积德，这想必是我弄错了，刚才的话就当是我在胡说，你们别往心里去。至于他的头发，恕我无能为力，
你们就另请高明吧。陈姑娘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呀！我家混儿要是一辈子不长出毛发，那岂不是没脸见人呢？只要我儿的毛发能长出来，你有啥要求尽管提，在下定当照做。范老爷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郎中，这救病治人乃是我的职责，我能有什么要求？只要你付我诊金就行。至于这令郎的头发是不是鬼剃头，你还是找个生婆的好。不，在下就相信陈姑娘。既然你能说出来，就说明你懂。有啥办法驱除邪祟，我范家一定照做。平时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。不管你范府有没有做过恶事，要想驱除邪祟，只有行善积德才行。我还以为得找出点亏心事才能破解，原来做好事就行呀。不就是做好事吗？这个太简单了。明天我就让人把家里吃剩下的馒头扔给要饭花子。家里的剩菜剩饭就都不喂猪了，留给那帮子穷要饭的吃。你们用剩饭剩菜企图蒙混过关，万一适得其反，范府可能会有灭顶之灾。有这么严重？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给你制药了。不急，要是坏事做得太多，该如何化解呀？人在做天在看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重则家财散尽，最终落得一无所有。不知道你这一身本事是何人所授？在下不过是好奇使然。本姑娘小的时候在野外玩耍，偶遇高人，一时心善，每天给他送去吃食，那人便教了我一些医术，教我一些道理。可惜那时年幼，并未曾过多学习。陈姑娘大造化呀！你遇到的一定是世外高人，看你所用银针等物，就知道不是凡间所有。石管家说的对，这些俱是我的高人师傅所赠。陈姑娘，依你所言，在下应该怎么做才好？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这话啥意思？老爷，陈姑娘的意思就是让你多做好事善事，倒霉的事就会远离范家。用你多嘴，滚一边待着去！陈姑娘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范老爷、范夫人，既然你们平时没做过亏心事儿，那就不用紧张。陈姑娘，你快救救我啊！至于你的毛发，那就听天由命吧。不行，你不能不管我。陈姑娘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家从来没干过一件好事，这坏事都做绝了。你若是不管我必死无疑啊！你家都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？我爹强行收取庄户人家高额租税，谁要不交就会被毒打一顿，还会拉走他们值钱的家什。这要是没有值钱的呢，就把他家的女儿抢到家中，玩够了再卖到妓院里。每逢集市，我爹还让我带着人收取高额摊位费，谁要是不给呢，我就打他的跪地求饶，还把货物没收。我爹还放印子钱，谁要是还不上，下场更是凄惨。有一次我爹看见柳树村有一个妇人长得天生丽质，就陷害她丈夫偷盗，被抓进大牢，最后酷刑折磨致死，然后把那家妇人抢过来，那妇人不从，撞墙而死。混儿，你住口！胡说八道啥呢？爹，我又说错啥了？你摸着胳肢窝好好想想，咱家以前干过啥好事没？抓个蛤蟆这恨不得攥出点尿来。你给我闭嘴！混儿，你少说两句，看把你爹气的。娘，你看我爹这还讲不讲理了？平时总让我跟他说实话，可现在我说实话，他跟我瞪眼睛。再这样下去，我都不会说话了。儿子呀，这不能怨你爹呀，有些话该说，有些话呀，就是烂在肚子里边也不能讲。陈姑娘，魂儿刚才就是着急害怕，满嘴胡说，你千万别当真呀。既然官府都不闻不问，说明他已经打通关系，这幕后肯定有人罩着他。既然范老爷如此宅心仁厚，心存善念，你们必须在繁华地段搭设粥棚，施粥或者免费发放粮食10日即可。啥？免费施粥？还得10日？不行，这一天下来没个30-50两银子下不来呀！10天，那就是好几百两银子呀！这不是要命吗？这行大善也太烧钱了吧！我家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。那帮穷鬼就是吃糠咽菜的脑袋，饿死活该。我就是喂猪，
也不会给那些贱民吃。既然你们如此爱财爱命，那就当我没说，你们好自为之。陈姑娘，你别误会，不是我不舍得花钱，而是我家现在真不富裕啊。你再帮着想想，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。只要是不花银子，让我们干啥都行啊。你们不想行大善也可以，还有一种不花钱的办法，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了。有，只要不花钱，上刀山下油锅我都愿意。我们就选这个不花钱的，你赶紧说吧。好，你们一家3口准备一些祭品，必须在午夜时分去你们范家祖坟静坐祷告，切记，期间不管听到什么声响，绝不可睁眼，需要连守护7日，不可有丝毫懈怠，稍有不慎便会被恶鬼缠身，以后便会灾祸不断。不行呀，这个办法不行呀，太吓人。白天去都瘆得慌，要是晚上去，不吓死几口子才怪呢。若不吓唬你们，怎么对得起那些被你们欺压压榨的百姓？怎么能够让你们心甘情愿的施粥？这可是不花银子唯一的有效法子了。你们做了这么多的恶事，只有真心实意的在祖宗坟前忏悔，祈求祖宗原谅，他们才会保佑你们平安无事。良善之人投胎王侯将相之家，十恶不赦之人打入18层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那地方太吓人，我真不敢去。万一哪个祖宗半夜想出来透透气，再从里面爬出来，非得把我吓死不可。我绝不去冒这个险。娘，那地方就是打死我也不去。欢儿别怕啊，娘呢也不去，让你爹自己去。不行，万一我也遇到鬼打墙，被拽着认祖归宗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老爷，俗话说人死如灯灭，死了一死百了，那不过是坟茔一座，黄土一捧，没有想到那般邪乎。你们呐就放心大胆的去，只要过7天，范家以后就能诸事大吉。放你娘的屁！那地方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。你说，你到底安的什么黑心肠？你是不是盼着吓死我？哎呀，哪有的事儿啊！我这不也是替老爷着急吗？替我着急？行呀，那你就去替我守上7夜，事情办妥，老爷我重重有赏。哎，老爷，这可使不得！刚才陈姑娘可说了，得你和夫人、少爷亲自去才行，小的去不管用啊！少废话，就是你了。今天晚上替我守坟去。老爷，我真不能去呀！这样不是糊弄鬼吗？陈姑娘，你快帮我说句公道话呀！我去了真不管用。石管家说的没错，不花银子就想买平安，这肯定是不行的。你们范家做的孽，就让你们范家人亲自去祖坟前忏悔。这其他人去，这就是待上1年也不管用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啊？范统紧紧地皱着眉，心里害怕的要命，但他真的舍不得花银子施粥。夫人，要不咱们试一晚上，万一能挺过去，咱们可省下不少银子呢。要去你去，我可不去。爹，那种地方就是打死我也不去。这可是你们说不去的。这个方法虽好，但容易要命呀。我还是选第一种方法吧。范老爷，你既然要选好施粥，可不能再更改，不然会显得你心不诚意不坚。只要能保我范家太平，不就是施粥10日吗？就算1年，我也不会眨一下眼睛。其实这是最好的积德方法。俗话说，这帮人就是帮己，施人就是积福。施粥是比较费钱，但是可以快速的为你积德。对，陈姑娘所言极是，我这就让人去安排施粥的事宜。你还傻站着干啥？赶紧去准备，明天一早就开始施粥。是，老爷，小的这就去准备。范少爷已无大碍，我就先行一步，好早些回去给范老爷你炼制丹药。好，有劳陈姑娘了。二宝，你吃啥呢？你还给我，你不许抢我东西吃。闭嘴！再敢叫唤，小心我抽你！奶，你快过来！你看二宝吃的啥呀？咋了，若兰？谁找你了？奶，你看这啥呀？
陈若兰把手里的如意糕举起来。若兰，这是啥东西？咋这好看呢？奶，这叫如意糕，要50文钱一块呢，是镇里蜜香斋的招牌点心。啥？这么大点点心要50文钱？哪儿来的呀？我哪知道他哪儿弄来的，反正我看见的时候，二宝正吃着呢。兔崽子，快说，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要是你敢撒谎，你看我不打死你！娘，快来，他们抢我糕点，还要打我！二宝，咋回事啊？谁欺负你了？若兰姐姐抢我的糕饼，我奶奶还要打我。若兰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二宝可是你弟弟，你咋好意思欺负他的？二伯娘，我没欺负二宝呀，就是问问他这糕饼哪儿来的，有好吃的为啥不拿出来大家分享呢？哪儿来的你管得着吗？你还想吃？你们家吃好吃的时候想到我们了吗？二伯娘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没说我想吃，就是觉得有好东西应该先孝敬爷奶啊。陈若兰，你咋就那么会说话呢？哼，还孝顺你爷你奶，每天吃饭你奶都给你炒俩鸡蛋，咋没见你给你奶吃上一口啊？二宝吃个点心你想起你奶了，你可真会做好人。奶，我不是不给您吃，我记得您说过您不爱吃炒鸡蛋，所以才没给您的。我是觉得您没吃过这么好的点心，一时心急才从二宝手里抢过来的。好孙女儿，奶知道你最孝顺了，你的心意奶奶懂。谢谢奶，我就知道奶奶最懂我了。你奶不爱吃，可你低头吃的时候就没想过问问我们？老二家的，若兰也是为我争着一口吃食，你这么不依不饶的干啥？难道这如意糕是你买的？不是我买的，难道是你买的？你个不孝的东西，我还没死呢，你就敢背着我藏私房钱买好吃的，真是大逆不道啊！你娘家就这么教你做儿媳妇的？二伯娘，你也太过分了，买了好吃的为啥藏着掖着，不知先孝顺长辈吗？老二家的，今天我也不跟你计较，你赶紧把私房钱给我拿出来，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，不然我就让占良休了你这个目无尊长的恶婆娘。这个时候，陈占良闻声从屋里走出来，大声的道：娘，你这是血口喷人，我们二房清清白白，哪儿来的私房钱呀？这如意糕不是我们买的，那是别人送的。二伯父，你可别骗人，这如意糕一盒要500文钱呢，不是你们买的，谁会给二宝买这么贵的点心呢？陈若兰，不是人人都像你们三房一样没良心，拿着家里的血汗钱在镇上吃喝玩乐。实话告诉你们，这盒如意糕是青丫头送给我们二房的。青丫头是个有良心的孩子，比你陈若兰好上1000倍万倍。今天我还就把话撂这儿了，这糕饼我不会给你陈若兰吃的，因为你不配。老二家的，你少拿话诓我，就那抠搜的死丫头能给你送吃的？二伯娘，你这个理由也太牵强了些。大伯一家被奶给撵出去，他们不记恨咱们就不错了，咋会那么好心给二宝送吃的呢？哼，你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别人做不到。实话告诉你，青丫头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，给我买糕点是为了答谢我自小对她的照顾。现在你知道咋回事了吗？娘，这如意糕真是青丫头给我的，你若想吃，儿媳妇儿自然不会吝啬。我也正想着给你和爹送过去几块尝尝呢。如果你还不相信，我可以去把青丫头叫过来，你们问一问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。老婆子，老二家的向来孝顺，不会说假话的。再说了，前2天
咱俩不也看见青丫头买了糕点的吗？我记得她还送给李正媳妇儿一盒呢。吃里扒外的死丫头，真是不分远近亲疏。一个轻熟少年站起身，他正是陈占良的大儿子陈大宝。奶，你扪心自问，自小到大，您的眼里只有我三叔一家，我二宝，还有我大伯家的陈峰哥、青青大姐、陈寒弟弟，你可曾有过半分疼爱？我大伯一家被你撵出去的时候，我青姐姐要被你卖掉的时候，你可有过一丝怜悯？说我青姐姐不分亲疏，那她陈若兰自小在镇里长大，可曾给你带回来过一块糕饼？她每次吃你给她煮的鸡蛋，她可曾想过分给二宝一口？反了，反了！陈大宝，你敢对我这么说话？你个不孝的东西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奶，今天我就不孝了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要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。二哥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咋能这么跟奶奶说话呢？陈若兰，你给我闭嘴！别假惺惺的当好人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话也就能骗奶。别以为我们大家都是傻子。二哥，你咋这么说人家？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？你没有得罪我，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。你欺负人！行了，都别闹了，为了一盒糕点，也不嫌丢人。陈占良也被大儿子吓到了，这孩子从小心事重，不爱言语，今天说出的话却是头头是道。大宝，别惹你奶生气，他岁数大了，咱们做晚辈的多担待一些。爹，我奶不拿咱们当人看，眼里只有我三叔一家，要不咱们也分家单过吧？别胡说，你爷奶尚在呢，咱们咋能分出去单过呢？可是陈大宝还想再说什么，就被陈占良打断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回屋去吧，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。娘，您消消气，回屋歇会儿，一会儿我把糕点给你送过去，你尝尝。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。哎，秀梅，幸亏咱们搬出来单过，要不然还得在老宅那边被他们压榨。谁说不是呢？那边就剩老二和老三了，爹娘还不把一碗水端平，占良一家有意见也算正常。我爷奶就是偏心，二宝都瘦成啥样了，连个鸡蛋都吃不上，就一盒糕饼，我奶还想抢走给妍兰姐姐。陈继业和若兰姐姐啥好东西没吃过呀？以前竟在我和二宝面前显摆，说他们在镇里吃的多好多好。唉，二宝真是太可怜了。知道你和二宝的关系好啊，以后有好吃的呀，你把他喊过来一起分享不就得了？娘，二宝也是有自尊的，他知道咱们已经和我爷奶分了家，现在是两家人，他不好意思来咱家吃饭。小韩，你现在应该想着好好学习，等你以后有本事了，自然可以照顾二宝。要是你连自己都照顾不了，又怎么能够帮助二宝呢？姐，我知道。好了，老宅那边的事咱们管不了，你二叔一家要是真过不下去，自然会来寻求咱们帮忙，到时候咱们能帮一把，肯定不会推脱。当家的呀，你的话说得好，占良两口子人不错，在咱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啊，给予帮助，不论东西好赖呀，在当时也算帮咱们度过了危机。以后有机会啊，这个人情一定要还。娘说的对，这个方法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自从青丫头挖到人参，咱家的好运好像一下子就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我这几天在镇里每天能赚10文钱，虽然没有青丫头赚得多，可一天10文钱，一个月就是300文，一年下来也能攒3两多银子。青丫头，你以后就别再去野狼谷冒险挖人参了，免得爹娘担心。爹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拿自己性命开玩笑的。次日吃过早饭，陈青青必须要把地契拿给吴保安，让他帮忙去县衙办理过户手续。还有分家已经快1个月了，也没有去开户，正好拜托他把这2件事情一并办了。青丫头来了。李正叔，
我婶子不在家吗？亲丫头，我在着呢，刚去园子里摘了点菜，快进屋坐。婶子，我昨天在镇里买了一些鸡蛋，还有一包点心，拿过来给你们尝一尝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来就来呗，还带啥东西？婶子，这点心看着稀罕，就想给你们尝一尝。哎，好，还真是个好孩子。那陈老太也不知道发啥浑呢，这么好的孩子，竟忍心要卖了哟。行了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青丫头家也没有饿着，这日子不是一天比一天好了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我这不就是替占山一家鸣不平吗？青丫头，你是有啥事儿吧？李正叔，我确实有事求你帮忙，麻烦你哪天有空去县衙帮我们办个户口，还有在这4亩地契上盖上官印。过2天我正好要去安阳县办事儿，顺便帮你把这2件事办了，你就放心好了。陈青青拿出提前准备好的3两银子，李正叔，这钱你拿着，到府衙应该用得着。青丫头，这钱我就收下了，到时候我给县里的师爷买上2盒点心，再给他封一个红包，当天就能把地契和户口给开好，也就不用咱们再来回的跑了。毕竟到安阳县的路程不近，要是再等个3天5天的，那也是耽误功夫。李正叔，我正是这个意思，这2件事情就交给您了。陈青青从李正家出来，觉得应该去镇里看看施粥的情况，远远的就看到范家搭设的粥棚。哎，你们看看，这稀汤寡水的，哪能叫粥啊？这不就是清水吗？哎，这范财主也太小气了，就不能多放点米？哎，可不是呗。这要我看啊，这范财主就是做样子，博个好名声罢了。行了，你们在这年月有人施粥，能吃口就不错了，好歹吊着口气饿不死，咱们得知足。你们这帮人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有吃的还堵不上你们的臭嘴。我家老爷好心施粥，你们不知道感恩也就罢了，竟还当众污蔑我家老爷的人品。想吃就吃，不想吃滚一边去，别在这儿没事找事啊！石管家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既然你家老爷想行善施粥，那就拿出一些诚意来。你看看这锅里根本没米粒儿，全是清水，这就是你们说的行善施粥。哟，嘿嘿，原来是陈姑娘啊，你咋还来了呢？我就是路过来看看，没想到你们是这么做事的，这可是关乎人民的大事，岂能如此敷衍？是，陈姑娘所言极是，这我也是奉命行事。我家老爷吩咐了，一天只能用50斤粮食熬粥。你看这些难民，50斤粮食哪能够吃啊？为了人人都能吃上一口，我就只好多加水，少放粮食了。这个饭桶还真是无药可救，看来此人的心肠还真不是一般的黑。是啊，陈姑娘，我也劝过我家老爷，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呀。他说只要能让这些难民不饿死，那他就算行了大善，积了大德。你说我一个做下人的能咋办？只能听之任之啊。哎，我家老爷呀，真是要钱不要命，舍命不舍财。我家少爷都成那样了，可他还是一意孤行。真要是遭了报应啊，他兴许还能干点人事儿。范家老爷，你让管家一天只熬50斤的粮食，是不是有点少啊？50斤粮食已经不少了，那可是咱们1个月的口粮呀。咱们真要是敞开量的施粥，一天没个100-180斤的粮食，根本下不来。算是人工等开销，一天就得180两银子。有这些钱，咱们干点啥不好？施粥灌大肚，只要不饿死那帮穷命鬼脑袋，吊着口气就完了。事儿是这么回事儿，可我心里咋有点不踏实呢？万一神灵觉得咱们心不诚，再遭了报应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你呀，真是头发长见识短。你有啥可怕的？俗话说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虽说咱们吃的粥有那么一点点的稀，但也能救不少人的命。只要能救人，就算再积德。救一个人造7级浮屠，咱们救了那么多人。你好好算算，那浮屠得造多高呀？爹啊，100多人就是好几百层，那咱们岂不是上天了？你个傻小子，咱们可不能上天，只能说咱们功德无量，福报无边，将来咱们家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。那我头发是不是就能长出来了？当然，咱家积了大德，
要是神灵不保佑，老祖宗都不干，非得爬出来找这帮邪祟算账不可。万一听到了你如此大不敬的话，再把你的毛发剔除干净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放心，夫人，咱家行了大善，那些邪祟绝不会再找咱家的麻烦。老爷，陈姑娘求见。饭桶心里一喜，真是想啥来啥。看样子这陈姑娘还真的和他有点心灵感知。赶紧的，快有请。陈姑娘，快请坐。范老爷，你们施粥的事情可准备妥当？陈姑娘放心，我已经让石管家开始施粥救民，保证一天不差，接连施粥10日。那就好，但是你千万记住，施粥的标准是插块不倒，经过不漏，这才算是合格。你要是偷工减料欺骗神明，我相信神明必不会就此罢休。陈姑娘尽管放心，我是诚心诚意的施粥救民，怎敢弄虚作假欺骗神明。既然范老爷如此有诚意，我相信神明一定会保佑你们范家事事顺利，财运发达。借陈姑娘吉言，范家一定会越来越富有，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。陈姑娘，你今天前来是不是给我家老爷复诊的呀？是的，今日已经到了3日之约，我怕范老爷病情复发，所以过来看一看。好，有劳陈姑娘挂念。陈姑娘神医妙手，我感觉好多了。不过今早上肚皮微微又有点痒痒。你体内邪风未除，这痒是正常的。一会儿呢，我再给你施一针。这是我给你配置的药丸，每天3次，1次1丸。好，没想到陈姑娘这么快就把药配置好了，真是辛苦。以后我终于不用再受那奇痒之苦了。陈姑娘，你治好了我家老爷的痒病，我们范家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。客气了，这是行医之人职责所在，不足挂齿。娘，把你的首饰拿出来2样送给他不就结了？范夫人说笑了，我只是一介郎中，怎会要范夫人的首饰？你们只要把约定好的20两诊金付给我就成。陈姑娘放心，待你施针结束啊，说好的诊金我们一定如数奉上。好，我就给范老爷施针。有劳陈姑娘了。陈青青把他肚脐眼里的几只大虱子彻底清除干净，随即意念一动，手上多了一剂毒药，当即朝他脸上一扬。好香呀，又好像花香的味道。爹，啥味儿这么好闻啊？陈青青看了范夫人一眼，这个人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抬手一扬，哎呀，还真是有一股子香气啊！他们不是不相信报应吗？等明天没了毛，看他们还咋黑心。1日清早，夫人，您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了？我的头发，我的眉毛，快把老爷给我找回来呀！小丫鬟早已被他的样子吓得6神无主，连忙点头退了出去。此时饭桶还在醉香楼月娘的被窝里一夜的耕耘。你个秃驴，竟然敢占老娘的便宜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抬起腿卯足劲儿，又是一脚，从老娘床上给我滚下去！你个臭婊子，敢把我踹下床，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我屋里？范老爷被你弄到哪里去了？瞎了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我是谁。范老爷，还真是你啊！不是我，还是你祖宗？你给我说清楚，你为啥对我又踢又打，还把我踹下床？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小心我弄死你！月娘心头一颤，这饭桶就是清水镇的土皇帝，心狠手辣，根本没人敢得罪他。范老爷，您可真是冤枉奴家了。奴家睡梦中忽然摸到这毛乎乎的东西，还以为是哪来的妖怪，这才失了分寸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奴家吧。你他娘的少来这套，说清楚，为啥趁我睡着对我动手动脚？难不成你想谋财害命？奴家咋敢打您的主意呢？实在是奴家没看出来是您，这不误会了吗？误会？你糊弄傻子呢？昨天晚上还亲热的哥哥长哥哥短的喊着，咋睡了一宿就不认人了？范老爷，你照照镜子就明白了。他的头发，他的眉毛。月娘，
你说你是不是趁我半夜睡着，把我的毛发给剃了？范老爷，你可别冤枉人啊！我睁开眼就看见你这副样子，差点没把我吓死。我撞邪了！话音刚落，就听门外传来小厮说话声：“范老爷，夫人有事找您商量，请您速速回去。”知道了，外面等着。饭桶低着头出了醉香楼，连忙爬上了等在门口的马车。坐在马车里，就听外面传来了抱怨声：“这范家良田百亩，铺面无数，那可是清水镇数一数二的大财主。你说他这么有钱，那为啥做点好事还糊弄人呢？”谁说不是呢？蜜糖熬的稀汤寡水，纯粹就是骗人。范财主为富不仁，老天爷一定会惩罚他的。范家缺德带冒烟，早晚得遭报应。范桶的脸如黑炭。范宅刚进屋，就看到范夫人被裹得严严实实，正坐在床边低声的啜泣。夫人，这大热天你包着脑袋干啥？也不怕捂出痱子？你还说我？你不也是包得挺严实的吗？我没事儿，你看你热得都冒汗了，还捂得那么严实，赶紧把头巾摘下来。夫人，着急喊我回来，到底所谓何事？是不是头疼的厉害？要不要请个郎中过来瞧瞧？哦，不用不用，就是你不在家，我有点惦记。老爷，你的眉毛呢？夫人，我好像遭了报应，被鬼剃头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也让鬼给剃头了？夫人，这玩意儿太邪乎了，咱家真的遭报应了。哎呦，真是造孽哟！你为何就不能诚心实意的做点好事啊？那现在好了，成了这个样子，以后还咋出去见人呢？夫人，你就别埋怨我了，以后出门大不了我就戴个帽子。你戴帽子，那我呢？范夫人一把扯下了包在头上的布，露出光溜溜的脑袋。范桶一愣：“夫人，你也成光头了？”“是呗，我也成了没毛的卤蛋了。”范夫人一跺脚，委屈地哭了起来。真是笑死我了！哎，爹娘，这没想到你们也成了秃瓢。你这孩子，你胡说八道啥呀？混小子，爹娘都成这样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爹娘，这能怨谁啊？谁让你们不听劝？这昨天陈姑娘就说了，让你把救济灾民的米粥熬得浓稠一些，可你们偏不听。这下好了，报应来了吧？夫人，看来咱家真的被邪祟缠上了。老爷，我早就觉得不对劲儿，可现在头发都没了，该咋办呢？现在还能咋办？赶紧去请陈姑娘。对，我咋就没想到？史代超，赶紧去请陈姑娘。好的，老爷，小的这就去。等等，你吩咐人去镇里把那个有名的孟师婆请来。是老爷，我这就吩咐人去请。爹，那孟师婆是干啥的呀？她是咱们镇上有名的半仙儿，我请她来是让她给咱家看看，咱家到底是得罪了哪路邪神，好让她帮着做点法术，尽快把这些邪神请走才是正经事儿。既然请陈姑娘来，还请她干啥呀？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你知道啥？这叫双管齐下。万一师婆法术高强，能镇住邪神，咱们也就不用再施杀粥了，随便给她几十两银子，也比施粥省钱。要是那师婆镇不住邪神，咱们就听听陈姑娘怎么说。不管怎样，咱们必须选出个既省钱还有效的法子。老爷，你说的也太对了，早就应该把那个孟师婆请过来，没准啊，让她跳跳大神儿，咱俩呢也不至于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呀。是呀，我这不也是为了能省点钱吗？毕竟那师婆身价不低，听说做一次法术最少5两银子起步。哎呀，咋这贵呀？这不是抢钱吗？哎，可不是呗。要是180文钱，我早就吩咐人把他请来了。你们俩可真行啊！我都成这样了，你们竟连5两银子都舍不得。要不是你们成秃子，我看你们还不着急。不过现在也挺好，都成了卤蛋，谁也别笑话谁。
陈青青坐在马车上进了清水镇，不少灾民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。今天的米粥真是粘稠啊，好久没吃这么饱了。是啊，范老爷今天真是转了性子，咋会这么大方？我都有点不敢相信。这范老爷一定是良心发现，所以才把粥熬得这么粘稠啊。范老爷，不知急匆匆的请我前来所为何事？难不成是你旧疾复发了？陈姑娘，你这回可猜错了，我爹不是旧疾复发，是被鬼给剃了头了。什么？范老爷也被邪祟剃光了头发？是呀，何止我爹，我娘也一根毛都没了。陈青青微一皱眉，眼底的笑意一闪而过。范家已经开始施粥，难不成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范老爷，你可有按照我的吩咐对待灾民，而不是虚与委蛇？范统目光发虚，硬着头皮撒谎。陈姑娘，我绝对没欺骗你，我是实心实意想做善事，谁知道咋会变成现在这样？爹，这都啥时候了，你咋还满嘴胡说呀？陈姑娘，实话跟你说，我爹昨天给灾民施粥，那粥里根本就没啥米粒儿，就是糊弄人，这要不咋会遭了报应？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你们夫妇之间会一夜毛发掉尽，这就是你们欺骗神明的后果。陈姑娘，我知道错了，今天一大早我就派人去煮粥，绝对按照你的要求熬粥，再不该有一丝欺瞒懈怠。是啊，陈姑娘，你还是赶紧想想办法，把文版范宅的邪祟赶走吧。想要赶走这邪祟并非易事，你们已经彻底激怒了他，如今想保范家太平，这必须得破财免灾。怎么个破财免灾？这世上的一切皆有因果，行善积德必有福报，积恶之家必有余殃。依我看，范老爷还是以善为本，施粥可以延长一些时日，如此积攒福报，相信范家的厄运自会一一化解。范老爷，孟师婆来了。范统这是不信任他，所以请了一个师婆，他倒要看看这师婆是怎么糊弄人的。孟师婆大驾光临，快里面请。孟师婆猛地收住了脚步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范统。范统被看得有一些发毛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只进屋就盯着他看。孟师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爹，你别害羞啊，这没准孟师婆被你风度翩翩的气质所吸引，所以才会盯着你看。你一个混小子，休要无礼！这是孟师婆。住口！你们都不要说话！孟师婆突然大喝了一声，随即直勾勾地看着范浑，一步一步地朝他逼近，眼神极为渗人。你要干啥？我最近戒色，你可别乱来啊！哎呀，真是太可怕了！孟师婆故弄玄虚地开口道：“刚才我用法眼看了看，你们一家人印堂发黑，被厉鬼缠身已久，必须施法才能救你们性命。”孟师婆，那邪祟在哪儿？你可有办法驱鬼？恶鬼就依附在你身上，这会儿正在你后背趴着，睁大眼睛看着你，随时随地都会拧断你的脖子。鬼在哪儿？快把他给我弄走！孟师婆半眯着眼睛，在来的路上，她已经把事情经过了解清楚。她心里知道，这凡是请她的人，那都是相信鬼神之说的，所以她只有把事情说得越邪乎，才能狮子大开口。陈青青差点被孟师婆装神弄鬼的样子逗笑了。为了能骗钱，这确实是够狠。孟师婆，你赶紧快施法，把厉鬼给我除掉。想要破解有些困难。孟师婆，这要是破解不了可咋办？我说难，但是没说破解不了。不过你家这厉鬼怨气太重，想要收服他比较耗损法力，怎么办？就看你有没有诚意了。有，绝对有诚意。范统从怀里掏出了5两银子。孟师婆，这是给您的孝敬钱，打点酒喝，不成敬意。孟师婆心里冷哼，哼，一出手才5两银子，还真是有名的铁公鸡。范老爷，我先把你后背上的恶鬼制服，但你得配合我，千万不能乱动。放心，我绝不会乱动。
好厉害的恶鬼，还不快快现形！周围依旧是一片寂静。不好，恶鬼上了范少爷身上，正伸着舌头骑在他脖颈上舔你的光头。范魂一听，差点被吓死。师伯，你快点把恶鬼赶走。这恶鬼怨气太重，怕是普通法子难以降服。师伯，您可得救救我呀！范少爷莫怕，老身这就做法，把恶鬼给请出来，看看他到底是哪路妖魔鬼怪。不，孟师婆，还是算了，看您那玩意儿容易做噩梦。弟啊，你别瞎耽误功夫啊！这一会儿那恶鬼把我脑袋舔没了，你就没儿子了。你还是快点让师婆把我脖子上这个恶鬼请下来吧。那就有劳孟师婆做法，把恶鬼给请出来。别着急，本师婆做法时最怕的就是被人打扰，除了本家之外的闲杂人等必须回避。好，你们赶紧到外边候着去。饭桶把史太守等下人都撵了出去。孟师婆见陈青青没动窝，不由眉头一皱。这位姑娘是何人？也请她出去。这位不是外人，是我请回来的郎中。孟师婆，我不会打扰你，你可以做法了。孟师婆不屑地斜了陈青青一眼。既然你不走，可别乱出声，不然被鬼上身，我可救不了你。孟师婆突然瞪大了眼睛，身体剧烈的颤抖，就像是患了羊羔疯一般，声音也变得怪异了起来。某家来也，饭桶，你强占良田，害得我们流离失所，让我们无家可归。你放高利贷，霸占良家妇女，逼得我们家破人亡。你还勾结官府，鱼肉百姓，中饱私囊。你作恶多端，天理难容，我们冤啊！阎王爷特许我们来此讨你性命，先去你毛发，退你肤皮，我们要慢慢的折磨你，让你一家不得好死。娘，恶鬼真被引到他身上去了。饭桶直接跪在地上磕头。鬼大哥饶命！以后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离开我家吧！我一定给你们多烧一些金元宝，求求你们，就饶了我吧！饶了你？想得美！我要你的命！说完这句话之后，装作一副茫然无知的样子。刚才那些恶鬼都和你们说了些什么？快说来听听。师伯救命！刚才那个鬼说了，要我的命！范老爷不要害怕，有本师婆在，谅他们也不敢造次。好，那就求师婆赶紧做法，把他们都收了。我这就开坛做法，你们赶紧退到一旁。陈青青看着他们被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，觉得有点好笑，从腰间掏出一把桃木剑，随即朝饭桶一指。范老爷，你千万要记住，在我施法时，凡所提到的条件你必须答应，稍有怠慢就会前功尽弃，不但我的法力会受损，最主要的是你们自身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。明白，你就赶紧做法吧。不停地挥舞着手里的桃木剑。你这个短命的孤魂野鬼，见到本大仙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如若反抗，打得你永世不得超生！看剑！他在屋里又蹦又跳，做出种种凄厉惊人的怪叫声。众人被他一惊一乍的样子吓得直往后退。孟师婆折腾了一阵儿，猛地愣在原地。范老爷，我法力耗损太大，赶紧快帮我注入灵力。师婆，你这不是为难人吗？我只会注入生命之源，不会注入法力呀。我所指的灵力是真金白银，唯有黄白之物才能激发我的法力。好，我这就给你拿。范桶连忙手忙脚乱的从兜里掏出了10两银子，心有不舍，又装回去了一半，把剩余的5两银子放到孟师婆的脚底下。这些行不？孟师婆半眯着眼睛，看着范桶把5两银子放在他脚底下，气得只想抬腿踹他一脚。这好歹也是清水镇的大财主，居然如此吝啬。
范老爷，你府上厉鬼怨气太重，法力远在我之上，我一个人实在难以收服，如今已经彻底激怒了他，想要收服，必须请太上老君前来帮忙。孟师伯，只要能将此恶鬼收服，需要我做啥，您只管吩咐。就是，我们家不差钱儿。请太上老君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这祭品钱、香火钱，再加上耗损我的法力，少不得要50两银子。好，50两就50两，只要能把厉鬼收服，一切都已识破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快显灵！范老爷，太上老君已经答应帮忙，但需要我今夜子时去镇东头的乱葬岗，协助他超度那里的孤魂野鬼，所以还得再加20两银子。好，20两就20两。范老爷，厉鬼已被收服，再也不会来骚扰你们了。好啊，太好了，有劳孟师婆。孟师婆，既然厉鬼已经被收服，我们家以后就不会再发生怪事了吧？范老爷不必担惊受怕，那恶鬼已经被我打入18层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，他没机会出来害人了。按照你的意思，我是不是就不用在熬州行善积德了？他冷眼看着孟师婆，但凡他有一点善心，就不会阻止施粥，这样的话他也不会和他计较。范老爷大可放心，恶鬼已除，已没有必要再施粥，劳力伤财不说，还受累不讨好，不如把剩下来的钱财请一张灵符贴在你家大门口，可保范家平安顺遂。师婆所言极是，如此我就请一张灵符。不知这灵符多少银子一张？本师婆的灵符驱邪避恶，保家护宅，50两银子，意思意思得了。老爷，只要咱家呀不再招上那些个邪魔歪道的东西，50两银子值。好，我听夫人的。范统答应着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0两的银票。范老爷，你真的相信这师婆的鬼话？相信范家的厉鬼已被收服？陈姑娘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在我家作恶的厉鬼还在？陈姑娘，你这是在质疑本师婆？不是质疑，是那厉鬼还在，难道你就看不见吗？陈姑娘，厉鬼已被老山收服，哪里还会有鬼？我没有骗你，那厉鬼真的还在，他一脸的戾气，就在你身后，瞪着铜铃似的血目，张着血盆大口，在你身后飘着呢。你休要胡说，厉鬼已被我打入18层地狱，怎么会在我身后？不信你就回头看看，那厉鬼正要掐你脖子呢。行了，陈姑娘，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，为啥非说厉鬼还在范家？是不是见我收服了厉鬼，妨碍你在范家骗人，所以才开口污蔑？你的法术不精，没能收服厉鬼，难道你是想害死范老爷一家吗？你不过就是一个走江湖卖假药、招摇撞骗、坑人骗钱的臭郎中，再敢胡言乱语，老娘扒了你的皮！既然你说鬼要附在我身上，让他来好了。意念一动，手里多了一些真言粉。范老爷，你们快退后，那个厉鬼已经癫狂了。说完，手一扬，无色无味的粉末快速地洒在了孟师婆的周围。今天终于把饭桶这个秃老毛的大财主给逮着了，本以为还会费点周折，没想到如此轻松就把他骗得团团转，100多两银子轻松入手，他真是缺了根弦的大傻子。不过像他这样为富不仁的狗东西，不骗白不骗。好你个恶婆子，竟敢如此坑骗我！亏我们如此的信任你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大骗子！我让你骂，看我不打死你这个骗人的狗杂种！哎呀，这是咋回事啊？我让你装！范统气急败坏，抬腿就是一脚。瞎了你的狗眼！
竟敢骗我！看我不扒了你的皮！范财主饶命，我不是想骂你，是被鬼上身了。去你娘的！还敢狡辩，骗我钱还敢撒谎，看我不削断你的狗腿！老爷，把这恶婆子送到官府去，让她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刚开始就知道她不是个好东西了，一进来就装神弄鬼，差点没把我吓死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先打上一顿，让他长长记性，然后给我送去官府。范老爷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孟氏婆被拖了出去。这个可恶的大骗子，差点就信了他的鬼话。陈姑娘放心，这次我一定按你的吩咐去做，好好施粥，然后把时间延长5天。俗话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范老爷，你多做善事，定可化解一切恶怨。可我家被恶鬼纠缠，想想我都害怕，这该如何是好？万一这恶鬼再来害我们，那可咋办呢？我画一道镇妖符，你们拿去贴在宅院各处，可暂时保你们平安。不过这镇妖符也是要收钱的，5道符给我50两即可。好，有劳陈姑娘。若是不想再被恶鬼盯上，一定要多行善事，勿做恶事。陈姑娘放心，我以后一定要一心向善，再不敢胡作非为。陈姑娘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看着我爹，他要是再敢鱼肉乡里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我相信范少爷是个良善之人，定然一诺千金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待一切安排妥当，陈青青这才起身告辞。这孟师婆也算是帮了他一个大忙，不然怎么又能得到50两银子？一晃几天过去了。刘老汉，你个缺心眼儿的，让你家牲口到别的地方饿死去，别饿我家门口。老嫂子，大早上你吃火药了，还嫌弃我家牛粪？告诉你，我家牛粪那可是好东西，你想要我都不能给你。大兄弟，我和你闹着玩呢。对了，你不去村口等人，上我家门口干啥？切，我一个赶车的能干啥？当然是等人坐车去镇里啊。我家若兰没说要回镇里，你弄错了吧？谁说我等你家若兰了？我这是在等青丫头。啥？等她？老汉，不是我说你，让人拿你当孙子使唤，她一个死丫头片子有多大的功劳？还让你到门口来接她，她没长腿，不会去村口找你啊？老嫂子，你也一把年纪了，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分寸呢？啥叫当孙子使唤？人家青丫头昨天特意提出的包车，让我一早拉着他们一家人去镇里，我来接他们，咋了？哎，你演了？行了，你就别废话了。他们去镇里干啥呀？你还不知道啊？韩小子要到镇里的书院去读书啦。啥？那小兔崽子要去读书？没错，韩小子呀，一看就机灵，绝对差不了。用不了多久，这韩小子肯定能一举得中秀才。到那时，咱们村可就不得了喽。我呸！就他那样，傻了吧唧、憨不愣登的，跟他爹小时候一个德行，一杠子揍不出个响屁，榆木脑袋开不了窍，就是让他学他狗辈子，他也成不了秀才。你嘴巴好像吃屎了吧？说话咋这么难听啊？你赶紧回屋待着去吧，别在这里满嘴埋汰人。要是让青丫头听见，非得数到你一顿不可。他敢？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啥场面没见过，还怕他一个死丫头不成？我屋里还有事儿，就不跟你唠了。小韩，进书院读书可不是易事啊，一定要听夫子的话，用心好好读书，万不能再调皮捣蛋。你娘说的对，好好读书，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。爹娘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将来儿子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小韩穿上新衣服，看着就像一个小秀才，好好读书，将来一定能考个状元回来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读书，不辜负你的期望。好，姐相信你。爹，我娘不是把新衣服给你拿出来了吗？你咋没换上？最近这些天码头上来了很多商船，多少能赚几个铜板，这样的机会不多，所以我就不去了。行，那咱们就一起坐车去镇里，你去码头，我和我娘去送陈寒。
一家人说说笑笑地走出院子，朝着镇上赶去。陈老太站在房门口，伸着脖子往外张望着，她的机会终于来了。老婆子，你在瞅啥呢？那帮白眼狼去镇里了。还真是啊，这帮不会过日子的败家子，竟还坐牛车去镇里，真是有点糟钱就不知道姓啥了。肯定不是买肉，就是下馆子去了。你猜错了，他们这是送陈寒那小兔崽子到书院里读书去了。啥？进书院读书？这咋可能啊？他们也太自不量力了，竟还想让陈寒去读书。就他愣头愣脑的样子，能有啥出息啊？这不是浪费银子吗？有这些钱，还不如让老三家继业去读书呢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老头子，一看他们现在这张狂劲儿来气不？咋不来气啊？要是放在以前呢，我早就抡起桃火耙削他们了。好，既然你有这种想法，那我就帮你出这口气，咋样？他们不是狂吗？那咱们就去给他来个连窝端。连窝端？端啥？你个蠢东西，他们现在可都没在家，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去他们家偷东西？不行不行，这是犯法的，万一追查下来，咱们都得坐牢啊！你胡说八道啥？他陈占山到哪儿说都是我养的，当爹娘的去儿子家拿点东西，那能叫偷？那他们万一报官咋办呢？报啊，随便报去，正好咱们让县老爷评评理。按照大宁朝律例，他是不是得给咱们赡养费啊？再说了，谁看见咱们偷他家东西了？没人作证，那他们就是诬陷，我还要去告他们呢。对对对，你说的有道理。那你还傻愣着干啥？赶紧动手吧。我没干过这种事儿啊，有点害怕呀。怕啥？我在外边给你把风，你尽管大胆的去就得了。记住啊，先找银子再搬粮食。奶，我爷爷确实胆子小，不如咱们仨一起去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好，若兰，一会儿进去你就捡轻快的拿，你先把那几匹棉布抱回来，到时候奶也给你做几件新衣服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老婆子，别让占良他们看见，这小子胳膊肘往外拐，要让他知道这事儿可兜不住啊。你就放心吧，他们一家4口我早就打发出去干活了，现在家里也就咱仨，今儿个绝对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进了屋，赶紧找，看看他们把银子和粮食都藏哪儿了。着啥急呀？他们去镇里一来一回也得1个来时辰呢，没那么快回来。爷，还是听我奶的吧，快点找，万一被人看见也不好啊。死老头子，我这你参观来了，磨磨唧唧的，赶紧找银子和粮食。外屋本来就不大，3个人很快就搜刮了一圈，但却没有发现一样值钱的东西。老婆子，外屋就这么大，我连耗子洞都掏了，没发现1文钱呢。爷，奶，里面的房间肯定是陈青青睡的，银子和粮食一定在里面。对对对，银子肯定藏在那死丫头的房间里，咱们进去找。爷，奶，快出来，这有个大木箱呢。若兰，里面是不是有银子？我也不知道有啥，不过藏在这么隐蔽的地方，我估计里面肯定有好东西。若兰分析的对呀，你看这木箱上了锁，要是我没猜错，银子和粮食应该都藏在这里面呢。这帮良心不正的东西，就防贼似的上了锁，他们以为上了锁就能难倒我不成？老婆子，难不成你有钥匙？我要是有钥匙还叫你来干啥？咱们不也是干瞪眼吗？赶紧出去找把斧头，把这破锁砸开。老婆子，不能砸，这是犯法呀。你怕啥呀？在儿子家拿东西那不叫偷，那叫孝敬爹娘。这能行吗？咋不行？让你砸你就砸，有我在你怕啥呀？就算官府来了，只要咱们把东西藏好，他们没有人证物证，不敢对咱们咋样。陈若兰进了里屋。爷，奶，有死人呢！
好孙女儿，你咋了？若兰，出啥事儿了？有个死人在里面。若兰，你眼花了吧？哪儿有人呐？真有，好像是一个死人呢，那人就藏在里面呢。若兰，别慌张，不会有人的，你一定是做贼心虚看花眼了。是真的，不信你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好像真是个死人呢。你个死老头子，我胆小啊，你可别吓唬我。我吓唬你干啥？不信你看看去。还真有个人啊，看着好像睡着了，不像死了。是啊，看着跟睡着了一样。陈老太拎起了一根木棍，别装了，赶紧给我起来！你要是敢撒野，小心我一棍子打死你！陈老汉使劲扒拉了一下男子。哎，老婆子，这人看着像睡着了，咋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这就是传说中的失觉，看着跟死人一样，但是还能喘气。只要他不给咱们坏事就行，我管他是死是活。爷，奶，我大伯家为啥会有个活死人呢？会不会是来找那死丫头看病的？你别跟着瞎起哄了，那死丫头咱们从小看着长大，她会不会看病咱们能不知道？依我看，那死丫头给范财主治病就是个幌子，这里头肯定有猫腻。奶，我也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陈青青都没离开过南山村，怎么可能会给人看病呢？她一定哄骗人呢。那死丫头为啥要撒谎？她有啥目的啊？奶，我觉得这个人一定和陈青青最近发财了有关。若兰，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。你们这话啥意思啊？咱们都被那死丫头给迷惑了，那人参根本就不是她挖的，而是她抢的。不可能，青丫头啊，没那个胆子。她没那个胆子？那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个人是咋回事？我不知道。哼，要是我没猜错，青丫头卖掉的那颗人参一定是这个年轻人采到的。这个年轻人挖到了人参，正好被那死丫头看见，于是他见财起意想独吞，便花言巧语把这个男子骗回家，想办法把他置于死地，然后再趁夜深人稀的时候偷偷掩埋掉。这样一来，神不知鬼不觉。绝不可能！要是按你说的，这人早就应该被拖出去埋了，还能让他在这里吊着口气？咱家老大那胆子，平时杀只鸡都不敢，他还敢谋财害命？你呀，真是比猪还笨，比驴还蠢。老大是不敢，可那死丫头的心又硬又狠，有啥事是他不敢干的。自从分了家，老大把那死丫头的话当圣旨一样，他放个屁，老大闻着那都是香的。俗话说得好，穷生恶计，富生良血。他们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，还有啥恶事干不出来？爷奶，咱们得去报官。不行不行，若兰，不管咋说，你大伯自小对你不错，咱们可不能去报官。若是报了官呢，你大伯一家可就没活路了。爷，咱们要是不去报官，万一被人抖搂出来，咱们犯的可是包庇罪，罪责不比我大伯一家轻啊。到了那时，我爹可就没有资格参加院试了，以后也就不能为老陈家光宗耀祖了。这个屁！就听若兰的，去报官，不仅除了我心中的恶气，咱们还能发笔大财。发财？发啥财啊？你这脑袋真是个榆木疙瘩不开窍啊！咱大宁朝律例举报杀人越货、拦路抢劫者，只要证据确凿，赏银100两。老大再咋说，那也是咱们儿子啊！这要是被官府抓到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死罪呀！你少在这装大善人！你把他当儿子，他把你当爹吗？他真要是有良心，就不可能忤逆不孝。有好吃的给这个给那个，给过你吗？他们就是黑了心肝的白眼狼，没有一点人情味儿。是他们不仁在先，那也就怪不得咱们不义了。对对，老婆子，你说的对。俗话说，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那咱们明天
就去县衙告他们去，让他们有好吃的，不孝敬咱们。不行，咱们不能耽搁，事不宜迟，迟则生变。走，咱们这就去县衙。老婆子，你别着急呀，咱们来都来了，咋地也得弄点东西回去啊。瞅瞅你这点出息，真是丢了西瓜捡芝麻。等官府来人把他们都抓走，家里的东西不都是咱们的？对呀，我咋就没想到呢？行了，赶紧的，回家收拾收拾，咱们去县衙告状。清水镇，陈占山下了牛车，朝着码头而去。不多一会儿，便来到了孔府书院。小韩，别紧张，很快就轮到咱们了。姐，我不紧张，只是心中太过激动了。小韩，在书院读书可不比在家中，要好好的听夫子的教诲，照顾好自己。天气炎热，记得多喝水啊，莫要与同窗闹矛盾。娘，你放心，这些孩儿都已铭记在心，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那就好，换洗的衣服啊，都在这个包裹里，还有你姐为你准备的点心也在其中呢，记得要与大家一同分享。这个时候，陈占才正在书院门口和同窗闲聊，猛地余光扫到几个熟悉的身影。嫂子，你上书院来干啥？我送小韩来镇里读书。嫂子，读书可不是种田那么简单，况且还烧银子。小韩读书的事你可想好了？要是交了束修钱，小韩再读不下去，那银子可是不退的。小韩能不能读下去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大嫂，来这里报名读书的孩子家里都是非富即贵，穿的用的都是最好的，而你家的条件着实不应该送小孩来读书。我知道青丫头走了狗屎运，得了一笔意外之财，可那点钱能干啥？勉强能度日。趁现在还没交钱，听我一句劝，赶紧回家吧，别到时候半途而废，让人看笑话。我们家的条件是不好，但我们既然选择让小韩来读书，就有能力供养他，用不着你在这里咸吃萝卜淡操心。有这闲工夫，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嫂子，你咋不知道好赖呢？我这是为你们好，别以为读书就能出人头地，也得看你们有没有这命。陈寒这孩子一看就不是读书的料，你们还是省下这冤枉钱，赶紧回家，别在这丢人现眼的。你才不是读书这块料，我将来一定比你强。哎，你个没大没小的东西，信不信我抽你？你敢？老三，你别狗眼看人低，我家小韩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嫂子，你咋就不明白我的苦心呢？我没有瞧不起你们的意思，我就是觉得吧，你们把事情想太简单。读书不是人人都能读的，也得看天赋。像陈寒这样粗手笨脚的，根本就不适合读书，不如把钱花在刀刃上。陈占才已经打定主意，绝对不能让陈寒读书，省下来的这些银子必须得让老娘想办法弄出来。话说回来，读书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吗？咱们家已经有我这个读书人了，也就没必要再浪费银子。将来我中了秀才，考上举人，定不会亏待你们。到时我随便在衙门给陈寒安排个营生，还有青丫头，凭我的威望，绝对能给他找个好婆家。哼，你就别在这里画饼了，这些话我们已经听了10几年了，可不敢奢望着跟着你沾光。只要你别为了50两的银子把我卖给李屠户这样的狂暴莽夫，我就已经非常感激你了。你胡说啥？我啥时候把你卖给李屠户了？刘老憨哼了一声。占才，老陈家供你读书，为了50两银子彩礼，便把青丫头许给李屠户。这事儿你莫不是忘了？当时青丫头以死相逼，被你爹娘撵出家门，你还落井下石。这会儿人家的日子越来越好，你倒想起来给他撑腰了。既然你们兄弟已经分家，那陈寒读不读书就用不到你操心。你呀，别打着关心的幌子，实则是为了你的一己私欲。原来他就是南山村的陈占才啊！听说他为了能读书，就想把亲侄女给卖给镇上的李屠户，没想到这事竟是真的。哎呦，连亲侄女的主意都敢打，真是厚颜无耻啊！哼，谁说不是呢？我就是他们邻村的，这上下不超过2里地，那放个屁我们村都能听到响。此事在我们村那都传遍了。这个陈占才啊，考了20多年都没考上个秀才，
把好好的一个家给霍霍的都快吃不上饭了，他还死乞白赖的要读书。他那个老娘啊，也是个偏心眼子，对他期待颇高，一心想让他光宗耀祖。可是家里实在没钱呀，这不就打起了亲侄女儿的主意，为了50两银子，就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许给了镇上这臭名远扬的李屠户。你们说他们干的这叫人事吗？你说的是太平桥那个杀猪的李屠户？就是他，除了他还有谁啊？哎呀，那就是个活畜生。哎，不对，那人连畜生都算不上。听说之前娶了2房老婆，都被他折磨致死，把亲侄女嫁给那样的人，真是够缺德。得亏他那侄女啊是个有主见的，打死都不愿意，这才被他爷奶给撵出去单过了，好像还写了个断亲书。这没看出来陈占才看着人模狗样的，这没想到心肠这么坏。是啊，读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连一点人性都没有。我看他呀，那才是榆木疙瘩脑袋，不是我小瞧他，他这一辈子都考不中个秀才。陈占才听到那些话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。陈兄，原来那个卖侄女的人真的是你，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。就是，我记得那天还问过你呢，你竟然说不是你们村发生的事儿。别胡说，我怎么会用卖侄女的钱读书？大家别信他的胡话。我胡说，这6条村的赵媒婆想必大家都认识，是真是假一问便知。占才兄，你别再狡辩了，我和赵媒婆是同一个村的，我早就知道那个人是你，没点名就是想给你留点面子。不是的，我真没卖侄女啊，那些事都是我老娘做的，我也是事后才知道，真不关我的事儿。再者说，我娘已经把这门婚事退了，是真是假还有必要纠结吗？你说的可真是轻松，为什么把我嫁给李屠户，你心里没点数啊？你和你老娘见我的亲丫头不同意给李屠户当田房，就想祸害我儿子和我男人，竟想让他们进宫当太监。要是你同意歇上1年再继续读书，你娘怎么逼着让我们卖儿卖女？你这么做还算是个人吗？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腿子的女儿，是个赔钱货，可是你的女儿只比我小2个月，却被你们娇生惯养，还说她以后是秀才女儿，要嫁的人非富即贵。你女儿是人，而我就要理所当然的成为你考取功名的牺牲品吗？不是的，不是我，这些都是我娘干的。俗话说，既得利益者没有无辜者，要不是为了供你读书，这些事情就不可能发生。这过去的事情我也不计较了，现在我们大房已经和你们老陈家签了断亲书，以后就不再是亲人了，我们家的事情也轮不着你们来指手画脚。姐，咱们不和这种人说话，他不配。小韩说的对，咱们排队交钱去。你给我站住！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，陈寒就别想在孔府书院读书。哼，就凭你配吗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他说着来到了赵平的面前。赵兄，不用给他们登记，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在这读书，赶紧下一个。陈兄，我只负责登记收钱，没权利不让学子进书院读书。要知道这些学生都是经过夫子亲自挑选考验的，要是让夫子知道我阻拦他们，定会受到责罚。你别为难我，还是让他们快点登记交钱的好。青丫头，你就别费劲了，今天有我在，陈寒就别想进孔府书院的大门。你说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进书院读书？陈占才，你在心虚，怕陈寒会在学业上超过你。毕竟你已经考了20多年，所以才会百般阻挠他读书。笑话，我可是清水镇最年轻的童生，我会怕一个毛头小子？不让陈寒进书院读书，那是为你们着想，剩下这些人子干点啥不好？说句你们不爱听的，就陈寒这个脑袋瓜子跟个木鱼似的，还没有基业一半聪明。你们要是真有这个闲钱儿，还不如让基业进书院读书。陈兄，平日里看你人模人样的，没想到你竟如此心胸狭隘，连自家侄子读书的路都要堵，真是丢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夫子听到吵闹声朝这边走过来，询问到底发生何事。陈青青赶紧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书院乃是求学神圣之地，
岂容你胡作非为？只要有相学之心，便不可拒之门外。夫子，这家人穷得叮当响，吃得上顿没下顿，哪有钱教修书？我这也不是为了书院着想吗？还敢狡辩？回去把四书里的大学抄写10遍，明日送我茶叶。这位姑娘，刚才多有得罪，现在可以办理入学手续了。陈青青微微颔首谢过夫子。这位同窗，我小弟陈寒前几天已经在这里报过名，请你给核实一下。姑娘客气了，我这就核实，确有陈寒之名。姑娘交付束修，登记过后便算入学了。如此多谢学长，我小弟初来乍到，还望学长以后多多关照。姑娘客气，都是同窗，我自然不会和某些人同流合污。好好读书，莫要辜负求学的大好时光。有千叮咛，万嘱咐一番，这才走出书院。青丫头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娘，咱们去码头看看。要是我爹没干活，那咱们就一起回家。很快2个人便来到了码头。娘，我爹在那儿。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爹，我们来看看你。要是干完活，那咱们就一起回家。马上就能好，你先跟你娘在边上等我一会儿。好。忽然他发现不远处站着一群人，还有一个汉子的声音传过来：大家行行好，我已经在此滞留了3天了，所带钱财不多，从昨天到现在已经1整天没吃东西了，还请大家帮帮忙，不求买下1整船的货物，哪怕买上1斤，让我有钱能吃饱肚子，我就知足了。不是我们不帮你，是我们根本就没见过这种东西，万一吃坏了咋办？就是，这玩意儿说萝卜不是萝卜，可看着跟萝卜又差不多，我们都不知道咋吃，你说我们咋帮你啊？可不是呗，我们连见都没见过。再者说，这玩意儿也太贵了，竟3万钱1斤，我们可吃不起。这个很好吃的，煮熟了味道极甜，不但能吃，还能当染色原料。这个东西在我们那儿特别受欢迎，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尝试一下。你快拉倒吧，既然能吃的东西，咋还能做染料？万一给人上了色，那不成妖精了？你这些东西就是再放上1个月，估计也没人敢要。要我说，你还是趁早运回去吧。陈青青便挤进了人群里。不是我不想回去，我手上没银钱坐船，就算我舍弃这1船的甜菜，我也回不了家了。甜菜是制糖的主要原料，你卖的是甜菜？是啊，因为味道有点甜，所以我们那儿就管这东西叫甜菜。这东西很容易储存，吃起来甜甜的，要比咱们这边的萝卜清甜脆爽。大叔，你甜菜怎么卖的？3文钱1斤。1斤甜菜可以出200克红糖，5斤可以出1斤红糖，这成本就是15文。这市面上的红糖是1斤100文，净利润85文，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。大叔，你有多少甜菜，我都要了。姑娘，我整整运来1船的甜菜，都在岸边存放着，足足有5000斤。你确定都要？5000斤的甜菜，那可就是1000斤的红糖，这可是100两的文银，成本仅需15两银子。这5000斤的甜菜我都要了。青丫头，你说都要买下来，这可不行呀。是啊，这可是好几千斤，你不能头脑一热的就买下来。爹娘，我不是头脑一热，你们放心，我自有打算。青丫头，千万不可意气用事，这可是好几千斤的甜菜，就是天天吃，估计1年都吃不完，你可不能都买下来。再者说，咱们也没有地方储存呀。我知道你心善，可咱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也就行了，没必要逞强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爹娘，我有法子让这些甜菜变成宝贝。好，姑娘，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，太谢谢你了。大叔，你也别客气，这些甜菜正是我需要的，我得麻烦你帮我送到南山村。行，绝对没问题。姑娘，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。哎呀，这救命恩人谈不上，不过是各取所需，期待咱们继续合作。真是高兴过头了，竟忘记自我介绍了，在下姓郑，单字一个忠。你好，郑叔，我叫陈青青，这是甜菜的货款，请您收好。多谢陈姑娘出手相帮，
本以为我这次会赔得倾家荡产，万万没想到竟能遇上你这么心善的好人。你也赶紧捯饬捯饬，咱们好赶路啊！哎呀，咱们这是去报官，有啥可捯饬的？有这时间呢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刚走没2步，李正迎面走了过来。婶子，你们这是要去干啥呀？啊，是保安呐，我和你婶子打算去县城一趟。叔，真巧啊，我正好呢也要去阳城县办点事儿。你们等会儿，我回家赶牛车，正好拉上你们。你也要去县城？前几天你不是把牛棚边上的土地卖给占山了吗？我正好要去县里给他们办地契，还要给他们办户贴。那既然赶上了，咱们就一起走，路上也有个伴儿嘛。吴保安撒了一个谎，其实他来陈家就是给陈青青送地契和户帖文书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就不去县城了。你先走，不用等我们。老婆子，不去县衙咋办呢？万一被他们毁灭证据，偷偷把人埋了，那咱们就成了诬告了，那是要坐牢的。闭上你的臭嘴，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。我说错啥了？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啊。叔，婶子，到底是咋回事啊？你们可别瞒着我，咱们村向来是安宁，要是真有啥违法乱纪的事情，作为这一村的理政，我有权解决一般纠纷，即便是解决不了，那还有镇里的保长，你们也不能因为一些琐事就闹到衙门去啊。办事都要有规矩，不能任着性子乱来。没啥事儿，还真的没啥事儿，就是我们老两口拌嘴，想去县城散散心。婶子，你可别糊弄我，刚才陈叔说的那些话可不像只是拌嘴那么简单呀。要是你们不说清楚，到时候真出了啥事儿，那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。大侄儿啊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可别和别人说呀。陈占山他们家出大事了。占山家出事了？他们到底咋了？我说出来能给你吓个跟头。我告诉你啊，陈占山家那个死丫头啊，看着蔫儿巴的，其实不是啥好人，她的心肠都黑透了。为了能吃饱肚子，竟敢杀人越货，谋财害命。青丫头谋财害命？婶子，这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瞎讲啊，凡事都要讲究证据。你要是捏造事实，往青丫头身上乱泼脏水，这要是被官府查出来，那你可就是犯了诬告陷害罪，那是要蹲监禁的。保安你放心，我向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，既然我敢去县衙举报，当然有十足的证据。这种关乎人命的大事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可别乱说呀。绝对错不了，他家那个死人就是证据，只要官差一来，定能抓他们个人赃俱获。保安呐，咱们都知道野狼谷的凶险，那丫头说他挖到了人参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100个不相信。他家躺的那个活死人呢，实在蹊跷，所以我和你婶子打算去县衙报告，让县衙的人来调查一下。虽然我们不相信青丫头会害人，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干坏事啊！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你们说，他家那个没醒过来的男子，就是青丫头杀人越货、谋财害命的证据？咋着？难不成你知道这事儿？老婶子，这咱们村谁都知道，青丫头在野狼谷救回来一个人，这你们不知道吗？这不可能吧？那死丫头能有这好心？哼，这件事儿青丫头早就和我打过招呼了，你们幸亏是遇上了我，那不然非得捅出大篓子不可。保安呐，你说这话就不对了。那青丫头不管咋说也是我孙女儿，我咋能害她呀？我是怕她误入歧途，一时着急才乱了分寸。如今事情也算弄明白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老头子，咱们走，别耽误保安去县城办事儿。吴保安才不相信他这些骗人的鬼话，这虎毒还不食子，这两口子真是不是人。老婶子，
你去占山家里干啥？为啥偷偷摸摸的？没有的事儿，我去他们家干啥？你就别在我面前打马虎眼了。占山和你们已经是两家人了，就别总是找他家的麻烦。你趁人不在家私自到他家里去，那就是犯法。你要是在他家里拿了啥不该拿的，我劝你赶紧是送回去，不然青丫头回来找我报官，我可不会坐视不管啊。轻则游街示众，丢人现眼，重则挨板子罚款，让你家负债累累。孰轻孰重，你们可要想好了。我说保安呐，你看我是那种爱占便宜的人吗？作为一村里正，你可不能这样埋汰人呐。你们说实话，到底有没有拿人家的东西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我们保证连草刺儿都没动。对，我们啥都没动啊，看见那带死不拉活的人就把我们吓跑了出来。你们呐，真是越老越糊涂了，咋还干出这种下作之事呢？幸亏你们没有拿东西，那要不然就真的是成了贼。这要是传扬出去，你们说丢人不丢人？保安呐，这事儿没外人知道，你可不能传出去呀。要是传进青丫头耳朵里，我们可吃不了兜着走。早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不想让我说也行，但你们得找我保证，以后不准再往人家家里乱窜。行，我保证以后绝不再去他们家了。娘，你先进屋歇会儿，我去找李正叔商量一点事情。行，那你快去吧。临时话音刚落，吴保安就从门外走进来。青丫头啊，你们这是干啥去了？李正叔，快进来坐。我和我娘去镇里送小汉读书，刚想去找你，没想到你就过来了。不用跟我客气，就在院子里坐会儿就行。咱们村那又多了个读书人，真是了不起啊。青丫头，你让我帮你办的事儿都办好了。谢谢李正叔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办好了。是啊，幸亏你给了我3两银子，我给师爷买了2盒点心，又给他封了一个2两银子的红包，这才这么快就把事情办妥了。你刚才说找我有啥事儿啊？陈青青把买下5000斤甜菜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你买了5000斤菜？是啊，所以我想麻烦李正叔帮我找一处合适的大院子。我家院子有点小，放不下这么多的菜。我们家老宅还空着，那院子足够大，屋后呢还有一间临山而建的大石窖，正好储存蔬菜，不容易腐烂。谢谢李正叔，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。谢我倒不必了，我就想知道你买那么多的蔬菜干啥？这么热的天，你就不怕它烂掉吗？李正叔你放心，这种甜菜不容易腐烂。这虽然不爱坏，看你买那么多，这是要吃到啥时候啊？我买这些甜菜可不是为了吃，我要用它熬制赤砂糖。制糖那应该用这呀，怎么能用蔬菜呢？吴保安口中的这，就是现代人口中的甘蔗。李正叔，这种菜也叫甜菜，是我偶尔在一种书上看到的。据书中记载，这种菜确实能够熬制赤砂糖，所以我才敢全部买下来。李正叔，你把这么大的院子借给我，我也不能白用。1个月给你100文的租金，您看成不？行，那咋不行啊？那院子空着也是空着，1个月给我100文，我还有啥不满足的？运送甜菜的车队很快便到达了南山村。这死丫头，太不会过日子了，净拿钱打水漂玩，真是有点钱都不知道咋嘚瑟了。买这些玩意儿能好吃吗？谁说不是呢？这个白眼狼，早知道他这么没良心，当初生下他我就应该把他丢出去喂狼。要不是你非得分家又断亲的，能眼巴巴看着他们嘚瑟？这会儿后悔晚了。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，他能咋办？老头子，听他们说这玩意儿吃起来甜滋滋的，你赶紧去摸俩，咱们回家也尝尝味儿。我可不去，人多眼杂，我嫌丢人。有啥丢人的？你赶紧往院子里凑凑，趁人不注意装兜里几个，没人会发现。赶紧的，快去啊！
要去你去，我可不干那丢人现眼的事儿。瞅你这点出息，就你这样过日子，狗辈子都过不好。扇着脖子瞪着眼睛往院里张望着，想找准机会趁人不备拿几个尝尝。最后一车甜菜终于卸完。陈姑娘，甜菜已经卸完了，我再跟你确认一下，咱们真的能长期合作吗？郑叔你放心，只要你送过来，我照单全收。得到肯定的答复，郑中的脸上笑开了花，又寒暄了几句便起身告辞。就看到林氏看着柜子愣神发呆。娘，你想啥呢？青丫头啊，放粮食的柜子也被人动过，上面的木柴啊都散落地上了，好像有人来过。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光临了他们家。娘，家里可少了什么东西？东西倒是没少，就是屋子好像被人翻动过，也不知道来人是在找啥。既然没丢东西，那就别想了，说不定是进了野猫野狗。有这种可能啊，这山里的野猫还是很多的。爹，今天晚上得辛苦你去吴家老宅睡了，这么多的甜菜放在那里，我放心不下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爹，我有一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。啥事儿？你说吧。爹，从明天开始你就别去码头干活了，留在家里给我帮忙。这么多的甜菜，我一个人也处理不过来。行，爹听你的。但是爹想不明白，你买那么多甜菜到底要干啥用？爹，明天你们就知道了。你这丫头跟爹还保密。你和你娘早点睡，爹去吴家老宅了。陈青青躺在床上，想着昏迷不醒的男子，心焦不已，既要治堂，还要去镇里开医馆。要是这个男子再不醒过来，他真的不能再继续留着他了。迷迷糊糊之间，忽然一声哭声传了过来。陈青青猛地惊醒，林氏也走出来。二婶，发生啥事儿了？是啊，翠琴，你哭啥？大宝去野狼谷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恐怕凶多吉少。大宝去野狼谷干啥？我也不知道，是二宝说的。我可怜的大宝呀！都怪我。要不是我羡慕小孩去镇里读书，大哥也不会去野狼谷，是我害死了大哥。二宝，你先别哭，你是怎么知道大宝是去野狼谷了？青青姐，这都怨我。自从知道小孩去这里读书，我也想读书识字，去野狼谷挖颗人参卖了，送我进书院。你快想办法救救我哥吧！青丫头，你可要帮帮我呀！我家大宝要是出点啥意外，我就没法活了。二宝，你哥啥时候从家里走的？一大早就走了。娘，事不宜迟，你赶紧去找我爹，让他去找李正，把大宝进野狼谷的事情说一遍，让他赶紧把村里的年轻人都召集起来，去野狼谷寻人。好好，我这就去。翠琴啊，你在家照顾二宝，我去野狼谷去找大宝。占良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还是等等李正吧。不行，我不能再等了，多等一刻，大宝就多一分危险。陈占良说完，抬腿就要走。老二，你给我站住！大晚上你干啥去啊？娘，大宝去了野狼谷，我要去找他。这黑灯瞎火的，上哪儿找去啊？野狼谷毒虫猛兽遍地都是，人进去根本就没有活着出来的。你赶紧在家给我待着。娘，就算是去送死，那我也得去野狼谷救大宝。你给我回来！你是不是傻？大宝现在没回来，不是让狼掏了，就是让毒蛇咬死了。你现在去，不是白白送死吗？你要是死了，咱家咋办？谁上山打柴啊？家里的几亩地谁种啊？你这不是诚心想累死我和你爹吗？你娘说的对，你可不能去啊！要是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家里啊可就没人干活了。
你们咋能这么狠心呢？大宝好歹也是你们的孙子啊，现在他生死未卜，你们却担心家里的活计没人干，有你们这样当爹娘的吗？这俩，如果大宝能平安回来，咱们一家就搬出去过，哪怕是讨饭，我也不想和这样毫无人性的公婆住在一起了。翠琴，我听你的。孙翠琴，你这个没好心眼子的恶妇，竟然撺掇我儿子分家，你大逆不道，不得好死！大宝也是你孙子，如今生死不明，你不心急也就罢了，竟还拦着战良去寻亲人，有你们这样当爷爷奶奶的吗？我今天就大逆不道了。如果我儿子能平安回来，我一定要跟你们分家。老三明年准能考上秀才，到时家里不仅能免赋税徭役，就连大宝二宝的身份也是秀才侄子。分家，你有那个勇气吗？哼，以前我一直认为，只要老三考上秀才，我们二房就能跟着沾光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勇气提出分家，任由你们偏心三房。可今天，我总算看明白了。不管我们付出多少，在你们的眼里，始终比不上你读书的三儿子。就算你三儿子中了秀才，我们又能得到啥好处？区一个秀才穷亲戚的身份，要他何用？好啊，你以为分了家就能像大房一样过上好日子，简直就是做梦。离开我，你们都得饿死。哼，就算饿死，也比待在这冷冰冰没有一丝温暖的家里强。你给我闭嘴，你个不孝的东西，想要分家简直白日做梦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老二家的，你别动不动就要分家嘛。你担心大宝出意外，可你娘那也害怕战良去野狼谷遇到危险嘛。陈老太立马会意，解剖下驴。对，我就是一时着急，说话有点迟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害怕儿子出点啥意外。哼，害怕？我看你是害怕没人给你们当苦力吧？你们吵够了没？有啥事儿找到大宝再说。陈占良的心中对双亲彻底失望。小丫头，你说的对，找大宝要紧。占良，大宝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也不活了。翠琴，你在家看好二宝，我这就去进山去找大宝。你先等会儿，青丫头让大哥去找李正了，结伴而行会安全些。等不及了，我多耽搁一刻，大宝就多一分危险，我得先走一步了。陈占良说完，顺手拿了一把柴刀，心急火燎地往外走。二叔，等等我！陈占良的眼中满是焦急，步履如飞，哪里听得到喊声？功夫不大，陈占良的身影就从陈青青视线中消失不见了。娘，只要大哥能平安回来，我再也不对他提读书的事了。二宝啊，不怨你，是娘没本事。你回屋去睡觉，娘去村口等你爹和你大哥。娘，我陪你。孙氏点点头，领着二宝朝着村口走去。老头子，咱们的机会来了。啥机会啊？瞅你这笨蛋玩意儿，你说啥机会？赶紧给我偷甜菜去！你还惦记那甜菜？我可不去，要是让人抓着咋办呢？你傻呀，人都去野狼谷了，根本就没人看着，随便拿都不会被人发现。万一明早他们发现少了甜菜，再去找李正告状，那吴保安呐，比猴子都机灵，肯定怀疑是咱们俩干的。到时翻出赃物，哼，我可丢人丢到家了。真是快笨死了，谁让你都偷回来呀？你不会少拿点儿？那可是5000斤甜菜，少3、5个根本不会有人发现。对呀，少拿点不就得了？赶紧去，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地儿了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他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吴家老宅走去。
忽然听到一阵嘈杂声，陈老汉本就做贼心虚，脚下一打滑，一个趔趄栽倒在地。钟后叔，你这么晚还不睡觉，出来瞎晃荡啥呢？万一摔出个好歹来，我看你咋办？保安呐，我听说大宝去了野狼谷，这心里实在放心不下，所以我想跟你们一起去寻他。陈老汉做贼心虚，总觉得他偷甜菜的事情要露馅儿，连忙又开口道：大宝是我亲孙子，我理应出一份力。再说了，野狼谷我年轻的时候也去过一次，我可以给你们带路。好吧，难得你有这份心，咱们快走吧。陈青青一路紧追，到了野狼谷也没有看到陈占才的身影，不知走了多远，大树底下有个黑影在蠕动。大宝，我可找到你了，快起来，我带你回家。青青姐便晕了过去。大宝，你醒醒！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被毒虫所伤。他从空间里取出了专治毒虫咬伤的特效药，先清洗伤口，又给大宝吃下了解毒药。时间不长，陈大宝缓缓地醒过来，眼含热泪道：青青姐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我以为我今天就死在这儿了，都怪我一时冲动。大宝，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咱们必须离开野狼谷才成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能走动吗？能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我自己能走。那就好，朝着山外走去。走了没多远，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阵狼嚎声，由远及近。不好，是狼群！陈大宝吓得浑身一震，四周的草丛里冒出了一双双绿油油的眼睛。青青姐，咱们不会被狼吃了吧？大宝别怕，青青姐，都是我害了你，你赶紧走，我拖住这些畜生。说什么丧气话呢？听我的，要不然咱们两个都得葬身狼腹。他意念一动，手中瞬间多了一把麻沸伞，瞄准风向，用力一扬。大宝，快跑！只要出了野狼谷，咱们就安全了。两个人一路狂奔，不知疲倦地跑着，也不知跑了多久，陈大宝瘫倒在地。青青姐，我真跑不动了，你赶紧走，要是狼追上来，咱俩谁都活不了。别废话，咱们两个谁也死不了，我就是拖也要把你拖回家。咱们歇会儿再走。青青姐，都怪我没本事，差点把你也害了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以后记住了，有什么困难直接和我说，别再一个人冒险了。你这样做，我们会担心死的。谢谢你，青青姐，都是我不好连累了你，以后我都听你的，再也不胡思乱想发大财了。这就对了，过几天我给你找一个营生，保证你能赚钱。青青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只要你肯吃苦就成。能，只要能赚钱，我啥苦都能吃。话音刚落，就听到不远处传来轻微的沙沙声。青青姐，那些狼追上来了。别怕，好像只跟上来2只，一个纵身朝他扑了过来。陈青青正好烧在狼头上，陈大宝吓得魂飞魄散，狠狠地朝着狼的天灵盖砸了过去。恶狼被打得嗷的一声，跑出了老远。大宝，怎么样了？还能不能坚持？青青姐，我腿好疼，你赶紧走，别管我了。你一定要坚持住，我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拿起弩箭，瞄准落荒而逃的恶狼就是一箭。陈青青蹲下身给陈大宝检查伤势，未伤及筋骨。他取出消毒水，敷上止血止疼的药，简单的替他包扎好。大宝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青青姐，我已经不疼了。好，那咱们赶紧走。陈青青不敢再耽搁，扶起陈大宝就继续赶路。此时吴保安一行人浩浩荡荡地直奔野狼谷，看着远处深山密林，漆黑如墨，怪叫声起伏。这个死老婆子非得让他去偷甜菜，要是真的死在野狼谷，他做鬼都不让他消停。钟后叔，我们都没进过野狼谷，到底从哪儿进山呀？陈老汉在心里已经想好了，活命要紧。这么长的时间过去，占良和大宝肯定已经葬身狼腹，就算是进了野狼谷也救不出他们。天明前等他们发现走错路，再想进野狼谷，这可就不容易了。走这边，这边应该能进野狼谷。钟后叔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现在救人要紧，你这一句应该，我听着咋觉得有点不靠谱呢？
有啥不靠谱的？听我的，准没错。一行人继续前进，野狼谷已经被远远地抛在后面。陈占山大声地喊道：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前面就是乱石岗，根本不是去野狼谷的路。是啊，叔，过了乱石岗，再翻过3、4个山头，就是南山村后山了。这路不对啊。朱后叔，大宝和战良生死未卜，你咋能带错路呢？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！你这么做是要害死他们呀！陈老汉见事情已经败露，开口狡辩道：保安，我咋可能害我儿子呢？这条路虽然能路过乱石岗，但也是进野狼谷最快的路啊。再往前走就是野狼谷的西坡，那里山路相对好走些。你们要是相信我，就快点跟上；不相信呢，你们就返回去。时间紧迫，救人要紧，大家快跟上！陈老汉猛地发现地上有一只鞋。保安呐，战良出事儿了！你说这鞋是战良的？没错，这鞋是战良的，他一定是遇到了危险，所以才把鞋跑丢了一只。正说着话，就听到一声凄厉的狼嚎。战良啊，一定是遇到了狼群呢，被狼给活生生撕碎了。战良不会有事的。你说的对，咱们不能光凭一只鞋就判定战良被狼吃了。大伙散开，四处查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别的发现，千万不要走远了。叔，你快过来看，这里的荆棘好像有东西滚落的痕迹，确实像被什么碾压过。战狼一定是遇到狼群，慌不择路的滚落到悬崖下去了。你们都在这等着，我下去救战良。先别急，咱们找找下去的路，不然没法救人。陈老汉一听要到悬崖底下去，还救啥呀？这么高的悬崖峭壁，战良掉下去肯定摔成了肉泥了，下去也是白搭呀。既然已经知道了战良的下落，咱们就别冒险了，赶紧回家好好睡上一觉。明天天亮直接从山谷底下走，给战良一收尸。周寇叔，你说的还是人话吗？战良可是你的亲儿子，我们还没打退堂鼓呢，你咋就放弃了？虽说从这里掉下去生还的几率不大，可不见尸首，我们绝不能放弃。保安，你这话说的咋这么难听呢？好像战良死了我不着急似的。我这么说呢，那不也是为大家好吗？你看现在乌漆麻黑的，要是谁再掉下去摔死，那可咋办呢？你负得起这个责吗？谁都是爹生娘养的，真要看到哪个乡亲再出意外，我可就成罪人了。到时候我还有何颜面再见家乡父亲呢？对于陈老汉这番凉薄的话，陈占山是一点也不感觉到意外。毕竟让自己进宫当太监他都舍得。哼，李正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非得找到战良不可。占山，你说的对，万一战良还活着，等不到救援，他得多绝望啊！大家都注意脚下，看看有没有能下去的路。战良啊，爹啊，恨不得现在就带着你的魂灵回家呀！可爹呀，这2条腿它不争气呀！你就别喊了，既然你走不动，就先歇会儿吧。那你们可小心点啊！哎呦，我的儿啊，你死得好惨呐！你就这么走了，让爹可咋活呀？行了，你别嚎了，万一把狼招来，不是害了大家吗？爹，我在这儿。保安呐，你们先别出声，好像有人喊爹。叔后说，这哪有声音呢？你别一惊一乍的，会吓死人的。吴保安并没有理会他，继续商量着怎么去崖底救人。爹，我在下面呀！哎呀妈呀，有鬼呀！朱后叔，你还有没有完了？是不是想吓死几口子你才死心呢？不是保安呐，这真有人在喊爹呀！
肯定是这战良阴魂不散呢，这鬼魂四处乱转，在勾我去寻他呢。你说你死就死吧，还叫我干啥呀？怎么赶紧走，赶紧走啊！要不然非得撞鬼不可呀！你们听见没？好像有人在喊救命。没错，是战良的声音。太好了，战良没死，他还活着呢。是啊，咱们赶快下去救他吧。你要是害怕，就在上面等着，我们下去救战良。听到远处的狼嚎声，陈老汉的头皮发炸。别撇下我一个，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去吧。你随便吧。众人小心翼翼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到了崖底，就看到陈战良蜷缩在不远处。战良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受伤啊？李正，我腿好像断了。哎呀，我的儿啊！哎呦，本以为你遭遇不测，让爹好一阵心疼啊！你要是真出点啥意外，我这当爹的也不活了。你这是干啥？没看见战良受伤呀？你说我干啥呀？我关心我儿子不行啊！战良，你哪儿受伤了？爹，我腿好像断了。哎呀，那肯定不能干活了。不是，肯定是不能走路了。战良，就是背，我也要把你给背回去。爹，谢谢你，你们别管我了，快点去找大宝，晚了他可就活不成了。战良啊，你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都没死，已是万幸了。大宝怕是没你这么幸运呢，凶多吉少了。不管咋样，也不能放弃他呀。战良说的对，现在救人要紧。钟后叔，你跟我去野狼谷找大宝，展山带几个人先把战良背回家。保安呐，你听听，这到处都是狼嚎声，咱们可不能再往里走了。爹，大宝还在野狼谷呢，不找到他会没命的。你说的我何尝不知道啊，可野狼谷恶狼成群，再过2个时辰天都快亮了，大宝恐怕早就……战良啊，爹知道你担心大宝，可也得以大局为重啊。你看看这些人，为了找你，一个个累得都走不动道了，万一遇上狼群呢，都得让狼给掏了。现在你又受了伤，大家轮流背着你，能走到家就不错了。这要是分开行动啊，先不说能不能找到大宝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你就听我一句劝呐，别让大家伙儿再进野狼谷冒险了。李正，听我爹的，咱们回村。吴保安皱着眉，久久不语。保安呐，赶紧的把战良扶起来，我背着他下山。也罢，那咱们就先回村，明天天亮多召集些人再来寻找大宝。老二家的，战良受伤了。孙氏听到喊声，心急火燎地从屋里跑出来，看见陈战良被人背了回来，脑瓜子轰的一下。李正，战良这是咋了？先进屋再说。吴保安吩咐众人把陈战良背进屋安顿好，这才长舒了一口气。老二家的，你先别着急，战良摔伤了腿，应该是疼晕了过去，没有生命危险。摔伤了腿？那大宝呢？老二家的，你在家照顾好战良，赶紧去请个郎中过来给他看看腿，我这就带人去找大宝。多谢李正，我一会儿就去请郎中。吴保安走出了屋子，朝着那些已经累得快要虚脱的村民喊道：大宝还在野狼谷生死未卜，就有劳各位再辛苦辛苦，跟我进山了。李正，你放心，只要我们还有一把子力气，绝不放弃。就是，只要没找到大宝，咱们就不下山。赶紧的，救人要紧。你们都给我消停点，别逞能了。现在别说去野狼谷了，估计走不出村子，就得有人累趴下了。要我说呀，咱们各回各家，好好睡上一觉，吃饱喝足，
再做打算也不迟啊。朱后叔，你说的都对，可现在救人要紧，耽误不得呀。保安呐，不是说你呀，平日看着挺精明的一个人，咋到了关键时刻就成了糊涂虫了呀？你好好想想，大宝已经失踪1天1宿了，那野狼谷危险重重，要我说，人应该早就没了，咱们就是去呀，估计连骨头渣儿都找不着了。作为一村的理政，得顾全大局啊，不能为了一个死人再去冒险。夜色如墨，摆脱恶狼的追赶，终于找到一块比较平缓的山坡。他们不知身在何处，有没有走出野狼谷。篝火熊熊燃烧，照亮了四周的大山。陈大宝虚弱地坐在火堆边。大宝，你感觉伤口怎么样？还疼吗？姐，刚才忙着逃命没感觉疼，这会儿倒是疼得有些受不了了。刚才没疼，是因为我给你用了止疼药。现在我要重新给你处理一下伤口，可能会有一些疼，我尽量下手轻一点，要是疼的话你就喊出来。姐，我不怕疼，你动手吧。陈青青意念一动，一支麻醉药出现在了手中，随口和大宝闲聊了几句，以此来分散他的注意力，快速地把针管推入他的体内。大宝双眼一闭，昏迷了过去。他赶紧从空间里拿出了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针剂，给大宝注射下去，拿出手术刀，一点一点地把周围清理干净，然后撒上了止血药物，拿出了羊绒线，一针一针地把伤口缝合，最后拿出绷带绑好。怕伤口发炎，又给他喂了2片抗生素。枯坐了一夜，天空泛起了鱼肚白，大宝悠悠地醒过来。经过一夜的歇息，他已经恢复了不少的精神。陈青青在布包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压缩饼干。饿了吧？吃点东西补充体力，一会儿咱们下山。姐，以前是我太自以为是，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今天若不是你，我恐怕早就葬身狼口了。行了，大宝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别再说这些了。你娘在我家被爷奶赶出去的时候帮过我们，就算是为了还她这份人情，我也不会坐视不管的。姐，等回去我一定好好听你的话，再不任性了。好了，快吃吧，吃饱了才能有力气回去啊。林氏从隔壁院子匆匆赶过来。战山，青丫头咋没回来？你说啥？青丫头也去野狼谷了？昨晚上她让我去找你，我回来就听翠琴说战粮前脚走，青丫头后脚就追了出去。孙氏这才发现人群里没有陈青青，她身子一抖。大哥，大嫂，是我害了青丫头。陈占山两眼一黑，差点晕过去。你们咋不拦着他，就由着他去野狼谷？哎呀，他啥脾气你还不知道？哎，简直就是个大倔种，他想干的事儿谁能难得住啊？着急忙慌就窜了出去，这回好了，估计啊也喂狼了。陈老汉满眼的幸灾乐祸。就是谁让他逞能啊，这回栽跟头了吧？陈占山两眼冒火，一股怒气直冲脑门，他狠狠地瞪着陈老汉，大声地质问：你昨天晚上就知道青丫头也去了野狼谷，可你为啥不早说？朱后叔，你既然知道青丫头去追战粮，可你却不告诉我们一声，咱们既然能找到战粮，说不定也能找到青丫头。你们让我说啥？就算我说了又能咋样？一个赔钱货，死了就死了，有啥大惊小怪的？不告诉你们呐，那是为了你们好。要是你们真进了野狼谷，没准早就喂狼了，还能站在这儿说话？就是，你跟我们老两口搅和啥？他就是死了，跟我们有啥关系？我们为啥要说？真是有病！好，真是太好了！陈占山气得浑身发抖，心里仅存的那点亲情消失殆尽。吴保安的心里焦急万分，大喝了一声：都别吵了，马上跟我进山救人！陈占山一边走一边呼唤着陈青青的名字：青丫头，青丫头！爹，我们在这儿，我们在这儿！李正，你听见了吗？
是青丫头的声音，她还活着。听见了，好像在山下，咱们快下山。吴保安也是欣喜若狂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众人都加快了脚步，朝着山下奔去。两拨人终于相遇，陈占山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声音颤抖地道：青丫头，爹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爹，我没事，让您担心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咱们赶紧往外走，家里人都快担心死了。南山村，有人欢喜有人愁。陈老汉夫妇以为陈青青必死无疑，躲在屋里幻想着该怎样从老大爷家手里把银子弄到手。陈若兰乐得嘴都咧到了耳根后了，那死丫头可算是死了，她终于出了心中的这口恶气。青丫头啊，你可把娘吓坏了。林氏紧紧地把陈青青抱进怀里，泣不成声。娘，你别担心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好了好了，都别哭了，人平安回来就好。这个贱人命还真大，居然没被狼咬死。大宝，我的儿啊，你个不孝的东西，到底去哪儿了？你真是要急死娘呀！娘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让你担惊受怕了。好儿子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大哥，我以后再也不说读书的事了，你不要再去冒险了，好不好？二宝，哥答应你，以后再也不冲动。老二家的，大宝的腿被狼咬了，快扶他进屋。不用，我姐已经给我处理过伤口，现在不疼了，我还是去看看我爹。陈大宝在路上就听说陈占良为了找他摔断了腿。你爹的腿伤我已经找郎中看过了，郎中说他以后有可能就下不了地了。陈大宝闻言难掩心中的悲痛。爹，儿子不孝，让您受苦了。陈大宝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泪如雨下。儿啊，回来就好，爹一把年纪，这条腿好不了也没事儿，只要我儿子能够平平安安的，爹就知足了。陈青青和陈占山等人也跟了进来，忍不住红了眼睛。陈青青走上前，意念一动，仔细扫描了一下陈占良的腿。大家不用担心，我有办法治好二叔的腿。行了，可别在这瞎逞能，你啥德行我还不知道，万一治不好再把人给霍霍死，你这不是瞎胡闹吗？就是啊，郎中都束手无策，你能有啥办法？别在这儿吹大牛腿了。我信我姐，我的伤就是她给治好的，现在都不疼了。我姐的医术比郎中高明。青丫头，二叔也信你，你就给我治吧，哪怕治不好，二叔也不怪你。好，既然相信我，我定不会让二叔失望。大家都辛苦了，都赶紧回去歇一会儿吧。他先用碘伏给陈占良腿上的擦伤消毒，然后轻轻地抬起他的腿，手法熟练地进行复位。陈占良疼得直冒冷汗，却是咬着牙一声不吭。接着用石膏板固定住骨折的部位，用布条紧紧地缠住。二叔，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注意休息，伤筋动骨100天。你要想恢复得好，这几个月就必须好好养着，千万不能干活。青丫头，二叔听你的。大宝啊，有娘照料你爹，你快去睡会儿。我不困，娘，让您挂念了，都是儿子的错，儿子往后再也不让爹娘担心了。娘不怪你，都是娘不好，一心只想着你三叔考上秀才，咱们一家也能跟着沾点光，却未曾考虑过你的感受，是娘错了。占良啊，分家吧，这样的事儿我不想再经历一回。爹，我赞同娘的话，我不想与三房掺和在一起，咱们和爷奶分家吧。可是当家的你就别可是了，现在你还没看出来，爹娘心里根本就不在乎咱们。昨夜大宝生死不明，可咱娘不急不慌，就跟个没事人一样。
你受了伤，他连过来看都不看一眼。就这样的家，你还有啥不舍得？是啊，爹，咱们不能再给他们扛活了。就算我三叔真的有一天考上秀才，咱家也沾不到半分好处。我爷奶偏袒三方有目共睹，心里只有我三叔。倘若再不分家，咱们说不定会被他们折腾成啥样呢？大宝，你误会你爷爷了，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听说我摔伤了腿，更是心疼的老泪纵横，执意要背着我走，众人拦都拦不住，说我是他儿子，别人背他不放心。这句话听得我心口窝暖乎乎的，那一刻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啥是父爱。他一大把年纪了，我都怕给他累出个好歹来，可他愣是咬牙背着我走了10多里路。你们说他要是不在乎我，能做出这么令人感动的事儿吗？分家这个事儿我说不出口。当家的你好糊涂啊，别人稍微对你好一点你就掏心掏肺的。这些年咱们是咋过来的？难道你都忘了？外人都看不下眼，你还执迷不悟。要是再不分家，将来咱家的日子指不定过成啥样，说不准都得要饭吃了。爹，这些年您为我三叔付出的还少吗？可他不仅不知感恩，反而愈发的变本加厉的压榨咱们。我爷那心眼子都偏到了肋叉子上了，任由我三叔胡乱折腾。咱们家的日子现在越过越穷，真要有一天吃不上饭，咱们连条退路都没有。大宝，但你爷奶那是我的亲爹娘啊，即便他们偏爱你三叔，那也是为了咱们陈家能够出人头地。只要你三叔考上秀才，往后中了举人，咱们家的日子必定会好起来，万万不能分呐。爹，既然您不听，就当我没说。青青姐已经答应让我跟着她做事，她说会给我开工钱，我赚的钱不会交给你们保存，我要自己攒着。你说青丫头要给你开工钱，她不过就挖了一颗人参，送程涵读书，又买了几亩地，估计也剩不下多少钱了。这些话不过是宽慰你罢了。青青姐没有骗我，她说等我腿上的伤好了，就让我去找她，会给我安排活干，工钱1天30文，如果我干得好，还会多给我发奖金。1天30文，1年就是赚10两银子。大宝啊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青丫头真答应给你这么多钱啊？当然是真的。大宝啊，这钱你不能自己拿着，得给娘，娘给你攒着，过几年给你说一门好亲事，你看行不？不行，我不娶媳妇，这钱我要留着供小弟读书。读书有啥用啊？不能当饭吃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，简直就是个废物。咱家二宝不读书，这钱呐，娘必须攒着给你娶媳妇儿。对，娘说的对，大哥，我再也不读书了，我不用你攒钱给我，读书没啥好的，我可不想跟三叔那样。我羡慕陈涵，并非是我喜欢读书，而是他去了学院，没人陪我玩。那怎么行？青青姐说了，读书并不是指望你能考上秀才，主要是读书能让人变得明智。乐，你是不是病了？咋这么听青青姐的话？二宝，你都不知道青青姐有多勇敢，她敢跟恶狼搏斗，敢在黑夜里穿梭，而且她懂得许多道理。陈大宝的眼中满是崇拜的光芒。好了，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，反正往后我就跟着青青姐干，赚的钱就留给小涵读书用，不会给你们的，更不会给我爷奶花1文钱。好，娘不要。既然你决定跟着你青青姐干，你可一定要卖力，莫要辜负了她。你娘说的对，好好干，不管咋样，多跟你青青姐学学也是好的。爹娘，你们放心，我会听她话的。陈青青起床，先给昏迷的男子例行检查一番，脑内的淤血已经被完全吸收，就是还不醒，只让他费解。难不成真的救个植物人回来？打算把赤砂糖制造出来以后，亲自把男子送去镇里的福田院。青丫头啊，怎么把这东西又洗又切块的？难不成你想制成咸菜？这东西吃起来甜滋滋的，再腌成咸的，能好吃吗？
娘，我不是腌咸菜，是打算熬制赤砂糖。制糖？你说这东西能制糖？不可能吧？是呀，虽然我没吃过糖，但我知道糖绝对不是用这东西做出来的。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先别急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三人连连点头，满眼都是期待。陈青青把切好的甜菜放在石磨上，陈占山推动着石磨，甜菜被一点一点的碾碎。此时石磨的不远处站满了村民，他们好奇地围在一边议论了起来。哎，你们快看，青丫头这是干啥呢？看她这架势，好像要把那些甜菜碾碎啊。哎，还真是哎，这磨碎了要干啥？这还看不出来？昨天我就说了，青丫头肯定要养猪，这不磨碎了喂猪。这东西养猪，那肉可香了。你快一边打待着去，喂啥猪喂猪？我看你像猪，谁会花好几十两银子养猪啊？这不是脑瓜子进水了吗？就是有道理，绝不是养猪。那你们说他干啥？要我看，他们既然把这甜菜碾碎了，肯定是想掺进粮食里，那样就不至于挨饿了。你说的更不可能。要我看啊，他们肯定是要做啥好吃的。各位叔伯婶子，你们就别瞎猜了，我这是要准备制糖。制糖？新丫头，你可别哄我们呀，这菜咋能制糖呢？是啊，从来没听说过菜能制糖的。这是我新学的法子，你们就等着瞧好吧。村民们虽然半信半疑，但是也不再多说，多好奇地看着他们继续忙活。所有的甜菜被磨成了汁水，陈占山飘回了吴家老宅。陈青青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布口袋还有过滤网，用力地挤压出汁液。爹，可以生火了，记住，这开锅以后要慢火蒸煮，火不可升得太旺。青丫头，爹明白了，这东西跟做豆腐差不多，火大容易糊锅，一旦有了糊巴味儿，啥玩意儿都不好吃。不过你放心，爹绝对能控制好火候。就是这个意思，熬糖的火候非常重要。行嘞，爹保证不让它糊锅。锅里的汁水开始翻滚冒泡，甜香的气味在空气中逐渐弥漫开来。陈青青手持勺子不停地搅拌着，还不时地朝着身边的林氏还有大宝叮嘱道：你们记住了，这在熬煮的时候一定要不停地搅拌，这样做是为了让糖汁能够受热均匀，避免糖浆粘锅或者是糊底。一定要注意，一旦发现糖汁变得浓稠，就必须加大搅拌的频率，千万不能有半点马虎。这万一搅拌不及时糊了锅，这熬出来的糖就会影响口感，吃起来就会发苦。青丫头，你放心，这手法不难，娘能学得会。姐，我也记住了。陈大宝也是满脸的认真，锅里的糖浆逐渐变得浓稠，在熬制的过程中，一定要密切注意糖浆的颜色还有粘稠度。当糖浆的颜色变深，搅拌的感觉越来越粘稠，就不用再烧火加热了。你们看，像这样能够拉出细丝儿，就说明这糖快熬好了，就可以盛出来冷却了。青丫头，你真太有本事，竟能做出这种金贵东西。是啊，要不是亲眼看着你一步步操作呀，我还真不敢相信这东西能制出糖来。没想到这第一次熬制赤砂糖竟然会如此成功。他赶紧把熬制好的糖浆盛进早就准备好的容器里，笑着说道：你们尝尝，感觉一下味道如何？陈占山闻言第一时间伸出手指，小心翼翼地蘸了一点糖浆放入嘴里，慢慢品尝了起来。二他爹，啥味儿啊？甜滋滋的，好甜呀，这味道真是绝了。我尝尝。好吃啊，这甜味太好吃了。陈大宝吞了吞唾沫，也赶紧上前尝了一口。原来这就是糖，简直太美味了。太好了，成功了，以后咱们就可以开糖坊卖糖了。可不是嘛，镇上卖100文钱一斤，这要是能卖出去，可是赚钱的好买卖。100文一斤，这也太贵了，没有人买吗？也是，100文钱能买5升精米，要是买粟米，那可是20升。青丫头，你说这东西
能好卖吗？爹，你放心，这糖可是好东西，这绝对好卖。那就好，爹干活还可以，若是去这里卖糖，恐怕不行。当家的，就咱们这脑袋瓜子，能做啥买卖呀？依我看呐，咱们呀就在家帮青丫头制糖，至于销路不用咱们担心。对，咱俩就给青丫头干活，至于卖糖的事儿，还是算了。既然爹娘不愿意经商，那我也不为难你们，你们只管干活就成。到时候我给你们开工钱，1人1个月1两银子，你们看成吗？青丫头，娘给你干活不要钱，能吃饱饭就成。你娘说的对，你还要供养小寒读书，我们再要你的钱，那我们成啥人了？不能要，这钱我们绝对不能要。爹娘，你们付出了劳动，这获得工钱是天经地义。至于陈汉读书，你们不用操心，我既然答应会供养他，就会说到做到。你们只管帮我把糖治好就行。再说了，这制糖的活计可不轻松，你们要是执意不要工钱，我就不用你们帮忙了。这1个月1两银子，一天都和30多文钱了，不行，太多了。我在码头扛大包比这累，一天才赚10文钱。如今守在家里干活，中午还不用饿肚子，活计也轻巧，一天给我8文钱就不少了。行了，爹，你就别再推辞了，这钱就当是女儿孝敬给你们的。再说了，这糖还没卖出去呢，我只是给你们打了空头银票，现在也没银子给你们，你们推辞啥？好，爹听你的。青丫头你放心，熬糖的事儿就包在我们身上了。陈青青传出糖的消息，迅速的在南山村传开，村民都觉得很是稀奇，围在院子外头朝着里头张望着。没想到糖竟然是这个味道，那简直太好闻了。是啊，没看出来青丫头还有这本事，我活了大半辈子都没听说用菜能制出糖来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呐。哎呦喂，占山2口子呀，上辈子是积了啥德呀，竟摊上如此能干的女儿，这是要发财的节奏啊！这还用说，糖可是稀罕玩意儿，价格贵得离谱，这要是拿到镇里卖，不出半年就能变成大财主了。哎呦，那占山不就成了财主老爷喽？是呗，这都是托了青丫头的福，要是没有这么能干的闺女，他们一家都得要饭去。人群里的陈老太羡慕的眼珠子通红，心里气得连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这个死丫头，没想到她还有这样的本事。早知道这甜菜是制糖用的，昨天晚上说啥也偷回去几袋，这也弄出点糖来解解馋。你个死老头子，伸着王八头往里瞅啥？都怪你！你打我干啥呀？我也没招惹你啊！你还有脸说？昨晚上你要是不浪张去，估计咱们也能吃上糖了。哎呦，我的老婆子，原来你是为了这事儿啊！老婆子，你不能赖我，谁知道昨晚会碰上吴保安呢？我要是不去找占良啊，村里人得咋说我呀？我这不也是为了咱家的名声着想啊？不是我说你，以前你也没少干小偷小摸的事儿，咱越老越笨了。你就不会躲着点他们？就算碰上，你就不会撒个谎，非得傻了吧唧跟着他们上山，让你干啥就干啥。就你这样的笨蛋，累死活该，没人可怜你。你有点过分了啊！不就是没吃上甜菜吗？你这又是傻子又是笨蛋的，我可是你老爷们儿，有你这样埋汰人的吗？听到这话，陈老太的怒火噌的一下就上来了。你还有脸说是我老爷们儿？公狗都比你强。那你找狗过去吧。你个死老头子，长能耐了是吗？你信不信我抽你？我懒得搭理你。此时的陈若兰心里极度的抓狂。奶，您消停会儿吧。我爷多大岁数的人了，你还动不动要打他，也不怕人笑话。他就是欠揍，这辈子嫁给他这个窝囊废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就没一件事能让人满意的。你有本事，你找个令你满意的不就得了？看你长得丑样，除了我，谁会眼下呀？你个老不死的，真是给你脸了！闭嘴！你们俩还有完没完了？
有本事找我大伯吵去，在这使能耐算什么本事啊？陈老太悻悻地闭了嘴，不再搭理陈老汉，伸着脖子朝着院里张望了一眼。若兰，你说那死丫头真熬出糖吗？应该错不了，闻着飘出的味道就是糖味儿。哎呀，这味儿还真好闻啊，就是不知道吃起来啥味儿。应该跟甜鸡杆差不多吧，吃起来甜滋滋的。我还不知道是甜的，用你多嘴。你要是心疼我，赶紧进院子去给我偷俩甜菜疙瘩去。不行不行，这村里面人都在这儿看着呢。若兰，你赶紧劝劝你奶奶，别想着偷甜菜了，现在根本不好下手。爷，我奶说的没错，你得进院子看看去。啊？你也让我去偷甜菜？偷什么甜菜呀？你们咋越老越糊涂了呢？若兰，你的意思是咱们进去偷学制糖？奶，你也不会制糖，就算我爷能偷出几个甜菜有什么用啊？要是咱们能学会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若兰，你说的没错，赤砂糖可是稀罕东西，咱们要是真能学会制糖，那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。用不了1年半载，咱家就能富得流油，成为大财主了。老婆子，偷学手艺可不是啥光彩的事儿，万一被那死丫头发现了，她肯定不会轻饶咱们的。再说了，赤砂糖1斤就卖100文钱，那谁家傻了似的买那玩意儿吃啊？就是制出来也不一定卖得出去呀。就你会过日子，有钱的人多的是，你买不起不代表别人也买不起。爷，我奶说的对，赤砂糖虽贵，可在镇里卖得特别快，不愁销路的。那我也不去。青丫头啊，猴精猴精的，万一发现了我的意图，我怕我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个死老头子，真是胆小怕事儿！富贵险中求，不拼一把，咱家咋能过上好日子？赶紧快去！要是能学会，咱老陈家祖坟可就冒青烟了。老婆子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，我脑瓜子笨啊，就是看了也学不会。瞅你这没用的东西，真是吃啥啥香，干啥啥不行。嫌我笨，你去不就得了？指使我干啥？陈老汉小声地嘀咕道：“你个完蛋的玩意儿，脑瓜子笨，一次学不会，不会多来几次啊？瞅你现在这小胆儿，都让那死丫头吓成啥样了，连上街看看都不敢。你怕啥？他能吃了你不成？”行了，你们别吵吵了，既然不想进去，那就不去。等晚上回去问陈大宝，不是一样吗？青丫头，你看外边现在围满了人，刚才咱们就不应该把熬糖的事说出去，万一被人学会了，恐怕会影响到咱们的生意。是啊，以后咱们得提防着点儿，别让有心人钻了空子。爹娘，既然你们有这个顾虑，我倒是有个好主意。啥主意？你说来听听。咱们离开南山村，找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，这就不会有顾虑了。不行不行，俗话说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，在家千般好，离家处处难。再咋说，咱们也是土生土长，万不得已，没人想背井离乡，那滋味不好受。青丫头，出门一里不如家里，外边再好啊，我还是觉得在家里踏实。陈青青一脸的无奈，若是爹娘同意，他们就能远离陈老汉夫妇这对奇葩。我就随便说说，你们放心，就算有人学会了熬糖，这也不打紧，毕竟他们暂时也没有原料。你的意思是，以后这甜菜疙瘩会很多？是啊娘，就算原料充足，咱们可以在制糖的功夫和品质上下功夫，做出与众不同的赤砂糖。青丫头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可这工艺和品质要如何提升？哎呀爹，这您就别管了，到时候我自有办法，只要咱们一家人齐心协力，就不怕赚不到钱。哎呀，希望如此吧，只是这外面围着的人一直这么瞧着也不是个事儿啊，得想个法子把他们打发走。无碍，愿意看就让他们看呗。青丫头，你还真熬制出来赤砂糖了。
李正叔，你来了，快坐。我听你婶子说你熬出了糖，这不过来凑个热闹吗？李正叔，你尝尝这糖怎么样？吴板迫不及待地接了过来，放进了口中。就是这个味道。这甜菜的优势可不少。首先，这甜菜种植起来相对容易，不挑地。咱们这村就有不少荒地能种，这甜菜的产量特别的高。同样的精力和时间，能够产出更多的糖。如果卖得好的话，我打算以后在村里开制糖坊。你是说，让村民们种甜菜，然后你收购开作坊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照你这么说，这甜菜糖还真是个宝贝啊！青丫头，你是好样的，不仅自己有钱赚，还想着乡亲们，我替他们谢谢你。李正叔，现在还言之过早，等到作坊建起来，我真的帮的乡亲们，再谢也不迟。好，不管咋样，那也要试试。叔支持你。青丫头，上次你从山里救回来那个男子，到现在都还没醒。你现在这么忙，根本就没工夫照顾他。不如我给你开一张证明文书，明天你就把他送去镇里的福田院吧。李正叔，我也正想和你说这件事情呢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好，那一会儿我把文书给你送来。次日一早，陈青青早早的起来，和爹娘叮嘱了一番，随即坐着牛车来到了清水镇。经过一番打听，终于来到了福田院的正门口。和守门说明情况之后，功夫不大，一个管事的男子就从里面走出来。大人，这是村里开具的文书，请您过目。姑娘，此人一动不动，你确定他还活着？是的，大人。此人虽然看着跟睡着了似的，可是他的脉搏心跳都正常。好，既然文书上写的清楚，那就留下来。赶紧把车上的男子抬进西跨院，找个专人照看着。就在这一刹那，牛车上昏迷的男子猛地睁开了眼睛，直挺挺地坐了起来。这人有病啊，一惊一乍的，能吓死个人。姑娘，你不是说这人得了是失觉之症，他咋还坐起来了？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这是哪儿？这里是福田院。福田院？大人，此人突然清醒，证明他已经彻底痊愈了。既然这样，就有劳大人帮他找到家属，让他早点和家人团聚。好好，这样最好，也省得专人照看。他只要说出家住何地，我定会派人核实。如无家可归，我们再另做处理。你们赶紧把他带进东院，问清籍贯，尽快送其回原籍。车上的男子一听，连忙摇了摇头。你们别动我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别害怕，这里是福田院，是专门收留落难之人的地方，他们会帮你找到家人，送你回家的。不，我不去那个破地方，我有家。啊，你家住哪儿？男子目光怔怔，一把拉住陈青青的手，语出惊人。娘子，你为何狠心送我来这种地方？难道你不要我了吗？公子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的娘子。男子眼神笃定。不可能，你就是我娘子，不会错的。娘子，在我意识模糊之时，你对我关怀备至，你的气息，你的模样，你每次给我喂水喂药，帮我检查身体，我全都知道，我怎么可能记错？看来这名男子看似昏迷，其实脑海中一直有意识。我真的不是你娘子，我为你治病照顾你，只是因为我是郎中。如今你已然清醒，就赶紧让这位大人带你回家好吗？大人，此人就交由你们处置了，望大人精心照料。小女还有事务在身，就此告辞。好，姑娘放心，把她抬进去，找个人妥善照顾。男子被人连拖带拽地拖进了福田院，他歪着头，一双清澈的眸子紧紧地盯着身后的陈青青。老汉叔，走吧，去副食铺。好嘞。刚走出没多远，站住！你给我回来！陈青青蓦然回头，就见男子在前面奔跑，两个衙差在后面追赶。娘子，等等我！
你不要把我一个人丢下，我害怕，娘子！男子迅速追了上来，轻轻一跃便跳上牛车。娘子，别丢下我，我不想去那个地方，我害怕。我真的不是你娘子，你别乱喊。你就是我娘子，你为什么不要我了？姑娘，这人有暴力倾向，我们刚把他带进福田院，他一拳就把我们大人打到墙上，转身就跑。我们追他回身又给我们一人一脚，差点没把我们俩踢飞了。谁让你们凶我，挨打活该。娘子，我不跟他们走，他们凶我。这位小娘子，我们这里是福田院，只收留鳏寡、孤独的老人与孤儿，以及衣食无着落的落难之人。你家男人既然已经醒了，还是赶紧领你家男人回家，别总想着逃避责任。这位大人，你误会了，我和他真的没有一点关系。没关系，他能管你叫娘子？你糊弄谁呢？真的，大人，我和他根本不认识，他是我从野外救回来的。行了，别满口胡言。像你这样的妇人我们见得多了，男人生了病就想当甩手掌柜，把人扔进福田院，你说你这样做缺不缺德呀？杂役数到了陈青青一番之后，转身便走。哎呦，就是呀，这男人成了这样，看着怪可怜的，他还想撇清关系，真是太狠心了。这姑娘呀，看着就挺老实本分的，咋能干出这种抛弃丈夫的事儿哟？哎呦，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！这女子真是不知廉耻啊！说不定是这男人家里太穷，他不想跟着过苦日子呢。你们闭嘴！不知道实情就别瞎胡咧咧。我们真不认识这个人，他就是我们从山上救回来的。不信你们去南山村打听打听。小伙子，你还有完没完？秦丫头好心好意救你，醒来你不谢也就罢了，竟还张口闭口叫她娘子，你这不是毁她清白吗？你要是还有良心，赶紧跟大家伙说清楚。你胡说，她就是我娘子，我会一辈子对我娘子好的。小伙子，咱做人得讲良心。秦丫头不图名利，费心劳神的把你救回来，可你却恩将仇报，还赖上人家了。你这样做可不咋地道啊！她就是我娘子，我就要跟着她。你真是油盐不进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头一次看到你这样的人。你赶紧从我车上下去，我不拉没良心的人。我不下车，我要跟我娘子回家。你既然叫我娘子，那你可知我的名字？男子想了想，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。娘子，我记不清了。既然记不清，为何认为我就是你娘子？我虽不记得娘子姓名，但我的脑子告诉我，你就是我的娘子。从醒来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觉得无比亲切，仿佛我们已经相识多年。听了他的话，陈青青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你记得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吗？不知道。那你记得你是怎么受伤的吗？不知道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。一问三不知，那你知道啥？我就知道你是我娘子。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你这脑瓜子病得还真的不轻。老汉爷爷，走吧。秦丫头，你真要把她带回去啊？不带回去能怎么样？你看他一问三不知，这明显就是脑子有问题，所以才会满嘴胡说八道。哎，你的意思，他现在不就是个傻子吗？真要是赖着你不走，那不就麻烦了？老汉爷爷放心，他这应该是短暂的失忆，慢慢就会好起来的。哎呀，你这个孩子呀，真是心善。常言道，帮人帮到底，救人救到头，不管怎么样，顺其自然呗。我给你起个名字怎么样？男子高兴点头。好啊，娘子叫我什么？叫你傻蛋怎么样？不好听，我也不傻，咋能叫傻蛋呢？没想到你还挺挑剔的，不过你笨得跟个榆木疙瘩脑袋似的，就叫你小鱼，大小的小，鱼儿的鱼，这个名字怎么样？小鱼？行，这个好听，我就叫小鱼了。那从现在开始你叫陈小鱼，记住了吗？娘子你放心，我记住了。你以后不能再叫我娘子，你只能喊我青青姐或者是青丫头，记住了吗？不行，我就叫你娘子。我告诉你，不能随随便便称呼别人为娘子，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。不是我吓唬你，你要是在我爹娘面前乱叫，这非得挨揍不可，到时候我可帮不了你。娘子，
我听你的。娘子，咱们现在干啥去？是不是带我回家？先不回家，你先跟我去办一件事情。好的，娘子。老汉爷爷，你去镇外等我们，正好顺路多拉几个人。好，你去吧。娘子，我帮你拿东西。好吧，咱们走。里基副食铺。2位客官需要点什么？小二哥，我想见你家掌柜。稍等，店掌柜，就是这俩人找你。这位姑娘在下李福，请问你找我有何贵干呢？李掌柜你好，我想问问你这里要不要吃砂糖？抱歉，我们店有专门供货的货商，不是谁的货都要的。你先看一下货再下结论，这万一货合心意呢？也好，拿来让我瞧瞧。我的赤砂糖品质好，味道纯正，你要是觉得好，我可以长期给您供货。品质倒是还可以，就是不知道这拿货的价格。李掌柜是行家，这价钱自然您来定。我相信您给的价钱自然是公道合理。陈姑娘，你别看赤砂糖在市面上卖的挺贵，但我们进价相当低呀。实不相瞒，平时我们的收购价1斤是50文钱。李记副食铺的掌柜人品，此人狡诈，这100文的赤砂糖怎么可能有对半的利润？李掌柜还真是会说笑，1斤赤砂糖进货50文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，还是觉得我的糖卖不出去啊？李掌柜被噎，顿时脸色一黑。既然姑娘让我报价，我给了，你又嫌低，那你打算多少钱1斤供货呀？我这赤砂糖品质上乘，你给如此低廉的价格，真的合理吗？陈姑娘如此爽快，那我就实话实说。平时呢，我进价是70文钱1斤，你看这个价格行吗？我心里的定价是90文1斤。你这个价钱我肯定不会要，毕竟你的货我可进可不进啊。李掌柜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慢走，不送。掌柜的，咱们进的赤砂糖就是90文钱1斤，您为啥不要这位姑娘的？万一她要是卖到别家去，定会影响到咱们的生意。无妨，一个小姑娘，无非就是投机取巧，在那儿淘弄来几斤赤砂糖，想换点零钱花，这种人成不了大气候，不值得合作。是，掌柜的英明。娘子，别着急，刚才那个人有眼不识金镶玉，他一定会后悔的。我没生气，你说的对，他一定会后悔的。娘子不生气，我就放心了。小鱼开心地笑了。嗨，走吧，咱们去别家看看。二人朝着另一家较小的杂货铺走去。刘记杂货铺，陈青青刚走进屋门，就看到店掌柜无所事事地拿着鸡毛掸子，有一搭无一搭的这儿扫扫那儿挥挥。见来了客人，连忙热情招呼：客官需要点什么？掌柜的，你们这里要不要赤砂糖？姑娘手里有赤砂糖？是的。掌柜闻言满脸的惊喜，这赤砂糖可是紧俏货，在清水镇只有李记副食店有售，那个南方来的供货商根本不给他进货机会。姑娘在下姓刘，不知姑娘贵姓啊？我姓陈，南山村人。哦，南山村倒是不远。不知道陈姑娘这赤砂糖是在哪里进的货呀？质量可有保证？赤砂糖是我自己熬制的，不过质量您放心，这绝对是1等1的好糖。刘掌柜心里高兴，还真是想啥来啥。刚才还犯愁店里没有赤砂糖而着急上火。既然是1等好糖，那你可带来样品呢？让我先看看你的赤砂糖品质如何。您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熬制的赤砂糖。你说这些赤砂糖是你熬制出来的？没错，是我熬制出来的。哎呀，据在下所知，熬制赤砂糖需要生长在南方的柘树，咱们安阳地处大宁朝边界，根本不可能有柘树。不知姑娘这糖是用何原料所制啊？这个刘掌柜不用知道，我既然能够制出赤砂糖，自有我的办法。对，在下唐突了。陈姑娘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手艺，了不得，
真是了不得呀！您觉得这赤砂糖的品质如何？要是满意的话，咱们可以谈谈合作。颜色红褐，质地均匀，这赤砂糖的品质上乘。实不相瞒，我有意收购，就是不知道这价钱。我给你的价格是85文一斤，你看你能接受吗？刘掌柜心下一喜，南方可上的赤砂糖已经要90文钱，而且还不和他合作。陈姑娘给的价格公道合理，就这么定了。不知道你要多少斤？几天供一次货？实不相瞒，在我这儿长期买粮食的酒楼啊，倒是有几家，他们也问过我几次何时有赤砂糖，可我却一直没有进到过货。一会儿啊，我挨家去问问，若是都在我这里拿货，我要的量肯定不会少。就是不知陈姑娘手里现在有多少赤砂糖啊？今天带的不多，只有40斤。好，这些呢我都留下了，以后啊咱们要长期合作。刘掌柜您放心，既然你是我的第一位主顾，这有货我自然先紧着你来。咱们清水镇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我想那李记副食铺也售卖赤砂糖，再加上我家也就足够了。你放心，在清水镇我只和您一个人合作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陈姑娘真是爽快人呐。二人签订了契约，这合同也算是生效了。这是货款，请陈姑娘收好，要是明天还有货，劳烦陈姑娘直接送过来就行。好的，明天我会按时过来送货。好好，陈姑娘请慢走。刘掌柜送走陈青青之后，立刻出门去找了他的几位老主顾，把兼购赤砂糖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并且一斤的价钱只要95文。那些酒楼医馆纷纷答应从他这里购买，40斤的赤砂糖还没走2家就被全部被订完了。刘掌柜笑得合不拢嘴，照这样下去，看对面的李记副食铺还怎么在他面前张狂。陈青青和陈小鱼走出店铺之后，心情大好，打算早点回家。娘子，我饿了。陈青青暗道大意，那咱们就在这里吃2碗馄饨吧。好好啊，2碗馄饨。好嘞，马上就来。不一会儿，2碗热气腾腾的馄饨就摆在他们面前。小鱼拿起勺子，姿态优雅，轻轻地吹了吹馄饨上的热气，然后小口小口地吃着。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气，与这简陋的馄饨摊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小鱼，你吃个馄饨如此讲究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皇宫里用膳呢。哦，娘子，这馄饨太好吃了，你怎么不吃？我不饿，你快吃吧，我这碗也给你。陈小玉可能真的是饿极了，2碗馄饨下肚还意犹未尽，乞求的眼神看着陈青青。娘子，我还想吃。不行，你饿了太久，不能一次吃太多，不然会撑坏的。过一会儿再吃好不好？我听娘子的话。离开了馄饨摊，陈青青带他溜溜达达的来到了镇东的牲畜市场，想买一头能够拉磨的驴，便看到不远处聚了一堆的人，里面传出了一阵哭声。小鱼，回家了。娘子，你看，老爷爷哭得好可怜，你帮帮他好不好？老爷爷，你为什么要哭啊？驴变了。这驴不是在那儿吗？那不是我的驴，我家的驴养得又肥又壮，这头不是我的，我家的驴被人给换了。由于走得早，没来得及吃饭，就想着吃点东西。吃饱喝足一出来一看，这驴变样了。老爷爷，你先别着急，大家都想想办法，一定能帮你把驴找回来的。各位大哥大姐、叔叔伯伯，这个老人家看着实在可怜，要是谁看到他的驴被换了，提供消息者，只要能够找到老人家的毛驴，本人愿意提供100文钱作为报酬。刚才我看见一个30多岁的汉子，鬼鬼祟祟的牵着一头肥壮的毛驴儿，往镇西边那条街去了。多谢大哥，等找到老人家的毛驴，我一定兑现承诺。老爷爷，先别哭了，咱们去找你的毛驴。姑娘，就算是知道了换我毛驴的人往西去了，恐怕咱们也找不到了。老爷爷，这俗话说老马识途，这老驴也同样识途，把它撒开，咱们跟着走，一定能找到你的毛驴。
就算是找到了，万一他不承认咋整啊？老爷爷您放心，他要是敢抵赖的话，咱们就去报官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跟在老驴的后面走，没一会儿，众人就跟着老驴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巷子。这就是我的驴，这驴就是我家的。你没有把这个老人家的驴牵走，而是用你的老驴交换，说明你良心未泯。你赶紧把毛驴还给人家，这事就算作罢。要是你一意孤行，那我们可要去报官了。小丫头，你吓唬谁呢？这头驴就是我的，你愿意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，老子不怕。大哥，想必你平时都是靠这头驴拉脚干活吧？不错，正是。老爷爷，你家的毛驴可也是拉脚干活的？我家的驴只有秋收的时候驮点粮食，平时都舍不得用。要不是为了给我儿子娶媳妇儿，我才舍不得卖掉。这就对了，你看这头老驴的前胯毛已经磨损，这是最基本的长期运货造成的。你若是不把这头老驴还给老人家，这就算告到官府，恐怕就不是还驴这么简单了。姑娘，我错了，都怪我一时贪心，你们不要报官，我把毛驴还给老人家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他现在愿意归还你的毛驴，你能原谅他吗？我的驴找到就好，姑娘，我卖的驴就把刚才给你的承诺100文给你付了。老爷爷，你这驴卖多少银子？我正好需要买一头毛驴。我打算卖15两银子，如果姑娘想买，给我14两银子就好。好，这头毛驴我要了，这是15两银子，您收好。不，这太多了，你给我14两银子就行。老爷爷，您就别客气了，快把钱收好，可千万别再弄丢了。又掏出了100文，递给了刚才提供线索的中年男子。这位大哥，你也算是存了一份善心。我是南山村人，你要是有一天真的有困难，可以去找我。好，谢谢姑娘不报官之恩。陈家老宅，老二家的，你给我出来！咋了娘？叫我干啥？大宝呢？赶紧让他去我屋，我问他点事儿。啊，大宝没在家，你找他啥事啊？没在家，一大早就去给人家扛活了，家里的活不干，给人家当苦力，这叫啥事儿？去，把他给我喊回来。娘，你说这话也太难听了，啥叫给人家扛活呀？一大早的你就吵吵巴火的要找大宝，咱家现在有啥活等着大宝干呢？再者说，大宝现在也老大不小了，他愿意干啥，我能管得着吗？我也不能整天把他拴在裤腰带上，要找你去找，反正我是不去。真是一个个都反了天了，你不去，我去，我非得学会制糖不可。到时候有了钱，看你们还敢跟我这样说话不？母猪较定，肯定又没憋啥好屁。陈老太刚走没几步，就看到赵媒婆远远的迎了过来。哟，这不是赵大妹子吗？你咋有功夫来我们村啊？我就是路过，没啥事儿。走啊，大妹子，家里坐会儿，喝口水，歇歇脚去。不了，你家门槛太高，我怕闪了腿。哟，大妹子，你这话从何说起呀？上次那码事儿你也不能怨我，我也吃了那死丫头的大亏了。要怪就怪我那不成器的大儿子，竟被一个死丫头拿捏住了，我还一肚子委屈没处说呢。你委屈有没有地方说，我管不着，我还闹心呢，没心情跟你唠嗑。谁这么不长眼，把我妹子气成这样啊？哼，这个人恐怕你招惹不起。大妹子，不是说大话，我在南山村骂遍全村无敌手，还没碰到过不敢招惹的人。你就说谁惹了你，我保证让他给你当面赔礼道歉。还能有谁呀？就是你家那个不知好赖、享不了福的大儿子呗。我好心好意来给他闺女说亲，可话还没说2句呢，他就把我给轰出来了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给死丫头说亲，到底咋回事啊？哎呀，老嫂子啊，你也别问了，你儿子就是个十足的大傻子，放着泼天的富贵不要，活该他一辈子受穷。他就是个穷命鬼的脑袋，驴年狗辈子都过不好。
因为他没这命，享不了这荣华富贵。大妹子，你仔细说说，到底咋回事啊？难不成有人看上那死丫头了？要不是有人看中了他家闺女，就是8抬大轿台，我都不进他家门。谁这么不开眼相中那死丫头啊？大妹子，你快说说。哼，说出来能吓死你。此人就是咱们清水镇首屈一指的人物范统，范大财主。你说范财主要娶那死丫头？就是范大财主，只要答应这门亲事，他过门就是五姨娘。要是再生个一男半女，你们老陈家是不是都跟着沾光了？可我话还没说完呢，陈占山指着我鼻子就把我撵了出来。你说他咋就不知道好赖呢？范财主还答应给200两银子当聘礼，要是嫁过去就能穿金戴银，呼奴使婢，吃香的喝辣的。多少大姑娘小媳妇都想到那个福窝窝里去享福啊！让你说，人活这一辈子图个啥？不就是吃喝拉撒吗？可你大儿子不这么想啊，好像让他吃了多大亏似的。既然他不想当财主老爷的丈人爹，我也无能为力，只好回去找范财主说说，让他打消这个念头吧。大妹子，范财主真愿意给200两银子的聘礼？那还能有假？他可说了，只要同意这门亲事，迎亲当天还多赏50两的出门银子，里里外外那就是250两银子。换做咱们这样的小老百姓，3辈子也赚不来这么多钱呢。可惜你儿子不领情，我这也是寡妇遇太监，跟着瞎着急。行了，老嫂子，你忙去吧，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。嘿，大妹子，你别着急走，到家里坐会儿去。哎呀，今天没心情，改天吧。别介，妹子，我是有事儿和你商量。你能有啥事儿？大妹子，你信得过我不？啥意思？你说明白点。我的意思就是呀，你要是信得过我，就去跟范财主说，这门亲事我答应了。就你快拉倒吧！上次李屠户的事儿就把我给害惨了。你们既然已经断了亲，青丫头的婚事根本就轮不到你做主，别在这拿话诓我了，我可没时间陪你胡扯烂睫毛。大妹子，你看你这是干啥？咋还记仇呢？我和他们家是断了亲，但陈占山是从我肠子里爬出来的，到哪儿去说我都是他娘。虽说上次李屠户的亲事没成，那是事出有因。那个杀猪的太粗鲁，脾气太大，一点就燃，一燃就炸，这一言不合就动手动脚，骂骂咧咧的。本来我是有办法的，谁知他狗肚子里装不下2两油啊，没一点深沉劲儿。没等我跟他说明白，就伸脖子瞪眼睛，呜哇直叫喊，这一时才乱了分寸，没了主意，所以把事情搞砸了。这次你放心，就冲着250两的彩礼，这事儿我准保给办成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，没拿我寻开心吧？瞅瞅你这话，咱俩没冤没仇的，我骗你干啥？要不这样，彩礼钱别急着给我，事成之后再给钱，这样行不行？哎呦，我的亲嫂子，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老嫂子啊，你大儿子性子倔，青丫头更不好对付，不知你有啥法子能促成这件好事儿啊？大妹子，啥法子你就甭管了，到时只要生米煮成熟饭，就不怕那死丫头不答应。听你这话的意思，是想来硬的不成？这事儿妹子你就别打听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小鸡儿不尿尿，各有各的道。既然我敢答应你，那死丫头就已经是范家的人了。不管她是死是活，我保证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。不过你们可别着急呀，毕竟这种事儿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行。不着急，慢慢来，只要事儿能成就行。那是自然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请好吧。好，那我就回去等着老嫂子的好消息了。行了，你就去和范财主说去，让他把心放肚子里，顺便把250两银子的彩礼提前给我准备出来。
到时我准让他如愿以偿。银子肯定差不了，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。我这就跟范老爷报喜去。奶，难不成你学会了制糖？制啥糖啊？那玩意吃苦又受累的，能赚几个钱？实话告诉你们，咱们家要发大财了。哎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到底咋回事啊？是啊，奶，你赶紧说呀，咱家咋就要发财了？陈老太把刚才遇到赵媒婆的事情前后说了一遍。这可是250两银子，只要能弄到手，咱们家苦日子可就到头了。老婆子，你赶紧清醒清醒吧，别做梦了，行不行？咱们和老大一家关系啥样，你应该也知道。那范财主不是咱们这样的小老百姓能够招惹得起的，咱们啊就别找这麻烦了。你赶紧去追赵媒婆，你就说你刚才被猪油蒙了心，脑子勾了芡，满嘴胡咧咧呢，你快去把这事儿给推掉。你个没长脑子的死老头子，说谁胡咧咧呢？我看你脑瓜子才勾了芡，放在眼前的破铁富贵不要，竟让我把这等好事退掉，你是不是傻？是不是缺心眼儿？我咋傻了？你好好想想，你的话占山根本就不听啊，那死丫头更不可能任你摆布。就凭这，你有啥底气把青丫头说嫁给谁就嫁给谁呢？痴人说梦呢吗？你真傻透剃了！他们不答应，咱们就不能动动脑子？活人还能让尿憋死？办法总归是有的。你答应的倒是痛快，要是这门亲事成不了，就凭范财主的为人，那咱们家以后的日子可好过不了了。瞅瞅你这点出息，知道啥叫富贵险中求不？250两银子，这可是钱呐！不逼自己一下，不铤而走险能行？就你这树叶掉下来怕砸破脑袋的胆小鬼，一辈子有不了钱，狗辈子发不了财。咱家要是没我，就你这样的都得要饭吃去。我看你是钻钱眼里了，就知道250两银子，你别到时候把一家人逼上了绝路，你可就真成250了。好你个死老头子，成心想气死我是吧？我看你是肉皮子痒了。奶，咋又要动手打我姨啊？若兰，你刚才可都听到了，这不赖我，是你爷欠揍。我说的是事实，你凭啥打我？爷，你少说2句，我觉得奶说的没错，倒是你显得有些大惊小怪了。若兰啊，你也觉得这事儿能行？对啊，刚才我奶不是说了吗？富贵险中求，想要有钱就得冒险才行。奶，我支持你，你就放手一搏吧。好孙女，我就知道你跟奶是一条心。若兰呐，这可是咱们逆天改命的好机会呀！只要有了银子，不但不愁你爹读书的束修钱，连你的嫁妆都有了。咱们以后顿顿精米白面，大鱼大肉，吃剩下的骨头直接喂狗，再也不用砸碎熬骨头榨汤了。早饭我也吃油条喝豆浆，饿了就买点如意糕当零食。奶，你放心，只要有钱了，我带你下馆子去。好好，奶奶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进过饭馆呢，到时我非得去吃顿好的，痛痛快快的吃上一回。奶，现在啊还不是嘴馋的时候，咱们还是赶紧商量商量，咋把那250两银子弄到手吧。对对，我只顾得高兴了，咋把这重要的事儿给忘了呢？你要是想下馆子，就赶紧给我想办法。行，想要促成这件好事，这好言好语肯定是不行的，只有一个可行的办法。快说，啥办法？软的不行，咱们只能来硬的。硬的？咋硬？
大闷棍。刚才你不是说了吗？想要有钱，那就得心狠手辣。咱们啊，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，找准机会打他个措手不及，然后就送给范财主。只要那死丫头失了清白，就是天皇老子来了，他也得认命。奶，我爷爷这主意好，明面上那死丫头肯定不好对付，只能暗地里来阴的，就趁他不注意，用木棍把他打晕，然后送给范财主，250两银子就可以轻松入手了。主意倒是不错呀，但危险太大了。要是一棍子下去再把那死丫头打死了，那咱们可就鸡飞蛋打，白忙活了。哎呀，奶呀，你的顾虑也太多了。那死丫头从小没少挨揍，剑骨都不是一般的硬，一下两下根本打不死，你就别犹豫了。这几天你和我爷就找机会，争取早些把那死丫头给范财主送去。老婆子，你要是担心把那死丫头打死了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啥办法？说说看。咱们可以半夜3更，趁其睡着了，把它装进口袋里，这不就死不了了吗？哎，不行不行，那死丫头连李屠户都不怕，咱们几个根本摁不住她。万一事情败露了，再想下手可就没机会了。咱们轻易不能出手啊，出手就得快准狠，不给对方一点喘息的机会，必须一招制胜。道理我懂，可咋样才能快狠准呢？我就知道你也就这点能耐，就是把脑瓜子敲碎也想不出来好主意了。行了，老头子，你也甭薅头发吹脑袋，我早就想到好办法了。到底啥法子？是啊，奶，快说说你想的啥办法呢？我这个办法一旦实施了，那就是大菠萝扣王八，大罗神仙也跑不了，准保让那个死丫头乖乖的听话，任由咱们摆布。招手示意2人靠过来一些，低语了一番。奶，你想的主意太棒了，够狠、够绝、够无情。对付死丫头，就得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才行呢。嘿嘿嘿嘿嘿，好，太好了，老婆子，你这法子啊，比打闷棍的方法强1000倍万倍，不显山不漏水，人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事情给办成了。嘿嘿嘿，看来那250两银子的彩礼呀，咱们是手掐把拿了。那还用说，你就等着跟我下馆子吧。陈青青带着陈小鱼回到南山村，径直来到了吴家老宅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青丫头回来了。青丫头，这毛驴是你买的？是啊，爹，有了它不但可以节省人工，还大大增加了制糖的效率。你说的对，这要是有了毛驴，估计一天能拾掇出来400斤甜菜。你爹今天推了一天的磨，可把他累惨了，让他休息也不听。有了毛驴以后啊，可就轻快了。秀梅，别跟姑娘瞎说，我不累。咋会不累呀？今天咱仨整整熬了4大锅甜菜，估计啊能出60斤糖，都是你一个人推的石磨。林氏的眼里透着心疼。爹，我娘说的对，要是把你累坏了，我会心疼的。好闺女，爹有的是力气。好驴，真是头好驴。他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，发现陈小鱼还站在原地没走的意思。卖驴的，驴已经送到了，你走吧。我不走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不走，在这儿干啥？还想留下来吃饭呀？是，我饿了，要吃饭。你想啥没事儿呢？你这卖驴的没事吧？我不是卖驴的，我是小鱼。陈占山听劈叉了，把鱼听成了驴，顿时来了火气。我不管你是小驴还是老驴，只要把驴卖给我们，你的驴就是我们的。这头驴跟你这个小驴就没了关系，懂不？当家的呀，你别小驴老驴的了，把我都绕晕了。
这孩子牵着驴赶路啊，说不准真是饿了，要不就给他点吃的。陈占山点点头，小伙子呀，这干粮你拿着，留着路上吃。林氏见他吃的狼吞虎咽，这孩子还真是饿坏了，你快去给他倒碗水过来。好，你别噎着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不一会儿功夫，2个干粮就下了肚。小伙子呀，干粮也吃了，水也喝了，快趁早往家走，别让你爹娘担心。我不走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这卖驴的可真有意思啊！难道买你这驴还想赖上我们啊？我娘子说了，她的家就是我的家，她在哪儿我在哪儿，我不走。你个臭小子，说啥混账话？是不是找打？陈占山气得抄起身旁的棍子就要打，小鱼好像感受到了危险，看着落下来的棍子，伸手抓住。坏人，你是坏人！说着夺过木棍就要还手。小鱼，赶紧住手！陈青青内急憋了一路，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冲向茅房，出来就看到眼前这一幕。娘子，他们是坏人，赶我走，还要打我！陈大宝拴好毛驴，从后院走过来，抡起拳头就朝小鱼脸上打，忽然脚下一空，整个人朝着地上扑了过去。爹，你先别生气，你听我和你解释。大宝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姐你让开，让我好好收拾收拾这小子，看他还敢不敢再占你便宜。大宝，别冲动，这里面有误会。姐，到底咋回事？是啊，青丫头，这小子到底是谁啊？爹娘，小鱼不是卖驴的，你们仔细看看，不觉得他有一些面熟吗？他不是卖驴的，那他是谁？当家的，他好像是青丫头在野狼谷救回来的那个人。娘，不是好像，就是他。还真是那个活死人，他醒了。是啊，你不是把他送去福田园了吗？咋又给领回来了？陈青青连忙把事情经过大致说了一遍，具体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醒过来的，大概是大脑受到某种刺激，所以才会突然惊醒。爹娘，我把他领回来，你们不会怪我吧？哎，青丫头，你做得对，就他现在这痴痴傻傻的样子，要是放任不管，有可能流落街头。换作是我，也不忍心看着他遭罪。是啊，青丫头，这孩子命太苦了，好不容易醒了，还变成了傻子，看着呀怪可怜的。就让他留下来，正好这院子也有地方住。爹娘，谢谢你们，从今以后你就住在这里，知道了吗？我想和娘子住一起。青丫头，留下他可以，但可不能让他乱叫，要是败坏了你的名声，以后你还咋找婆家？你爹的话在理，万不可再让他喊你娘子。爹娘，他脑子不好使，他爱叫啥就叫啥呗，你们不用太在意。那怎么行？他若是不能改口，还是送去福田院吧。好吧，我一会儿和他说一下，让他一定改口。小鱼，你若是想离开这里，以后不许再叫我娘子，听到没？小鱼一脸的迷茫，不解地问道。娘子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爹娘会生气的，你要是想留在这里，就得听话改口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以后就叫我青青姐，知道了吗？好，娘子。青丫头，你去镇里咋样？咱们的赤砂糖有人买吗？爹，那些糖不但都卖了，而且我还找到了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，明天我就把这些熬制好的赤砂糖给人家送过去。照你这样说，咱们以后的赤砂糖就都有人要了。我已经和那家商户签了合约，长期供应他赤砂糖。好，太好了！照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咱家可就过上好日子了。是啊，当家的，好日子来了。一日一早，刘记杂货铺的掌柜盯过来，昨天一共出了60斤的赤砂糖。刘掌柜乐呵呵地付了款，并且千叮咛万嘱咐，明天早点送货。陈青青点头答应，他这才乐呵呵地走了。娘，大宝，咱们人手不够，我想着雇几个人过来帮忙，工钱呢1天算10文，你们看看有合适的人选吗？要不问问你二婶，反正啊，她闲着也没事，干活还利落，就是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干。大娘，谢谢你能先想到我娘，我这就回去跟她说。
好的，我就再去村口问问，看看谁愿意来。青丫头，最好让他们今天就来上工，要不忙不过来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哎呦，占山是真有福气，养了个好闺女啊。谁说不是呢？本以为这破菜是喂猪的，咱们还笑话人家，却没想到这些都是金疙瘩，发财的金疙瘩。各位叔伯婶子，你们过奖了。我也是碰巧发现了这制糖的甜菜，运气好熬出了赤砂糖。现在人手不够，我打算雇几个帮忙的，一天10文钱，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干。李正娘子笑着道：青丫头，我整天闲来无事，算我一个。好，多谢婶子。唉，你这孩子说啥客气话呀？你李正叔说了啊，你以后还要建糖坊，发动村民种植甜菜。你这是呀，带着咱村所有人发家致富啊！我们呐都得感谢你才对。青丫头啊，这活计难不难呢？我能不能干？梁富贵的媳妇儿梁氏问道。梁大婶儿，这活计不难，只要把甜菜洗干净切块就好，非常简单。那就好，也算我一个。青丫头，我也想干活，你们雇不雇男工啊？虎子叔，只要有力气，我们都欢迎。好，男工这个名额归我了。紧接着，村里的刘氏、王氏也报名到糖坊做工。个不争气的东西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一天到晚正事不干，那死丫头给你灌啥迷魂汤了？竟还给人家扛活去了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。陈大宝心里喜悦的火苗瞬间被浇灭了，连个眼神都没有施舍给他，转身就进了屋子。大宝，你咋有空回来？娘，我回来看看我爹。爹，感觉咋样？腿还疼不疼？啊，好多了。你别担心，好好跟着你青青姐干活，别辜负她对你的一片苦心呢。我知道，您放心吧。你这时候不在那边帮忙，回来干啥？是啊，大宝，听二宝说你青青姐熬出了赤砂糖，我本想过去看看的，一直也没腾出功夫，是真的吗？哼，是真是假跟你有啥关系？他赚了银子是能分你一成啊，还是送你2两砂糖尝尝？既不用送我尝尝，也不用给我银子，只要是真的，我就替青丫头高兴。娘，我青青姐可厉害了，熬出的糖都卖没了不说，就连以后的糖都被镇里的刘掌柜预定了。既然这么忙，你这孩子还回来干啥呀？是这么回事儿，现在有点忙不过来，青青姐想要雇几个人，我大娘想让你过去帮忙，一天10文钱，让我回来问问你去干不？真的吗？一天给我10文钱？是真的，一天10文钱，每个月的月底结账。干，我今天就能去上工。娘，你先别急，怎么也得给我爹安顿好再去吧。对对对，你看娘啊，真是高兴得过了头，竟把你爹给忘了。翠琴，你也别着急嘛，既然青丫头让你去干活，就不会不等你。是啊，占良，你说的对，我和大宝去做工，你在家可别一个人下地啊。我把尿壶啊给你放炕沿边下，你小姐就在屋里解决，晚上我会早点回来的。翠琴，你放心，甭惦记我，快去吧。行，那我可去了。你给我站住！谁让你去干活的？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婆子？娘，我是去干活挣钱，也不是去享福。有了钱就能买粮食，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吗？用不着，你就在家给我伺候好占粮，其他的事用不着你操心。娘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为了让老三读书，把咱家的粮食都偷着给卖了，现在已经所剩无几。我若不去做工，咱家可真就得饿肚子了。那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。你要是出去做工了，家里的活去谁干呢？一日三餐谁做呀？咋也不能让我这个老太婆替你干吧？可是娘，没啥可是的，那死丫头有啥了不起的？凭啥给她去做工啊？别去给我丢人现眼，你就给我老实在家待着。陈老太阴沉着脸看着陈大宝。还有你，
别一天到晚正事儿不干，给那死丫头当劳动力。家里的柴火不多了，你一会儿上山去打2块柴回来。要去你去，我不去。烦了你了，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！我就不去，凭啥干啥都得听你的？娘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大宝愿意干啥就让他干啥去。翠琴做工也是好事儿，不都是为了挣钱贴补家用吗？您就别拦着了。老二，你别说了，这件事我肯定不会答应。俗话说得好，饿死不打亲戚工。你们就给我在家老实待着，把家里该干的活干好，别给我出去丢人现眼。娘，你可真是越老越糊涂，咱家马上就要揭不开锅了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孩子挨饿。你别拦着我，我必须去做工。你给我消停点儿，要是敢不听我的话，就给我收拾收拾，滚回你娘家去，让你娘家爹评评理，问问他咋教育闺女的，竟敢忤逆婆婆的话。孙氏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不去就不去，一家人都饿死了才好。娘，您别这么固执嘛。翠琴去做工，不偷不抢，靠双手劳动，有啥丢人的？我说不行就不行，你们别废话。真是不可理喻，这样的家我是受够了，你们爱咋样咋样，我不管了。说完，气呼呼的转身走了。陈大宝，你给我站住！要是你敢出这个屋门，以后就别再给我死回来。姐，我奶不让我娘来干活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没事儿，你娘想啥时候来，我都给她留着位置。姐，谢谢你。咱们姐弟之间客气啥？呀，好了，快去熬汤，那活计我娘可干不来。安排好一切之后，所有人都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。范家，范老爷，您托我办的那件事儿啊，成了。赵妈妈，你说的真的？我哪天去下聘礼？哎呀，范老爷，此时不可心急，还得等等。还得等？等啥呀？实话跟范老爷说吧，那陈姑娘可是个厉害的硬茬。上次我给我侄子介绍当田房，他死活不同意。这次我以为直接跟他双亲商量，却没想到他爹娘也是个不通情理的老顽固，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。所以见他吞吞吐吐，范同有一些不耐烦。所以什么？你赶紧说呀，别废话。当时我真不知道该咋办好了，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，赶巧了遇到了陈姑娘的亲奶奶。她一听说呀是您看上了她孙女，那是100个乐意让您给她当孙女婿呢。所以啊，我们俩便决定使点手段。你且说说，是何手段？赵媒婆用手挡着嘴，凑到范同耳边嘀嘀咕咕了好一阵子。就按你说的办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好处。范老爷您放心，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，您就请好吧。好，如此就辛苦赵妈妈了。范家来提亲的事情，陈占山两口子并没有告诉陈庆清。他们的闺女值得更好的男人托付终身，岂可与人为妾。有了小毛驴的帮忙，再加上雇了几个人，每天能熬100斤左右的赤砂糖。郑中也提前送来了甜菜，这次他竟然送来了1万斤。陈青青又和他重新约定好，签订了合同，约定每隔15天就送一次货，一次送15000斤的甜菜，还叮嘱他做一些甜菜种子，打算来年春天发动村民种植甜菜。糖坊日渐壮大，当家的，幸亏咱们当初没把青丫头嫁给李屠户啊，要不然咋会有今天的好日子呀？是啊，你说咱娘他们看见咱家的日子越过越好，会不会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？后悔又能怎样？当初他们那么绝情，如今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，不必理会他们。唉，话虽如此，可到底是生养我的娘亲，我心里真有些不是滋味。你呀，
就是心太软了。当初他们呀，可没姑娘半分亲情。要不是青丫头有福气呀，咱们哪能有现在这光景？罢了，不说这些糟心事儿，你把这钱好好收着，以后青丫头出嫁，好给她添一笔丰厚的嫁妆。还有，陈峰也到了议亲的年龄，花钱的地方多，你可收好了。当家的，我觉得这钱不能放家里，咱们白天在这边干活，要是招了贼呀，家里那木箱子根本不顶用。你说的不错，这样吧，反正现在也不在那边做饭，我现在就去把木箱粮食都搬过来，省得来回折腾了。行，那你快去吧。功夫不大，陈占山便把木箱搬进了屋，随后又把米面捣鼓了过来。次日一早，陈青青本想独自前往安阳县，奈何小鱼一直跟在他的身后，没办法，只好带他坐上了牛车，来到了县城最繁华的地段。请问你们这里收购赤砂糖吗？找我们掌柜的干啥？有啥事跟我说，我们掌柜的没空理你。小二哥，你能做主吗？我想和贵店谈一笔生意。哼，就你，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。你一个毛都没长全的小丫头，凭什么跟我们掌柜谈生意呀？抱歉，打扰了。小鱼，咱们走。娘子，他欺负人，不道歉，不走。哎呦，来了个傻子！哼，你有病吧？还想让我道歉？赶紧滚蛋！小爷忙得很，没时间陪你磨牙。小鱼二话不说，上前就攥住店小二的脖领子，上去就是一拳。道歉，给我娘子道歉！不道歉，我就打死你！哎呦，打人了，要出人命了！掌柜模样的男子听到吵闹声，快步来得近前。咋了？出啥事了？掌柜的，他俩没事找事儿，我就说他们两句，那个傻小子就动手打我。你们几个咋看的场子啊？以后要是发现有人来惹事儿，赶紧好言好语的请出去，遇到不听劝阻的，别废话，直接动手拉出去就完事儿了，别在这吵吵把火的，影响店里的生意。是，小的们记下了。还不快走，别让我们动手请你们出去。陈青青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，连忙拉着小鱼走出了杂货铺。娘子，那些人欺负你，我去替你出气。小鱼，我没生气，咱们的赤砂糖这么好，他们不要这是他们的损失。咱们走，我们会遇到识货之人的。好，我听娘子的。两个人又朝前走了一会儿，安阳杂货商行几个大字。陈青青快步走进去，不经意的就来到了售卖赤砂糖的柜台前，闻了闻味道，顿时有了底气。不管是色泽还是味道，它的赤砂糖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位姑娘，我们这赤砂糖味道浓郁，无杂味儿，现在只有这些存货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可以品尝一下。对不起，我就是随便看看，不买赤砂糖。好，没关系，需要什么尽管说话。你好，我想见见你家店掌柜，不知能否引荐一下？我就是这家店的店掌柜，请问姑娘有事吗？掌柜的你好，请问您贵姓？鄙人姓江。我想问问，你们这里大量的进购赤砂糖吗？你的意思是你手上有赤砂糖？是的。好，太好了，姑娘这边请，咱们到里面详谈。江掌柜心里高兴，店里的赤砂糖马上就要卖空了，可是送货的客商迟迟没有过来。江掌柜，您长长眼，看看我这赤砂糖品质如何？陈姑娘，你手上有多少货？我们带来了10斤，不知这进购的价格你能给多少？你们只有这些吗？不是，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家里还有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手里还有更多的赤砂糖？是的，我们家就是制糖的。好，真是太好了。陈姑娘，你的赤砂糖打算卖多少钱1斤？我们可以长期合作。江掌柜，我的赤砂糖你也看过了，比你售卖的赤砂糖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开出的价格是85文钱1斤。陈姑娘是个爽快人，不怕货比货，
就怕不识货。你的赤砂糖确实不错，就按你说的价格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江掌柜，请直说。我的条件就是陈姑娘以后的赤砂糖在安阳县城只能卖给我们一家，毕竟你给的价格相对实惠。如果你同时给多个商户供货，难免有的商户会为了争夺客户而打价格战，到时售价被压下来，利润也就会随之减少。如果你同意，3天给我们送一次货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好的，成交。定下了契约，陈青青便起身告辞。走在大街上，看到其中有几家中药铺，陈青青便抬步走进去。掌柜的，请问你们这里收人参吗？你有人参？拿出来，我先看看货。好的。陈青青从背包里取出提前准备好的人参，放在柜台上。不错，这颗参我收了，给你50两银子。陈青青眼神微暗，这一颗人参可是在范府搜刮的，是地地道道的野山参，最起码价值150两。您给的价格还真是不够公道，这可是实打实的野山参，你就给50两，怕是有一些说不过去吧？小姑娘啊，这人参的价格本就随行就市，按理说像你这样的3匹人参能值100两银子，可那必须得是完好无损、全须全羽的才可以。你仔细看看你的参，有的须都已经折断了，所以说呀，价格大打折扣，只值50两银子。我给的已经是最高价了，你若觉得不合适，大可以去别家问问。掌柜的，您先忙着，我去其他家看看。掌柜见状，眼里闪过一抹异色。这样，看你是个姑娘家，我再给你加10两银子，不能再多了。谢谢店掌柜，我现在不想卖了。他又走进一家店铺。姑娘，需要点什么？掌柜的你好，我想问问你们这里收人参吗？收，我先看看品相如何。陈青青把包着的人参递了过去。是个不错的2甲子，这颗人参我可以出120两银子。卖一颗肯定是不够开启空间的，随即又取出了4颗人参，一共卖了600两的银子。收了钱，陈青青起身告辞。他把卖人参的银子刚存入空间，恭喜宿主赚够500两银子，恭喜宿主空间升级成功，成功开启交易系统。陈青青取出1颗人参，下达交易指令。交易已完成，3品野生人参1颗，获得白银120两，已支付到仓储空间，请注意查收。120两，竟然和实体售卖的价钱一样，看来你这个系统蛮公平的嘛。那是当然，物有所值，价值多少就是多少，不昧良心，方能坦荡自在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你胖你就喘。我问你，赤砂糖多少钱一斤？80文钱一斤。刚夸了你几句，怎么卖的比我还便宜？对不起，小姐现在不缺赤砂糖，80文的价格还是亲情价，换做别人50文我都不要。刚才还说自己不昧良心，现在就换了一副嘴脸，我看你比奸商还奸。宿主莫发火，你想卖就卖，不想卖，小姐也不强人所难，何必生气呢？气坏了还得买营养品补身子。我这里有纯野生3叶人参，你要是想要，小姐给你打个8折，150两银子，怎么样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转手就卖150两，你抢钱呢？没有办法，行情所致，谁让人参是紧俏货呢？好好好，算你狠。他毫不犹豫地把空间里的5斤虫草出售，10斤鹿茸轻松地进账了8000两。人参关键时刻能掉命，他并不打算卖掉。现在鹿茸再加上虫草的价格，空间里已经有了58000多两的银子。娘子，我饿了。好，我带你去吃点东西。掌柜的，来2碗肉汤面。
好嘞，二位客官，稍等，马上就好。两位客官，请慢用。慢慢吃，我分给你一点儿。2个人吃饱喝足。娘子，我要吃这个。小鱼，你不是刚吃过东西吗？怎么还饿啊？我饱了，但我想吃这个，看起来好好吃。等着，我去给你买。娘子，快点回来。老伯，一串糖葫芦。哎，好嘞，姑娘拿好。这个时候，李屠户从一旁的肉铺走出来，他在县城有开分店，他每天都会派人往城里的肉铺送货。今天店铺的伙计有事告假，他便亲自来送货。一出来就看到了正在买糖葫芦的陈青青，顿时眼睛一亮，四下打量，发现陈青青孤身一人。哎呦，这不是我未过门的貌美娘子吗？你咋也来城里了？看来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看来咱们俩确实挺有缘啊。谁是你娘子？把嘴巴放干净一点儿。哎，小娘子，你这么说我会伤心的呀。不怕你笑话，自从见到你啊，只那么一眼，你就入了我的心，刻了我的骨，那真是魂牵梦绕，无数次在梦中梦见你朝我笑啊，想想我的骨头缝都是酥的呀。虽说我以前的名声不咋好，可是如果你答应嫁给我，不但钱全部归你管，我保证对你言听计从，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，咋样啊？臭不要脸的流氓，不想死就赶紧给我滚开！小娘子，回去做我的媳妇儿，我保证好好宠你，绝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哎，娘子，别着急走啊，就跟为夫回家去吧。小鱼虽然脑子不太灵光，但是看到陈青青被欺负，一个闪身已经到了近前，抬手就是一嘴巴。臭流氓，敢欺负我娘子，我打死你！你谁啊？竟敢打我？你知道老子是谁不？管你是谁，欺负我家娘子，你就欠揍！好你个臭小子，老子今天非扒了你的皮不可！李屠户气得要死，抡拳就往前冲。陈小鱼面不改色，一脚就把李屠户踹倒在地。臭小子，别跟我动手啊！小心我拿杀猪刀剁了你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！让你欺负人，让你耍流氓，今天非得给你一点教训不可！不想挨揍，赶紧给我家娘子赔礼道歉！给你娘子道歉？谁是你娘子？你不会真的嫁给这个二傻子了吧？我的事和你无关，记住，要是再敢来招惹我，我就废了你！陈青青不想再和他纠缠，拽着小鱼就要走。李屠户见状心有不甘，快速拦住他们的去路。你们给我站住！大完人就想一走了之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是你非礼在先，怪不得我们。非礼？我非礼你啥了？是摸你脸了，还是调戏你了？我就是和你说几句话，这傻小子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打。告诉你啊，老子从没受过这气，打了我你必须给个说法。说法？不知你想要什么说法？俗话说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你踢我2脚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但是这个傻子打了我，这事肯定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要么把他送官，要么赔钱。赔钱？怎么个赔法？踢我1脚10两银子，若是不给，我就让他去吃牢饭。你是说踢你1脚就得给你10两银子？那是自然，1脚10两银子，你若是没钱赔也好办，你就给我当娘子，看在你的面上，我可以饶了这个傻小子。他知道陈青青家里多穷，别说是让他赔10两银子，估计是1两他也拿不出来。踢1脚10两银子还真是够便宜的，就是不知道你能承受住几脚。你啥意思？啥意思？小鱼，想不想活动活动手脚？想，我脚发皱，腿发酸，正想活动活动筋骨呢。好，陈青青意念一动，手上就多了一沓银票，这里是1000两银子，去揍他，只要不把他踢死就行。李屠户的脸色瞬间煞白，一脸的惊恐。你要干啥？别乱来啊！抬起腿就是一脚，狠狠地踹在了他的肚子上。哎呦，
李屠户哎呦一声，捂着肚子重重地趴在了地上。小鱼紧接着就是一脚、两脚、三脚，狠狠地朝李屠户身上一阵猛踢。李屠户惨叫不已，疼得在地上直打滚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要钱了。让你欺负我娘子，让你嚣张。哎呀，来人呐，打死人了，快救命啊！听到呼喊声，肉铺里冲出来2个小伙计，见然是掌柜的被人暴揍，连忙来到近前。住手！你个臭小子，竟敢在这撒野，是不是找死啊？2个伙计边喊边朝着小鱼冲了过去。陈青青心里一紧，就发现那2个伙计已经躺在地上嗷嗷的直叫唤。陈姑娘饶命，我错了，我不要钱了。小鱼，别打了。再敢欺负我娘子，我就踢死你。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以后还敢不敢再犯贱了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还要不要银子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今天暂且饶过你，若是有下次，定不轻饶。是，陈姑娘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敢打你的主意了，一定老老实实做人，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。带着你们的掌柜滚！说完，拉着小鱼的手转身就走。李屠户的眼神像是淬了毒，从电伙计的腰间抽出一把杀猪刀，猛地冲了上去。小鱼突然感觉到危险的靠近，一个反身把陈青青护在身后，飞起一脚便踢飞了李屠户手里的尖刀。小鱼见李屠户突然发起疯来，抬腿就是一记漂亮的回旋踢，正中他的胸口。你个傻小子，竟敢偷袭我！我的娘今天和你拼了！抬起一脚踩在他的肩头上，记吃不记打，要了你的狗命！小兄弟，你看你这是干啥呀？我和你闹着玩，你咋还当着真呢？赶紧把脚拿开吧，我这肩膀头子都快被你踩碎了。陈姑娘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我吧，我真的再也不敢了。小鱼，咱们走吧。好，朝着城门口走去。呸！臭不要脸的狗男女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杀猪褪毛不浇水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总有一天，我非得扒了你们的皮，非得虐死那个小娘们不可。陈家老宅，陈老太已经确切地掌握了陈青青的作息时间。老婆子，想啥没事呢？我能想啥没事啊？想别的老头你也不愿意呀。咱村那几个老头不是高就是矮，不是瘸就是拐，唯一腿脚好的就是大老高，可惜啊，他还是个佝偻腰，哪像我呀，抬头挺胸，走路带风。瞅你这熊样，一把年纪了，越老越不正经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满脑子花花肠？我刚才是在想咱家的发财大计呢。你的意思是说咱们该动手了？没错，时机已经成熟了，咱们也不能让范老爷跟个傻小子似的干等啊，必须尽快把这件好事促成。到时那白花花的银子一到手，咱们的苦日子可就到头了。是啊，老婆子，咱们有了钱，第一件事就是盖上3间瓦房，再买上几亩良田，咱家呀可就是南山村首屈一指的富户了。你呀，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大山炮，咱家这么有钱，咋也得把门面撑起来呀，最次也得盖个2进院的大宅子。哎呀，那得多大的院子呀，咱们这几个人那也住不过来呀。你知道个屁呀！老三将来可不单单是个秀才，有可能以后就是官老爷，会相省亲，咋的也得带几10个随从下人，不都得安排食宿啊？还是你想的比较长远。你去把若兰喊来。我这就去。奶，找我啥事啊？若兰呐，这些日子你不是一直问我啥时候动手吗？今夜咱们就给那死丫头来个瓮中捉鳖。奶，太好了，那咱们现在该准备点啥呢？没啥准备的，该准备的奶早就准备好了。若兰呐，
今晚上这事儿不用你管，早点睡觉就行。不行，这件事情怎么能少了我呢？我必须跟你们一起去。好吧，那咱们就一起行动。老婆子，你出的这个主意真能万无一失，不会出现啥变故吧？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，就是大罗神仙碰上这玩意儿，那也是下了油锅的王八，绝对没跑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老头子，你一会儿赶紧去趟柳条村，让赵媒婆去找范财主，今晚上就让他入洞房，让他天黑透了再悄悄的来咱们家。行了，我这就去。你切记让他们把那250两银子一同带上，万一他得逞赖账，咱们可就得不偿失了。老婆子，你把事情考虑得太周全了。就你这脑瓜子，除了贪吃傻睡冷了盖被，平时能想到啥？这个家呀，都靠我精打细算才能油盐不断。有了我，那是你们老陈家积了8辈子大德了，你就知足吧。老婆子，你说的没错，要不说姜啊还是老的辣，咱家可全指望你了，你就是咱家的大功臣。快去找赵媒婆，别忘了啊，250两银子的事儿。保证忘不了。陈青青和小鱼坐着牛车快到村口的时候，就见陈老汉脚步匆匆地朝着村外走去。牛车和陈老汉擦身而过，陈青青觉得那笑容怪怪的。吴家老宅，青丫头，你生意越做越大，以后是不是也得买辆牛车呀？老汉爷爷，您放心，就算我以后买了车，您的牛车我也照样用。毕竟您经验丰富，比较熟悉清水镇还有安阳县的路况。哦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那你忙着，我就先回了。院子里的众人忙的是热火朝天。青丫头回来了，咋样？去县城还顺利吧？我已经在安阳县找到了买主，说好了每3天送一次货，一次200斤，长期订购，已经签订好了契约。真的？那咱们可有的忙了，一天最少得熬制出120斤，不然供不上送货呀。姐，我明天上午吃过饭就不歇着了，争取多切点甜菜。不急，现在镇里2天送100斤的赤砂糖，县城3天送200斤，这平均下来就是1天100斤，够卖就行，不用这么辛苦。陈老太太看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老头子，你跟赵媒婆都说好了？放心，都说好了，保证人不知鬼不觉，不会让任何人看见的。那就好。那个银子的事儿你说了吗？哎呦，老婆子，你都问了不下10次了，我不都说了吗？赵媒婆都答应了，银子啊肯定是少不了咱们的，你呀就等着数钱吧。好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奶，我出去看看那死丫头干什么呢？哎，别，事关大局，万不可轻举妄动啊。俗话说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凡事要有耐心。那死丫头沾上毛比鸡还贼，比猴还精，万一让她感觉出来异样，那咱们可就不好下手了。奶，你说的对。老头子，别坐着了，赶紧去村口等着范财主啊，悄悄领回来，千万记住啊，别让任何人看见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停，别再往前走了。哎呦，老陈头，你咋来了？石管家，我是来接范老爷的。哎，行嘞，我正愁天黑找不准家门，既然你来了，就省去了不少麻烦。嘿嘿，老爷，来人接您了，您就在此下车吧。好。范同下了马车，四处看了看。老陈头，这3更半夜的，你们可别跟我耍花枪，要是成就不了好事，我非得扒了你的皮。哎，范老爷说的这是啥话呀？我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，您就是借我几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诓骗您呢。嘿，好，没骗我就好。实话跟你说，自从你们应下这门亲事以后，
我就天天人参水，顿顿王八汤，时不时还吃点补药，为的就是博小娇娘一笑。快前面带路。范老爷别着急，你先跟我回家，保证让你满意。好，这没你的事了，明早过来接我就行。是老爷，您慢慢消遣，小的就先走了。陈老汉带着饭桶蹑手蹑脚地回到家。哎呦，我的大孙女婿，你可来了！咱们现在可是实打实的亲戚，以后多亲多近，别忘了我们这个穷亲戚。你就是老陈婆子。哎呦，我的孙女婿，你咋能叫我老陈婆子？咱们可是亲戚，你得管我叫奶奶才对呀。行了，你先别套近乎，这事等以后成亲再说。你们把事情办得咋样？我可以入洞房了不？孙女婿别着急，俗话说好饭不怕晚，良缘不怕迟。你先歇会儿，等到我们把死丫头把那青丫头整听话了，到时随便任你摆布。好，我就喜欢乖巧听话，只要事成了，本老爷绝不会亏待你们老两口子的。孙女婿放心，赵媒婆跟你说那个事儿没有？本老爷不差钱，都给你们带来了。说着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沓银票，外带一锭银子。老婆子，快让我看看这银元宝！一边待着去，没看见孙女婿还在呢。对，你赶紧把银子收好了，装兜里，挺沉的。行，这事不用你操心。奶，你别放身上，还是我先帮你收起来吧。不用，放在这儿挺好。你们还有完没完？钱我已经给了，赶紧去办正事，再磨叽会儿，天都亮了。孙女婿先别着急，咱们稳妥一点，免得前功尽弃。你就别磨磨蹭蹭的了，快去吧。好，我们这就去办正事儿。范老爷，你在屋里歇会儿，好好养养神。我们不回来，你可千万别出这个屋子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去。奶，咱们可别惊动我二叔二婶，毕竟他们向着那死丫头呢。若是被发现，恐怕这事儿就不能成了。若兰，你放心，今儿晚上我不是做了个鸡蛋汤吗？那里面加了料，不到天明你二叔一家醒不来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还以为你不疼孙女了，所以晚饭才不让我喝鸡蛋汤呢。你这孩子胡说啥？奶不疼你疼谁呀？夜已经深了，咱们赶紧动手，一会儿范财主又该催了。小心谨慎地来到窗前。老婆子，你听，那死丫头睡着了。死丫头，你不是张狂吗？这回看你往哪儿跑！嘴里嘀咕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迷药。哎呀，我的个小祖宗啊！你慢着点儿。奶，你这东西只有那么神奇，只要闻了就能不省人事？没错，不管是谁，哪怕是铁打的汉子，闻到这个也得成了案板上的肉，任人宰割。奶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在哪儿弄的这稀奇玩意儿？这有啥稀罕的？那帮跑江湖的小商贩手里多的是啊，只要你花钱，啥都能买得到。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咱们还是干正事儿吧。陈老太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小竹管，插进了窗户缝里，一股青烟自小竹管里吹了出来，无声无息。陈青青本来睡觉就轻，耳边突然响起哎呦一声，想起陈老汉白天那怪异的笑容，一股奇异的香气迎面扑了过来，是迷香的味道。他快速从医药空间取出解药吞了下去，功夫不大，就听陈老汉的声音响起：咋样，应该起药效了吧？是啊，奶，这都好半天了，咱们去把范财主请过来吧。你们俩小点声，咱们再等会儿。为了让范老爷整得舒心，玩得满意，咱们必须得慎之又慎。
等把这死丫头迷得彻底不省人事，坚持到明天早上，咱们带人过来抓个现行。嘿，到了那时，他就是有100张嘴也解释不清了。哎，老婆子，你说的对，那可是250两银子呀，咱们可不能疏忽大意了。要不，我拿棍子朝他脑袋上敲一下。你真是个猪脑子！死丫头可是咱们的摇钱树啊，万一打死了咋办？我这不也是为了安全起见吗？闭嘴，别说话了，让我听听这死丫头睡沉了没有。陈青青的眼底闪过盛怒，这几个不是人的玩意儿，居然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坑害他，饭团还真是不长记性，还真是无药可救。等今晚过后，就让他彻底的变成废人。陈若兰，你不是喜欢害人吗？今晚就让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打定主意之后，他故作配合的响起了鼾声。行了，死丫头已经睡熟了。老婆子，她不会再醒了吧？放心，防止意外发生，我把压箱底儿的好东西都给用上了。现在就是大嘴巴抽他，用脚踢他，拿棍捅他，不到天亮他都醒不了。老婆子，隔壁屋还睡着这老大媳妇儿，她不会醒了吧？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，那死丫头醒过来她都醒不了。赶紧的，咱们回屋喊饭菜主过来。走了，若兰。奶，你和我爷先回去，我在这等着。这有啥好看的？他现在就跟死人一样，跑不了。哎呀，以防万一嘛，我看着他，你们快去吧。好，那你等着，我们一会儿就来。看着一动不动的陈青青，他阴险地笑了一声，开口咒骂道：你个不知深浅的贱坯子，有今天，一会儿你就好好享受享受被人凌辱的感觉吧。陈青青心里冷笑，本以为还要费一番周折，这才能把陈若兰弄进来，没想到他居然不知死活的自己送上门来。想到这儿，他手上多了一包迷药。死丫头，你让我在人前丢尽了颜面，今天我就抽烂你的嘴，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说完，陈若兰抬手就要打，可是手却悬在半空中，始终没有办法落下。发现陈青青犹如鬼魅一般的站在他的面前。你没被迷晕？当然没晕，看来让你失望了。陈若兰绝望至极，计划失败，张嘴就想大喊。陈青青眼疾手快，手一扬，迷药瞬间进了陈若兰的嘴里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当然是好东西，今晚你就尽情的享受吧，这将是你终身难忘的噩梦。只觉得眼前一黑，没了知觉。哼，卑鄙下流的东西，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自掘坟墓。他把瘫软的陈若兰搬到床上。范老爷，里面请。死女婿，这就是你的小娘子啊。好嘞，我知道了，你们赶紧出去吧。好，夜很长啊，悠着点儿，别累坏身子。我们老两口就不陪着你了。我的心肝小宝贝儿，总算是把你弄到手了，现在就让我好好稀罕稀罕你吧。说着就朝床上扑了过去。陈青青始终注意着饭桶的一举一动，把早就准备好的迷情香点燃。这种断阳迷情散一夜无止的释放，最厉害之处就是过了今夜，这以后就彻底成了废人。他快速地来到林氏面前，用解药把他唤醒，低声道：娘，快起来。青丫头啊，你大半夜不睡觉干啥？娘，你别问了，快点起来，咱们去堂房住。去堂房？这半夜三更的去堂房干啥？话音刚落，就听里屋传来一阵带有节奏的异响。青丫头，到底咋回事？娘，是隔壁院子的人想害我，他们把范财主请过来，想要毁我清白。本以为拒绝了赵媒婆，这件事情就过去了，没想到陈老汉夫妇却是如此歹毒。
这些丧心天良的东西，怎能做出如此恶事？真是禽兽不如！快走，青丫头！陈老太回到屋，把她乐得嘴巴都快咧到耳后根了。咋样？今儿晚上这事儿办得漂亮不？嘿嘿，漂亮！这事儿办的简直是葫芦瓢捞饺子，天衣无缝啊！老婆子，要是没有你运筹帷幄，想出这种绝妙的计谋啊，咱们今儿晚上不可能如此顺利。不管咋说，咱家苦日子终于到头了。本以为还得养着老三才能过上好日子，没想到啊，人要走运，走道都有大元宝绊脚。有了这些钱，咱老两口后半辈子也就不愁了。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还没看过这么大的银元宝呢。快让我好好看看。看看得了，我还没稀罕够呢。老婆子，就是传说中的银票吧？行了，这个你就别看了，万一弄坏，里面的银子可就取不出来了。是，我不动，我看看就行。咱们是不是得好好庆祝一下？庆祝个屁呀！银子还没稀罕够，我哪有那闲心呐？咱们把事情办得如此成功，那是不是把你那压箱底那半瓶小烧拿出来，咱们喝上两口，庆祝庆祝？你不愿意就拉倒啊！你瞪啥眼睛啊？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哎，行，你赶紧把柜子里的半瓶小烧拿出来。行嘞，我这就去拿。用不用我去把若兰叫过来，让她也跟着高兴高兴？别，可别没事找事啊！你忘了若兰以前咋说的？没事不让咱俩去她屋里，更是反复叮嘱她睡觉时绝不能去打扰她。这要是把她吵醒了，非得跟咱俩拼命不可。啊，对，还记得上回他日上三竿都还没起来，你怕他饿，就把粥和鸡蛋给他端屋里去了，不但把粥碗给摔地上了，拿起鸡蛋就往屋外扔，正好削我脑门子上了。当时扔出来的那要是粥碗，估计非把我这把老骨头给送走了不可呀。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，谁让她是咱们最疼的孙女呢？来，老头子，今天咱俩都把这酒给造了，来个一醉方休。别介呀，老婆子，解嘴馋也就得了，留着好过年喝呀。瞅瞅你这穷命鬼脑袋，一点都不会享受。现在咱们有钱了，喝完明天再去买，以后咱家顿顿都能有酒喝。来，老婆子，我敬你。一起的。等陈老太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。老头子，快点起来！老婆子，你着急忙慌的干啥去啊？我看你真是睡迷糊了。你以为让范财主得逞后就板上钉钉了？这事儿哪有这么简单呐？别忘了，死丫头坏心眼贼多，没抓到现行，估计打死他都不带承认的。真要是到了那会儿，他耍起无赖，不承认被饭桶给睡了，咱们无凭无据的，岂能说过那死丫头啊？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咋就没往这上边想呢？老婆子，那你说这事儿该咋办呢？俗话说，唾沫星子淹死人，咱们得去闹得沸沸扬扬，人尽皆知，让全村人都知道那死丫头偷汉子，让她抬不起头。为了苟活，她才能乖乖的同意这门亲事。老婆子，你这脑子咋长的？咋这么多弯弯绕呢？你这招啊，够狠够绝！真要是把事情闹大了，这范财主不也跟着丢人现眼吗？他能愿意吗？这范财主可是清水镇的大财主，他以往干的不要脸的事儿多了去了，他还能在乎这些？你这话呀说的在理儿。这越是穷人呐，越爱面子，范老爷咋会在乎这种事呢？
听到里面传出了一阵阵大有节奏的响动声。这范财主还挺尿性，大早上的还没歇着，也不怕死在女人身上。哼，这才好呢，正好抓他个现行，让这死丫头名声扫地，看他还咋狡辩。那接下来咱们该咋办呢？你现在就扯着嗓子给我骂街，骂得越难听越恶心越好，争取半炷香的功夫把咱村的老少爷们都给骂来，到那时咱们再进屋捉奸。你个爱钱刀的不尊父重道的贱妇，别以为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。真要是把我惹急了，我抽你筋扒你皮，打得你满地找牙。你再敢大逆不道，我休了你个死老婆子！你个死老头子，你在这夹枪带棒骂谁呢？真是给你脸了！闭上你的臭嘴！骂你咋了？老子今天还想揍你了！你真是红毛了啊！你动我个试试！动你咋了？你还能吃了我不成？臭老娘们儿，今天我就打你了！你能咋的？你还真敢动手！村里人听到骂街声，纷纷跑出来看热闹。兄，你们快看呐，陈家那俩老家伙打起来了，打得还挺热闹，快走，咱们过去看看。功夫不大，老陈家门外就围满了看热闹的人。哎呀，快住手！你们这老两口子又抽啥风啊？昨晚上耗子钻被窝受惊吓了，这一大早上咋就又瞎起来了？老陈头，你有点太过分了啊！哎呀，你们俩到底是为了啥事儿啊？咋还动手了呢？你们不知道啊，这个该死的老头子反常，他张嘴就骂我，说他两句还动手了。我今天非把他打出屎不可！老婆子，这是咋了？没心肝的东西，你竟还敢装孙子！你个老不死的，打完我还跟个没事人似的！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这都是误会啊！老婆子，你别生气了，咱们俩是要干啥来着？大家伙别误会，刚才我们两口子闹着玩呢。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。这两口子咋回事啊？现在说闹着玩，他们俩有病吧？谁知道这俩老家伙抽啥风？大早上就扯着嗓子骂街，这是闲蛋呢。没准这老两口脑瓜子受了啥刺激，所以才跟个傻猴子似的。老婆子，接下来咋弄啊？瞅你这怂样，刚才那能耐哪儿去了？现在问我咋弄？到这事儿完了，我非得弄死你不可！老婆子，这次你可冤枉我了，我刚才那就是在演戏呀，为了真实，所以才和你撕巴起来的。放屁！你糊弄傻子呢！刚才你那大嘴巴打得可够狠的，现在我脸蛋子还疼呢。你看，现在咱们村所有人可都倒了，接下来可就看你的了。这次就饶了你，以后要是再敢跟我动手，我打死你！放心放心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叔，婶子，你俩这是干啥呢？咋还打起来了呢？打啥打？实话跟你们说，我们两口子纯粹被人给气的。到底咋回事啊？谁又招惹你们了？说出来丢人呐！哎，老婶子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？丢啥人呢？谁给你丢人了？好，既然你问到这儿，我也就没啥隐瞒的。你们都跟我来。老婶子，你带我们到占山家干啥呀？干啥？捉奸。这老陈婆子说啥？捉谁的奸呀？还能有谁呀？占山在堂房住，家里除了青丫头就是林氏，这不明摆着呢吗？哎，你的意思是说林氏在外面有人啊？这可是你说的呀，我可没这么说啊。哎，行了，你们别在这胡说八道了，用磕膝盖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儿。林氏绝对不是那种人。哎呀，你们都少说两句吧，听听不就知道了吗？老婶子，我可警告你啊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，
各家过各家的日子，你可别没事找事儿。再敢胡闹，别怪我这个当理政的不给你留情面哈。保安，先别急。俗话说，没有苇子叶不敢包粽子。现在那死丫头还没起来，你要是不信呢，进屋看看去不就得了？哎，看什么看？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。我相信青丫头。你相信她顶个屁用啊！哼，这可是我亲眼所见，那死丫头的贱样能恶心死人，吱吱哇哇，吱吱扭扭，直叫唤。闭嘴，老婶子，你有点正经的，哪有你这样糟践亲孙女儿的？你说的这是啥话？啥叫不正经？我说的句句都是事实。那死丫头真的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大家都是过来人，虽然咱们在院外，可你们仔细听听，屋里那是啥声响？人家占山跟媳妇儿亲热亲热，咱们在这儿围着算啥事儿啊？都散了，都散了吧。丽珍呐，你弄错了吧？我刚看见陈占山在吴家老宅收拾东西，里面咋可能是他呢？就是啊，保安，我知道你跟青丫头关系不错，事情都摆在眼前了，你还维护他，难不成他跟你也有一腿？你住口！没你这样埋汰人的。我埋汰人？既然你跟他没关系，就应该公正无私，不偏不倚，让大家知道事情真相，而不是阻止大家。青丫头虽说是我亲孙女，可咱们南山村向来民风淳朴，岂能让她败坏了风气？她既然做出这等丑事，我们老陈家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李正，这陈老太说的也对呀，青丫头要真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必须得给她进猪笼啊！咱们村里可容不得这种廉耻之事。就是败坏风气，就该让他尝尝厉害。进猪笼都怎轻的？女的进猪笼，男的乱棍打死，看以后谁还敢再犯。大家跟我来，看看这死丫头到底勾引了哪家男人。这是出啥事儿了？大早上的都在我家门口干啥？你！陈老太一副见了鬼的神情。你咋在这里呢？我不在这儿，应该在哪儿？倒是你们，大早上带这么多人来我家干啥？老婆子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乡亲们，你们刚才可都听见了，这死丫头已经被人糟践了，她现在就是个十足的破烂货，咱们必须把她赶出南山村。哎呀，行了，你积点口德吧。青丫头明明从堂房过来的，她怎么就被人糟践了？有你这样往人家身上扣屎盆子的吗？既然你没在屋里，那一定是林氏那个贱人在偷野汉子。闭上你的狗嘴！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和我娘昨天一晚上都在吴家老宅熬糖，我娘到现在还在那忙着呢。昨天晚上家里根本没住人，你别血口喷人。不可能，你胡说！我昨天明明见你回来的，而且什么？你大早上的带人来我家闹事，如此污蔑我和我娘的清白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？死丫头！是你，一定是你！你这个恶毒的死丫头，是你搞的鬼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我咋听不懂呢？我能搞出啥鬼？你倒是说出来啊！谁在我家打架呀？大家伙快点进去劝一劝吧！等，你们都别动，你快回家看看若兰行没行？老婆子，我腿肚子转筋儿了，走不动步了。没用的东西，守着门口，别让人进去。娘，若兰呢？你看到若兰了吗？若兰不在屋里，那她去哪儿了？你问我哪知道啊？老婆子，昨晚上我心里就有点不踏实，若兰会不会被……放你娘的屁！你个老不死的，现在你说心里不踏实，早你干啥去了？我的若兰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拼命！还不是你出的馊主意，咋就赖上我了？少废话，赶紧去把若兰给我找来！你个臭流氓，竟敢占我便宜，给我滚开！饭桶一不留神便被踹下了床，头脑瞬间清醒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咋破我被窝来了？臭流氓，你混蛋！不要脸的贱货，主动上门还想倒打一耙，真是好歹毒的手段！
你无耻！我要去官府告你强抢良家少女，不认清白！告你告去，看谁有理！畜生，滚！你给我滚！饭桶气愤不已，想去找陈老太算账。你听见了吗？屋里的就是咱们若兰呢。你闭嘴！陈老太的脸色变得惨白，心如刀割一般。大家伙赶紧散散，该干啥干啥去，别围着看热闹了。那怎么行？有狗男女在我家偷情，这简直是无法无天，这事不能这么算了。哎呦，你们老两口啊是真有毛病，刚才说的是大义凛然，咋一提是陈若兰，你们就往外撵我们呢？你拿我们当傻猴子耍呢？你现在别管我们走不走，赶紧把屋里那对偷情的狗男女救出来，男的乱棒打死，女的扔臭水沟淹死。对，赶紧叫出来！你们还有完没完？赶紧从我家出去！陈老太，你刚才可是口口声声说要给大家一个交代，怎么轮到你最疼爱的孙女偷情，你便舍不得了？是你把我家若兰给害了，你还我家若兰清白！你孙女不正经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冤枉好人！陈青青，你个死丫头！昨天晚上明明是你睡在里面，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变成我家若兰？你说你到底用了什么药法？迷魂药为何对你不起作用？你说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为啥要害我的若兰？陈老太，你也太狠毒了，居然想用迷药害我！是你心思不正，这才害了你最疼爱的孙女儿，还真是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，你自找的。陈老太啊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青丫头咋说也是你孙女啊，竟找人污她清白，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就是害人害己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这就是缺德的下场。哎呦喂，这可真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，简直呀就是畜生！多谢各位叔伯替我说话，我在这里谢过大家了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得罪了陈老太夫妇，他们从小就不喜欢我，以前要把我卖给暴虐的李屠户，现在要污我清白。幸亏我运气好，不然现在屋里的就是我。如今闹出这样的丑事，陈老太不自省，还把责任推到我身上，大家要为我做主。不是我没下药，我说着玩呢。林氏和陈占山分开人群来到跟前。你们事已至此还敢抵赖？要是你们不用下三滥的手段想害我女儿，你们的宝贝孙儿能是现在这个下场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做了丧良心的事儿，就该遭报应。你们坏事做尽，恶事做绝，我们已经分家断亲，你们为何还要害我家青丫头？真是禽兽不如！你们少在这来教训我，就是你们死丫头害了我家若兰。你这个老不要脸的，闭上你的臭嘴！你自己干的缺德事儿，少在这贼喊捉贼。若兰能有今日，是你咎由自取，怨不得旁人。你有功夫在这耍无赖，还是想想怎么和你宝贝三儿子交代吧。陈老太身子一晃，差点晕了过去。吴保安了解了事情的大概经过，刚想命人把屋里的男人揪出来乱棍打死，就见饭桶晃着肥胖的身子从里屋走出来。他就是那个野男人，还能乱棍打死吗？还打个屁！范财主有钱有势，要是把他惹毛了，没咱们好果子吃。对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像这种破事儿，咱们看看热闹就得了，别发表意见。陈老婆子，你给我说清楚，里面的人到底咋回事？范老爷，你看还问我干的这叫啥事儿？你把我家若兰给糟蹋了，他以后还咋有脸出去见人啊？你个该死的老婆子，老子还没找你算账，竟埋怨起我来了！说好的事情，你咋给我换人了？你问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！真是气死我了，害得我白忙活了一晚上，竟弄了个假的！赶紧把250两银子还给我！我说范老爷，没你这么办事的，好好的黄花大闺女让你给忙活了，你过完了瘾，拍拍屁股就想赖账，天底下哪有这般好事啊？钱我肯定不退。好你个不要脸的老东西，竟敢诓骗本老爷的银子，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！识相的赶紧把银子给我，不然
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说范老爷，你咋不讲道理呢？银子是你给我家的彩礼钱，既然你已经把洞房给住了，这钱我肯定不会退回去。他娘个蛋的，真是给你脸了，竟敢讹老子的钱！我再问一句，你退不退钱？老婆子，这饭桶是出了名的恶霸呀，咱们这样的人家是招惹不起。要我看，咱们就吃下这个哑巴亏吧，把银子赶紧还给人家吧。还你娘个腿儿！你个没用的东西，简直就是个窝囊废！咱们的若兰都让他给欺负了，你还想当缩头王八？能不能硬气点？你骂我干啥呀？我不也是怕你吃亏吗？你咋还不知好赖呢？你们还有完没完？快点退钱！你占了便宜想退钱？不可能！好你个老东西，真是要钱不要命！看我不打死你的！抬手就要朝陈老太脸上扇了过去，却被一旁回过神的吴保安牢牢抓住了手腕。哎呀，范老爷息怒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别伤了和气。你要干啥？难道想拉偏架不成？我告诉你，识相的赶紧放手，要是把老子惹毛了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范老爷恕罪，我乃是南山村的李正，我就是想……少跟我废话！你不是李正吗？既然你们村子的人骗了我的钱，我就找你要。你要是不给我把银子要回来，我就找人弄死你！老婶子，如今范老爷说你欺诈他钱财，让你退钱，你怎么说？李正啊，我家若兰可正儿八经的黄花大闺女，如今被范老爷玷污，想让我退钱，门儿都没有。那你想怎样啊？既然若兰已经是范老爷的人，当然是迎娶的过门啊，不然我们若兰以后还咋有脸见人？饭桶瞬间炸毛，双眼怒瞪。陈老婆子，你咋这不要脸？我要娶的是陈青青，你给我弄个假的糊弄我一晚上，还想让我娶她进门？你做梦呢！不想退钱，就让你大孙女陈青青跟我走。陈青青被气笑了。范老爷，我已经和他们家断亲，我不知道陈老太为何会收了你的银子，他又向你承诺了什么？但是我的婚事轮不到他做主，你想为我纳妾一事，我父母早已拒绝了赵媒婆。至于陈老太为何骗你的银子，你还是找他说个明白，不要再打我的主意。陈姑娘放心，想骗我钱的人还没出生呢。陈老婆，赶紧退钱，不然我到官府告你诈婚。敢骗我彩礼钱，我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想去告我，你去呀！我家若兰清清白白一个大姑娘，就这样被你欺负了，我还没责问你，你却反过来威胁我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么多人可都看见了，你要是敢耍赖，我就告你奸污良家少女，看看清官大老爷帮你还是帮亲。范老爷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私闯民宅，奸淫良家少女，按照本村村规，必须乱棍打死。哼，别跟本老爷整什么破村规。我看上哪村的大姑娘小媳妇，那是他们的荣幸。我要是在你们村少了一根汗毛，我能让你们南山村不复存在。范财主，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便能无法无天，在这南山村容不得你这般胡作非为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我范家在清水镇乃至整个安阳县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。别说睡一个姑娘，就算弄死个人，也跟碾死一只蚂蚁一般，谁能拿我怎样？范老爷，你这般欺负我们村的姑娘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就是，有钱了不起啊？有钱就不用讲理吗？都给我闭嘴！你们这破村规在我这不好使，再敢瞎逼逼，我让你们后悔终身！范老爷可真是威风啊！即使村规约束不了你，但你做出这等伤风败俗的勾当，按照大宁朝的律法也轻饶不了你。
奸淫乃是十恶不赦之罪。你私闯民宅，奸淫良家少女，按照大宁朝律，轻则打板子，坐牢。听到这儿，饭桶心里得意，打板子坐牢这种小事算个屁呀，大不了花几个银子就能搞定。那重则能咋着？还能砍脑袋不成？砍不砍脑袋的我倒不知道，但我知道除了打板子坐牢以外，还要没收男人的作案工具。啥？没收作案工具？饭桶顿时觉得头皮发麻，后脊梁骨直冒冷风。行了，别跟我扯这些没劲的吓唬我，老子可不是吓大的。陈老太收了我250两银子，他答应让他孙女陪我乐呵乐呵，你们就算去告，我也不怕。饭桶，大宁朝是有王法的地方，岂容你为所欲为？就算你给了陈老太银子当彩礼，可是你们没有成亲就做出如此下作的勾当，这也属于作奸犯科，罪加一等。今日之事，若是没有一个合理的办法解决，我们全村人就到县衙击鼓鸣冤。我就不信了，这世上没有公道可言。对，我们南山村村民定会联名上告，就不信青天大老爷不给我们一个公道。就是，上我们村玷污我们村的姑娘，还敢恐吓我们，去官府告他。饭桶没想到南山村的村民如此齐心，顿时脸色一白，满脸堆笑地看着众人。行了，多大点事儿，咋说着说着还报官呢？吴保安见饭桶妥协，开口道：不报官也行，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？这样吧，我睡了陈老太的孙女是事实，我不否认，但陈老太骗我在先。本老爷在醉香楼找个头牌姑娘，一晚上也就10两银子，念在陈若兰是个厨的份上，我给陈家50两银子作为赔偿，剩下的200两退给我，这事就算两清了。把陈若兰比成醉香楼的头牌，这简直太侮辱人了。不过陈青青喜欢，他不厚道地笑了。范老爷，你别欺人太甚啊！我家若兰可是清清白白的大姑娘，她爹现在是童生，明年定能考上秀才，那她就是秀才家的小姐。你竟拿她跟烟花巷柳的姑娘比，没你这么埋汰人的。陈老婆子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告诉你，给你50两，那是瞧得起你。说实话，就你那孙女儿，还不如醉香楼的头牌呢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反正若兰的清白是被你给毁的。她现在生是范家的人，死是范家的鬼，你必须八抬大轿，风风光光迎娶她进门。对，必须风风光光的娶进范家。我若不同意呢？范老爷，你若是不同意，咱们就只好官府见了。范老爷，你真是糊涂啊！你和若兰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，现在咱们就是一家人，这真要是惹上官司，谁还管你什么范财主、蔡财主啊？乱棍下就是短命的死财主，咱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一损皆损，一荣皆荣。只要你承认和我家若兰两情相悦，早就议了亲，也就没人能说什么闲话了。你真是坑死我了！范统心有不甘，但是眼前的情形确实容不得他仗势欺人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范老爷，那你就别愣神了，赶紧说呀！李长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和若兰两情相悦，情难自控，在不该做的地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。如今我愿意娶她为我的第5房妾室，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好了。吴保安对于这个结果非常满意。如此甚好，希望范老爷以后能善待若兰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事情尘埃落定，既然你们的事情了了，那咱们之间的事情是不是得算一算了？陈姑娘，咱们能有啥事儿？莫不是你被本老爷的雄风征服，也想给本老爷当妾室不成？范老爷莫不是鬼上身没好利索，得了痴心妄想症？要不要我再给你扎几针醒醒脑子？不，我就是和你开个玩笑。陈姑娘想要算啥，
直说无妨。你在我家偷情，脏了我家屋子，这是不是得给个说法？让我给你啥说法？你这有点小题大做了。私闯民宅被视为侵犯他人安宁罪，按照大宁律例，当场抓获者可以处以鞭刑40下。行了，陈姑娘，你别危言耸听，我咋就没听说还有这规矩？你没听过不代表没有，今天我有权利追究你们的责任。啥责任不责任的？咱们有话好好说呀。范通有一些慌神，看向了一旁的吴保安。我问你，咱们大宁朝有这律例吗？是啊，秦丫头说的没错，按照律例，未经主人同意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者，主人可以实施鞭刑，然后送官严办。啊，还真打呀？范通傻眼了，心里没了主意。陈姑娘，你消消气，别动不动就杖刑鞭刑，咱俩可是老相识，有啥事好好说。你看你家这窝棚，哪能称得上是房子？我给你2两银子，把这破草房好好修缮一下，咱们之间的误会也就算两清了啊！哼，范财主还真是大方，你打发要饭的呢？嫌少？你想要多少？最少100两。你有没有搞错？就你这窝棚1文钱不值，你竟朝我要100两，这不明摆着讹人吗？既然你这样想，那这银子我不要了，你就等着挨揍吧。别，你这是干啥？我这不是和你商量吗？你咋还翻脸了呢？少废话，是打是罚，你自己选。住客栈也用不了200文一夜呀，你张嘴就要100两，你这不是抢钱吗？抢钱？我这里既不是客栈，也不是青楼妓馆，乃是清白良善之家。你在此行苟合之事，玷污我家风水，别说是100两银子，就是1000两也不为过。要是不服气，咱们可以把你夫人请来评评理，或者是找县令老爷给断断案。若是这事让媳妇儿知道，这恐怕没有自己好果子吃。好，100两就100两。范老爷，你好糊涂啊！凭你的威望，咋能让他个小丫头片子给唬住了？他有啥本事？牲口就100两银子，要我说咱们就不给他钱，他能咋的？我就不信他敢动你一手指头。青丫头啊，别穷疯似的张嘴闭嘴就要银子。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范老爷可不是你能得罪起的。你要是不识抬举，到时你咋死的都不知道。你不说话我倒忘了，你的宝贝孙女儿也别想逃脱罪责，不想挨打就必须赔我100两银子。你做梦，我没钱给你。范通无语至极，他自己都不敢招惹的人，这陈老太算是哪根葱？范通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银票。陈姑娘，钱给你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甄青青接过银票，一人100两，少1文钱都不行。若是陈老太不给，我就要去告官揭发你们，这到时候就不是赔钱这么简单了。这是我给的100两，剩下的你找他要。你要是不想让你宝贝孙女挨揍，就赶紧把银子给陈姑娘。我凭啥给他钱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爱咋着咋着。老婶子，你先别激动，这事儿你得认账，毕竟是你们若兰在人家里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。青丫头要真是把他们的丑行告到官府，范老爷应该是没事，但你们家肯定得摊上官司。愿意告就告去，反正我没钱，大不了坐牢。我劝你好好的想想，真要是把事情闹大，你们家可就有了污点。占才以后真要是能考上秀才，对他将来的仕途有着诸多不便呢。该讲的我都给你讲了，该怎么做，你想好了再做决定。范老爷，四丫头不是要钱吗？还跟他磨叽啥？你都给了得了。让我掏钱？你做梦呢！哎，范老爷，你先别生气呀，该不该让你掏这100两银子？咱先好好捋捋，再做定夺，行不？行，你说，我听着呢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给我家下了聘礼？没错，一共是250两。你和我家若兰是不是有了夫妻之实？是。那若兰现在是不是你的人？是。
既然是你的人，你是不是得管他？是。饭桶说完纳过闷儿来，猛地摇晃着脑袋。不是，我凭啥管他？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你可不能反悔。虽说若兰现在还没过门，但她名义上已经是你范家人。不管她闯了多大祸，那都是你范家的事儿，跟我们娘家可说不着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我真想掐死你个死老婆子！一脸不舍的又掏出100两的银票，递给了陈青青。陈姑娘，钱你收好，咱们可算是两清了。算你识相。大家都散散，该干啥干啥去，别在这看热闹了。你别傻愣着了，赶紧跟我去看看若兰。好，我这就来。若兰。陈若兰就像是没听见一样，依然是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。我的若兰，我的好孙女儿，你没事吧？别吓奶奶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这可咋办呢？这个如何是好啊？哎呀，这孩子要真是疯了，咋向占才交代呀？真是造孽呀！死老头子，你能不能有点城府？屁大点事就把你吓尿，简直就是草包一个。若兰都让人给霍霍成这样了，你竟说是屁大点事儿？我看你和占才他们两口子咋交代？我咋交代？还是想想你咋说吧。主意是你出的，事情是你做的，钱也是你拿着的。现在出事儿了，你想让我背黑锅，我担不起这责任。行了，别整这些没劲的。事儿已经出了，咱们谁也别埋怨谁。要是赖，只能赖那个死丫头。要不是为她，若兰也不可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对，老婆子，你说的这话呀，在理儿。追根结底，责任啊，全在那死丫头身上。咱们可不能轻饶了他。这个事以后再说，现在最主要的是赶紧把若兰弄回家，别让她在这傻坐着了。若兰听话啊，跟奶回家。若兰咋不说话了？难不成真傻了？看她两眼无神，有黑眼圈，应该是没睡过觉，过度疲劳所致。让她回去好好睡上一觉，应该就没事了。没事就好。行了，老婆子，把她放我后背上，我背她回去。行，你慢点儿。刚走出来，吴保安就迎上来。老婶子，若兰出了这事儿，你得赶紧去把占才两口子找回来。他要是不把这事儿处理好，将来可是落埋怨啊。老头子，你把若兰放家里，赶紧去镇里找老三，让他们赶紧回来一趟。老三都没告诉咱们他住哪儿，你让我上哪儿去找他去？行了，老婶子，你们在家好好的看着若兰，我派个腿脚快的小伙子去找占才。二蛋子，你给我进来。李正，你叫我干啥？你腿脚快，赶紧去镇里找陈占才，就说他家里有事儿，让他和他媳妇儿快点回来。他爹都不知道他住哪儿，你让我去哪儿找他？这不是为难人吗？废什么话，你不会打听啊？只要找到孔府书院，就能找到陈占才。而此时的饭桶心烦意乱，不住地伸着脖子朝着村外张望。都这个时辰了，这史太寿咋还没过来？肯定是这个死奴才又去逛花楼睡过了头。就在他愣神的功夫，史太寿一溜烟的驾着马车从远处赶过来。你个该死东西，让你早点来接我，怎么到现在才来？是不是又去找你的相好的了？老爷咋样？昨晚上玩的还满意吧？却觉得腰酸背痛腿抽筋儿，头昏脑胀手发抖。满意个屁，差点累死不说，还生了一肚子气。老爷，发生啥事儿了？先别问了，你赶紧带我回家，我得好好歇上一歇。饭桶说着就要上车。范老爷，这事儿没商量好，你不能走啊。你有完没完？我和你还有啥好商量的？
哎呦，我的范老爷，当然是你和若兰的婚事啊！既然我家若兰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，接下来是不是得商量一下迎亲的事儿啊？还有个屁可商量的！你找个黄道吉日送去范宅就得了。这哪能行啊？虽说我家不是什么名门大族，但我三儿子明年就能考上秀才，我家若兰那是秀才女儿。凭这样的身份，不说十里红妆，这怎么也得8抬大轿迎进门吧？老陈婆子，你做梦啊！还8抬大轿？你愿意送就送，不愿意你就留家。我可不花冤枉钱扯这闲蛋。别，范老爷别生气呀！既然你嫌破费，那4人抬也行。废什么话？你爱送不送，不送却拉倒。我没时间陪你磨牙。刚才当着众人的面说娶你孙女，我是给你面子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再敢给我讲条件，我让你家吃不了兜着走。我奉劝你一句啊，别惹我家老爷不高兴，不然没你的好果子吃。石管家，我家若兰可是你家未来的武姨娘，是你半个主子，你咋跟我说话呢？一点规矩不懂，小心以后我孙女去惩罚你。他不知道这妾室就是一个玩物吗？满意的话留几天，不满意的话可以随处发卖。史太少，别跟他啰嗦，赶紧走。是老爷，老爷请上车，咱们走。陈老太愣在原地，直到饭桶离开，这都没回过神来。陈老汉见老婆子像个木桩似的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快步的来到近前。老婆子，你站这儿干啥呢？范老爷人呢？滚了！该死的大饭桶，滚回他的王八窝去了！哎呦，我的老婆子呀，你可真是糊涂了！占才还没回来呢，你咋能让范老爷走啊？他有手有脚，想走我能拦得住啊？你个没用的东西！刚才你死屋里干啥呢？咋不出来帮我拦着？现在范老爷走了，你反过来倒埋怨我？你要是有种，赶紧去把他给我追回来！要是没这胆量，你就给我老实眯着，别他娘的在这瞎逼逼，我还闹心呢。我就是想问问，也没有埋怨你的意思，你咋发这么大火气？消气，别生气了。我能不生气吗？那死饭桶也太不是人了，咱家好歹也算半个书香门第，可他倒好，竟让咱们把若兰直接送去。让你说，这不是明摆着寒碜人吗？行了，老婆子，你小点声。范老爷有钱有势，不是咱们这样的小老百姓能够得罪得起的。他说咋办，咱们就咋办吧。真要是把他给惹毛了，不认咱们这门亲戚，那若兰后半辈子可就完了。我这办的叫啥事儿啊？老婆子，事已至此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，顺其自然吧。话是这么说，可占才他们2口子回来，我咋跟他们解释？我害怕落埋怨呢。你多虑了，你好好想想，这事儿啊，可不能全怪咱们。要不是若兰跟着瞎添乱，也不至于落到如此地步啊。只能说啊，这是他的命。对，你说这句话太对了。老头子，你可记住了，一会儿占才他们回来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陈青青那死丫头身上，只有这样，咱俩才能不受埋怨。我都听你的。好，咱俩快去看看若兰咋样了。走进屋，看到陈若兰裹着被子睡得正香，陈老太这才放下心来。老婆子，我觉得若兰这孩子好像没心没肺的。你这话啥意思？受了委屈，那都是又哭又闹又上吊的。可若兰倒好，这既不哭也不闹，跟个没事人似的，这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？你也不是不知道若兰的脾气，真要是撂起蹶子，非得把咱俩这老帮菜给折腾死不可。可我就是好奇呀，你说若兰的心咋这么大呢？都成那样了，她竟然还能睡得着啊？
这有啥大惊小怪的？说句我这当奶奶不该说的话，要我看，若兰对这范财主很满意啊，要不也不至于累成这样。不会吧？那照你这样说，这咱家若兰也太不矜持了。你看你还装上了，这可是出世云雨，搁谁身上谁能矜持得住啊？孔府书院，陈占才，陈占才，你爹叫你领着媳妇儿快回家，你爹叫你领着媳妇儿快回家呢。这时门口的书童跑进来喊道：陈占才，外面有个愣头青找你，一问三不知，只会哈哈傻笑，大喊大叫。哪个傻子找我？我家没啥亲戚。来到大门口，二蛋子，你找我有事儿？二蛋子看起来傻，这其实心眼多着呢。陈若兰偷汉子可不是啥好事儿，不能乱说。占才，你爹娘让你们两口子快点回去，说有要事要商量。肯定是爹娘把大房家的银子抠到手了，他连忙眉开眼笑的道：好好好，辛苦二蛋兄弟，我回家收拾收拾就回去。好，那你快点啊，我先走了。知道了，随后就到。二人雇了一辆油车，朝着南山村驶去。爹娘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爹娘，你们着急忙慌的叫我们回来干嘛？没啥要紧的事儿，你们先坐下歇歇。娘，你没事让傻二蛋子叫我们回来干啥？那个傻了吧唧的，差点没给我气死。咋回事？二蛋子干啥了？那个大傻子去书院找我，看门的说夫子正在讲课，让他在门口等会儿。可他倒好，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叫喊我的名字，说我爹让他叫我快点领着媳妇儿回家。他这一喊，全书院的人都听到了。我那同窗直翻白眼儿，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嘲讽。你说你们咋就不能找个好人去找我呀？弄那么个愣头青。我问他家里出了啥事儿，只会嘿嘿傻笑，真能气死人。老三，你可别听他胡说，我可没让他去，是。行了，别说这些没劲的。老三啊，你消消气儿，娘叫你们回来，确实有事跟你们两口子商量。啥事儿？赶紧说，我还得回去读书呢。我有一件好事儿啊，还是一件喜事，不知你们想先提哪件事啊？咱家能有啥好事儿？难不成发财了？哎呀，是啊，娘，咱家有啥好事啊？听你这意思，不会真是捡到银元宝了吧？既然你们想先提好事儿，那我就和你们说说。陈老太便把赵媒婆给饭桶说亲，自己怎么收礼下聘，打算怎么陷害陈青青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娘，你做的太好了，只要这事儿一成，咱们就有钱了。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！要不说啊，姜还是老的辣，那死丫头最终还是没逃过你的手掌心。咱家有了钱，站在以后读书也就不用再犯愁了。娘，你真是咱家的大功臣。实话告诉你，我明年考上秀才，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真的，这可是好事儿啊！可你不知道，真想做到万无一失，少不了好好打点一番。娘，这个钱可省不得，不然儿子这些年读书吃的苦，可就白吃了。老三，你的意思娘懂，为了你的仕途，该花的钱咱们绝不能省。谢谢娘，你刚才不是说还有一件喜事吗？快赶紧说说，到底是啥喜事？喜事就是……哎，老头子，这喜事还是你来说吧。老婆子，好事你都说了，喜事还是你来吧。哎，真是没用，啥都指望不上你。老三，凤娇，我说了，你们可别激动啊。还有啥比钱更激动的事吗？你别吞吞吐吐，赶紧说吧。是啊，你所说的喜事，是不是那死丫头马上就要嫁给范财主了？顺便带着若兰到范家好好的吃上一顿。哎，若兰呢？我咋没看见？她去哪儿了？还在西屋睡觉呢。哎呀，这都啥时候了还睡觉？我去把她叫起来。哎，别，先别去叫她，让她再多睡会儿。君兰太懒了，都是你们给惯的。娘，你还没说到底是啥喜事呢？你让我猜猜看。这喜事就是那死丫头要嫁给范财主了吧？
咱家确实是有人要嫁给范财主，可不是那死丫头，是咱家若兰。若兰？娘，你再说一遍，到底谁要嫁给范财主？是咱家若兰。娘，到底咋回事？你刚才不是说是范财主要娶青丫头吗？咋变成若兰了？是啊，娘，你刚才不是说用迷药把青丫头迷晕了吗？既然范统和他有了夫妻之实，咋又相中咱们若兰了？哎呀，你赶紧说呀！陈老太只好把事情说了出来。你们这两个没用的老东西，是你们害得我家若兰，你们赔我家若兰的清白。你们干的好事儿，这要是传扬出去，以后让我有何面目存活于天下？真是羞煞人也！站在凤娇，你们先冷静啊！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纯属意外呀！要不是那死丫头从中作梗，咱家若兰也不会出这种事儿。是啊，你娘说的没错，这事儿怨不得我和你娘。说1000道1万，都是那死丫头把若兰给害成这样的。该死的贱人，这事不能完，我要去找那死丫头拼命！我现在就去劈了她，替我的若兰出气！说着，抄起角落里的镰刀就要往外走。你给我站住！陈老太厉喝一声，上前堵在了门口。那死丫头害若兰失了清白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儿啊，娘知道你气，可你千万别干傻事儿啊！刚才我不都说了吗？这事儿咱家不占理，真要把那死丫头惹急眼了，咱家有可能摊上官司。这有了污点，你将来咋口去功名，咋光宗耀祖啊？我连女儿都保护不了，我还光什么宗要什么祖？今天就是拼出这条命，我也要剁了那个死丫头！儿啊，冷静啊！死丫头咱们现在惹不起，你去了也奈何不了她，反而会惹祸上身。儿啊，听娘的话，咱不能因一时冲动毁了你的前程啊！那丫头现在会制糖，连吴保安都向着她说话。虽说我下了迷药，可并没看见是她把若兰弄进的屋子。就算咱们去找她，她也不会承认，反而会告咱们诬陷。常言说得好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等你考上秀才，中了举人，以后再报这个仇也不迟。难道就那么放过那死丫头？我可怜的若兰呢？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以后慢慢寻找机会，到时候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。现在还是考虑考虑若兰的事咋办？娘，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真才凤娇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无法挽回了。你们先别太着急，就是把你们急死也于事无补。你们得保持冷静，现在可不是撒泼耍赖的时候，千万不能把事情闹大。范家可是有头有脸，十分要面子的人家，真要是悔亲不认账，那若兰后半辈子可彻底毁了。你们说的都对，可我咽不下心中这口恶气呀！我的好儿媳呀，你咽不下这口恶气也得咽。俗话说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以后日子还长呢，咱们有的是机会。现在最主要的，把若兰的事处理好。娘，你不会真想让我把若兰嫁给范统吧？整个清水镇谁不知道范统的为人，简直就是色中的恶鬼。他见色就贪，喜好棉花塑料，不知玩弄了多少张胎娇娃，勾引了多少良家妇女，家里还有好几房小妾。若兰真要是嫁给这样的人，这辈子可就彻底的毁了。凤娇，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。好色乃人之常情，有本事的男人有几个不是3妻4妾的，更何况像范统那样的大财主啊。女人嫁人图的不过就是衣食无忧，范家财大势大，吃喝不愁，还有下人伺候着。若兰嫁过去啊，就是掉进了福窝啊。更何况人家可下了250两银子的重礼，整个清水镇谁能有这么大方啊？再说了，咱家若兰生得妩媚动人，
他要是把饭桶哄开心了，身份地位不全都有了？你好好想想，娘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？不行，常言说得好，宁为穷人妻，不为富人妾。若兰若是搅到范家，不但没有一点地位，还会处处受正妻的打压。这样的日子简直就是遭罪，我不能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呀！凤娇啊，哪有你说的这般严重啊？咱家若兰可不是那种没眼力劲儿的孩子，只要把范老爷哄开心了，就算正妻也得敬他3分。凤娇啊，咱娘说的对，俗话说唾沫星子淹死人，为了堵人口舌，咱们必须尽快把若兰嫁给范统。范家在镇上有权有势，若兰嫁过去，就算是做妾，也比嫁给普通人家受苦受累强。这门亲事要是成了，咱家往后的日子可就好过了。就是，凤娇啊，你可得为全家着想。若兰嫁过去虽说委屈了点儿，可这也没办法的办法呀。等她在范家站稳脚跟，说不定还能帮衬娘家。你怎能如此狠心？若兰可是你的亲骨肉啊！凤娇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说得好像不是若兰亲爹一样。若兰失了清白，我心里也难受啊。可现在木已成舟，若兰要是不嫁给范统，她还能嫁给谁？以后还有谁愿意娶她？可是范统真非良人。范统非良人，难不成嫁给一个穷小子就是良人？让她嫁给个穷小子吃糠咽菜就算享福？你脑子咋就不转弯啊？范家有钱有势，就算当个妾那也是福气。你以为去范家当妾是谁都能当的？是啊，凤娇，我可听说了，在范家就算当个妾，一个月能有3两银子的月钱呐。3两银子，一年就是36两，哪家的姑娘不想嫁过去？若兰能有这机缘，证明她有福气，你说你咋还不愿意呢？看来这就是若兰的命。娘，咱家若兰虽不是富家小姐，也不是目不识丁的山野村姑，好歹也识文断字儿。范家要是来迎亲，不说十里红妆，但怎么也得吹吹打打，八抬大轿迎娶进门才行。到时候咱们得让若兰风风光光的嫁出去。凤娇啊，这个可能有点难度。范老爷说了，让咱们挑个良辰吉日，直接把若兰送过去。啊，直接送过去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是啊，当时我也是这么说的，可范统不同意呀，说什么这样太铺张浪费，不如把省下的钱留给若兰傍身。当时我本想拒绝，可转念一想，这样也好，手里有钱心不慌，剩下了100两银子，将来也能有余钱孝敬你们。